东域，洪天圣地，圣子峰。紧闭了1个月的殿门缓缓开启，江晨从里面缓缓走出。他沐浴在阳光下，整个人还有些恍惚。1个月了，整整1个月。天知道我这1个月是怎么过来的。江晨穿越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整整1个月，借着元神冲击境界失败，需要闭关疗伤的借口，他把自己关了30天。30天里，他总算是把这具身体原主人的记忆给消化的七七八八。原主也叫江晨，洪天圣地的圣子，一个纯纯的玄幻版顶级2代。性格嘛，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偏偏智商还挺高，待人温和，但实际上冷血无情。江晨消化完这些记忆，头都大了。自己这具身体的原主不就是妥妥的反派剧本吗？要不是他爹是洪天圣地圣主江胜天，估计早被人挫骨扬灰了。开局强度就这么高啊！江晨低声吐槽。就在这时，他腰间挂着的一枚传音玉符亮了起来，一道威严雄浑的意念直接在他脑海中响起：晨儿，速来圣主大殿。是江胜天。江晨撇了撇嘴，收敛起脸上所有多余的表情，朝着圣主大殿走去。既来之，则安之。先去看看这位便宜老爹找自己有什么事。圣主大殿气势恢宏，江晨踏入殿门，一眼就看到了高坐主位上的那个男人，身形魁梧，不怒自威，正是洪天圣地圣主江胜天，他的便宜老爹。而在江胜天的下手位置还坐着2个人，其中一个中年男人面容儒雅，气质温和，正含笑看着他。根据记忆，这是南宫氏族的当代族长南宫卓，而在南宫卓的身边还站着一个女子。女子身形高挑，一袭淡蓝色的纱裙勾勒出曼妙的曲线，她脸上戴着一层薄薄的面纱，看不清具体的容貌，但光是那双露在外面的眼眸就足以让人心神晃动。江晨的脑子里瞬间就蹦出了一个名字：南宫明月，他的未婚妻，那个在记忆里对原主有些疏远的女人。晨儿，还不见过你南宫伯父和明月侄女。主位上，江胜天开口了，带着不容置喙的命令感。江晨走上前，他先是对着南宫卓躬身一礼：江晨见过南宫伯父。南宫卓温和的点头：贤侄不必多礼，你大病初愈，身子要紧。接着江晨转向了南宫明月，再次行了一礼。明月，他的动作标准，无可挑剔。做完这一切，他才直起身，大大方方地打量起眼前的南宫明月，在心里感叹了一句：这修仙世界的女的长得是不一样啊。南宫明月也在看着他，面纱下的脸庞没什么波动。他对江晨的印象并没有多少，只是因为两家早早定下的婚约，让他不得不和江晨绑定在一起。前些日子听说他冲击境界失败，差点把自己弄得个生死道消的下场。南宫卓在得知消息后，立马就带着他来了一趟，但是那个时候江晨刚穿越过来，以闭关的借口没有见到，而这一次也是赶巧碰上了。江胜天看着自己儿子今天这番得体的举动，心里倒是有些满意。看来这次走火入魔也不是全是坏事，至少这性子沉稳了一些。晨儿，你闭关1月，感觉如何？江胜天问道。江晨垂下头，恭敬地回答：托父亲的福，没死成。心境倒是通达了不少。这话一出，大殿内的气氛瞬间就怪异了起来。江胜天的脸皮抽动了一下，这小子还是这么不会说话。什么叫没死成？南宫卓的脸上依旧挂着温和的笑，但那笑意却是耐人寻味。贤侄说笑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南宫卓打着圆场道：是啊，后福。江晨重复了一句，然后把脸转向了南宫明月。江晨已经把关于原主和南宫明月之间过往的种种回忆了一遍，总结下来就是2字：微甜。对这种冷冰冰又心高气傲的女人，按原主的那种方式，只怕是一辈子都搞不定。所以他当下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明月，关于你我的婚约，想必让你很委屈吧？他这话问得太直接了，直接到让南宫卓的笑容都僵在了脸上。江胜天的面色也沉了下去，这混账小子刚夸他沉稳了点，这就开始发疯了。南宫明月抬起头，清澈的眸子直视着江晨，他没想到江晨会这么问。按照以往，他不应该是一本正经的凑上来说一些让他恶心的话吗？江胜子言重了。南宫明月开口，语调平淡：婚约乃是长辈之命，家族之约，谈不上委屈2字。这回答滴水不漏，既表明了立场，又没有公然驳斥婚约。意思是，我认这门亲事，但只是因为家族，跟你江晨没半毛钱关系。江晨听懂了，他往前走了一步，这个动作让南宫明月身体下意识的绷紧。哦，江晨发出一声轻笑。这么说，明月对我这位未来的夫君其实是满意的。你，南宫明月被他这句话噎住了，
这不就是流氓逻辑？他要是说满意，那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可他要是说不满意，那就是公然悔婚，打2位长辈的脸。他只能沉默，但那面纱下紧抿的嘴唇和微微颤抖的睫毛都暴露了他此刻的情绪。他在生气。江晨，江胜天终于忍不住了，一声暴喝：有你这么说话的吗？还不快给明月道歉！江晨耸了耸肩，一副无所谓的态度。父亲，我只是想确认一下明月对我的看法，这有错吗？江晨摊开手，毕竟强扭的瓜不甜，我总得为以后几百上千年的夫妻生活考虑一下吧。万一他天天给我摆着张臭脸，我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放肆！江胜天被气得不轻，一巴掌拍在宝座的扶手上，整个大殿都震动了一下。你给我闭嘴！南宫卓赶紧起身劝道：胜天，胜天，息怒，息怒。年轻人嘛，有自己的想法很正常，让他们多聊聊，多聊聊就好了。他嘴上劝着，心里却把江晨骂了个遍。这个小王八蛋还是和以前一样混账，一来就给他女儿难堪。而一直沉默的南宫明月此时却忽然开口了：江晨。南宫明月叫了他的名字，你到底想说什么？江晨转过头，重新对上他的视线。我想说什么，明月你会不清楚。他上前凑近了些，近到能闻到他身上传来的淡淡清香。你不想嫁给我，我也未必想娶你。江晨的话一句比一句出格，一句比一句意外。南宫明月也蹙起眉头，一双眸子紧紧盯着江晨。江晨觉得这些还不够，刚要开口继续说什么，脑子里突然就多出一道声音：叮！检测到宿主，最强反派系统已激活。这突如其来的动静让江晨脑子都宕机了半秒。系统，我的系统！江晨穿越过来1个月，天天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的系统能早点到账。结果这1个月愣是半点动静都没有，他都快以为自己是无外挂开局了。没想到在这个时候他来了，江晨心里一阵狂喜。好家伙，你可算来了！再不来，我这反派剧本可真要玩不下去了。叮！最强反派系统绑定成功。宿主你好呀，我是你的贴心小棉袄，最强反派系统为您服务哦。一道贱兮兮的，甚至带着点俏皮的电子音在他脑子里响起。江晨的表情瞬间就变得古怪起来，这系统怎么感觉不太正经的样子？新手任务发布，请对天命之女南宫明月做出符合您最强反派身份的行为。任务奖励：新手大礼包1份。任务失败惩罚：将宿主改造为2条腿的生物。系统的提示音接连不断，江晨整个人都僵住了。对南宫明月做出反派行为。他看了一眼主位上脸色已经黑如锅底的便宜老爹江胜天，又看了一眼旁边那个虽然还挂着笑，但明显已经很不爽的南宫卓。当着这2位的面对自己名义上的未婚妻动手动脚，这系统是想让他死啊！江晨在心里疯狂吐槽。我说系统，你这任务是不是有点太变态了？我爹一巴掌能把我拍进地里抠都抠不出来，你让我当着他的面搞事？宿主，请相信自己，你可是要成为最强反派的男人。系统用一种充满鼓动性的语调回答。拿出你的气魄，征服他，我征服你的那个。江晨无语，关键是任务失败的惩罚是什么鬼？2条腿的生物，我现在不就是2条腿吗？江晨先是一愣，随即他很快反应了过来，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这狗系统真有你的！他算是彻底明白了，这任务不做也得做，不做下半辈子的幸福就没了，做了最多被自己老爹揍一顿。2害取其轻，怎么选还用说吗？大殿内的气氛因为江晨的沉默而愈发凝滞。江胜天已经处在爆发的边缘，南宫卓的儒雅面具也快要挂不住了。南宫明月则是带着几分警惕的姿态看着他。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江晨会再说出什么惊人之语时，他却动了。他迈开步子，一步一步朝着南宫明月走了过去。他的动作不快，但每一步都像踩在众人的心跳上。江晨，你想干什么？南宫明月身体绷紧，厉声呵斥。他感觉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压迫感。眼前的江晨和他记忆里那个虽然混账，但始终保持着一层虚伪礼貌的圣子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他充满了不确定性。江胜天也猛地从宝座上站了起来，一股恐怖的威压瞬间笼罩了整个大殿。孽障，给我站住！然而江晨对这一切都置若罔闻。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南宫明月。在南宫明月惊愕的注视下，在江胜天和南宫卓来不及阻止的瞬间，江晨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2人的距离不足半尺，他甚至能清晰地看到他面纱下微微颤动的长长睫毛。然后他伸出了手，这个动作让南宫卓的脸色彻底变了。贤侄，不可！
南宫卓想出手阻拦，但已经晚了。江晨的手指精准轻挑地勾住了南宫明月的下巴，触感冰凉细腻。他微微用力，就把南宫明月一直低垂着的头颅强行抬了起来。那层薄薄的面纱因为这个动作也微微滑落，露出了他那张足以让天地失色的绝美容颜。时间在这一刻静止了，整个圣主大殿安静的可怕。江胜天那只抬起的手就那么僵在了半空，他周身暴起的恐怖威压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掐住，骤然一滞。这位洪天圣地的圣主，那张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的脸，此刻像是被人用重锤狠狠砸了一下，怒火之上覆盖了一层更浓重的错愕。江胜天死死盯着自己的儿子，江晨这混账在干什么？当着自己的面，当着南宫卓的面调戏他的未婚妻，这已经不是混账了，这是疯了。南宫卓的身形已经冲到了近前，可他伸出的手也同样停在了半空，整个人如同被施了定身术。他脸上那副维持了一辈子的儒雅面具，在这一刻咔嚓一声彻底碎裂，只剩下一张胀成猪肝似的脸。他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目光在自己那被轻薄的女儿和江晨那张带笑的脸上来回扫动，最后他猛地扭头看向高座上的江胜天，看看你养的好儿子。而处于风暴中心的南宫明月脑子嗡的一声彻底空白，时间被无限拉长，他能清晰地感觉到江晨手指上传来的温度，能闻到他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男子气息。江晨凑得更近了一点，用他和南宫明月才能听到的声音开口，看来我以前对你还是太温柔了。温柔。轰！一股前所未有的羞愤瞬间冲垮了他所有的理智和冷静。他长这么大，天之娇女，走到哪里不是众星捧月，何曾受过这等奇耻大辱？尤其还是当着自己父亲和对方父亲的面，被这个他一直不曾上心的未婚夫用如此轻佻、如此羞辱的方式。他藏在纱裙下的双手瞬间攥紧成拳，指甲深深嵌入掌心，传来的刺痛让他浑身都开始抑制不住的发抖。江晨这个混蛋，他怎么敢？他怎么敢？江晨却像是完全没有察觉到周围的气氛，以及那三道几乎要将他千刀万剐的目光。他甚至还有闲心欣赏了一下南宫明月那张因为愤怒而泛起红晕的绝美脸蛋，这张脸确实比记忆里那副冷冰冰的样子要生动有趣的多。他能感觉到南宫明月体内的灵力正在疯狂涌动，即将失控。很好，这才对嘛，天命之女就该有天命之女的脾气。南宫明月只是性子清冷了点，也不是没有脾气。终于南宫明月从牙缝里挤出江晨的名字，积攒到顶点的怒火彻底引爆。江晨，他体内六境元婴中期的灵力轰然运转，没有丝毫犹豫，抬起那只白皙如玉的手掌，凝聚了全身的力量，朝着江晨的胸口狠狠拍去。这一掌裹挟着南宫明月六境元婴中期的灵力毫无保留，在殿内掀起一阵狂风，吹得江晨的衣袍飞舞作响。然而面对这寒怒一击，江晨却连动都没动一下，他只是抬起了另一只手，啪一声轻响，南宫明月那足以开碑裂石的手掌被江晨稳稳地抓住了手腕，动弹不得。他所有的力量在接触到江晨手掌的瞬间便石沉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南宫明月整个人都呆住了，怎么可能？自己全力一击，就算江晨是六境巅峰，也不可能如此轻描淡写的接下。他甚至都没有后退半步。江晨捏着他纤细的手腕，稍稍用力，南宫明月吃痛，手掌不由自主地松开。明月，你是不是修炼懈怠了？江晨的调侃让南宫明月那张涨红的脸庞瞬间变得煞白。这是羞辱，赤裸裸的羞辱。你……他还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在江晨的钳制下连一丝灵力都调动不起来。大殿之上，江胜天和南宫卓也彻底懵了。江胜天那句即将出口的怒喝卡在喉咙里，他看着自己儿子轻描淡写地制住南宫明月，脸上的表情渐渐被一种惊讶取代。这混小子什么时候这么强了？南宫卓更是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没站稳。他很清楚自己女儿的实力，同辈之中还有敌手，可现在竟然被江晨这个纨绔圣子一只手就给制住了。不是都说江晨的修为是靠丹药堆积上去的吗？这世界是疯了吗？就在殿内气氛诡异到极点的时候，江晨的脑子里响起了那道贱兮兮的电子音。叮！恭喜宿主，反派任务超额完成，对未婚妻南宫明月进行压制，反派点数加2000，气运指数加100，新手大礼包已自动开启。恭喜宿主获得修为灌顶，正在突破至7境化神境。恭喜宿主获得无上功法道眼天魔经。系统提示音落下的瞬间，轰！一股庞大到难以形容的气息以江晨为中心骤然爆发开来。那不是灵力，
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带着玄奥道韵的威压。整个圣主大殿都在这股气息下剧烈晃动，殿内的空间都出现了扭曲的波纹。江胜天和南宫卓脸色巨变，这是突破7境，他突破到7境化神了。南宫卓惊呼出声，儒雅的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1个月前，这小子冲击境界失败，差点把自己玩死。1个月后，他不仅没死，反而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从6境元婴巅峰一步迈入了多少修士梦寐以求的第7境。开什么玩笑！江胜天也是满脸的震撼，他能感觉到江晨此刻爆发出的气息精纯且雄厚，根基稳固的不像话，完全不像是刚刚突破的样子。这还是他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吗？处于风暴中心的南宫明月感受最为真切，那股庞大的威压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来。他能感觉到江晨体内的力量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质变。如果说之前的江晨是一条溪流，那现在的他就是一片深不见底的大海汪洋。他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1个月，仅仅1个月，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江晨松开了他的手腕，任由那股力量在体内奔腾，洗刷着四肢百骸。爽，太爽了！这就是7境的感觉吗？江晨他能感觉到自己对天地灵气的感知比之前敏锐了100倍不止，举手投足间似乎都能引动一方天地之力。江晨，南宫明月终于找回了自己的理智，他看着江晨那双清澈的眸子里第一次出现了迷茫和不解。你是想退婚？他问出了这个问题。江晨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像是想维系这段婚约的样子。江晨闻言转过头来，他活动了一下手腕，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被弄乱的衣袖。没错，他承认的干脆利落。既然你不想嫁，我又何必非要娶？这婚约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不如就此作罢，对你我，对2家都好。他这番话说的平淡，却让在场的3个人心头都是一震。江胜天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儿子突然变得这么懂事，他一时间还真有点不适应。南宫卓则是脸色变幻不定。退婚，这可不是小事，2家联姻牵扯甚广。若是江晨还是以前那个不思进取的纨绔，他或许还会顺水推舟。可现在一个20岁不到的7境强者，放眼整个东域都找不出第2个，这样的女婿打着灯笼都难找啊。而南宫明月在听到江晨亲口承认要退婚后，脑子里嗡的一下，一股比刚才被轻薄时更加强烈的屈辱感涌上了心头。凭什么？凭什么是他被退婚？一直以来都是他对这门婚事心存抵触，是他看不上江晨。现在这个他看不上的男人竟然要主动退掉和他的婚约，这让他如何能接受？你休想！南宫明月几乎是脱口而出，这3个字让江晨都愣了一下。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南宫明月。哦，明月这是舍不得我了。你……南宫明月被他一句话堵得胸口发闷。他当然不是舍不得，他只是咽不下这口气。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脑子飞速转动。忽然他想到了什么。江伯父，他转向主位上的江胜天，洪天圣地大比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始了？江胜天一愣，随即点头，不错，还有3个月。圣地大比是洪天圣地100年一度的盛事，也是对圣子的一次考验。只有在大比中取得第1，圣子的位置才能稳固，否则便会被废除。以原主之前的德性，这个圣子之位本就岌岌可危。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南宫明月重新看向江晨，他的脸上恢复了往日的清冷，甚至还带上了一丝挑衅。江晨，想退婚？可以，等你拿到这次大比的第1，保住你圣子的身份，到那时你再来跟我谈退婚的事。说完，他不再看江晨，而是对着江胜天和南宫卓微微躬身。父亲，江伯父，明月今日身体不适，先行告退。话音未落，他便转身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圣主大殿，那背影带着几分决绝，也带着几分狼狈。大殿内只剩下江晨父子和脸色难看的南宫卓。江晨看着南宫明月离去的方向，脸上露出一抹笑意。有意思，这南宫明月还挺傲娇。南宫卓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他对着江胜天拱了拱手，那动作僵硬的不行。胜天兄，今日之事，我先带小女回去了。他连场面话都说不下去，转身就追着南宫明月的方向快步离去，背影写满了憋屈和恼火。整个圣主大殿只剩下江晨和他的便宜老爹，气氛尴尬的能拧出水来。江胜天坐在主位上，久久没有开口。他看着下方的儿子，那张威严的脸上情绪复杂到了极点，有愤怒，有错愕，但更多的是一种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的陌生感。这还是他那个只知道惹是生非的儿子吗？
调戏未婚妻，逼得南宫明月立下赌约，然后又当场突破到7境。这一套操作下来，行云流水，胆大包天。你，江胜天终于开口，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3个月后的大比，你自己好自为之。若是丢了圣子之位，丢了老子的脸，别怪老子到时候下手太黑。说完，他甩袖起身，直接消失在了大殿深处，连多看江晨一眼都没有。江晨撇了撇嘴，这就完了？不该是给我一顿胖揍，然后关我禁闭吗？他活动了一下筋骨，感受着体内奔涌不息的7境力量，心情大好。算了，回去。江晨转身，迈着悠闲的步子离开了圣主大殿，朝着圣子峰走去。圣子峰，江晨刚一回到自己的寝宫，他就屏退了所有侍从，都下去吧，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来。是，圣子。随着殿门缓缓关闭，江晨彻底放松下来。他盘膝坐下，开始仔细感悟脑海中多出来的那部功法道眼天魔经。仅仅是运转了1个周天，他就感觉到一股玄奥霸道的气息在体内流转，与他刚刚突破的7境修为完美契合。这功法简直是为他量身打造的。系统出来！江晨在心中呼唤道。叮，贴心小棉袄为您服务，宿主有什么吩咐呀？贱兮兮的电子音再次响起。打开我的面板。江晨道。下一秒，一道只有他能看见的虚拟光幕出现在眼前。最强反派系统，宿主江晨，身份洪天圣地圣子，境界7境化神境初期，功法洪天道法道眼天魔经，反派点数2000，气运指数100，商城未解锁。江晨的注意力落在了点数和指数那2项上。反派点数和气运指数是干嘛用的？宿主，反派点数是通过打压、掠夺天命之子和天命之女获得的核心资源哦。您可以用它在系统商城里兑换各种奇珍异宝、神功秘法、无上丹药，甚至是贴身侍女哦。江晨挑了挑眉，听起来好像还可以。那气运指数呢？气运指数代表了宿主您自身的气运强度，气运越高，您出门捡到宝、顿悟功法的概率就越大。最重要的是，它能抵御天命之子的气运反噬。简单来说，您要想安稳的当个大反派，薅天命之子的羊毛，就得保证自己的气运，不然容易翻车哦。江晨瞬间就懂了，反派点数是钱，用来消费；气运指数是命，用来保命。行，我懂了。江晨点了点头。打开商城，我看看有什么好东西。他现在手握2000点巨款，正想看看能换点什么宝贝。丁宿主权限不足，系统商城需要2万反派点数方可解锁页面，请宿主再接再厉，努力割韭菜哦。系统的提示音带着几分调侃。江晨的脸当场就黑了，什么玩意儿？2万？你抢钱呢？我辛辛苦苦演了半天，又是调戏又是突破，才搞到2000点。你告诉我连商城的门都进不去？江晨感觉自己被狠狠的当猴耍了。宿主淡定，万丈高楼平地起，2万点很快就凑齐了。新手任务给的2000点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大头还在后面呢。系统安慰道。我能信你的鬼话吗？江晨没好气的吐槽。奸商，这系统绝对是个奸商，画个大饼吊着他，就是不让他轻易拿到好处。江晨在心里给系统打上了一个标签。就在他愤愤不平的时候，系统的提示音又一次响起，不过这次的语调带上了几分兴奋。叮，警告，警告，在宿主附近检测到新的天命之子活动迹象，目标已经出现在洪天圣地范围。新的天命之子，江晨精神一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在哪？什么情况？能把他的资料调出来吗？江晨立刻来了兴趣，正在生成目标档案。姓名林凡，修为5境名丹境中期，身份天命之子，洪天圣地外门弟子。近期经历，自幼处处备受欺凌，1月前无意间跌落山崖，大难不死，偶得一枚神秘古戒，修为一举突破至5境名丹中期。当前动态，正在前往参加那门考核。光幕上一个平平无奇的少年形象浮现出来，旁边还附带着他的生平简介。江晨看着这份档案笑了，跌落山崖，不死，奇遇，古剑，这剧本也太标准了吧。好家伙，这是来了一颗可以茁壮成长的韭菜啊，而且还是送上门来的。江晨从地上站了起来，走到窗边。系统，这个林凡气运指数有多少？报告宿主，天命之子林凡当前气运指数为5000点。5000点？江晨咂了咂嘴，这天命之子的气运确实是高，看来这位就是真正的主角模板没跑了。比起林凡，
如果江晨没有意外穿越过来，就原主顶多算是个高配炮灰。有意思。江晨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玩味的笑意。一个心高气傲的未婚妻，一个戒指里藏着老爷爷的废柴流主角。我这反派当的，业务还挺繁忙。他整理了一下衣袍，对着外面喊道：来人！店门被推开，一名侍女恭敬地走了进来。圣子有何吩咐？今日内门可是在考核弟子？江晨对着侍女问道。侍女愣了一下，但还是立刻躬身应道：是的，圣子。江晨点了点头，挥退侍女。林凡是吧？让我看看，你这颗韭菜能给我报出多少反派点数来？洪天圣地内门考核场，人声鼎沸。演武台上，外门弟子们为了一个内门弟子的名额拼尽全力。台下数千名弟子围得水泄不通，呼喊声、叫好声此起彼伏，热火朝天。就在这时，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长老台之上。江晨一袭白衣，身姿挺拔，就这么随意地站着，瞬间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原本喧闹的考核场出现了一瞬间的安静，无数道好奇的视线汇聚而来。那是谁啊？气质也太好了吧，以前怎么没见过？是哪位师兄吗？长得也太好看了。台下一些新入门不久的外门女弟子们已经开始窃窃私语，脸上带着几分红晕。旁边有资历老些的弟子赶紧拉了拉他们的衣袖，压低了嗓门：小点声，那是咱们洪天圣地的圣子江晨。什么？他就是圣子？传闻中那个纨绔？嘘，你想死啊？圣子也是你能议论的？议论声很快就平息了下去，但很多人的视线都还在江晨的身上。负责此次内门考核的是5长老虚影子和6长老柳慧，两人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江晨的到来。见过圣子殿下。虚影子是个身形微胖的中年男人，他几乎是小跑着迎了上来，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意。当他靠近江晨，感受到那股若有若无的凄静气息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更加恭敬了。不知圣子到访，还望恕罪。另一边的6长老柳慧也走了过来，她是一位面容姣好的中年美妇，气质温和。柳慧对着江晨微微躬身，见过圣子。柳慧的礼数周全，但态度却不像虚影子那般热切。她同样也察觉到了江晨的修为变化，心底掀起了一阵波澜。七境化神，这个1个月前还因为冲击境界失败而差点死掉的圣子，竟然在1个月后直接突破到了7境，这让他感到有点不敢相信。而且看他的气息，完全不像是刚突破的样子。江晨把两人的反应尽收眼底，他摆了摆手，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不必多礼，都起来吧。他走到高台边缘，俯瞰着下方激烈的比试。本圣子闭关1月，有些烦闷，出来随便走走。考核进行到哪了？你们继续，不必管我。虚影子连忙哈着腰应道：是，圣子您随意看。他心里却在疯狂盘算，这位小祖宗今天怎么有兴致跑来看内门考核了？以往这种事他可是从来不屑一顾的，难道是这次闭关转了性子？虚影子不敢多问，乖乖地退到一旁，示意考核继续。演武台上的比试再次开始，但所有人的注意力或多或少都分了一部分在江晨身上。江晨没理会那些投来的目光，他在心里对系统说道：系统，开始干活了。叮，宿主请吩咐，贴心小棉袄已就位。关于林凡那个韭菜，没有什么任务吗？收到，正在为您扫描，扫描完毕。任务发布，天命之子林凡正在大杀四方，请宿主在众目睽睽之下打断他的高光时刻。任务奖励，反派点数3000点，气运指数加200。任务失败惩罚，随机抽取宿主一个部位进行改造。江晨的脸皮抽动了一下，这狗系统惩罚是越来越变态了。他转过头看向身旁的柳慧。柳长老。柳慧正在关注场上的比试，听到江晨叫他，连忙应道：圣子有何吩咐？这一届参加考核的弟子里，可有一个叫林凡的？江晨随口问道。柳慧愣了一下，没想到江晨会关心一个外门弟子，但他还是顺着记忆搜寻了一下，然后抬手指向了3号演武台。圣子，那个正在比试的青衣弟子就是林凡。江晨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3号演武台上，一个相貌平平的青衣少年正和一个身材魁梧的对手激战。那少年正是林凡，他的修为只有5境名单中期，而他的对手却已经是5境巅峰。按理说，这应该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可场上的局势却完全倒向了林凡。林凡身法灵活，招式大开大合，每一拳每一脚都带着一股一往无前的气势，打得那个5境巅峰的对手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砰！林凡抓住一个破绽，一拳轰在了对手的胸口。那个魁梧弟子闷哼着倒飞出去，摔下演武台，当场昏死过去。3号台
林凡胜。裁判高声宣布，哗！台下瞬间爆发出了一阵惊呼，又赢了，这林凡也太猛了吧！这已经是他的第5场胜利了，而且对手一个比一个强。以宁丹中期的修为，连败5名宁丹巅峰的对手，这简直是妖孽啊！林凡站在台上，听着周围的惊叹和赞美，腰杆不自觉地挺得更直了。他很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这些年所受的欺凌和白眼，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扬眉吐气的快感。他要让所有看不起他的人都睁大眼睛看看，他林凡不是废物。高台上，江晨看着场中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笑了。这主角光环开得够亮的啊！系统，你这任务让我很为难啊！人家正在装逼的高光时刻，我上去打断，多不礼貌。宿主，请你摆正自己的反派定位，就是要在他最高兴的时候，给他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这才叫专业。说的有道理。江晨点了点头。下一秒，就在林凡准备走下演舞台，享受胜利者欢呼的时候，江晨的身形在高台之上凭空消失了。林凡只觉得眼前一花，一道白色的身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足3尺，整个考核场再一次陷入了诡异的寂静。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圣子他怎么跑到演舞台上去了？林凡也被吓了一跳，他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摆出了防御的架势。他看着眼前这个俊美的不像话的年轻人，感受着对方身上那深不可测的气息，不由自主的就警惕了起来。江晨没有理会周围的反应，他打量着眼前的林凡，片刻之后缓缓开口：“你就是林凡。”江晨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考核场。林凡那张平平无奇的脸上瞬间布满了警惕，他能感觉到眼前这个白衣男人带给他的压力远超之前任何一个对手。我就是林凡。林凡沉声应道，体内的灵力已经暗自运转。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如果你也是为了内门的名额，那就按规矩一战。林凡这几句话说得铿锵有力，这些年的经历告诉他，所有的尊严都是要靠自己打出来的。随着林凡这话一出，整个考核场瞬间炸开了锅。疯了吧？这小子是谁啊？他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吗？我的天，他难道不知道他对面站的是圣子吗？还想跟圣子打一场？他配吗？圣子一个手指头就能碾死他吧？台下的议论声像是潮水一般涌来，充满了嘲讽和不屑。无数道怜悯和幸灾乐祸的视线全部落到了林凡的身上。林凡听着这些话，脸涨得通红。圣子，他就是那个传闻中洪天圣地的纨绔圣子江晨。长老台上，柳慧的脸色也变了，他正要开口呵斥林凡，让他注意言辞，却被身旁的虚影子不动声色地拦住了。柳长老，别急。虚影子脸上挂着意味不明的笑，圣子难得有兴致，咱们看着就好，别扫了圣子的心。柳慧动作一顿，最终还是没有再说什么。演舞台上，江晨听完林凡的话，忽然就笑了，那笑容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跟我打一场。你……江晨上下打量了林凡一遍，摇了摇头。江晨的态度让林凡的火蹭的一下就窜了上来。他自得到古界以来一路逆袭，哪里能够忍受这样的轻视？就在林凡马上要忍耐不住的时候，脑海中突然响起一道苍老又急切的声音：“小子，冷静，不要冲动。此人深不可测，他的修为现在的你绝不是他的对手。”这道声音正是林凡戒指里的老爷爷。老师，林凡在心中回应，可他欺人太甚，忍一时风平浪静，此人绝非善类，你现在跟他起冲突，讨不到好处。老者的声音很是凝重。林凡的身体微微颤抖，他在极力压制自己的怒火。江晨将他的反应尽收眼底，脸上的笑意更浓了。这样吧，江晨伸出一根手指，本圣子今天心情好，给你一个机会，我就站在这里不动，你接我一招，只要你能在我这一招之下还站着，不用考核了，我保你直入内门。江晨的话让全场再次陷入一片哗然。一招，圣子竟然要亲自出手，这林凡是走了什么狗屎运？不对，这简直是天大的机缘，只要能站着就能进内门。林凡也愣住了，他没想到江晨会说出这样的话，他双拳紧紧握住，这是羞辱，江晨这是赤裸裸的羞辱。就在林凡渐渐开始要失去理智的时候，那道苍老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别答应，他是在故意激你。戒指里的老者急得快要跳脚。随着老者的一番话，林凡也慢慢冷静了下来。他知道老者不会骗他，既然他都这么说，那这个江晨饶有兴致地看着他，怎么接我一招都不敢？刚才那股要和我一战的劲呢？江晨向前逼近一步，还是说
你只是个欺软怕硬的废物。我不是废物。林凡被江晨这句话给彻底激怒，他抬头看着江晨，那张普通的脸上写满了决绝。这可是你说的，我说话算话。江晨淡淡的说道。好。同时林凡在心里大喝一声，老师，把你的力量借给我。林凡脑海中老者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唉，也罢。紧接着林凡全身的气势陡然攀升，瞬间就从5境名单中期突破到了6境元婴后期。台下的弟子纷纷色变，6境林凡竟然还隐藏了实力。不对，这不是他的实力，是他用了某种秘法。高台上的人柳慧和虚影子也同时皱起了眉头，这小子身上有古怪。虚影子道。林凡在境界暴涨之后，整个人的信心爆棚，那就请圣子赐教。他体内的灵力疯狂运转，丹田内的灵力高速旋转，一股股精纯的能量涌向四肢百骸。他没有丝毫保留，全力出手。林凡的身形化作一道残影，拳头上电光闪烁，带着奔雷之势，朝着江晨的胸口狠狠轰去。台下众人无不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然而面对这气势骇人的一拳，江晨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只是随意地抬起了手，然后轻轻一挥。在所有人惊骇的注视下，林凡的攻势在距离江晨1步的距离骤然停下，一股力量凭空出现，把林凡禁锢住。林凡脸上的表情变得惊恐，他发现自己动不了了，一根手指也动不了了。这就是你的权利。江晨缓缓开口道。太弱了。江晨开口吐出3个字。下一秒林凡的身体就猛地倒飞了出去，速度比来的时候还要快，狠狠砸在远处的地面。林凡喷出一口鲜血，全身的骨头都感觉要碎了，他那股借来的力量也烟消云散。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有点戏剧化的一幕给震得大脑一片空白。一招都算不上一招，江晨只是挥了挥手，林凡就败了。江晨居高临下的看着远处挣扎着想要起身又一次次摔倒的林凡，他的脑海里响起了系统那件稀稀的提示音。叮，恭喜宿主，反派任务完成。您不仅打断了天命之子的高光时刻，还顺便把他的道心都给干碎了。超额完成。任务奖励，反派点数3000点，气运指数加200。超额完成额外奖励。恭喜宿主获得无上体质道眼天魔体。宿主是否现在融合？无上体质道眼天魔体，先放着。随后江晨没有再看地上的林凡一眼，转身一步踏出，身形便回到了长老台之上。考核继续。他留下一句话，便在所有人的注视中化作一道流光，消失不见。江晨现在可没心思管林凡的死活，留着他这颗韭菜茁壮成长，才能让他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现在他要赶紧回去融合一下系统给的这个道眼天魔体。圣子峰。江晨的身形化作一道流光，稳稳落在自己的寝宫殿前。他没有片刻停留，直接推门而入。都下去，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靠近圣子峰半步。江晨冰冷的声音传出，殿外的侍从们心头一凛，根本不敢有丝毫违逆。躬身应是后就迅速退下。随着厚重的殿门缓缓关闭，江晨的心思沉入脑海。系统干活，开始融合道眼天魔体。好嘞，宿主。融合过程可能会有那么一丢丢的不适，您可要坚持住哦。系统的声音依旧贱兮兮的。江晨盘膝坐下，还没来得及吐槽，一股无法形容的剧痛便从四肢百骸的每一个角落爆发开来。那不是单纯的疼痛，更像是把江晨彻底撕碎再重组的一个过程。他体内的骨骼、经脉、血肉都在被一股霸道绝伦的黑色灵力疯狂改造。狗系统，我星号。江晨闷哼，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这何止是一丢丢不是，这简直是要把他活活拆了。就在他感觉自己快要被这股力量撑爆的时候，轰！一道粗壮的黑色气柱猛地从圣子峰顶端冲天起，撕裂云层，直入九霄。一股纯粹、古老、霸道无匹的魔气瞬间就席卷了整个洪天圣地。许多闭关的长老被惊醒，无数弟子骇然抬头看着那贯穿天地的黑色气柱，感受着那股让他们灵魂都在颤抖的威压，一个个面无血色。魔气，好恐怖的魔气！圣地之内怎么会有如此精纯的魔道气息？难道有魔道巨擘打上门来了？圣主大殿。江胜天猛地睁开双眼，他一步踏出，身形便出现在大殿之外。他抬头看着那道来自圣子峰的滔天魔气，那张威严的脸上情绪剧烈的波动。这个孽障！他怒骂一句，但动作却快到了极点。他没有丝毫犹豫，大袖一挥，浩瀚无匹的10境修为尽数爆发，威能冲天而起，化作一个巨大的金色光罩，硬生生将整个圣子峰连同那道魔气柱一同笼罩了进去。做完这一切，
江胜天的身形再次消失，直接朝着圣子峰赶去。他必须在其他人赶到之前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寝宫内，那股撕裂般的痛苦终于缓缓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觉。江晨很清晰的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一寸血肉都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叮！恭喜宿主成功融合无上体质到眼天魔体，检测到宿主体质与修为产生共鸣，修为正在突破。恭喜宿主，修为突破至7进化神境后期。系统提示应接连响起。江晨缓缓站起身，他活动了一下身体，骨节发出一连串噼里啪啦的脆响。7进后期，这体质果然霸道。他能感觉到自己对天地法则的感悟比之前清晰了不止一个层次，但很快他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他只是心念一动，周身便会不自觉地散发出丝丝缕缕的黑色魔气。这股气息虽然强大，但跟他洪天圣地圣子的身份根本就是八字不合。这下可麻烦了。江晨自语道，顶着个魔道体质当正道圣子，这剧本怎么看都像是要被当成 BOSS 刷的节奏。他正想着该如何掩盖这股气息，紧闭的店门被人从外面用蛮力一掌推开。江胜天那张阴沉的脸出现在门口，他一进来就死死地盯着江晨。当他看到江晨周身那还未完全散去的黑色魔气时，这位洪天圣地的圣主气息都出现了一瞬间的紊乱。刚才的动静是你弄出来的？江胜天一步步走近，属于实境和道境的威压，毫不掩饰地朝着江晨压了过去。江晨在那股威压下身形挺立，面不改色。是我。江晨承认的干脆利落。你……江胜天被他这副态度气得不轻。你到底做了什么？你这身魔气是怎么回事？他绕着江晨走了一圈，神念反复扫过，神魂气息没变，你没有被夺舍。江胜天的表情愈发凝重，说：你是不是修炼了什么魔道功法？如果不是确定江晨还是他儿子，他现在已经一巴掌拍过去了。父亲，你想多了。江晨摊了摊手，我只是运气好，觉醒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体质而已。特殊体质？江胜天怒极反笑，你管这叫特殊体质？你知不知道历来拥有这个体质的都是天生的魔头？你知不知道，要不是我出手快，现在整个圣地的长老都会来这儿把你当场镇杀。我们洪天圣地什么时候出过你这样的魔头？江晨撇了撇嘴，正准备再说点什么，就在这时，我们洪天圣地什么时候沦落到凭一个体质来给人定罪了？一道苍老却又充满了无上威严的意念，毫无征兆地在整个圣子峰上空炸响。紧接着，江晨和江胜天面前的空间被一只干枯的手掌硬生生撕开，一道身穿朴素灰袍、身形佝偻的老者从空间裂缝中缓缓走出。老者看起来平平无奇，但随着他的出现，江胜天那股庞大的和道境威压瞬间烟消云散。江胜天看到老者的瞬间，脸上的所有怒火和威严全部收敛，他恭敬无比的躬身行礼：胜天拜见七祖。七祖，洪天圣地闭关万年的老祖宗。江晨也立刻反应过来，跟着行礼。七祖没有理会江胜天，他那双浑浊的眼睛落在了江晨身上，上下打量着。片刻之后，他那张满是褶皱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一抹笑意。不错不错，道眼天魔体，万古罕见的体质，竟然在我洪天圣地后辈中出现了。七祖转头看向江胜天，大器晚成是好事，至于什么正道魔道，不过是世俗之见。我辈修士修的是本心，求的是大道，力量没有对错。七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喙的霸道。我洪天圣地屹立数百万年，靠的不是别人的眼色。他既是我江家的麒麟儿，是我洪天圣地的圣子，别说只是觉醒了魔体，就算他把天捅个窟窿，也有我这把老骨头给他顶着。谁敢说半个不字，让他们来找我说道说道。七祖的话一个字一个字的回荡。江胜天那张阴沉的脸憋了半天，最后还是把所有话都咽了回去。他对着七祖再次躬身，七祖教训的是：胜天受教了。七祖看都没看他一眼，只是对着江晨招了招手：小子过来。江晨听话上前，七祖伸出两根手指，在江晨的眉心轻轻一点，一股温和的力量瞬间涌入江晨的识海，将他体内那股躁动不安的魔气彻底梳理了一遍。原本还有些难以控制的道眼天魔体，在七祖的这一指之下变得温顺无比。江晨心念一动，周身的魔气便收敛得干干净净，从外表看又恢复了那个风神俊朗的圣子模样。你这体质霸道得很，但终究是初醒，还需时日打磨。七祖收回手，慢悠悠地开口：你爹行事顾虑太多，瞻前顾后，成不了大事。你不一样。七祖浑浊的眼珠转向江胜天，从今天起，
这小子的事我亲自管，你这个当爹的就别插手了。江胜天的心头猛地一跳，他张了张嘴，想要辩解，七祖、陈儿他……七祖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江胜天后面的话瞬间卡在了喉咙里，你这圣子身份终究还是太招摇了。七祖又对江辰说道，身边没个什么人护着，容易夭折。他话音刚落，对着虚空处喊了一句，江九出来。空间微微波动，一道全身笼罩在黑袍中的身影鬼魅般的出现在七祖身后。那人单膝跪地，动作无声无息。从今天起，你就是他的护道人。七祖指着江辰说道，他的命比你的命重要。遵命。黑袍人江九发出沙哑的回应，然后便站起身，默默地退到了江辰的身后，再次引入阴影之中。江辰能感觉到一股若有若无的气息始终锁定在自己周围，这个江九是个绝对的强者。行了，老骨头，我也该回去睡回笼觉了。七祖打了个哈欠，圣天圣地的事务你自己处理好，我洪天圣地出了这么个好苗子是好事，别整天板着你那张死人脸。说完，他身前的空间再次裂开，老者一步踏入就消失不见，整个寝宫再次恢复了安静。江胜天站在原地，脸色变幻不定，最后化为一声长叹。他复杂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你自己好自为之。丢下这句话，他也甩袖离去。殿内只剩下江辰和那隐匿在暗处的护道人江九。啧，有个护犊子的老祖宗就是爽啊。江辰在心里暗爽道，宿主，您现在可是有后台的人了，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割韭菜了。系统贱兮兮的声音适时响起，低调低调。江辰摆了摆手，我们是反派，要有格调。是，宿主您最有格调了。话说那个叫林凡的韭菜，您就这么放过他了？他可是价值5000点的气运啊，急什么？江辰走到窗边，俯瞰着山下的景色。韭菜嘛，得养肥了再割，才有成就感。内门考核场，人潮早已散去，只剩下几个执事弟子在清理着场地。林凡还躺在那个被他砸出的人形坑里，浑身剧痛，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他败了，败得一塌糊涂。那个叫江辰的圣子甚至没有真正出手，只是挥了挥手，他就败了。这段时间积累起来的所有信心和骄傲，在这一刻被碾得粉碎。屈辱、不甘，还有深深的无力感充斥着他的内心。老师，我是不是很没用？他在心里用颤抖的意念问道。戒指里那道苍老的声音沉默了许久，才叹息着回应：痴儿，胜败乃兵家常事。那江辰绝非凡人，你败给他不冤，不冤。林凡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怎么可能不冤？就在这时，一道温和的身影走到了他的身边，是六长老柳慧。他看着坑里那个狼狈不堪的少年，原本平静的脸上也多了一抹复杂。他递过去一枚丹药，服下吧，能帮你稳住伤势。林凡没有动，只是用通红的眼睛看着他。为什么？他的嗓音沙哑。为什么他可以如此羞辱我？柳慧沉默了，他能说什么？说因为他是圣子，他爹是圣主，还是说因为你修为不如人，活该被打？这个世界本就不公。柳慧蹲下身，把丹药硬塞进林凡的手里。你若觉得不公，就用你的实力来证明。在这里怨天尤人，只会让你沦为别人眼中的笑柄。说完，柳慧站起身，不再多言，转身离去。他不是同情林凡，只是作为圣地长老，他不希望看到一个有潜力的弟子就此沉沦。林凡看着手里的丹药，又看着柳慧离去的背影，脑子里反复回想着那句话：用实力去证明。3天后，洪天圣地内门弟子居住区一间最偏僻的院落里，林凡盘膝坐在床上，身上的伤势在丹药的帮助下已经好了七七八八。他成功进入了内门，但不是因为江辰的恩赐，而是柳慧破格提拔。这对他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施舍。江辰，林凡低吼，拳头砸在床板上，我一定要让你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小子，有志气是好事。戒指里的老者开口了，但光凭一腔怒火是赢不了那个江辰的。老师，我该怎么办？林凡急切地问。3个月后不就是圣地大比？那就是你的机会。老者的声音透着一股凝重，在那之前，你还有时间提升实力。我知道。林凡重重点头。可是3个月时间太短了。不短。老者忽然话锋一转，我很早就感觉到，在这洪天圣地深处有一股很奇特的波动，那里或许有你的机缘。林凡的身体一震。机缘在哪里？西北方向，断龙崖。老者缓缓说出4个字。断龙崖是洪天圣地的禁地之一，据说下面镇压着一头上古凶兽，
寻常弟子根本不准靠近。禁地，不错，若是能从中得到一些机缘，你在大比上也就多了一分胜算。林凡猛地从床上一跃而起，推开门看向断龙崖的方向。江晨，你等着，我林凡绝不会再输给你。断龙崖，洪天圣地西北角的禁地，终年被灰黑色的瘴气笼罩，寻常弟子若是靠近，轻则神志不清，重则被瘴气侵蚀，化为一滩血水。此刻，一道身影正借着夜色，小心翼翼地在山林间穿行，朝着那片禁地靠近。正是林凡。在柳慧的魄力下进入内门后，他没有得到任何优待，被分到了最偏僻、灵气最稀薄的院落。周围的内门弟子看他的眼神也充满了鄙夷和疏远。他们都知道，林凡是在考核中惨败给了圣子，最后靠着长老的同情才勉强进来的。这种关系户在向来崇尚实力的内门是鄙视链的最底端，林凡将这一切都忍了下来。这些天以来，他白天疯狂修炼，晚上则研究老师给他的地图，将前往断龙崖的路线记得滚瓜烂熟。今夜他终于决定动身。老师，我们真的要进去吗？这里的气息让我很不舒服。林凡压低了声音，在脑海中与戒指里的老者交流。他能感觉到从断龙崖方向传来的气息，阴冷暴虐，让他体内的灵力都运转得有些停滞。富贵险中求，老者的声音带着一丝凝重。这股气息正是上古凶兽死后怨气和力量残留所化，对寻常修士是剧毒，但对你我来说，只要找到核心之地，说不定能寻到淬炼肉身的机缘。那江晨肉身强横，你的修为又远不如他，若不另辟蹊径，3个月后的大比，你如何能够赢他？提到江晨，林凡的眼神瞬间变得赤红，胸中的不甘和怒火再次被点燃。他攥紧了拳头，不再犹豫，加快了脚步。圣子峰，寝宫内，江晨盘膝而坐，周身气息圆润内敛，7境后期的修为已经彻底稳固。到眼天魔体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修为的突破，更是一种对力量本质的全新感悟。在他身后，一道黑影如同鬼魅，静静地融入了殿内的阴影里。正是他的护道人江九。江九，江晨没有回头，淡淡开口。阴影中，那道黑影微微波动了一下，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你实力如何？江晨问道。回圣子，10境以内不难。江九的声音沙哑干涩，像是很久没有说过话。江晨的眉毛挑了一下。哦，意思是10境内的人你都有把握。江九点头，没有说话。江晨心里已经有了个大概，10境可是和他那便宜老爹一样的境界。这样看，那别说在圣地横着走了，就是以后去到外面，他也可以随便浪。想到这里，江晨已经开始期待以后的日子了。系统，给我看看林凡这颗韭菜的最新动态。江晨在心里喊了一声。叮，韭菜观察员小棉袄已上线。天命之子林凡在戒指老爷爷的怂恿下，正准备夜闯进的断龙崖寻找上古龙血淬体，意图在大比上一雪前耻。紧接着，一个光幕在江晨面前展开，上面甚至还有一个即时演算的3D 小地图。一个红色的小点正鬼鬼祟祟地朝着断龙崖的区域移动。江晨看得直乐，可以系统还带 GPS 定位功能的。那是本系统致力于为宿主提供最贴心的割韭菜服务。断龙崖，我记得那里好像是镇压着一头叛出宗门的魔龙。江晨回忆着原主的记忆。江九沙哑的声音再次响起，是3万年前七祖座下的一头护山黑龙，不知何故屠戮同门后被七祖镇杀于断龙崖下，其龙躯不腐，龙血化痰，龙怨成障，故被列为禁地。龙血化痰，江晨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这么说，这机缘倒是真的。他站起身，伸了个懒腰。江九，属下在。你说，要是有人夜闯禁地，我一巴掌拍死他，没问题吧？江九沉默，他只是护道人，不参与决策。江晨自顾自地笑了笑，算了，韭菜嘛，得让他先看到希望，再让他体验绝望，这样割起来才够劲。江晨走到窗边，看着断龙崖的方向，眼神里充满了戏谑，让他去找，让他去拿，我倒要看看他辛辛苦苦找到的机缘，最后会便宜了谁。我们就在这等着，等他把宝贝从土里刨出来，洗干净，送到我们嘴边。江九的身影在阴影中再次波动了一下。与此同时，断龙崖外围，林凡借着戒指里老师的指引，有惊无险地避开了几对巡逻的执事弟子。他站在一片石碑前，石碑上写着2个血红的大字：禁地。一股阴风吹过，林凡忍不住打了个冷战。老师，瘴气太浓了，我有点撑不住了。他感觉自己的神智都开始有些模糊。守住心神，运转我教你的功法。老者低喝道。林凡连忙照做，一股灼热的功法气息在体内流转，这才堪堪抵御住瘴气的侵蚀。
他绕过石碑，一脚踏了进去。刚一进入，周围的景象便豁然一变。天空是灰蒙蒙的，大地是暗红色的，空气中更是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血腥味，让他闻得想吐。四周的树木全都枯死，枝干扭曲，好可怕的地方，林凡心惊胆战。就在这时，一声尖锐的嘶鸣响起，一道黑影从旁边的枯树林中扑出，是石斧妖符。小心，他有剧毒！老者急声提醒。林凡心中一惊，仓促之间凝聚全身灵力，一拳轰出，正中那石斧妖符的头颅。砰！妖符的脑袋应声炸开，黑血溅了林凡一身。然而还不等他松口气，四面八方的枯树林里亮起了一双双猩红的眼睛。林凡这才意识到，这是闯入了石斧妖符的巢穴。糟了！林凡脸色大变，数十上百头石斧妖符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将他团团围住。每一头妖符的气息都不弱于四境巅峰。小子，别恋战，往南边冲，那里有一线生机。老者的声音无比急切。林凡不敢怠慢，功法运转到极致，硬生生在符群中杀出一条血路。他身上不断被划开一道道伤口，但他咬着牙，凭着一股意志，疯狂地向前冲。终于，他冲出了符群的包围，前方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大悬崖，他已经无路可走了。老师！林凡绝望地大喊。他回头看去，黑压压的符群已经再次追了上来。跳下去！老者的声音带着一丝决绝。下面就是龙穴所在之地，是生是死，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林凡看了一眼身后狰狞的符群，又看了一眼脚下深不见底的悬崖，他眼中闪过一抹疯狂。江辰，我若不死，他日必要你万倍偿还！林凡怒吼一声，纵身一跃，朝着深渊跳落下去。深渊之下，林凡的身体在急速下坠，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他身上的伤口在流血，石斧妖符的毒素正在侵蚀他的经脉，他的意识渐渐开始模糊。小子，醒醒！用灵力护住心脉。戒指里，老者的声音如同惊雷，在林凡的脑海中炸响。林凡一个机灵，强行打起精神，调动体内所剩无几的灵力，艰难地守住心神。不知过了多久，下坠的势头猛地一缓，扑通，他整个人砸进了一片冰冷粘稠的液体之中。一股难以言喻的狂暴能量顿时就顺着他全身的毛孔疯狂地涌入他的体内。啊！林凡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剧痛让他瞬间清醒了过来。他挣扎着想要爬出这片液体，却发现自己的身体根本动弹不得。那股狂暴的能量正在他体内横冲直撞，撕裂他的经脉，冲击他的丹田。忍住！老者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却带着难以掩饰的激动。这是龙血，真正的上古魔龙之血，它在改造你的身体，这是天大的机缘。撑过去，你将脱胎换骨。脱胎换骨！林凡的牙齿都快咬碎了，嘴角已经溢出了鲜血。他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毒素正在被这股更加霸道的龙血能量吞噬净化，同时他破损的经脉也在被这股能量以一种野蛮的方式拓宽重塑。痛苦，无与伦比的痛苦，但痛苦之中又蕴含着一丝新生的希望。他想起了江辰那张脸，想起了考核场上那屈辱的一幕。强大的求生意志支撑着他没有被这股剧痛冲垮神智。我不能死，我要变强，我要报仇！林凡在心中疯狂地咆哮。他放弃了抵抗，开始尝试着引导那股狂暴的能量按照老者教的运转功法。这个过程异常艰难，但渐渐的，那股狂暴的能量开始变得温顺了一些。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肉身强度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提升。原本5境名单中期的修为瓶颈，也在这股庞大的能量冲击下开始松动。5境后期，5境巅峰，瓶颈如同纸糊的一般被轻易冲破。而且这还远远没有结束，龙血潭中的能量依旧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身体，他的气势正在朝着6境元婴境疯狂攀升。好，好啊！戒指里的老者发出了畅快的大笑。这龙血潭的力量足以将你推到元婴巅峰，届时再配合老夫的力量，3个月后的大比未必没有和那江辰一战之力。林凡的心中也充满了狂喜，他就好像已经看到了自己在大比之上将江辰踩在脚下，一雪前耻的画面。然而就在他沉浸在这份喜悦和力量飞速增长的快感中时，一道懒洋洋的带着几分戏谑的声音毫无征兆的在空旷的崖底响了起来。啧啧，这地方还真不好找，幸好有个好心人帮忙带路。这个声音，林凡的身体猛地一僵，脸上的狂喜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惊恐和骇然。他艰难地转过头，只见在不远处的潭边，2道身影悄无声息地站着，为首的一人
一袭白衣，风神俊朗，脸上挂着一抹玩味的笑容，正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不是江晨，又是谁？而在江晨的身后，那个如同影子的黑袍人散发出的气息，让林凡和戒指里的老者都感到一阵心悸。江晨，林凡的声音都在颤抖。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江晨摊了摊手，理所当然地说道：这段龙崖是我洪天圣地的地盘，我身为圣子，想来就来，需要跟你报备吗？倒是你，一个内门弟子，夜闯禁地，按门规，该当何罪啊？江晨一步步走到坛边，居高临下的看着在龙血中动弹不得的林凡。你一直在跟踪我。林凡脑中嗡的一声，一个可怕的念头浮现出来。他想起了江晨在考核场上的所作所为，一个念头让他如坠冰窟。江晨根本就是故意的，他故意放任自己来此，就是为了这池龙血，还不算太笨。江晨打了个响指，脸上露出了孺子可教的表情。你不会真以为凭你那点修为能瞒过我的眼睛吧？我只是在想，直接杀了你未免太无趣，不如让你先找到好东西，体验一下一步登天的感觉，我再出现，亲手把你的希望捏碎。你看这样是不是有趣多了？江晨的声音很温和，但落在林凡的耳中却比万载寒冰还要冰冷。噗！林凡心神俱震，一口逆血喷出。江晨，你要夺我机缘？林凡嘶吼道。话可不能这么说。江晨摇了摇头道，怎么能说我夺你机缘呢？我只是喜欢看人表演，而你演得很卖力，我很满意，所以为了奖励你，这池龙血我就替你收下了。说完，江晨不再理会林凡，他向前踏出一步，整个人悬浮在了龙血潭的上空。定，检测到天命之子即将完成的机缘，反派任务发布，截胡天命之子林凡的龙血机缘，并将其吸收。任务奖励：反派点数8000点，气运指数加500，道眼天魔体熟练度正30%。任务失败惩罚，宿主将被改造为圣地吉祥物，限时1年。江晨的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这狗系统的惩罚总是这么清新脱俗。他深吸一口气，体内的道眼天魔体轰然运转。轰！一股比龙血潭本身还要纯粹还要霸道的魔道气息从江晨的体内爆发开来。那一瞬间，整个龙血潭都沸腾了。原本还在疯狂涌入林凡体内的龙血能量瞬间调转方向，化作一道道血色的洪流，朝着半空中的江晨疯狂涌去。不！林凡哀嚎道，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好不容易炼化到体内的那部分龙血能量，正在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强行从他的身体里抽离出去。他的修为从好不容易突破的6境元婴开始飞速跌落，元婴中期、元婴初期、凝丹巅峰，最终林凡的修为跌落至5境凝丹初期。他眼睁睁地看着那股属于自己的力量被江晨蚕食，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小辈，尔敢！戒指里，老者也发出了惊怒的咆哮，一股强大的灵魂力量从戒指中涌出，试图阻止江晨。江晨只是冷冷地瞥了一眼那枚戒指，一只躲在暗处的残魂也敢在我面前放肆。他心念一动，江九的身影瞬间出现在林凡面前，只是屈指一弹，那股灵魂力量就瞬间湮灭。老者发出一声闷哼，气息快速萎靡了下去，再也不敢有任何异动。潭水上空，江晨沐浴在血色的能量之中，这上古魔龙之血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世间最顶级的大补之物。他的气息在以一种比林凡之前更恐怖的速度疯狂暴涨。7境后期，7境巅峰，瓶颈在道眼天魔体和磅礴的龙血能量面前根本不存在。崖底只剩下林凡那一声声绝望到极致的嘶吼和江晨那越来越恐怖的气息。希望在眼前被活生生夺走，这比直接杀了他还要残忍10000倍。当最后一缕龙血能量被吸入体内，整个崖底陷入了一片死寂。林凡像一滩烂泥，瘫在潭底的淤泥里，双目无神，面如死灰。他的修为不仅没有突破，反而因为龙血能量被强行抽离，经脉受损，倒退回了5境凝丹初期，比他来之前还要不如。半空中，江晨缓缓睁开双眼，2道如有实质的黑色神芒一闪而过，将对面的崖壁都射出了2个孔洞。他感受着体内那股澎湃到几乎要溢出的力量，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7境化神巅峰，只差一步便可迈入8境大成。江晨握了握拳，感觉自己现在一拳就能打爆一座山。道眼天魔体经过龙血的洗礼，也变得更加凝实，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股威压。他的脑海里系统的提示音响起：叮，恭喜宿主完美截胡天命之子的机缘，任务超额完成，奖励反派点数8000点，气运指数加500。由于宿主操作过于残暴，
对天命之子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其道心接近崩溃。额外奖励反派点数2000点。大罗剑诀，当前宿主信息已更新。随着系统声音落下，大罗剑诀一瞬涌入，顿悟。江辰心念一动，打开了自己的面板。最强反派系统，宿主江辰，身份洪天圣地圣子，境界七进化神境巅峰，功法洪天道法道眼天魔经大罗剑诀，体质道眼天魔体，反派点数15000，气运指数800，商城未解锁15000 2万15000了，距离解锁商城不远了。江辰心情大好，他低头看了一眼坛底的林凡，摇了摇头，心理承受能力太差，这才哪到哪。他转身对着身后的江九说道：走吧，此件事了，回去了。是，圣子。江九的身影重新融入阴影，江辰则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起，瞬间便消失在了崖底。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再多看林凡一眼。杀了他，没必要，留着这颗韭菜，以后说不定还能再长出来，给他多贡献点反派点数。至于他会不会就此沉沦，或者被宗门发现后处死，那就不在江辰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回到圣子峰，江辰平退左右，正准备好好稳固一下暴涨的修为。就在这时，一道苍老威严的意念直接降临在他的脑海中：小子，来我这里一趟。是七祖。江辰心中一动，七祖这么快就找自己，难道是断龙崖的事情被他发现了？他不敢怠慢，整理了一下衣袍，在江九的无声指引下，朝着圣地深处的一座不起眼的山峰飞去。那座山峰是洪天圣地真正的禁区，就连他父亲江胜天没有召唤也不敢轻易踏足。穿过层层叠叠的强大禁制，江辰来到了一处简朴的茅屋前。七祖正盘腿坐在屋前的蒲团上，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的乡下老头，丝毫没有绝世强者的气息。但他只是坐在那里，周围的天地法则都仿佛在以他为中心运转。拜见七祖。江辰恭敬地行了一礼。七祖睁开浑浊的双眼，上下打量了江辰一番。不错，化神巅峰，根基扎实，魔气内敛。七祖的夸奖简单直接。他话锋一转，问道：断龙崖那头小泥鳅的血味道如何？江辰心中一凛，果然什么都瞒不过这位老祖宗。他坦然道：回七祖，味道甚好，对我的体质大有裨益。七祖闻言竟是放声大笑，笑声中充满了快意。好一个大有裨益，我江家麒麟儿就该有这份气魄。你能如此，我心甚慰。七祖的反应完全出乎江辰的意料，他本以为就算不被责罚，至少也会被敲打一番，没想到还得到了嘉奖。老夫今日叫你来，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交给你。七祖淡淡说道。请七祖吩咐。江辰心中好奇，能被七祖称为重要之事的绝非小事。3个月后，西荒之地的太阴古墓即将开启。七祖的表情严肃了些许。那是一位上古魔君的陨落之地，里面凶险万分，但同样也藏着惊天动地的机缘。尤其是墓中核心的太阴本源，若是能得到，对你的道眼天魔体有着难以想象的好处。江辰的呼吸微微一滞。太阴古墓，上古魔君。届时，东域各大圣地、不朽皇朝，乃至一些隐世的魔道宗门，都会派遣最顶尖的年轻一辈前往争夺。七祖看着江辰，老夫的意思，你明白吗？明白。江辰点头。七祖是想让孙儿也去分一杯羹，不是分一杯羹。七祖摇了摇头，眼中满是霸道，是让你去把所有东西都抢回来。我洪天圣地沉寂太久了，世人都快忘了我们的威名。这一次，你便代表圣地去告诉他们，谁才是这东域的主人。江辰的心也跟着这番话变得火热起来。圣地大比，林凡这些都显得有些格局小了，真正的舞台在外面。对了，七祖像是想起了什么，又补充道：南宫家那个女娃娃叫南宫明月是吧？是，她的体质是万中无一的玄阴圣体，与你的道眼天魔体乃是天作之合。太阴本源于她也是一桩大机缘，若能得她为鼎炉，阴阳交融，未来你踏入地境都非难事。七祖的话让江辰愣了一下，他之前对南宫明月更多的是一种完成系统任务，顺便戏耍一下的玩味心态，现在看来，这个未婚妻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宝藏。那丫头心高气傲，想让她心甘情愿，怕是不易。七祖笑了笑，不过这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男人嘛，征服一个女人比征服天下要有意思得多。江辰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孙儿受教了。他现在对南宫明月的兴趣陡然提升了好几个档次。一个心高气傲、
对自己不屑一顾的绝美天之娇女，同时还是自己未来的最佳体质。这发展走向可太刺激了。从七祖那里离开后，江辰回到了圣子峰。他站在殿前，俯瞰着洪天圣地。太阴古墓、各大势力的天骄，还有他那位玄阴圣体的未婚妻，开始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江辰低声自语，至于3个月后的大比，那不过是去太阴古墓前的开胃小菜罢了。圣子峰寝宫深处，江辰盘膝而坐，周身气息圆融如一，再无半分外泄。七境化神巅峰的力量被江辰彻彻底底驯服，在他经脉间温顺流淌。经过数日的打磨，那霸道无比的道眼天魔体也终于被他彻底掌控，心念一动，魔气便可深深隐藏在体内，与寻常修士无异。江辰缓缓睁开眼，眼中一片清明，再没有了半点黑芒。呼，一口浊气吐出，在空中划出一道淡淡的白雾，久久不散。系统查一下那颗韭菜的死活。江辰懒洋洋地在心中问道。叮，韭菜观察员小棉袄为您服务。系统那件稀稀的声音立刻响起。报告宿主，天命之子林凡生命体征平稳，目前正于内门弟子居住区的犄角旮旯里苟延残喘。一道光幕随之在江辰面前展开，画面中林凡正躺在一间破旧的木屋里，面色惨白，气息萎靡。他身上的伤势虽有好转，但修为倒退，经脉受创，整个人都透着一股颓败之气。江辰看着，嘴角不自觉地扬了扬，还活着就行，生命力挺顽强。他评价道，这心理素质还是差了点，这才哪到哪就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看来下次割的时候得注意一下力度，别真给玩坏了。宿主，您真是太温柔了。本系统哭死。那是自然。江辰伸了个懒腰，从蒲团上站起，我们是专业的反派，主打的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他踱步到窗边，目光投向圣地深处，脑海中浮现出七祖那张布满褶皱的脸，以及他那番意味深长的话。太阴古墓、南宫明月、玄阴圣体，这割韭菜的事可以先缓一缓了，该去见一见我那未婚妻了。江辰自言自语，脸上露出一抹笑意。南宫明月那张清冷绝美的脸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穿越过来的原因，江辰对这位名义上的未婚妻其实是没有太多感情在的。但现在南宫明月在他眼中的价值已然不同，她不再仅仅是天命之女，更是一个会走路会呼吸的秘宝，是能让他道眼天魔体更进一步的绝佳顶炉。一想到要征服那样一个心高气傲对自己不屑一顾的天之娇女，将她从高高的神坛上拉下，江辰就感到一阵莫名的兴奋。系统，关于南宫明月有没有什么新任务？叮，检测到宿主对天命之女南宫明月产生了强烈的征服欲，符合最强反派核心价值观。系统任务发布，登门拜访，请宿主前往南宫世家，在南宫明月面前展现您作为未婚夫的绝对强势。任务奖励，反派点数3000点，气运指数加100，随机特殊道具1件。任务失败惩罚，宿主将被迫学习女德并手抄100遍。江辰的脸瞬间黑了半截。女德，你这狗系统是越来越会玩了。他整理了一下衣袍，对着殿外的阴影处淡淡开口。江九，属下在。一道沙哑的声音凭空响起，仿佛一直都在那里。备驾，去南宫家。是。阴影波动了一下，便再无声息。片刻之后，圣子峰上空风云汇聚，九头气息堪比8境大成巅峰的墨色蛟龙，拉着一架通体由星辰玄铁打造的豪华车辇破空而出。车辇四周云雾缭绕，道运天成，所过之处引得无数圣地弟子骇然抬头，纷纷猜测是哪位大人物出行。江辰斜倚在车辇的软榻上，单手支着下巴，俯瞰着下方飞速倒退的山川河流。南宫明月，我来了，希望这次你可以听话一点。与此同时，洪天圣地里一座金碧辉煌、灵气几乎化为实质的宫殿内，一名身穿金丝云纹长袍、面容俊朗但眉宇间带着几分阴鸷的青年正把玩着手中的一枚玉简。他便是洪天圣地5大真传弟子之一许莹。6境元婴巅峰的修为让他在整个洪天圣地的年轻一辈中都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江辰的圣子之位一直是他觊觎的目标。圣子江辰，许莹捏碎了手中的玉简，眼中闪过一丝嫉恨。他刚刚得到消息，江辰竟然大张旗鼓地乘坐圣主才能动用的九龙辇离开了洪天圣地。在这之前，考核场上发生的一切他也早已知晓。1个月前还是个冲击境界失败险些身死的废物，1个月后不仅修为暴涨至7境，甚至能一招碾压那个在考核中大放异彩的林凡。这种变化让许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他一直以为江辰不过是靠着圣主之子的身份才能霸占圣子之位的废物，只要等到圣地大比，
他就能名正言顺地取而代之。可现在看来，这个废物似乎要变成一头真正的猛虎了，不能再等下去了。许莹站起身，在店内来回踱步。圣地大比是他唯一的机会，他必须在大比上将江辰彻底踩在脚下，让他永无翻身之日。只是江辰如今已是7境化神，而他不过6境巅峰，正面抗衡，胜算渺茫。他需要一颗棋子，一颗对江辰怀有刻骨仇恨，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拖住他，消耗他的棋子。一个名字在他脑海中浮现：林凡。一个被江辰当众羞辱，夺走一切的丧家之犬，他的恨意应该足够浓烈吧。许莹的脸上露出一抹阴冷的笑容，他对着店外招了招手，一名心腹手下立刻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面前。你带我去一趟内门，把一个叫林凡的弟子给我请过来。许莹淡淡吩咐道，记住要客气一点。是，许师兄。心腹领命，身形一闪便消失在店内。许莹重新坐下，端起桌上的灵茶，轻轻抿了一口。江辰，你以为你侥幸突破7境，就可以牢牢坐稳圣子的位置吗？圣子之位是我的，谁也抢不走。南宫世家坐落于一片灵气氤氲的山脉之中，亭台楼阁，仙气缭绕，顶尖世家的底蕴和气派被完全彰显出来。当九龙撵那遮天蔽日般的巨大身影出现在南宫家上空时，整个南宫家族都被惊动了。无数南宫家的子弟和长老纷纷冲出府邸，骇然地望着天空。九龙撵，这是洪天圣主亲临了。不对，圣主的气息并非如此，来的是谁？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南宫世家的家主南宫卓已经带着一众核心长老出现在了府邸大门前。南宫卓抬头看着那华美至极的车辇，以及那9头散发着恐怖气息的墨蛟，一张儒雅的脸上神情变幻不定。上一次江辰来时还是个被他拿捏的混账小子，这一次却摆出了如此惊人的排场。车辇的帘幕被一只修长的手掀开，江辰一袭白衣缓步走了出来。他没有借助任何外力，就那么一步步从高空走下，如同踩着无形的阶梯。他的步伐不快，但每一步落下都仿佛与天地大道相合，一股无形的威压让下方所有南宫家的子弟都感到一阵心悸。南宫卓的瞳孔猛地一缩，7境化神巅峰，短短数日，他的修为竟然又精进了。而且此刻的江辰气度沉凝，哪里还有半分当初的纨绔之气？贤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南宫卓收起心中的惊涛骇浪，脸上挤出一副热切的笑容，主动迎了上去。南宫伯父客气了。江辰落地，对着南宫卓微微颔首，姿态不卑不亢。小侄今日不请自来，是有一事想与伯父和明月商议。他的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南宫卓身后的众人，却让所有被他看到的人都下意识地低下了头，不敢与之对视。哦，既如此，贤侄里面请。南宫卓在前面引路。南宫家的主殿之内，江辰被奉为上宾，坐在了客座首位。南宫卓亲自为他斟上最顶级的悟道灵茶，笑着说道：不知贤侄所说的要事是何事？江辰没有碰那杯茶，只是淡淡开口：此事还是等明月来了再说吧。南宫卓脸上的笑容一僵，随即立刻吩咐下人：愣着干嘛？还不快去请大小姐过来。他心中却在暗自叫苦，这小王八蛋明显是冲着自己女儿来的。上次的事情还没过去，这两人一见面，怕不是又要天雷勾地火。不多时，一袭淡蓝色纱裙的南宫明月缓步走入大殿。他依旧蒙着面纱，身姿高挑，气质清冷如月。当他看到安然坐在主位上的江辰时，那双清澈的眸子里瞬间掠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愤怒，有屈辱，但更多的是一种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警惕与好奇。眼前的江辰与他记忆中的任何一个形象都对不上了。明月见过江圣子，他对着江辰微微躬身，语气疏离又冰冷。坐。江辰指了指旁边的位置，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意味。南宫明月秀眉微蹙，但还是依言坐下。他倒要看看这个混蛋今天又想耍什么花样。南宫伯父，明月。江辰的目光在父女二人身上扫过，开门见山：3个月后，西荒之地的太阴古墓即将开启，我准备走一趟。南宫卓心中一动，太阴古墓开启的消息他也略有耳闻，那可是上古魔君的陨落之地，机缘与凶险并存。我今日前来是想问问明月，届时可愿与我同行？江辰的目光落在了南宫明月的身上。此话一出，南宫卓的呼吸都急促了几分。这是在邀请自己的女儿。南宫卓本就打算要让南宫明月前往一趟，但要知道，这种级别的机缘争夺，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危险，也多一个分走好处的人。江辰肯主动邀请，这其中代表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南宫明月却像是被点燃的炸药，
瞬间就爆了。我为何要与你同行？南宫明月冷声反问，毫不客气。江圣子莫不是忘了，你我之间还有一场赌约，等你拿到圣地大比的第一，保住你圣子的位置，再来与我谈其他的事吧。他以为搬出这个赌约能让江晨知难而退，谁知江晨听完却忽然笑了，那笑容里带着几分轻描淡写的嘲弄。圣地大比，他摇了摇头，仿佛听到了什么可笑的事情，那种小孩子过家家的事情，明月你竟然还记在心上。你，南宫明月气结，我的舞台早已不在洪天圣地之内。江晨收敛了笑容，身体微微前倾，一股恐怖的威压如山如海骤然笼罩了整个大殿。在这股威压之下，南宫卓这位久经圣人后期的强者都感觉呼吸一滞，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而处于威压中心的南宫明月更是如坠冰窟，俏脸煞白。他感觉自己像是狂风暴雨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会被倾覆。他体内的灵力在这股威压面前，甚至连运转都变得无比艰难。太阴古墓的核心是太阴本源。江晨的声音清晰地传入他的耳中，此物对你的玄阴圣体有何好处？不用我多说了吧。南宫明月的身体猛地一震，面纱下的美眸瞪得滚圆。他怎么会知道自己的体质？玄阴圣体是他最大的秘密，除了父亲和族中老祖，外人根本无从知晓。你去或者不去，你自己选。江晨收回了威压，重新靠回椅背，端起了那杯已经微凉的灵茶。机会我只给一次，错过了，日后你我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到那时你连追赶我的资格都没有。他的话狂傲至极，但无论是南宫明月还是南宫卓都无法反驳。一个20岁不到的七境巅峰强者，身负神秘强大的体质，背后还有整个洪天圣地撑腰江晨的未来，注定了不可限量。南宫卓看着自己那脸色变幻不定、陷入天人交战的女儿，心中长叹一声。他知道，从江晨说出玄阴圣体4个字的时候，自己的女儿就已经没有选择了。这个江晨已经不是他们南宫家可以随意拿捏的晚辈了，他是一头正在崛起的真龙。大殿内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江晨也不催促，只是悠然地品着茶。洪天圣地内门，整个内门灵气最为稀薄，位置最为偏僻的院落。林凡盘膝坐在潮湿的床板上，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自从断龙崖回来，他就成了整个内门的笑柄。夜闯禁地，被打成重伤，修为倒退，所有人都说他不知天高地厚，自取其辱。走在路上，一些曾经还会对他笑脸相迎的弟子，如今看他的眼神都充满了鄙夷和嘲弄。江晨，林凡一拳砸在墙壁上，渗出丝丝血迹。那张俊美而又充满戏谑的脸，如同梦魇，日日夜夜都在折磨着他。是江晨夺走了本该属于他的机缘，碾碎了他所有的尊严和希望。这口恶气，这滔天恨意，无时无刻不在啃噬着他的内心和理智。小子，冷静！戒指里老者的声音响起，带着几分虚弱。你现在心境不稳，若是强行修炼，只会走火入魔。冷静！老师，你让我怎么冷静？林凡低吼道，我的一切都被他毁了，我如今就快要回到当初的那个废物了。那江晨心机深沉，手段狠辣，绝非善类。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老者也有些心灰意冷，他见识了江晨的恐怖，更见识了那个神秘黑袍人的强大。他知道，以他们现在的状态，想要报仇，无异于痴人说梦。从长计议，难道就要我一辈子当个缩头乌龟吗？林凡不甘的嘶吼。就在这时，院门被人吱呀一声推开，一名身穿执事服的弟子走了进来，脸上带着假假的笑容。你就是林凡师弟吧？林凡警惕地看着他。你是谁？找我何事？那执事弟子也不在意他的态度，只是笑道，许莹师兄想见你，请跟我走一趟吧。许莹，真传弟子之一的许莹。林凡心中一惊，那种大人物怎么会找上自己？小子，当心，此人恐怕来者不善。老者在心中提醒道。林凡心中念头飞转，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他现在已经一无所有，还有什么好怕的？跟着那名执事弟子穿过大半个内门，林凡来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前。宫殿的奢华与自己那破败的院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林凡的心头又是一阵刺痛。走进大殿，他看到了那个传说中的人物，许莹正坐在主位上，含笑看着他。林凡师弟，不必拘礼，坐。许莹的声音温和，让人如沐春风。林凡没有坐，只是躬身道，不知许师兄找我有何吩咐？吩咐不敢当。许莹摆了摆手，我只是听说了师弟在考核场上的遭遇，心中颇为不平，特地找师弟来聊聊。他站起身，走到林凡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江晨此人
仗着自己是圣主之子，行事向来霸道，欺压同门，让师弟你受委屈了。这番话仿佛一股暖流，瞬间击中了林凡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进入内门以来，他听到的都是嘲讽和鄙夷，何曾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林凡的眼眶瞬间就红了，恨不得现在就狠狠地抱住许莹，然后大哭一场，再跟他诉说一下这么多年以来的不容易。许师兄，我辈修士与天争，与地斗，求的便是一个念头通达。许莹看着林凡的反应，嘴角的笑意更深了。将臣辱你，毁你道心，此仇此恨，难道师弟就想这么算了？就这么忍气吞声的结果？我当然不想。林凡脱口而出，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可我不是他的对手。你一个人自然不是他的对手，但若是再加上我呢？许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诱惑，引导着林凡。他手掌一翻，一个玉瓶出现在手中。这是一枚9转还阳丹，不但能让你伤势尽复，修为重回巅峰，甚至还能够助你修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林凡看着许莹手中的玉瓶，呼吸瞬间就变得急促起来。9转还阳丹，那可是传说中的丹药，价值连城。许师兄，你……林凡颤抖着开口，许莹却笑着打断了他。3个月后便是圣地大比。许莹将玉瓶塞到林凡手中。江辰如今虽然是7境，但根基不稳，定然是用了什么秘法强行提升。大比之上，你我联手，先由你出面，消耗他的实力。若是能够击败他，自是最好不过。但若是林凡师弟棋差一招，我也可在他力竭之时，一举将他击败。到那时，林凡师弟你一雪前耻，我夺得圣子之位，他江辰将沦为整个东域的笑柄。许莹画的饼让林凡的心脏砰砰直跳。小子，别答应他，他在利用你。老者在戒指里疯狂呐喊。林凡的身体在微微颤抖。他当然知道许莹在利用他，可是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一想到能亲眼看到江辰被踩在脚下的场景，一想到能将自己所受的屈辱万倍奉还，他心中的理智便被疯狂的恨意彻底吞噬。好，林凡抬起头，那双通红的眼睛里闪烁着疯狂的光芒。我答应你，只要能让江辰身败名裂，我林凡愿为师兄当牛做马。好，好，好！许莹畅快大笑，重重地拍了拍林凡的肩膀。师弟果然是性情中人，你放心，事成之后，我绝不会亏待你。林凡拿着那枚9转还阳丹，转身离开了许莹的宫殿，回到自己那间破败的小屋。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将丹药吞了下去。轰！一股庞大的药力在他体内轰然炸开，他受损的经脉被快速修复，干涸的丹田被重新填满，修为开始节节攀升。5境明丹初期、中期、后期，巅峰6境元婴初期，仅仅半个时辰，他的修为不仅尽数恢复，甚至比之前还要更强几分，力量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体。林凡感受着体内奔腾的灵力，脸上露出了笑容。江辰，你等着，圣地大比就是你的死期。南宫家这边，江辰的话狂妄，却又让他们没办法反驳。南宫卓看着自己女儿那剧烈起伏的胸口和面纱下那双充满了挣扎与不甘的眼眸，心中一声轻叹。江辰真的变了，已经不是那个纨绔圣子了。玄阴圣体，这个南宫家族最大的秘密被他一语道破，这既是威胁，也是一种赤裸裸的阳谋。去，南宫明月便要与这个他并无好感的男人同行，接受他的安排，忍受他的存在；不去，便要眼睁睁看着这桩针对自己体质的天大机缘从指尖溜走。若是再等下一次，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后了。日后，正如江辰所言，当他扶摇直上9万里，他自己或许连仰望他背影的资格都将失去。南宫明月紧紧攥着拳，他从出生至今，从未像现在这般无力。所有的骄傲，所有的坚持，在绝对的实力和无法拒绝的诱惑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许久，他终于松开了紧握的拳头，声音清冷：“好，我与你同去。”仅仅几个字，就仿佛抽干了他全身的力气。明月，南宫卓故作惊讶地喊了一声，随即脸上堆满了笑容，对着江辰拱手道：“明月性子倔强，多亏贤侄大度，不与他计较。既然如此，古墓之行，明月就拜托贤侄多多照拂了。”这变脸的速度让南宫明月都看呆了。江辰放下茶杯，站起身，脸上挂着一抹微笑：“伯父言重了，明月是我的未婚妻，照顾她本就是分内之事。”他这话说得自然无比，就跟他们2人关系亲密无间。南宫明月刚想开口反驳，却被江辰接下来的话堵了回去：“既然事情商定，离古墓开启还有些时日，我也不急着回去。恰好许久未曾拜访，不知明月可否愿意带我在这南宫府邸中四处走走？”他的目光落在南宫明月身上，带着询问，却又有一种不容拒绝的意味。
南宫明月语塞：“应该的，应该的。”南宫卓一拍大腿，连忙给自己女儿使眼色：“明月，贤侄远来是客，你身为主人，理当陪同。快，带贤侄去后山的灵泉看看，那里的风景最好。”父亲都发话了，南宫明月再不情愿，也只能站起身。江圣子，请。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转身便向殿外走去。那背影怎么看都带着一股你最好离我远点的决绝。江晨也不在意，对着南宫卓微微颔首，便迈步跟了上去。看着两人一前一后离去的背影，南宫卓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深思。他端起江晨没喝完的那杯凉茶，一饮而尽。也不知是福还是祸啊。南宫世家的后山曲径通幽，灵气充沛，两人一前一后走在小路上，谁也不说话。南宫明月步履很快，只想尽快结束。江晨不紧不慢地跟在南宫明月身后，双手负后，欣赏着四周的风景，目光时不时地落在前方那道曼妙玲珑的背影上。淡蓝色的纱裙随着他的步伐轻轻摇曳，勾勒出摄人心魄的曲线。清冷的气质与这山间的仙雾融为一体，像是画中走出的仙子。南宫家的风景果然名不虚传。江晨忽然开口，打破了沉默。南宫明月脚步一顿，没有回头，只是冷淡地嗯了一声。尤其是这后山，江晨的声音悠悠传来，山势险峻，云雾缭绕，看似生人勿近，实则内藏洞天，灵气充盈。就如某些人一般，表面上冷若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可一旦深入了解，或许会发现那里却是另一番光景。南宫明月的身体猛地一僵，他岂会听不出这话里的一语双关？这家伙是在说他。他的脸颊在面纱之下不受控制地泛起一抹红晕。江圣子若是觉得无趣，可以自行离去，不必在此说些无聊的话。他强忍着羞恼，声音更冷了几分。无聊。江晨轻笑一声，几步上前与他并肩行。我倒觉得很有趣。他靠得很近，一股淡淡的混合着阳光与某种特殊草木的男子气息萦绕在南宫明月的鼻尖。南宫明月心头一跳，下意识地向旁边挪了一步，想要拉开距离。可他往左，江晨也往左；他往右，江晨也往右。那条不算狭窄的小路仿佛瞬间变得拥挤不堪。你！南宫明月终于忍无可忍，停下脚步，转头怒视着他。面纱下那双清亮的眸子里燃着两簇火焰。明月，我们既是未婚夫妻，日后还要共度很长的时光，总这么生分可不太好。江晨的表情很是无辜，提前熟悉一下，培养感情也是应该的。谁要跟你培养感情？南宫明月脱口而出，说完才发觉这话带着几分女儿家的娇嗔，脸颊更烫了。哦，江晨挑了挑眉，身体微微前倾，凑到他的面前，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缩短到不足1尺。他能清晰地看到南宫明月那双因为惊慌而微微睁大的眼眸。江晨的声音压得很低，可你的心跳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咚咚咚。南宫明月感觉自己的心脏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他甚至能感觉到江晨说话时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面纱，让他浑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这家伙，你无耻！他猛地推了江晨一把，也不管什么礼数了，转身便如同受惊的小鹿一般运转身法，朝着山顶逃去。江晨被他推得后退了半步，看着他仓皇逃离的背影，嘴角的笑意愈发浓郁。叮！检测到天命之女南宫明月道心出现剧烈波动，宿主反派魅力见效，支线任务发布。冰山消融，请宿主在离开南宫世家前，让南宫明月主动与你交谈，内容不限，斥责除外。任务奖励：反派点数2000点，特殊道具留影10亿枚。任务失败惩罚：宿主将体验女装大佬的1月。江晨的眼角抽了抽，对于这狗系统的惩罚，江晨已经渐渐麻木了。他抬头望向南宫明月逃离的方向，大喊一声：明月，跑这么快干嘛？我又不会吃了你。征服这样一个心高气傲的清冷仙子，让他从神坛坠入自己的怀中，这种感觉似乎确实要比单纯的打打杀杀有趣得多。就在江晨和南宫明月培养感情的时候，洪天圣地圣主大殿之内，气氛却是一片凝重。整个大殿里，平日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圣地长老们此刻齐聚一堂。首座之上，洪天圣主江胜天一袭紫金长袍，面容威严，不怒自威。他端坐不动，目光平静地扫过下方神色各异的长老们。左侧首位是身形枯槁，双目半开半合，仿佛随时都会睡过去的大长老云兀子。他之下则是满脸横肉，气息暴躁的五长老虚影子，以及面容温和但眉宇间带着一丝忧色的六长老柳慧和其他几位核心长老。整个大殿安静的可怕，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感笼罩在每个人心头。
终于，那仿佛已经入定的云雾子缓缓睁开了浑浊的双眼，一道金光一闪而逝。圣主，他的声音沙哑。数日前，圣子峰方向魔气冲天，惊动了整个圣地。老夫闭关也被惊醒，不知圣主可否为我等解惑？那股霸道绝伦的魔气究竟从何而来？他一开口便直指核心，所有长老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落在了江胜天的身上。圣子峰是整个洪天圣地的核心区域之一，能在那地方搞出这么大动静的，绝不可能是什么普通人。江胜天面色不变，端起手边的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他语气平淡：“诸位长老宽心，那只是晨儿在修炼中有所感悟，觉醒了自身体质引发的异象罢了。”轰！这话一旦激起千层浪，所有长老，包括云雾子在内，都是脸色一变。觉醒体质？什么样的体质能引发那般恐怖的魔道气息？那气息精纯霸道，让他们这些活了上千年的老家伙都感到一阵心悸。哦，云雾子枯瘦的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击着，不知圣子觉醒的是何体质，竟有如此惊天动地的魔威。云雾子特意加重了语气，其中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将圣天放下茶杯，目光直视着云雾子，一字一句地说道：“道眼天魔体，死寂。”当这5个字从江胜天口中吐出时，整个大殿陷入了绝对的死寂。5长老虚银子那暴躁的脸上写满了惊愕，6长老柳慧更是花容失色，温和的表情被骇然所取代。道眼天魔体，传说中万古魔道第一体质，这种只存在于古老典籍中的禁忌体质，竟然在他们洪天圣地的圣子身上觉醒了。荒唐！云雾子猛地一拍扶手，豁然起身。他那枯槁的身躯里爆发出与其外形完全不符的恐怖气势，久经圣人巅峰的威压，让整个大殿的空气都为之扭曲。江胜天，你可知你在说什么？他直呼江胜天名讳，眼中怒火喷涌。我洪天圣地乃东域正道魁首，如此基业，岂能让一个身负魔体之人担当圣子之位？此事若是传扬出去，我洪天圣地将沦为天下笑柄。届时，那些虎视眈眈的魔道宗门，怕不是要将我圣地奉为魔道祖庭了。他的话掷地有声，引起了部分长老的共鸣。大长老所言甚是。4长老立刻站了出来，说道：“圣子身负魔体，此事非同小可。为圣地亲谕计，当废黜其圣子之位，并将其关入镇魔塔，日夜诵读圣人经文，以化解其魔性。”此言一出，殿内气氛愈发紧张。6长老柳慧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看了看手座上面沉如水的江胜天，又看了看气势汹汹的云雾子，最终还是化作一声叹息，选择了沉默。江胜天看着殿下这群人，脸上忽然露出了一抹讥讽的笑容。废黜镇魔塔。他缓缓站起身，一股比云雾子更加深邃、更加浩瀚的威压，如同天倾一般轰然降临。实境和道境的恐怖实力展露无遗。云雾子的气势在这股威压面前，就如同风中残烛，瞬间被压制得摇摇欲坠。云雾子，你是不是闭关太久，把脑子闭糊涂了？江胜天的声音冰冷，不带一丝感情。力量就是力量，何来正邪之分？我儿江辰觉醒无上体质，修为1日千里，乃是我洪天圣地之大幸。未来他将带领圣地走向前所未有的辉煌，到了你们嘴里，反倒成了祸害。我看真正想毁掉圣地基业的是你们这些固步自封、只知内斗的老东西。他每说一句，威压便重1分。云雾子脸色涨红，额头青筋暴起，在江胜天的威压下，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圣主息怒。6长老柳慧终于还是忍不住站了出来，躬身道：“大长老他们也是为了圣地着想，并非有意针对圣子，只是到眼天魔体事关重大，还请圣主三思。”三思？江胜天冷哼一声，收回了威压。他重新坐回首座，目光扫过众人，淡淡开口：“你们以为此事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吗？”众人一愣。江胜天端起茶杯，语气恢复了平静，却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如遭雷击的话：“辰儿觉醒体质，引发异象，第一时间便惊动了七祖。七祖他老人家亲自探查过辰儿的身体，不仅没有丝毫责备，反而称赞辰儿为我江家麒麟，圣地之幸。道眼天魔体这5个字也是七祖他老人家亲口所言，并且七祖已经下令将辰儿定为圣地唯一的继承人，倾尽所有资源培养。现在你们谁还有异议？”江胜天说完，端起茶杯，慢条斯理地品了一口。整个大殿鸦雀无声。七祖，那个活了不知多少岁月，洪天圣地的定海神针。云雾子脸上的怒火瞬间熄灭，脸上一片灰白。4长老更是吓得一个哆嗦，连忙缩回了脑袋，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搬出七祖，这已经是结论，无人可以质疑，
无人敢于反驳。云雾子身体晃了晃，闷哼一声，坐回椅子上。他本想借此机会一举将江胜天父子拉下马，为自己的派系争夺圣主之位，却没想到江辰的身后站着一尊他根本无法撼动的人物。江胜天看着云雾子那失魂落魄的样子，眼中闪过一丝冷意。既然诸位都没有意见，那此事就到此为止。3个月后便是圣地大比，届时还望诸位长老尽心尽力，莫要出什么纰漏。他挥了挥手，都退下吧。众长老如蒙大赦，纷纷躬身行礼，然后逃也似的退出了大殿。很快，偌大的殿内只剩下江胜天一人。他走到殿前，负手而立，目光仿佛穿透了无尽虚空，望向了南宫世家的方向。辰儿，为父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么多了，未来的路终究要靠你自己去走，希望你不要让为父，更不要让七祖失望。南宫世家后山灵泉，泉水清澈见底，灵气化作淡淡的白雾，在水面上缭绕，四周奇花异草遍布，宛如人间仙境。南宫明月独自站在泉边，清冷的月光洒在他身上，让他看起来愈发不食人间烟火。可他此刻的心却乱如潮水。那个男人的身影，他说过的话，如同魔咒一般，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活了将近20年，心如止水，鲜少有过如此剧烈的情绪波动，愤怒、羞恼、慌乱，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异样的悸动。就这么不想见到我？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在南宫明月的身后响起。南宫明月身体一颤，猛地回头，只见江辰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正靠在一棵古树上，好笑地看着他。谁说我不想见你？我只是在看风景。他嘴硬道，眼神却有些闪躲。是吗？江辰踱步走到他身边，与他并肩立于泉边，目光投向泉水，好一潭静心泉水，据说能平心静气，洗涤杂念。他悠悠开口，可我怎么觉得某人的心比这泉水还要乱呢？南宫明月的心猛地一跳，像是被说中了心事，强自镇定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知道。江辰转过头，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那你为何从刚才开始就不敢看我？我没有。南宫明月下意识地反驳，并迎上了他的目光。四目相对，江辰的眼眸深邃，南宫明月只与他对视了1秒，便感觉脸颊发烫，心跳加速，狼狈地移开了视线。你看，又躲开了。江辰轻笑。你……南宫明月又羞又气，这家伙简直就是个无赖。叮，恭喜宿主成功让冰山脸红心跳，奖励反派点数500点，再接再厉。只要宿主能让他主动开口说出一句完整的不带斥责意味的话，即可完成支线任务。江辰心中一笑，看来火候还差了点。他忽然伸出手，指向泉边一株含苞待放的奇花，那花通体雪白，花瓣边缘却带着一圈淡淡的冰蓝色。冰心玉蕊，万年才开花一次。江辰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些许，他外表坚硬如冰，寻常人触之即伤，可一旦盛开，却是世间至纯至暖之物，有活死人肉白骨之效。他一边说，一边观察着南宫明月的侧脸，他白皙的肌肤仿佛透明，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显然是听进去了。江辰收回目光，声音里带着莫名的感慨：你说能等到吗？南宫明月沉默了，他看着那株冰心玉蕊，心神摇曳。南宫明月感觉江辰说的不是花，而是他。他就是那朵冰心玉蕊，用冷漠和骄傲筑起坚冰，保护着自己。可现在这个男人却想融化他。我不知道。许久，他才用一种近乎呢喃的声音轻轻吐出几个字，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入了江辰的耳中。叮，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冰山消融，任务奖励反派点数2000点，特殊道具留影11枚，已发放至系统空间。成了。江辰心中大乐，脸上却不动声色，反而向前踏出一步，站到了南宫明月的面前。两人之间的距离再次被拉近。明月，江辰的目光灼灼，直视着他的眼睛。那你呢？轰！南宫明月的大脑一片空白。这家伙，他怎么能说出如此直白又羞人的话？他的脸唰的一下，从脖子红到了耳根，整个人开始冒热气。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离我远点！他彻底慌了，伸手就想去推江辰，可这一次江辰却没有让他得逞。他一把抓住了他推过来的手，他的手很凉，细腻光滑。南宫明月浑身一震，像是触电一般，拼命想要把手抽回来，但江辰的手却是牢牢地将他禁锢住。放开我！南宫明月的声音里已经带上了一丝哭腔。不放！江辰摇了摇头，另一只手轻轻抬起了他的下巴，强迫他看着自己。南宫明月，你听着。他的表情变得认真起来，
不再是之前的玩味和戏谑。你我之间的婚约不是一纸空文，你是我江辰的未婚妻，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以前的我或许配不上你，但现在的我有资格让你站在我身边，更有资格让你成为我的女人。你可以讨厌我，可以抗拒我，更可以恨我，但你必须清楚，从今往后，你属于我。南宫明月呆呆地看着他，看着他那双深邃的眼眸里清晰地倒映出自己惊慌失措的脸。他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反驳，甚至在内心深处还隐隐升起了一丝异样的快感。这个念头让他自己都吓了一跳。江辰看着他失神的模样，嘴角微微勾起，他缓缓低下头，凑向了那张隔着面纱的娇艳红唇。南宫明月的心跳在这一刻彻底停止了，他闭上了眼睛，身体绷得笔直，长长的睫毛开始颤抖。然而预想中的触感并没有传来，他疑惑地睁开眼，却看到江辰只是停在了离他面纱1寸的地方，脸上带着得逞的坏笑。看来你也不是那么讨厌我。说完，他松开了手，后退一步，拉开了距离。你……南宫明月如梦初醒，羞愤欲绝。这个混蛋，他在耍自己。他扬起手就想一巴掌扇过去，但手举到一半却又无力地垂下。他知道自己打不过他，而且刚才那一瞬间他竟然真的在期待事情既已谈妥，我也该回去了。江辰伸了个懒腰，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太阴古墓之行，到时我会来接你。说完，他转身便走，潇洒至极，只留下南宫明月一个人在风中凌乱。他捂着自己滚烫的脸颊，看着江辰远去的背影，眼神复杂到了极点。这个男人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预想。就在这时，江辰的脚步一顿，一枚传音玉简在他手中亮起，是江胜天的传讯。他听完玉简中的内容，嘴角的笑意变得有些冷。大长老云雾子。他回头看了一眼泉边那道依旧呆立着的倩影，身形一动，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而起。该回洪天圣地了。九龙辇横空，从南宫世家的方向归来，那浩荡的声势再度引得整个洪天圣地为之侧目。当那通体由星辰玄铁铸就的华贵车辇在九头墨蛟的牵引下稳稳降落在圣子峰顶时，整个山峰的灵气都仿佛被这股威势搅动，变得愈发浓郁。江辰自车辇中走出，一身白衣在山巅的风中猎猎作响。他负手走至殿前，俯瞰着下方云雾缭绕的圣地山门，眼眸深邃，看不出喜怒。江九，属下在。阴影中，江九的身影无声浮现。传我的话，圣子峰丹房自今日起，每月所需灵药，由执事堂从大长老一脉掌管的百草园中直接支取，品级不得低于3000年份。若有延误或以次充好者，按门规处置。江辰的声音不大，但句句不容反驳。江九的身影微微一顿，沙哑地应道：是。他当然明白这道命令意味着什么。百草园是圣地最重要的药园之一，一直由大长老云雾子一脉的心腹掌控，是他们派系的一大财源。江辰此举无异于直接从大长老的钱袋子里掏钱，而且是狠狠的掏，这都已经不是敲打，几乎就是明晃晃的宣战。随着江九的身影再次隐去，江辰的脸上才露出一抹冷峭的笑意。父亲江胜天在圣主大殿为他挡下了明枪，那他这个做儿子的自然也要有所表示。对付云雾子这种老狐狸，直接打杀太过下乘，还会落人口实。唯有这样一步步蚕食他的羽翼，断他的财路，让他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苦经营的一切分崩离析，才是最诛心的报复。先从你的钱袋子开始，下一步就是你那些不成器的徒子徒孙了。江辰在心中自语。他转身走入寝宫，心思沉入脑海。系统打开面板看看。最强反派系统，宿主江辰，身份洪天圣地圣子，境界七进化神境巅峰，功法洪天道法道眼天魔经大罗剑诀，体质道眼天魔体，反派点数17000，气运指数900，商城未解锁17000 2万，还差3000点。江辰摸了摸下巴，看来得找个机会再割一波韭菜。他正想着，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响起，带着几分不同寻常的激动。叮，警报，警报，检测到高能气运反应，新的天命之女已进入宿主范围圈，扫描中，扫描完毕。天命之女苏谦儿，身份古世家苏家嫡女，天命之子林凡的青梅竹马，境界七进化神境初期，体质九窍玲珑心，对人心善恶感知敏锐，修炼速度远超常人。当前状态，得知青梅竹马林凡在洪天圣地，特来寻访。紧接着，一幅光幕在江辰面前展开，画面中
一名身穿鹅黄色长裙、气质温婉、容貌绝美的女子正站在洪天圣地的山门之外，她身旁跟着2名气息深厚的老者，显然是护道之人。青梅竹马，七进出七。江辰的眉毛挑了挑，宿主，这您就不懂了。天命之子落魄之时，总会有强大的红颜知己前来救场，这是标准套路，也是您截胡的大好时机。系统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语气。反派任务发布，横刀夺爱。天命之子的青梅竹马，岂能让他人染指？请宿主截胡苏七儿，让他对林凡彻底失望，并对宿主产生好感。阶段任务1，种下怀疑的种子，让苏七儿对林凡的人品产生第一次怀疑。任务奖励：反派点数5000点，气运指数加300。任务失败惩罚：宿主将被强制与护道人江九绑定同心锁，持续1个月，注：还会同床共枕1个月哦。系统，听我说，我星号。这回江辰是真的忍不了一点，这狗系统的惩罚让他和江九绑定同心锁，还同床共枕1个月，那画面太美，他不敢想。5000点，江辰的目光落在了奖励上，这才是他最看重的东西。他看着光幕中那气质温婉的苏七儿，脸上露出了和善的笑容。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身为圣地圣子，理应尽一尽地主之谊。江九，属下在，去查一下内门弟子林凡最近和什么人来往过密。江辰吩咐道。与此同时，洪天圣地山门外，一名身着素白长裙、容貌清丽绝伦、气质温婉如水的女子正静静地站在那里。她只是站在那里，便吸引了所有过往弟子的目光，仿佛天地间的光都汇聚在了她的身上。她便是从遥远的古世家赶来的苏七儿。这位仙子，请问您是来拜访哪位长老吗？守山弟子被她的容貌和气质所摄，说话都变得客气了许多。苏七儿微微颔首，声音轻柔如春风拂面。我来寻人，他叫林凡。林凡，听到这个名字，几名守山弟子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古怪起来。这个名字最近在圣地里可是大名鼎鼎。一个守山弟子忍不住小声嘀咕，又一个找林凡的，这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竟能得此等仙子垂青。苏七儿的耳力何等敏锐，他秀眉微蹙。这位师兄，你们为何是这般表情？林凡他可是出了什么事？他的心中忽然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那几名弟子对视一眼，支支吾吾，谁也不敢多说。林凡得罪的可是圣子，他们哪敢在背后乱嚼舌根。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远处飞来，落在了苏青儿面前。来人是一位执事，仙子要找的可是那个在内门考核中惨败给圣子，又夜闯禁地被打成重伤的林凡。执事问道。苏青儿那张温婉的俏脸瞬间就冷了下来。惨败给圣子，夜闯禁地，重伤，一个个刺耳的词汇让他心中一紧。他记忆中的林凡哥哥虽然出身平凡，却一直是个坚韧不拔、心怀傲骨的少年，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他在哪里？带我去见他。苏七儿的声音里已经带上了一丝不容置喙的命令意味。仙子，请随我来。感受到了苏七儿身边人散发出的气息，不敢再多言，连忙在前方引路。他心中暗自叫苦，这女的看样子和那林凡关系匪浅。那林凡得罪的可是圣子，这下怕是要起风波了。穿过大半的内门区域，当苏七儿最终站在那间最偏僻、最破败的院落前时，她那双美丽的眼眸里已经蓄满了泪水。这里阴暗潮湿，灵气稀薄的近乎没有，这就是她的林凡哥哥在圣地里住的地方。她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屋内，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正盘膝坐在床上，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弟子服，整个人都透着一股浓浓的颓败与不甘。听到开门声，林凡猛地睁开眼，那双眼睛里充满了警惕和戾气。可当他看清来人时，整个人都愣住了。青儿，一声青儿将林凡从怨恨和不甘中短暂地拉回了现实。眼前的女子身着鹅黄纱裙，身姿窈窕，容颜绝美，气质温婉如水。她就那么静静地站着，仿佛一道光，照亮了这间阴暗破败的屋子，也照进了林凡的心。是苏七儿，那个在他最落魄的少年时代唯一给过他温暖和鼓励的女孩。苏七儿看着林凡的脸，看着他那双不再清澈反而充满了戾气的眼睛，心中一阵刺痛。他快步上前，声音颤抖：林凡哥哥，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声林凡哥哥彻底击溃了林凡所有的伪装，羞耻、屈辱、委屈以及恨意在这一刻尽数涌上心头。他最狼狈、最不堪的一面就这么赤裸裸地展现在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女孩面前。七儿，你怎么来了？林凡低下头，不敢去看他的眼睛，双手死死地攥成了拳。我若不来，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瞒着我？
苏七儿的眼眶红了，她看着林凡身上那简陋的衣衫，心疼得无以复加。林凡哥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他追问道。是江晨。提到这个名字，林凡猛地抬起头，那双眼睛里迸发出刻骨的仇恨。是洪天圣地的圣子江晨。他像是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将自己这段时间所受的所有屈辱和痛苦添油加醋地向苏七儿倾诉了一遍。从考核场上如何被江晨一招羞辱，到断龙崖下如何被他截胡机缘夺走一切，在他的描述中，江晨成了一个卑鄙无耻、心狠手辣、以欺压弱小为乐的魔头，而他自己则是一个不畏强权、奋起反抗却惨遭毒手的悲情英雄。他不仅毁了我的修为，夺了我的机缘，更是践踏了我所有的尊严。林凡双目赤红，声音嘶哑：青儿，这个仇我一定要报。江晨。苏七儿反复念着这个名字，那张温婉的脸上已经被冰冷的怒意所取代。她身为大家族嫡女，从小顺风顺水，何曾见过如此卑劣的行径？在她心中，林凡哥哥虽然出身不高，却品性纯良，坚韧不拔。这样一个人，却被那所谓的圣子欺凌至此，岂有此理！苏七儿身边的空间微微波动，七境化神初期的强大气息不受控制的外泄，让整个屋子都为之震颤。他身为圣子，不行正道，反而如此欺压同门，这洪天圣地就是这么管教弟子的吗？小姐，你别冲动。苏七儿身后的护道人出声道。可苏七儿哪里听得进去？他看着林凡那副惨状，心中的怒火已经烧掉了他所有的理智。林凡哥哥，你放心。苏七儿扶住林凡的肩膀，一字一句地说道：这个公道我替你讨回来。说完，他转身便走出了院门，根本不给林凡和老者任何劝阻的机会。他身后2名苏家长老对视一眼，无奈地跟了上去。七儿。林凡想要追出去，却被戒指里的老者喝止。你还嫌不够乱吗？苏丫头此去只会把事情闹得更大，到时候你如何收场？林凡的脚步顿住了。是啊，苏七儿虽然是七境，可江晨也是七境，背后势力更是通天。他这样贸然前去，又能做什么？可一想到苏七儿是为了给自己出头，他心中又升起一丝异样的快感。被江晨压抑了这么久，终于有人肯为他站出来了。半个时辰后，一则消息如风暴般席卷了整个洪天圣地。听说了吗？古世家苏家的嫡女苏七儿，为了一个叫林凡的内门弟子，公然在内门放话，要让圣子殿下给出一个说法。什么？苏家的人，他好大的胆子，敢来我们洪天圣地质问圣子。据说那林凡是他的青梅竹马，在考核场上被圣子教训了。这女的是来报仇的，有好戏看了。一边是古世家天之娇女，一边是我们圣地的圣子，这要是打起来，无数弟子议论纷纷，好事者更是直接涌向了内门，想要亲眼见证这场风波。消息自然也第一时间传到了圣子峰。寝宫内，江晨刚刚听完江九的汇报，内容正是关于林凡和许莹私下接触，以及那枚9转还阳丹的事情。许莹倒是个聪明人，知道废物利用。江晨把玩着手中的一枚玉简，脸上并无意外之色。这时，一名侍从匆匆来报，将苏青儿在内门放话要讨个说法的事情原原本本的禀告了一遍。江晨听完，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了。有意思，真有意思。他摇了摇头，这天命之女的脑回路果然和常人不太一样。9窍玲珑心，我看是9窍漏风吧。宿主，他急了，他急了，他这是在给您送人头啊！系统在他脑海里疯狂起哄，确实是送人头。江晨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下方愈发热闹的内门方向。不过，这人头不能就这么简单的收下，他要的不是让苏青儿难堪，而是要让他对林凡彻底失望。江九，属下在，传我的话出去。江晨的声音悠然响起，就说苏小姐远来是客，又是为同门师弟鸣不平，其心可嘉。但此事乃我圣地内部事务，不便让外人插手。我与林凡师弟之间或许有些误会，圣地大比开始之后，我会在演武场上亲自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另外，江晨话锋一转，把许莹暗中赠与林凡9转还阳丹，助其突破瓶颈，意图在大比上挑战我的事情，不小心的透露给苏小姐身边的护道人听。江九的身影在阴影中波动了一下，这番话看似给了苏七儿和林凡一个台阶下，将大事化小，但内部事务外人插手这8个字却是在无形中将苏七儿划清了界限，将她摆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这等于是在告诉苏七儿，你的青梅竹马一边接受着你的同情，一边还在对圣子图谋不轨。去办吧。江晨挥了挥手。是。看着江九消失，江晨嘴角的笑意愈发浓郁。江晨的回应在整个洪天圣地又掀起了轩然大波。江晨的这番话传到不同人的耳朵里，便有了截然不同的解读。在大多数圣地弟子看来，圣子此举堪称大度。
圣子就是圣子，这气度我等望尘莫及。是啊，那苏谦儿一个外人都快指着鼻子骂了，圣子非但不计较，还说要亲自给林凡一个解释。这胸襟简直比天还宽。什么叫内部事务外人插手？这话太有水平了，意思就是这是我们家的事，你一个外姓的姑娘家，别多管闲事。那个林凡也是自己没本事，现在倒好，让一个女人替他出头，真是丢我们洪天圣地男人的脸。舆论的风向在江晨的刻意引导下，几乎是一边倒的偏向了他。原本一些还抱着看热闹心态，甚至有些同情林凡的弟子，此刻也纷纷转变了立场。苏七儿从一个为秦王出头的侠义仙子，瞬间变成了一个不知轻重、无理取闹的无脑女人，而林凡则成了那个躲在女人身后毫无担当的软饭男。这些话自然也传到了当事人的耳中。内门那间破败的院落里，林凡听着外面传来的风言风语，脸色铁青，气得浑身发抖。江晨，你好毒的剑！他一拳砸在桌子上，将那本就摇摇欲坠的木桌砸得粉碎。江晨这番话杀人不见血，不仅化解了苏七儿带来的压力，还将他钉在了耻辱柱上。他能想象现在整个圣地的弟子都在如何嘲笑他。小子，现在知道那江晨的厉害了吧？戒指里老者的声音充满了无奈，他只用了几句话，就让你和苏丫头都陷入了被动。林凡咬着牙一言不发，他心中的恨意愈发浓烈，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股深深的无力感。而另一边，被安排在内门上等科院的苏七儿同样不好受。他没想到自己满腔怒火的质问，换来的却是江晨这样一番轻描淡写却又处处是坑的回应。小姐，现在外面都在传说您是随行的护道人，开口却没有说下去。说什么？说我无理取闹，还是说我多管闲事？苏七儿自嘲一笑，那张温婉的脸上满是寒霜。他没想到仅凭三言两语，江晨就能引导事情的走向。他更没想到自己的一番好意，反而害得林凡哥哥名声受损。小姐，此事我们是不是太冲动了？他身后护道人忍不住开口劝道，那江晨毕竟是洪天圣地的圣子，背后有圣主和老祖撑腰，我们这样与他为敌，实非明智之举。难道就眼睁睁看着林凡哥哥被他欺辱吗？苏七儿反问。就在这时，另一名一直沉默不语的护道长老神色复杂地走了进来。小姐，老夫刚刚得到一个消息。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道。什么消息？据说那林凡在考核之后曾与圣地的真传弟子许莹私下有过接触。那人的声音压得很低，许莹给了他一枚9转还阳丹，助他突破到了6境元婴。而许莹此人一直觊觎圣子之位，与江晨素来不和。这番话如同一道惊雷在苏七儿的脑海中炸响。许莹9转还阳丹，他猛地回头看着那名护道人，此话当真？消息从何而来？消息来源有些蹊跷，是圣子峰的一名杂役弟子无意中说漏了嘴。长老的表情愈发凝重，但老夫暗中查探过，那林凡的修为确实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从5境倒退，又1月突破到了6境，若无外力相助，绝无可能。苏七儿的身体晃了晃，俏脸瞬间变得煞白。他不是傻子，这其中的巧合他瞬间就想明白了。林凡哥哥他接受了江晨的死对头的好处，那他向自己哭诉的那些话里到底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一个可怕的念头不受控制的从他心底冒了出来。不会的。苏七儿摇着头不愿相信。他坐不住了，提着裙摆就向外冲去。他要去找林凡，他要当面问清楚。当苏七儿再次推开那扇破败的院门时，林凡正处于暴怒和屈辱的情绪之中。林凡哥哥。苏七儿开门见山，声音有些颤抖。我问你，真传弟子许莹，你认不认识？林凡的心猛地一沉，脸色瞬间变了。他没想到苏七儿会突然问起这个。我不认识。他下意识地否认。他不能承认，一旦承认就等于坐实了自己与许莹勾结，那他在苏七儿心中的形象就全毁了。看到他闪躲的眼神，听到他那毫无底气的否认，苏七儿的心一点点地沉了下去。不认识。他的声音冷了几分。那你的修为是如何在短短数日之内从重伤倒退，一举突破到6境元婴的？林凡被问得哑口无言。是9转还阳丹，对不对？苏七儿步步紧逼，那双美丽的眼眸里已经充满了失望。是许莹给你的，对不对？林凡被他逼得连连后退，最后靠在了墙壁上。他看着苏七儿那张写满失望的脸，心中的慌乱渐渐被一种恼羞成怒的情绪所取代。是许莹师兄给我的。那又如何？他终于爆发了，对着苏七儿低吼道：江晨把我害成这样，我难道就不能寻求别人的帮助吗？难道我就该坐以待毙，任他宰割吗？那你为何要骗我？苏七儿的声音都在发抖。骗你？
我哪里骗你了？林凡的表情变得有些狰狞。我说的哪一句不是实话？江晨是不是羞辱了我？他是不是夺了我的机缘？青儿，你到底站在哪一边？你才刚来，听了些风言风语，就不相信我了是不是？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个只会躲在女人身后的废物？他最后的质问像是一把刀，狠狠地扎进了苏青儿的心里。苏青儿呆呆地看着他，看着眼前这个面目狰狞、满口谎言，还将所有过错都推到别人身上的男人。这还是他记忆中那个善良、坚韧的林凡哥哥吗？他忽然觉得他好陌生。我没有不相信你。他的声音满是疲惫和无力。他只是想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盛子峰，江晨手中端着一杯刚刚沏好的苓茶，他面前的光幕上正实时播放着林凡院落里发生的一切。看着那对青梅竹马反目成仇、互相指责的场景，江晨轻轻抿了一口茶，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茶今天喝起来味道格外的好。叮，恭喜宿主完成阶段任务1，种下怀疑的种子。任务奖励：反派点数5000点，气运指数加300。系统商城已成功解锁，当前反派点数22000。系统的提示音适时响起，江晨的心情愈发的好。内门林凡的院落里，一场青梅竹马的重逢，最终以不欢而散收场。苏七儿带着满心的失望与疲惫离去，留下林凡一个人在屋里，面对着一地狼藉和破碎的自尊。他想不通，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为什么本该是他最坚实后盾的苏青儿，会用那样怀疑和冰冷的眼神看着他？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此刻正在圣子峰之巅悠然地喝着茶。江晨面前的光幕安静地观看完了全程，直到苏青儿的身影消失在院门外，画面才缓缓淡去，真是出好戏。江晨放下茶杯，唇边噙着笑意，这林凡的脑子真是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好用，3言2语就自爆了，倒是省了我不少事。叮，恭喜宿主，系统商城已成功解锁。撒花，庆祝！系统的声音带着一股压抑不住的兴奋，仿佛比江晨本人还要激动。江晨挑了挑眉，将林凡和苏七儿的事情暂时抛到脑后，这才是正事。他心念一动，一个恢宏至极的虚拟界面瞬间在他脑海中展开。界面以暗金色为主色调，无数玄奥的符文在边缘流转，正中央是2个古朴的大字商城。界面下方分为神兵、功法、丹药、体质、杂物等数个分区。江晨带着几分期待点开了神兵一栏，一瞬间琳琅满目的光印在他眼前流转。诛仙剑阵图，上古第一杀伐阵图，蕴含无上剑意，一经催动可灭仙神。售价888888反派点数。东皇钟，上古妖皇至宝炼制，拥有镇压鸿蒙、颠倒时空之威。售价888888反派点数。是神枪，混沌至宝，沾染无尽魔神之血，自带破灭法则。售价888888反派点数。江晨的眼角抽搐了一下，他默默地关掉神兵页面，点开了功法。他化自在大法，无上妙法，可演化诸天，化身万千，一念永恒。售价1200000反派点数。89玄功，肉身成圣之不二法门，万劫不磨，千变万化。售价999999反派点数。江晨面无表情的再次关闭，深吸一口气，点开了丹药。九转金丹，远古大能亲手炼制，一颗可立地成圣，超脱3界。售价200万反派点数。黄钟礼，天地灵根所结，闻一闻可增万年道行，吃一颗可与天地同寿。售价300万反派点数。江晨沉默了，他感觉自己那22000反派点数就像是揣着2块2毛走进了世界顶级奢侈品中心，这里的每一件东西他都想要，这里的每一件东西他都买不起，就连标价最低的一个普通圣人体验卡1小时都要10万点数。系统，你出来。江晨的声音平静的有些可怕。在呢。宿主是不是被商城的琳琅满目给震撼到了？是不是感觉未来可期，浑身充满了干劲？我星号，你星号，我星号。江晨终于忍不住了，在脑海里咆哮，你这是商城还是抢劫？标价后面那些零是你家亲戚吗？一个都舍不得去掉。他活了2辈子都没见过这么黑的奸商。宿主息怒。系统贱兮兮的声音立刻安抚道，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吗？这些可都是能让您一步登天的至宝，贵一点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个屁，我辛辛苦苦割韭菜攒了这么点家底，结果连个零头都买不起，你这系统良心不会痛吗？
报告宿主，本系统没有良心。江晨一口气差点没上来。不过呢，系统话锋一转，本着为宿主服务的宗旨，系统特意为首次开启商城的您准备了一份新手特惠大礼包，绝对物超所值，童叟无欺。一个闪烁着七彩光芒的华丽宝箱突兀地出现在商城界面的正中央，宝箱下面一行小字标注着价格：新手首购特惠礼包，售价2万反派点数。江晨看着这个价格，又看了看自己那2万2的总资产，脸都黑了。这哪里是特惠，这分明就是冲着他那2万2000点数来的。里面有什么？江晨警惕地问道。叮，礼包内容随机，但系统以本桶的桶格担保，开出的物品总价值绝对远超2万点数，内含保底传说级物品1件，史诗级物品2件，更有几率开出神话级道具哦。系统的声音充满了诱惑力，像极了前世那些鼓动人氪金抽卡的游戏广告。江晨陷入了沉思，不买，这2万点数放在这里，看着那些天价商品也只能干瞪眼；买，就等于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赌在了系统那虚无缥缈上。买了。最终江晨一咬牙做出了决定，富贵险中求，反正点数也是用来花的，留着又不能生儿子。叮，恭喜宿主成功购买新手首购特惠礼包，花费反派点数2万点，当前余额2000点。随着点数瞬间清空，那华丽的宝箱在他脑海中轰然炸开，3道不同颜色的光芒飞出，悬浮在他的面前，一道紫色，一道金色，还有一道是深邃的暗金色。叮，恭喜宿主获得史诗级道具万象星罗盘。万象星罗盘，推演天机，趋吉避凶之宝，可锁定方圆千里内任意目标的气息，洞察其一举一动，亦可模拟天机变化，制造幻象，蒙蔽他人感知。注：对气运高于自身者效果减弱。叮，恭喜宿主获得史诗级消耗品替死傀儡。替死傀儡以千年养魂木雕刻而成，滴血认主后，可在宿主遭受致命一击时代替宿主承受所有伤害。一次性消耗品，关键时刻等于多一条命。江晨的呼吸微微一滞，这2样东西任何一样拿出去都足以在外界掀起一阵腥风血雨。万象星罗盘简直是偷窥暗算栽赃嫁祸的必备神器，替死傀儡更是保命的无上底牌。就凭这2样，这2万点数花的就不亏。他的目光落向了最后那道暗金色的光芒。叮，恭喜宿主运气爆棚，获得传说级道具鸿蒙镇元鼎。鸿蒙镇元鼎来历神秘，以未知材质打造而成，天地法则重器，可炼化万物，转为自身，攻防一体。江晨的心脏猛地跳动了一下，这些东西的价值简直无法估量。江晨忍不住笑出声来，虽然一夜回到解放前，但换来这3件宝贝简直血赚。系统，这次算你有点良心，为宿主服务。江晨心情大好，将3件宝物一一收入系统空间，只留下那枚万象星罗盘在手中把玩。他将一缕神念探入其中，罗盘微微一震，一道道信息流涌入他的脑海。很快他便掌握了这罗盘的用法。让我看看那苏青儿现在在干什么。江晨心念一动，将苏青儿的气息锁定。万象星罗盘上光芒流转，很快一幅清晰的画面浮现出来。江晨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他找上门去了。苏青儿最终还是决定来找许莹。与林凡的那场争吵像一根刺，深深扎在他的心里。他记忆中那个阳光坚韧的少年变得面目全非，充满了戾气和谎言，这让他感到陌生，更感到一阵阵的心寒。他的九窍玲珑心天生对人心善恶有着敏锐的直觉，在面对林凡时，他感受到的是一团混乱、怨毒，夹杂着不甘的负面情绪。而在江晨那番看似大度从容的回应中，他却感受不到丝毫的恶意，只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漠然。这种认知上的错觉让他痛苦又迷茫，他迫切地需要一个答案，一个能印证自己猜测或者推翻自己怀疑的答案。许莹成了他唯一的突破口。当他踏入许莹的居住场所时，立刻就感受到了与林凡那里的天壤之别。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为实质，店内的每一件摆设都价值不菲，处处彰显着真传弟子的尊贵。许莹见到苏千儿的一瞬，他眼中闪过一抹惊艳，随后又变得贪婪起来，但很快便被他完美掩饰下去。他换上了一副温文尔雅，带着几分悲天悯人的表情，主动迎了上来。苏仙子，你来了。他的声音温和，请坐。我已经听说了你和林凡师弟的事情，江晨师兄此举确实是有些过了。他一上来就将自己摆在了和江晨对立，同时又同情林凡的立场上，瞬间拉近了与苏青儿的心理距离。苏青儿没有坐下，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许师兄，
我今日前来，只为一件事。他的声音清冷，你为何要给林凡哥哥9转还阳丹？许莹闻言，脸上露出一抹苦笑，他叹了口气，转身走到窗边，摆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苏小姐，你有所不知。他缓缓开口，声音里充满了无奈。我洪天圣地，看似风光，实则内部派系林立，争斗不休。圣主一脉向来霸道，尤其是我那位圣子师兄，更是仗着身份，行事肆无忌惮，打压异己。他没有直接回答苏千儿的问题，反而先给江晨扣上了一顶大帽子。林凡师弟是个很有天赋的年轻人，只因在考核场上无意中顶撞了圣子，便遭此厄运。我见他心有不甘，道心将毁，实在不忍一个好苗子就此沉沦，才一时心软，赠予丹药，助他恢复。许莹转过身，看着苏千儿，眼神真挚无比。我知道此举或许会得罪圣子，给我自己招来麻烦，但身为师兄，眼看同门受辱，我若袖手旁观，此心难安。一番话说的是义正言辞，慷慨激昂。苏千儿沉默了。许莹的话听上去天衣无缝，如果事情真如他所说，那江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霸。可是他的9窍玲珑心在面对眼前这个许莹时，却隐隐传来一种不舒服的感觉。那许师兄可知，林凡哥哥他想在大比之上与你联手对付江圣子，这个林凡师弟还是太冲动了。他摇了摇头，我帮他只是希望他能重拾信心，潜心修炼，日后自有出头之日。没想到他竟会生出如此激进的想法。圣子殿下虽行事霸道，但毕竟身负圣地气运，修为更是高深，岂是我们可以轻易撼动的？他这番话不仅将自己从同谋的身份里摘得干干净净，还顺便踩了林凡一脚，暗示他冲动、愚蠢、不自量力。苏千儿的心更乱了。许莹的话让他对林凡的失望又加深了一层。苏小姐，恕我直言。许莹见火候差不多了，语气变得更加诚恳。林凡师弟他心性还是单纯了些，遭此大变，难免会有些偏激。你身为他的朋友，还望能多开导他，莫要让他走上歧途。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至于江晨师兄那边，你也不必过于担心。他虽霸道，但终究要顾及圣地颜面。既然他说了会给林凡师弟一个解释，想来也不会做得太过分。你一个女子，为了此事四处奔走，实在让人心疼。如果不是9窍玲珑心传来的那丝不适感，苏青儿几乎就要相信，眼前这个男人真的是一个品德高尚的谦谦君子了。多谢许师兄解惑，我明白了。苏青儿最终还是没有表露出自己的怀疑，只是微微颔首，转身离去。看着他离去的曼妙背影，许莹脸上的温和与正直瞬间褪去。好一个绝色美人！他舔了舔嘴唇，苏家嫡女9窍玲珑心，若是能将她弄到手，采其原因，我的修为定能一步登天。到时候什么江辰，什么圣子之位，统统都是我的。他以为自己的伪装天衣无缝，却不知他刚才那番真情流露的表演，以及此刻的嘴脸，都通过万象星罗盘一针不差地呈现在了江辰的面前。圣子峰上，江辰放下了手中的罗盘，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热气。演得不错，可惜掩盖不了那股猥琐。叮，检测到天命之女苏七儿与反派许莹产生交集，且许莹已对天命之女生出强烈歹念。反派任务第2阶段发布，英雄救美，请宿主在许莹对苏七儿图谋不轨时及时出现，揭穿其虚伪面目，并以绝对强大的姿态拯救天命之女。阶段任务2，获取苏七儿的初步信任，让他意识到你并非如传闻中那般不堪。任务奖励：反派点数8000点，气运指数加400。特殊道具：姻缘红线，一次性消耗品，可强行绑定目标，使其对宿主产生初始好感度。任务失败惩罚：宿主将被迫穿上洪天圣地女弟子服饰，在圣地广场领舞1个月。江辰看到失败惩罚，端着茶杯的手都抖了一下。姻缘红线，江辰的目光落在了奖励上，这是个好东西。宿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许莹已经动了心思，您再不出手，这颗水灵灵的大白菜就要被猪拱了。急什么？江辰慢条斯理地喝了口茶，他眼中闪烁着算计的光芒。英雄救美也要看时机，只有在他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英雄的出现才最有价值。我要的可不仅仅是他的初步信任。江辰的脸上笑意耐人寻味，我要让他看清楚，他心心念念的林凡哥哥是个什么样的货色，也要让他看清楚，许英这个伪君子又是何等的卑劣。当他所有的幻想和依靠都破灭时，我再出现，将他从深渊里拉出来，到那时效果才最好。圣子峰顶，江辰盘膝而坐，身前悬浮着那面万象星罗盘，罗盘上光华流转，清晰映照出2幅画面。一幅是林凡的破败小屋，画面中林凡正疯狂修炼着，周身灵力激荡，
脸上写满了不甘愿毒。他将所有的屈辱都化为修炼的动力，却不知他越是急于求成，心魔便滋生得越快。另一幅则是许莹的所在之处，许莹正在密室中对着一尊香炉念念有词，那香炉中飘出的青烟无色无味，却带着一种能引动心神、勾人情欲的诡异力量，正是他为苏青儿精心准备的迷神香。两个蠢货，一个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一个被色欲冲昏了头脑。江晨看着罗盘上的画面，淡淡评价道：“宿主，您还不行动吗？那许莹看样子已经准备妥当，就等苏青儿自投罗网了。你什么时候能变得跟我一样，有耐心点？”江晨的声音不紧不慢，好戏都还没开场，我现在跳出去算个什么事？将就。江晨对着身后的阴影开口：“属下在。去，以我的名义给苏青儿送一份请柬。”江晨的指尖凭空出现一张请柬，告诉他明日午时，我想请他再听雪婷一叙，当面为他解释清楚我与林凡之间的事情。江九接过请柬，身影微微一顿，似乎有些不解：“圣子殿下不是要等许莹动手吗？怎么又主动约见苏青儿了？这岂不是打乱了计划？”江晨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嘴角微微上扬。另外，想办法让许莹的人也让他知道这个消息。江九的身影瞬间明悟，沙哑的应了一声是，便消失在夜色中。高，宿主实在是高。系统立刻送上马屁。您这是阳谋啊！您主动约见苏青儿，许莹那家伙必然会认为这是他下手的最好机会，因为一旦苏青儿赴约后出了事，所有的嫌疑都会指向您。不错。江晨赞许地点了点头，他会以为这是我留给他的破绽，是他栽赃嫁祸给我的绝佳机会，他绝对不会放过。一个被欲望冲昏头脑的人，在看到这样一个天赐良机时，是不会去思考这背后是否有诈的。至于苏青儿，江晨的目光变得深邃，一个心烦意乱、急于寻求真相的女人是不会拒绝这样一次当面对质的，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翌日清晨，苏青儿收到了江晨的请柬，那张华美而又带着一丝清冷气息的请柬，让他犹豫了很久。小姐，不可去。护道人一脸凝重地劝阻道。那江晨心机深沉，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听雪婷地处偏僻，万一他设下埋伏，他不会。苏青儿却摇了摇头，打断了长老的话。他的直觉告诉他，江晨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那个男人有着绝对的骄傲和自信，他不屑于此。更重要的是，他需要这个答案。他想亲耳听一听，在江晨的口中，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我去意已决，你们不必再劝。苏青儿捏着请柬，语气坚定。与此同时，许莹也收到了这个消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他在密室中放声大笑。江晨啊，江晨，你真是蠢，竟敢主动约见苏青儿，还选在听雪婷那种地方，你这是亲手把刀对到了我的手上啊！在他看来，这简直是完美犯罪的机会。他可以在听雪婷提前布下法阵和迷神香，等苏青儿一到，便将其拿下。待他享用完美人，吸干其元婴后，再将昏迷的苏青儿留在原地。届时，所有人都会认为是江晨对苏青儿行了不轨之事。一石二鸟，不仅能得到美人，还能一举毁掉江晨的名声，让他永无翻身之日。巨大的狂喜让他彻底丧失了理智。他立刻带着自己的心腹，悄悄前往后山，开始在听雪亭周围布置起天罗地网。午时将近，后山通往听雪亭的幽静小径上，苏青儿一袭白裙独自前行。他平退了护道人，想给自己和江晨一个单独谈话的空间。山路蜿蜒，四周草木葱茏，风景优美，可他却无心欣赏他的心随着离听雪亭越来越近，也越跳越快。终于，一座古朴的凉亭出现在了小径的尽头。亭子建在悬崖边上，云雾缭绕，视野开阔，确实是个谈话的好地方。只是亭中空无一人，江晨还没到。苏青儿走到亭边，俯瞰着下方的云海，心中思绪万千。就在这时，一股淡淡的若有若无的香气悄然钻入了他的鼻尖。那香气初闻时清雅无比，让人心旷神怡，可吸入之后却让他感觉身体微微发软，脑子也开始变得有些昏沉。不对劲，苏青儿心中警铃大作，立刻屏住呼吸，想要运转灵力将那股异香逼出体外。可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灵力竟然变得滞涩无比，根本无法调动。怎么会？他俏脸煞白，身体一软，险些摔倒在地。呵呵呵，苏小姐不必白费力气了。一个阴恻恻的笑声从亭后的树林中响起。许莹带着2名心腹缓缓走了出来。她再也没有了昨日的温文尔雅，那张英俊的脸上此刻写满了毫不掩饰的欲望和贪婪，一双眼睛像是要将苏青儿生吞活剥。是你！苏青儿又惊又怒，扶着柱子强撑着身体，
许莹，你这个卑鄙小人，你做了什么？卑鄙！许莹大笑起来，苏仙子，这你可就冤枉我了。我只是不忍心看你落入江辰那魔头的圈套，特地来救你的。他一步步逼近，眼神愈发炽热。你放心，等下我会好好疼爱你的，待你我生米煮成熟饭，你就是我许莹的人了。到那时，我们在一起去揭发江辰的罪行，岂不美哉？你做梦！苏青儿气得浑身发抖，她挣扎着想要后退，可身体却越来越不听使唤，视线也开始变得模糊。难道今日自己真的要清白不保，毁于此人之手？就在他意识即将沉沦的最后一刻，一道几分懒散的声音清晰地在庭中响起：我请的客人，你也敢动？是谁给你的胆子？许莹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整个人如遭雷击，猛地回头，只见庭外一道白衣身影缓步走来，不是江辰还能是谁？他走得很慢，明明没有任何灵力波动，却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他下一秒就会出现在眼前。江辰，许莹有点慌乱。江辰没有理他，目光越过他，落在了扶着停住，意识已经开始模糊的苏青儿身上，而后他才将视线慢悠悠地转回到许莹身上，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死人。许莹，你好大的胆子，这迷神香你是准备对苏姑娘做什么？江辰的语气很平淡，却让许莹浑身汗毛倒竖。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许莹强作镇定，大脑飞速运转，试图寻找破局之法。江辰，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明明是你准备这迷神香，我乃是发现你意图对苏小姐不轨，特来救苏仙子，没想到你竟恶人先告状。哦，江辰闻言竟真的露出思索的表情，随即点了点头，这个理由不错，只是可惜漏洞百出。江辰轻轻摇了摇头，其一，这厅雪庭是我约苏小姐来的，时间地点只有我和她二人知晓，你出现在这里本就太过巧合。其二，这迷神香乃是合欢宗的禁物，能乱人心神，化人灵力。我听说你早年游历时与合欢宗的一位妖女有过一段不清不楚的露水情缘。江辰每说一句，许莹的脸色便白上一分。你胡说八道！胡说！江辰笑了。那我再告诉你一件事，3天前子时，你在密室中炼制此香时，曾自言自语，说要将苏青儿采其原因，助你突破瓶颈，再夺我圣子之位。这话需要我重复一遍给你听吗？轰！这句话让许莹大脑一片空白。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那是在他最隐秘的密室里说的话，四周布下了数十道隔音和屏蔽神识的阵法，绝无可能外泄。除非江辰不是人。许莹眼中迸发出汹涌的杀意。事已至此，唯有杀人灭口。江辰，受死！许莹怒吼一声，一股狂暴而血腥的气息从他体内喷薄而出，修为竟在瞬间从6境元婴巅峰强行拔高到了半步化神的层次。给我死！许莹化作一道残影，一拳轰出，拳风呼啸，空间都因此微微扭曲。他身后的2名心腹也同时暴起，一左一右祭出法宝攻向江辰的要害。面对这雷霆万钧的合力一击，江辰甚至还抽空打了个哈欠，一股气息从他体内轰然爆发，不再是平日里那般温和内敛，而是纯粹的霸道的魔气。轰！整个听雪庭都在剧烈震颤，庭外的地面寸寸皲裂，无数黑色的魔气自江辰脚下升腾而起，到眼天魔体毫无保留的释放。那2名内门弟子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他们手中的法宝发出一阵哀鸣，灵光暗淡，竟像是被这股魔威吓得瑟瑟发抖。扑通，2人连一息都没能坚持住，便双腿一软，直接跪倒在地，连头都抬不起来。7境化神巅峰的威压对他们而言与天威无异。许莹看向江辰的眼中也是充满了难以置信，他知道江辰突破了7境，却没想到竟然已经强到了这个地步。这股气息甚至不比一些长老要差，这真的是一个年轻人能拥有的力量吗？逃！这是许莹脑中唯一的念头。他没有丝毫犹豫，转身便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山下疯狂逃窜。想走？江辰的嘴角勾起笑意，我让你走了吗？他甚至没有动，只是抬起了右手，对着许莹逃离的方向遥遥一握。啊！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响起，只见已经逃出100米开外的许莹，身体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凭空定在了半空中。他周身的护体灵光如同纸糊的一般，瞬间破碎。咔嚓咔嚓，骨骼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他四肢以一种诡异的角度扭曲着，鲜血从七窍中狂涌而出。下一刻，那只无形的大手猛地一拉，许莹整个人被硬生生地从半空中拽了回来，像一条死狗般重重地砸在了江辰的脚下。江辰缓缓抬起脚，
踩在了许莹那张因为痛苦和恐惧而扭曲的脸上，轻轻捻了捻。现在，你还觉得你能杀得了我吗？江晨走到许莹面前，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她狰狞的脸颊。啪！声音不大，却像是最响亮的耳光，抽在许莹的尊严上。不要杀我，圣子，我错了，我一时糊涂，求你饶我一命。许莹彻底崩溃了，她想跪下，身体却动不了，只能用眼神苦苦哀求。饶你！江晨歪了歪头，似乎真的在考虑这个问题。他看了一眼已经彻底昏迷、软倒在地的苏青儿，又看了一眼许莹，忽然笑了。也好。江晨的手掌轻轻按在了许莹的丹田上，许莹眼中闪过一丝劫后余生的狂喜。然而下一秒，一股力量涌入了她的气海。啊！许莹又发出了一声凄厉惨叫。她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苦修数百年的修为，正在那股力量的冲刷下寸寸碎裂，快速消散。废！她被废了。江晨收回手，看都懒得再看一眼烂泥般瘫倒在地的许莹，转身走向苏青儿。江九，一道鬼魅般的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身后。处理干净。江晨淡淡吩咐道。是。江九沙哑地应了一声，拖起如同死狗一般的许莹和另外2人消失在树林深处。从头到尾，江晨都没有亲手杀一人，可这比杀了他们更让许莹痛苦。亭子里再次恢复了安静。江晨走到苏青儿身边，弯腰将她横抱而起。苏青儿身体柔软，带着一股淡淡的楚子幽香，入手的感觉比想象中还要好。她看着怀中那张因为药力而泛着红晕的绝美脸庞，欣赏了起来。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反派任务第2阶段英雄救美，任务完成度完美，成功揭露许莹伪君子面目，并在天命之女最绝望之时以碾压姿态降临，完美塑造了强大、神秘、深不可测的形象。任务奖励：反派点数8000点，气运指数加400，特殊道具姻缘红线，一次性消耗品，已发放。当前反派点数12000。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系统，这姻缘红线现在能用吗？江晨在心中问道。报告宿主，当然可以。姻缘红线的作用原理乃是直接作用于目标的神魂本源，与目标的意识是否清醒无关，甚至在目标意识模糊的状态下使用，效果更佳，能将初始好感度最大化。系统的声音带着一股怂恿的味道。宿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趁热，啊呸，趁现在，赶紧用了吧。江晨低头看了看怀中毫无防备的苏青儿，念头一动，使用姻缘红线。叮！姻缘红线使用成功，绑定目标。苏青儿，一道虚幻红线从江晨的指尖飞出，悄无声息地没入了苏青儿的眉心。苏青儿的眼睫毛轻轻颤动，缓缓睁开了双眼。她猛地坐起身，环顾四周。这是一间极为宽敞雅致的寝殿，殿内的陈设不多，却无一不是精品。这是哪里？昏迷前的记忆开始慢慢涌现出来，听雪婷、许莹、迷神香，以及最后那道白色身影。江晨，苏青儿的心猛地一紧，她豁然低头，飞快地检查自己的身体。纱裙完好无损，她立刻内视己身，体内的灵力运转流畅，那股诡异的香毒早已被清除得一干二净，原因稳固，并无半分亏损的迹象。她完好无损。苏青儿怔住了，心中涌起一股复杂难明的情绪。她本以为落入江晨手中，下场绝不会比落在许莹手里好多少。毕竟在林凡哥哥的描述中，江晨是个比许莹更加卑劣无耻的魔头。可他什么都没做。就在他失神之际，寝殿的门被轻轻推开，江晨缓步走了进来。他穿了一件玄色的宽松长袍，长发随意地披散着，少了几分身为圣子的威严，多了几分慵懒随性。他手中端着一个白玉托盘，上面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清茶。醒了。他将茶杯放在桌上，声音平淡。苏青儿下意识地抓紧了被子，身体紧绷，警惕地看着他。这里是哪里？你把我带到这里想做什么？圣子峰，我的寝殿。江晨拉开一张椅子坐下，自顾自地倒了杯茶。至于想做什么，苏小姐，你觉得一个男人把一个昏迷的美人带回自己的房间，通常是想做什么？他的话语带着几分轻佻，眼神却清明一片。苏青儿的脸颊疼得一下红了，又羞又恼。你无耻！比起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想用迷香行不轨之事的许莹，我这点口头上的无耻应该算不了什么吧。江晨抿了口茶，慢悠悠地说道。苏青儿被他一句话噎住了。的确，和许莹那禽兽不如的行径比起来，江晨的这点言语调戏简直称得上是君子了。可他还是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救我？他忍不住问道。我们怎么了？江晨像是听不懂一样，
苏小姐，还是不要想的太多比较好。苏青儿心中一滞，没有开口。至于为什么救你，江晨放下茶杯，抬眼看向他。第一，你是我约的客人，在我的地盘上出了事，传出去，我洪天圣子的脸面往哪搁？第二，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了几分，我单纯是看许莹那个蠢货不顺眼而已。这个理由简单直接，充满了属于江晨的傲气。苏青儿沉默了，他发现自己完全看不透眼前这个男人，他行事随心所欲，亦正亦邪，完全无法用常理来揣度。他心中的九窍玲珑心此刻也传来一种奇异的感觉。面对江晨时，他能感受到对方身上那如渊似海的恐怖力量和一种高高在上的漠然，却没有感受到林凡口中那种纯粹的恶意和怨毒。反而在靠近他时，自己的心跳会没来由的加速，甚至不那么排斥他的存在。就在店内气氛陷入一种微妙的寂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灵力波动，伴随着一声冰冷的呵斥：擅闯圣子峰者死！是江九的声音。苏青儿脸色一变，她感觉到了另一股气息，是他的护道人，是王博和李长老。他急忙看向江晨，江晨脸上并无意外，他站起身，不紧不慢地向外走去。苏青儿也顾不上许多，连忙掀开被子跟了出去。当他走出寝殿，便看到他苏家的2位护道长老此刻正被一个浑身笼罩在黑袍中的鬼魅身影压制得毫无还手之力。那黑袍人自然就是江九。江九手中没有兵器，只是双手化作残影，每一次出手都带着一股森然的死亡气息，逼得2位8境大成中期的长老连连后退，狼狈不堪。小姐，2位长老看到苏青儿从江晨的寝殿里出来，衣衫虽然整齐，但神情却有些恍惚，顿时目眦欲裂。孽障，你对我家小姐做了什么？老夫跟你拼了！王博怒吼一声，气息暴涨，便要施展拼命的秘法。住手！苏青儿急忙开口喝止。王博、李长老，你们误会了，是圣子他救了我。这话一出，2位长老愣住了。救了你？我们追踪着你的气息，一路找到圣子的寝殿。你现在跟我们说他救了你？我的小姐啊，你是不是被这魔头用什么妖法给控制了？小姐，你不要怕，有我们在，定会护你周全。李长老急切地说道，显然不相信苏青儿的话。我说的都是真的。苏青儿又急又气，她知道眼前的场景很容易让人误会，可她又无法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许莹对自己图谋不轨的事情说出来，那毕竟关系到她的清白和名声。她只能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一旁看戏的江晨。江圣子，求你让他们停手吧，这真的是一场误会。他的声音竟然带上了一点撒娇的意味，只是他自己没有察觉。江晨看着他焦急的模样，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江九，退下吧。他懒洋洋地挥了挥手。江九的身影一闪，悄无声息地退回到了江晨身后的阴影里，仿佛从未出现过。2位长老压力一轻，连忙冲到苏青儿身边，将她护在身后，警惕地看着江晨小姐，你没事吧？我没事。苏青儿摇了摇头，心中五味杂陈。她看着江晨，盈盈行了一礼。今日之事，多谢圣子出手相救。青儿，欠你一个人情，人情就不必了。江晨摆了摆手，我说了，我只是看许莹不顺眼，另外我也不喜欢别人擅闯我的地盘，这次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不与他们计较，下不为例。他的目光扫过那2名护道人，眼神平淡，却让2位成名已久的长老感到一阵心悸。既然你的护卫来了，想必也不需要我送了，请便吧。江晨下了逐客令，转身便走回了寝殿，竟是真的不再多看他们一眼。苏青儿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张了张嘴，却不知该说什么。小姐，我们快走，此地不宜久留。王博连忙催促道。苏青儿点了点头，在2位长老的护送下，怀着一肚子疑问和混乱的思绪离开了圣子峰。这个男人和林凡哥哥口中的那个卑劣小人真的是同一个人吗？回到内门的上等客院，苏青儿立刻平退了所有人，将自己一个人关在了房间里。王博和李长老在门外急得团团转，却又不敢打扰。他们看得出来，自家小姐从圣子峰回来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就不对劲。那不是受辱后的悲愤，也不是被胁迫的恐惧，而是一种迷茫还有混乱。老王，你说那江晨当真没有对小姐做什么？李长老忍不住传音问道。不好说。王博神情凝重，我探查过小姐的气息，元阴稳固，神魂清明，不像是被采捕或控制的迹象。可他看那江晨的眼神太奇怪了。是啊，非但没有恨意，反而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这事太蹊跷了。2人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将这一切都归咎于江晨那深不可测的手段上。房间内，苏青儿坐在窗边，怔怔地望着窗外，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对她的冲击太大了。先是许莹的伪善与卑劣，
让他见识到了人心的险恶。紧接着又是江辰的出现，以一种绝对强势，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姿态，颠覆了他之前所有的认知。他一遍遍地回想在听雪婷和盛子峰发生的一切，江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他废掉许莹时手段狠辣，毫不留情，可面对昏迷的自己，他又展现出了堪称君子的风度。他对自己的护道人态度傲慢，不屑一顾，可当自己开口求情时，他又真的挥手放行。这是一个极其矛盾的男人，他强大、自信、傲慢、狠辣，却又似乎有着自己的一套行事准则，不屑于去做那些鸡鸣狗盗的龌龊之事。这与林凡口中那个只会用卑鄙手段打压弱小、抢夺机缘的形象截然相反，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苏七儿忽然想起了林凡在向他哭诉时那双充满了戾气和怨毒的眼睛，又想起了他面对自己质问时那恼羞成怒、倒打一耙的狰狞模样。一个可怕的念头再一次从他心底浮现，并且这一次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晰。或许林凡哥哥对他撒了谎，至少他隐瞒了许多事情。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七儿，七儿，你开门啊！是我，是林凡的声音，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焦急和担忧。苏七儿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翻涌的心绪，起身打开了房门。门外，林凡一脸的焦急，他一看到苏七儿就立刻冲了上来，抓住他的肩膀，上下打量着。七儿，你怎么样？我听说你被江辰带去了盛子峰，他有没有对你做什么？你有没有受伤？他的关心是那么的真切，可苏七儿看着他，却感到一阵莫名的疏离。他不动声色地挣脱了林凡的手，退后一步，摇了摇头。我没事，林凡哥哥，你冷静点。没事？怎么可能没事？林凡的情绪很激动，那可是江辰，那个魔头，他把你带走，怎么可能什么都不做？青儿，你不要怕，你告诉我，他是不是威胁你了？你放心，就算拼了我这条命，我也要为你讨回公道。他义愤填膺，一副要为苏七儿拼命的架势。可这些话落在刚刚经历了一切的苏七儿耳中，却显得无比的讽刺。林凡哥哥，苏七儿的声音很平静，平静的有些冷。你知道在听雪婷想对我用迷香行不轨之事的人是谁吗？林凡愣了一下，不是江辰吗？是许莹。苏七儿一字一顿的说道，是你口中那个出手帮你恢复修为的许莹师兄。什么？林凡如遭雷击，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许师兄他怎么会？怎么不会？苏七儿看着他，眼神里第一次带上了失望。是江辰出现，废了许莹，救了我。这个事实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林凡的心上。他呆呆地看着苏七儿，大脑一片混乱。许莹要对七儿不轨，江辰救了青儿，这怎么可能？剧本不应该是这样的。是江辰，这一定都是江辰的阴谋。林凡的脸色瞬间变得狰狞，是他，一定是他设计陷害许师兄，然后自导自演了这出英雄救美的戏码，目的就是为了离间我们。青儿，你不要被他骗了，这个人心机深沉，狠毒无比。他拒绝接受现实，将所有的罪责再一次也是驾轻就熟的推到了江辰的头上。看着眼前这个双目赤红、已经陷入疯癫的男人，苏七儿的心一点一点的沉入了谷底。他预想过林凡的反应，或许是震惊，或许是愤怒，或许是自责，但他唯独没有想到他会是这样一种颠倒黑白、执迷不悟的反应。直到此刻，他关心的依然不是自己的安危，不是事情的真相，而是如何将脏水泼到江辰身上。记忆中那个虽然贫穷却善良坚韧，会为了他一句夸奖而脸红半天的少年，已经彻底消失不见了。林凡哥哥，苏七儿的声音充满了疲惫。你走吧。七儿，你说什么？林凡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你走吧。苏七儿转过身，不再看他，声音里不带一丝感情。我想一个人静一静。这冰冷的逐客令让林凡彻底懵了。他看着苏七儿决绝的背影，一股被背叛的愤怒和屈辱涌上心头。好，苏七儿，他咬牙切齿地低吼道，我明白了，你也被那个江辰给迷惑了是不是？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身份高贵，修为强大，比我这个废物强多了？所以你现在开始嫌弃我了，开始帮他说话了。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嫌贫爱富、见异思迁的女人。苏七儿的身体微微一颤，却没有回头，也没有反驳。哀莫大于心死。这一刻他对他已经彻底失望。滚！一个冰冷的字从他口中吐出。林凡的身躯巨震，他死死地盯着苏七儿的背影，那眼神充满了怨毒和不甘。你会后悔的，苏七儿，你一定会后悔的。我林凡发誓，总有一天
我要将江辰踩在脚下，我要让你们所有看不起我的人都跪在我面前忏悔。撂下这句狠话，林凡猛地一甩袖，带着满腔的恨意转身离去。他没有看到，在他转身的那一刻，苏七儿的眼角滑下了一滴晶莹剔透的泪珠。圣子峰上，万象星罗盘的光华缓缓散去，最终定格在林凡愿独离去与苏七儿泪珠滑落的背影上。江辰躺在床榻上，静静观看完了全程。多好的剧本！青梅竹马，因误会而生嫌隙，因现实而分道扬镳，最终反目成仇。这要是写成画本，在凡间怕是能卖疯了。他慢悠悠起身，喝了口茶，看不出来，这苏七儿看着温温柔柔，性子倒是挺烈。宿主，您这话说的，好像跟您没关系一样。系统适时的冒了出来，要不是您在中间搅风搅雨，人家小两口说不定现在还好好的呢。胡说！江辰义正言辞的反驳，我这是在帮助他们认清现实，提前结束一段注定没有结果的孽缘。你看，林凡认清了苏七儿真面目，苏七儿也看清了林凡执迷不悟的德性，我这是功德无量，是在做善事。宿主，我发现您的脸皮厚度已经快要可以修成墙了。江辰魂不在意的笑了笑，将杯中茶水一饮而尽。而且，狗系统，这不是你给我发布的任务吗？系统沉默了。叮，检测到天命之子林凡与天命之女苏七儿关系彻底破裂，林凡黑化值大幅提升。苏七儿对宿主的好感度因姻缘红线与英雄救美事件叠加，已进入萌芽阶段。反派任务第3阶段，也是最终阶段发布。天命断绝。任务目标1，在1个月后的圣地大比上，当着洪天圣地所有弟子长老以及前来观礼的各大势力面前，以绝对碾压的姿态彻底击溃林凡，摧毁其所有尊严与道心，令其万劫不复。任务目标2，在此期间持续攻略天命之女苏七儿，让其彻底倾心于你，心甘情愿地投入你的怀抱，完成反派对天命之女的终极掠夺。任务奖励：反派点数2万点，气运指数加1000。特殊奖励：大地稻谷。任务失败惩罚：宿主将被剥夺圣子之位，并被系统强制送入烟柳之地，作为头牌接客100年。江辰无视了失败惩罚，反正这狗系统每次都专门挑一些恶心他的。不过这次的奖励也确实丰厚的惊人。且不说那基本的反派点数，就单单那个大地稻谷，那可就是传说中的东西。若是能与自己融合，那潜力简直不可想象。未来登临地境，又多了一份把握。这任务我接了。江辰的眼中光芒闪烁。就在这时，一道黑影无声无息出现在他身后。圣子！江九的声音沙哑低沉。说。江辰没有回头，听雪庭之事已在圣地传开。江九言简意赅的汇报，如今弟子间流言四起，大致分为2派。一派认为是您设计陷害许莹，并强行将苏仙子掳至圣子峰，意图不轨。这一派大多是内门中与许莹交好，或是平日里就对圣主一脉心怀不满的弟子。另一派则认为许莹罪有应得，您出手是为清理门户。这一派多是核心弟子以及一些亲近圣主一脉的长老弟子。江九顿了顿，补充道：不过前一派的声音要大得多，毕竟许莹平日里伪装得极好，在普通弟子中声望不低，而您极为慎重，他们不敢当面议论，私下里却传得很难听。哦，都说些什么？江辰饶有兴致地问道。江九沉默了片刻，道：他们说您仗势欺人，霸占同门道侣，手段比之魔道，有过之无不及。哈哈！江辰闻言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放声大笑起来。对于这件事的真相到底如何，外界如何议论，这对他来说根本不重要。这笑声让江九都有些不解。有意思，真有意思。江辰站起身，走到崖边，俯瞰着云雾缭绕的圣地，让他们说得越大声越好，传得越广越好。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以为我江辰是个无耻魔头，就是要让所有人都同情那个可怜的林凡，为他鸣不平。他的声音在山峰中显得格外清晰。当一个人被捧得越高，被寄予的希望越大，那么当他从云端坠落，摔成一滩烂泥的时候，那场面不是才会更精彩吗？江辰转过身，脸上带着玩味的笑容。谣言有时候也是最好的武器，它能麻痹你的敌人，也能将你的朋友推向你想要的位置。江九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他不需要完全明白江辰的想法，他只需要执行。江辰随意的挥了挥手，外界说法不用理会，随他们说去吧。圣子，为何？不如让我去把那些人一并除了，免得这些人再玷污圣子声誉。江辰笑了笑，摆摆手，江九，你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就是声誉，他们说的越凶，对我就越是有利，你无需多虑，我自有打算。闻言，江九点点头，
不再多说。对了，许莹那3个废物处理的如何了？江辰随口问道。回圣子，已按您的吩咐废掉修为，扔进了万蛇窟。江九平静地回答。江辰满意的点了点头。去吧，继续盯着林凡和苏青儿，尤其是林凡，他应该还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惊喜的。是。江九的身影再次融入阴影，消失不见。随着江九的离开，只剩下江辰一人负手而立。现在他只需要静静等待，等待1个月后圣地大比的帷幕拉开。他很期待，当林凡发现自己费尽心机，在自己面前依然如同蝼蚁般不堪一击时，脸上会是怎么样的一种表情。他也同样期待，当苏青儿亲眼见证这一切时，那颗被姻缘红线牵动的心又会泛起怎样的涟漪。可别让我失望啊，林凡。江辰轻声呢喃。江辰的目光投向远处，这洪天圣地困不住他，他迟早是要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而现在拥有9窍玲珑心的苏青儿，他势在必得。滚！苏青儿那最后一个冰冷决绝的字，如同一把刀反复捅进林凡的心脏。他失魂落魄地回到自己那间破败的小院，一脚踹开房门，屋内的桌椅板凳在他狂暴的灵力冲击下瞬间化为齑粉。苏青儿，你这个贱人！林凡双目赤红，他无法接受那个曾经跟在自己身后用崇拜的眼神看着自己的青儿，如今会用那种看垃圾一样的眼神看着他，会为了江辰那个仇人让他滚。嫌贫爱富，见异思迁，不就是因为他江辰是圣子吗？不就是因为他修为比我高吗？你给我等着，你们都给我等着！他疯狂咆哮着，发泄着心中的屈辱与怨恨。他恨江辰，恨他抢走了自己的一切，他更恨苏青儿，恨他的背叛，恨他的绝情。这种由爱转生的恨意，甚至比对江辰的仇恨更加刻骨，更加灼心。我要杀了你，江辰，我一定要杀了你！还有你，苏青儿，我要让你跪在我面前，为你的所作所为摇尾乞怜的忏悔。怒吼过后是死一般的沉寂。林凡瘫倒在废墟之中，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眼中只剩下无尽的疯狂与绝望。他该怎么办？凭他现在的实力，别说杀了江辰，连圣子峰都上不去。江辰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他。等，潜心修炼。不，他等不了了，他一天都等不了。他一想到江辰可能正在圣子峰上对苏青儿做了什么，一想到苏青儿可能在江辰身下婉转承欢，他的心就像被1万只蚂蚁啃噬，痛不欲生。实力，我需要实力，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林凡的眼神变得无比狰狞。就在这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猛地从怀中掏出一枚古朴的戒指。这是他奇遇的开端，但此刻他想到的却不是戒指里的师傅，而是在得到这枚戒指时一同被他发现的另一个东西。他神念一动，一个巴掌大小，通体漆黑，刻满了诡异魔纹的铁盒出现在他手中。这铁盒一出现，整个房间的温度都仿佛下降了好几度，一股阴冷邪恶的气息从中散发出来。小子，你要做什么？一道苍老凝重的声音在林凡的脑海中响起。戒指中的老者魂体浮现出来，死死地盯着林凡手中的铁盒。此乃是心魔丹，以亿万生魂精血炼制而成，霸道无比。吞之虽能短时间内获得强大力量，但心智将被魔气侵蚀，神魂受万魔啃噬，最终沦为行尸走肉，永世不得超生。老者的声音充满了严厉的警告。你疯了不成？竟想动用此物？疯！林凡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满是嘲弄。老师，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跟疯了又有什么区别？我的一切都没了，我的尊严，我的女人，全都被江辰那个杂碎夺走了。你让我怎么冷静？你让我怎么甘心？你不是说我是天命之子吗？可为什么我却像条狗一样，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为什么？他声嘶力竭地质问着，将所有的不甘与怨气都发泄在了老者身上。老者看着他扭曲的面容，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无力与失望。痴儿！老者叹了口气，苦口婆心劝道，修行之路本就多有坎坷，一时受挫算得了什么？只要道心不灭，坚守本心，终有拨云见日的一天。你天资不凡，又有老夫从旁指点，何愁将来不能报此血仇？将来是什么时候？林凡狂笑起来。等我辛辛苦苦修炼到能和他抗衡的时候，苏青儿和他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不要将来，我只要现在。我就是要在1个月后的大比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江辰踩在脚下。我要让他尝尝我所受的屈辱，我要让苏青儿知道，他选择的男人不过是个废物。他的话让老者彻底心寒，他发现自己这个徒弟心性已经彻底扭曲了。他所追求的早已不是什么公道，而纯粹是发泄和报复。为了这个目的，他可以不惜堕入魔道。林凡，
你若吞下此丹，你我师徒之情便到此为止。老者的声音变得冰冷，老夫一生光明磊落，绝不与魔道妖人为伍。他想用师徒情分做最后的挽留，然而他低估了林凡此刻的疯狂。师徒之情。林凡惨然一笑，好啊，那就到此为止吧，反正我这个天命之子也是个笑话，你跟着我也只会蒙羞。说罢，他不再有任何犹豫，猛地就打开了铁盒，一股浓郁到化为实质的血腥魔气从盒中喷涌而出。一颗龙眼大小，漆黑如墨，表面像有无数冤魂在嘶吼的丹药静静地躺在其中。仅仅是看着这颗丹药，林凡就感觉自己的神智开始恍惚，耳边响起了无数诱人堕落的靡靡之音。吃下它，你将获得无上神力；吃下它，所有看不起你的人都将匍匐在你的脚下。林凡眼中最后的清明被彻底吞噬，他抓起那颗是心魔丹，毫不犹豫地塞进了嘴里。不可！老者发出一声绝望的呐喊。丹药入口即化，一股无法形容的狂暴力量，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在他体内炸开。啊！林凡发出一声凄厉惨叫，整个人蜷缩在地，浑身青筋暴起，皮肤下仿佛有无数条黑色的虫子在疯狂钻动。他的七窍之中流淌出黑色的血液，他的血肉、经脉、骨骼乃至神魂都在被那股霸道的魔气疯狂地撕裂重组。极致的痛苦让他恨不得立刻死去，但强烈的仇恨却支撑着他最后一丝意识，让他死死地咬着牙承受着这非人的折磨。戒指中老者的魂体暗淡无光，他闭上了眼睛，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罢了罢了，此子已非良材。从林凡吞下那颗魔丹的这一刻起，他的命运便已经注定。无论他能否在圣地大比上战胜江辰，他都输了，输掉了自己的未来，输掉了自己的所有。而这一切，正在圣子峰上喝茶的江辰自然是不知道的。他只是隐隐感觉到林凡那代表着气运之子的星光似乎暗淡了许多，并且染上了一层不祥的黑红色。哦，这是终于忍不住开始走捷径了吗？客院的静室中，苏七儿盘膝而坐，但心绪却久久无法平静。那一日的决裂，那一句滚，像是抽干了他所有的力气。他没有想象中的痛苦，反而有一种尘埃落定的疲惫。他为之伤心流泪的不是失去林凡，而是失去了那段自己珍藏了多年的纯真美好的记忆。那个记忆中的少年终究是变了，现在他的脑海中反而时常会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另一道身影，那道白衣胜雪，立于听雪亭，于危难之际从天而降的身影，那道慵懒坐在自己寝殿，言语轻佻，眼神却清澈如镜的身影。江辰这个名字像一根无形的丝线缠绕在他的心头，他想不通他为何要救自己，也看不透他那矛盾而复杂的行事风格。他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让他感到危险，却又忍不住想要靠近，想要探究。尤其是每当想起他，他的心跳就会没来由的加速，脸颊也会微微发烫。这种陌生的情愫让他感到慌乱，又有一丝莫名的期待。小姐，门外传来王伯恭敬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进来吧。苏七儿整理了一下心神，恢复了平日里清冷淡然的模样。王伯和李长老一同步入房中，两人的神情都有些严肃。小姐，王伯公深行了一礼，率先开口：您出来也有些时日了，那林凡之事既已了结，家中族老传讯，催促我们早日回去。李长老也附和道：是啊，小姐，圣地毕竟不是我们苏家的地盘，您在此地多留一日，便多一分变数。尤其是您和圣子之间的传闻已经在圣地闹得沸沸扬扬，再待下去于您的名声有损。他们的话让苏七儿的心猛地一沉。回去。不知为何，当听到这两个字时，他心中竟涌起一股强烈的不舍。他不想走，这个念头一冒出来，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他为何不想走？这里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是林凡带给他的伤害，还是圣地里那些不怀好意的目光？不，都不是。他只是不想就这么离开。他感觉自己如果现在走了，一定会错过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小姐。王伯见他沉默不语，不由得又轻声唤了一句。苏七儿回过神来，他没有直接回答，反而问了一个看似不相干的问题。王伯，洪天圣地的宗门大比是不是快要开始了？王伯愣了一下，虽不知小姐为何突然问起这个，但还是如实回答，回小姐就在1个月后。届时不仅是洪天圣地内部的较量，东荒许多顶级势力也都会派人前来观礼，算是一场盛事。1个月后，苏七儿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光亮。大比之上，林凡与江辰必定会有一场了断。他想亲眼看看，他想看看那个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的林凡最终会是怎样的下场。他更想看看那个让他完全看不透的江辰又会有怎么样的行动。我决定了。
苏七儿抬起头，目光清澈而坚定，我要留下来观看这次的圣地大比。什么？王伯和李长老同时惊呼出声，脸上写满了不解和急切。小姐，万万不可！李长老急道：洪天圣地大比，鱼龙混杂，您金枝玉叶，何必去凑这个热闹？更何况林凡和江辰的恩怨与您已经无关了。是啊，小姐，王伯也急忙劝阻，您留下来只会让那些流言愈演愈烈，到时候别人都会说您是为了看江辰圣子才滞留不走，这传回家族，让家主如何看待？他们是真的急了，自家小姐一向知书达理，怎么这次却如此任性？他们几乎可以肯定小姐动了凡心，而对象正是那个最不该招惹的江辰圣子。面对两位护道人的焦急，苏七儿却显得异常平静。他知道他们担心什么，也知道自己的决定在他们看来有多么离经叛道。王伯、李长老，你们听我说。他的声音放得很轻。第一，林凡之事因我而起，也当由我亲眼见证其终结。我不是要插手，我只是需要一个结果来彻底斩断我与他之间最后的因果，否则此事实成我心魔。这个理由合情合理，让两位长老无法反驳。第二，苏七儿说到这里微微停顿了一下，那白皙的脸颊上飞起一抹红晕。听雪婷之事，江圣子与我有救命之恩，这个恩情我必须还。如今他与林凡即将对决，我若不告而别，岂非忘恩负义，不知礼数？我留下来既是了结旧怨，也是偿还恩情。待大比试了，我自会随你们回去向父亲请罪。他将自己的决定包装得冠冕堂皇，无懈可击。王伯和李长老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无奈。他们知道小姐说的这些都是借口，什么斩断因果，什么偿还恩情，真正让他留下来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江辰。他们的小姐那颗被誉为九窍玲珑、不染凡尘的心，恐怕是真的陷进去了。唉，王伯在心中长叹一声。事已至此，他们还能说什么？小姐心意已决，他们若是强行带她走，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既然小姐心意已决，那老奴遵命。王伯最终还是妥协了，他躬身道：不过此事老奴必须如实禀报家主。另外，在大比结束前，请小姐务必不要再与圣子私下接触，以免再生事端。这是他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我明白。苏七儿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他们的条件。两位长老行了一礼，忧心忡忡地退了出去。进室之内再次只剩下苏七儿一人。他走到窗边，目光不由自主地望向了圣子峰的方向。他知道自己留下来的决定很冲动，很任性，但他不后悔。他只是想再多看看他，看看那个傲慢却又在不经意间闯入他心里的男人。1个月后的圣地大比究竟会是怎样一番光景？苏七儿的心中第一次对未来生出了期待。林凡的小院废墟中死寂无声，他蜷缩在地上，身体剧烈抽搐着，喉咙里发出嘶吼。戒指中老者的魂体虚影静静看着这一幕，最后的一丝期盼也终于彻底消散。老者没有再开口劝说什么，只是默默收回了目光。轰！一股惊天动地的气息猛然从林凡的体内爆发开来。林凡缓缓从地上站了起来。7境化神后期，仅仅一颗丹药就让他从6境元婴初期一步跨越了整整一个大境界，甚至达到了7境化神后期。力量，这就是力量。林凡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强大灵力，发出一阵大笑。哈哈哈哈！江辰，1个月后，圣地大比，我要你死，我一定要你死。与此同时，听雪婷发生的事情，经过几天的发酵，早已在洪天圣地内部传得沸沸扬扬，版本无数。有说圣子江辰与苏家仙子在听雪婷私会，被许莹撞破，圣子恼羞成怒，杀人灭口；有说许莹本就欲行不轨之事，结果反被圣子清理门户；更有甚者，将林凡、苏七儿、许莹、江辰4人编成了一出精彩绝伦的爱恨情仇大戏，说书人讲起来都得添油加醋，分上中下3集。但无论哪个版本，许莹身死道消都成了一个公认的事实。这个消息自然也传到了许莹的师尊天玄道人的耳中。洪天圣地长老峰深处，一座被重重禁制笼罩的洞府，石门轰然炸裂。吼！一声饱含着无尽怒火的咆哮，如同9天惊雷，响彻了整个长老峰区域。一股属于9境圣人境后期的恐怖威压，如山崩海啸般席卷而出。是谁？是谁杀了无图？一个须发皆张、身穿赤色道袍的老者悬浮于空，双目赤红。正是洪天圣地3长老天玄道人。他一生未有子嗣，早已将天赋出众又懂得讨他欢心的许莹视如己出，倾囊相授。如今听闻爱徒惨死，他如何能忍？一名负责看守洞府的执事
战战兢兢地飞上前来，跪在空中，颤声道：“启禀三长老，据传闻，许寅师兄是在听雪亭被圣子所杀。”江辰，天玄道人听到这个名字，滔天的怒火更盛。圣主一脉与他们这些长老一脉，本就明争暗斗多年，他早就看那个行事霸道又不思进取的圣子不顺眼了。好一个圣子，好一个江辰！天玄道人怒极反笑，笑声中充满了森然的杀意。杀我弟子，还敢传得人尽皆知，这是根本没把我天玄放在眼里。他以为他是圣子，老夫就不敢动他吗？话音未落，天玄道人整个人化作一道贯穿天地的赤色长虹，没有丝毫的犹豫，径直朝着圣子峰的方向暴冲而去。他甚至没有去求证事情的真伪，也没有去找圣主理论。在他看来，自己的弟子死了，而凶手指向江辰，这就足够了。他今天就要亲手废了这个所谓的圣子，为自己的爱徒讨回一个公道。整个洪天圣地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动了，无数道神识，无数双眼睛都汇聚向了他所指向的目标——圣子峰。圣子峰上，江辰正坐在崖边的躺椅上，悠闲地喝着江九刚刚泡好的茶，感受到那股毫不掩饰直冲自己而来的圣人威压，他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他轻轻吹了吹杯中的热气，茶刚泡好就自己送上门来，真是扫兴。赤色长虹撕裂云海，裹挟着焚山逐海的恐怖威势，瞬息之间便降临至圣子峰上空。天玄道人圣人境后期的威压毫无保留地倾泻而下，整座圣子峰的山体都在嗡嗡作响。江辰，给老夫滚出来受死！怒吼声如同实质的音波，震得空间都泛起层层涟漪。然而预想中圣子峰阵法齐开，严阵以待的场面并未出现。整座山峰静悄悄的，崖边那个白衣胜雪的年轻人甚至还安稳地躺在椅子上，慢条斯理地喝着茶。这种极致的无视，比任何反抗都更让天玄道人怒火中烧。小畜生，安敢如此辱我！他暴喝一声，抬手便是一掌拍下，一只由火焰灵力构成的擎天巨手当空形成，带着足以拍碎山岳的力量，朝着江辰当头压下。就在此时，一道鬼魅般的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江辰身前。江九只是平静地抬起了右手，一拳递出，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就是这么平平无奇的一拳，那足以让寻常八境大成修士绝望的巨掌竟开始寸寸碎裂湮灭。天玄道人瞳孔骤然一缩，他死死地盯着那个黑袍人。实境和道境，而且绝不是出入河道那么简单。江辰身边何时有了这等级别的护道人？江辰此时才缓缓放下茶杯，从躺椅上坐起身，懒洋洋伸了个懒腰。三长老，火气这么大，是闭关太久憋不住，来我这发癫。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传遍了整座山峰，也传到了那些用神识窥探此地的无数人耳中。天玄道人脸色一沉，厉声喝道：庶子，你设计杀害同门，手段残忍，形同魔道，今日老夫便要替天行道，清理门户。江辰站起身，目光平静地与天玄道人对视。三长老，你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许莹在听雪亭部下合欢宗竟要迷神香，欲对苏家小姐行不轨之事，人证物证俱在。苏家小姐是我邀请的客人，许莹的事被我撞破，她恼羞成怒，对我出手，以下犯上，我将她就地正法。这叫清理门户，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我设计陷害？江辰的声音不疾不徐，条理清晰。你……天玄道人一时语塞。他出关之后怒火攻心，根本没去了解细节，此刻被江辰当众点出，顿时有些下不来台。我什么我？江辰的眼神陡然转冷，还是说三长老觉得你那宝贝徒弟图谋不轨是理所应当，我身为圣子维护圣地颜面反倒成了罪过？一派胡言！天玄道人强行辩解，我图许莹品性高洁，温文尔雅，岂会做那等龌龊之事？分明是你觊觎苏家女娃，故意栽赃陷害。品性高洁，江辰嘴角的讥讽意味更浓了。一个与合欢宗妖女不清不楚，私藏禁药的家伙，在你口中竟成了品性高洁。三长老，你这识人的眼光可不怎么样啊！江辰的话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天玄道人的脸上。周围用神识窥探的众人也是一片哗然。他们虽然早有猜测，但从江辰口中得到证实，还是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尤其是迷神香和合欢宗妖女这些字眼，瞬间让许莹那谦谦君子的形象碎了一地。巧舌如簧！天玄道人怒喝一声，不管你怎么说，你杀我弟子是事实，今日你必须给老夫一个交代。交代？江辰眉毛一皱，你想要什么交代？很简单。天玄道人眼中杀机一闪，废你修为，让你也尝尝我徒儿的痛苦。哦，
江晨点了点头，表情认真地思考了片刻，然后笑了。这个交代我给不了，不过既然三长老今天兴致这么好，大老远跑来我这圣子峰做客，我若是不好好招待一番，倒显得我这个做晚辈的不懂礼数了。话音刚落，江晨轻轻打了个响指，嗡，整座圣子峰在这一刻仿佛活了过来，一道道肉眼看不见却又真实存在的阵法纹路从山体各处亮起，瞬间交织成一张铺天盖地的巨网，一股古老磅礴到令人窒息的威压轰然降临。这是江胜天亲手加持的护山大阵，其威力远非天玄道人所能抗衡。天玄道人脸色巨变，他感觉到自己周身的灵力在这股威压下竟被压制得寸寸收缩，体内的灵力运转都变得迟钝起来。江晨，你想做什么？你敢对我出手？他惊怒交加地吼道。江晨摇了摇头，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三长老说笑了，我只是想请你为今日的冲动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借着此阵，江晨缓缓抬起手，对着天玄天道人凌空一握。啊！天玄道人惨叫一声，一股力量攥住了他的神魂。他那身为9境圣人强者的尊严在这一刻被碾得粉碎。圣子峰是我的地盘。江晨的声音冰冷，不是你想来就能来，想走就能走的。今天我就教三长老一个乖，跪下！你休想！天玄道人目眦欲裂，拼尽全力抵抗。江晨手掌微微用力，扑通！在无数道神识的注视下，洪天圣地德高望重、威名赫赫的三长老天玄道人双膝一软，竟真的不受控制的朝着江晨的方向重重跪了下去。客院静室之内，苏七儿正在打坐调息。然而当那股属于天玄道人的圣人威压冲天而起，直指圣子峰时，他猛地睁开了双眼。那股威压中蕴含的滔天怒火与森然杀意是如此的清晰，让他的一颗心瞬间揪紧。是冲着江晨去的。这个念头如同闪电般划过他的脑海。听雪庭之事，许莹身死，他的师尊又岂会善罢甘休？苏七儿再也坐不住了，他豁然起身，脸上一片焦急。他知道江晨很强，甚至能轻易废掉元婴巅峰的许莹，可这次找上门的是一位成名已久的9境圣人。江晨再强，终究只是化神境，如何能与一位圣人抗衡？万一他出了什么事？一想到这个可能，苏青儿便感觉一阵心慌意乱，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不行，我得去看看。他没有丝毫犹豫，提起裙摆便要向外冲去。小姐，不可！王博和李长老的身影如同瞬一般出现在门口，拦住了他的去路。两位长老的脸上满是凝重与不赞同。小姐，那是圣地长老与圣子之间的争斗，您掺和进去做什么？李长老急切地劝道，天玄道人正在气头上，您现在过去只会引火烧身。是啊，小姐。王博也沉声道，您忘了您答应过我们什么吗？在大比结束前不再与圣子私下接触。如今圣子峰已成是非之地，您万万去不得。他们能理解小姐的担忧，可这份担忧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这已经不是什么偿还恩情了，这分明是关心则乱。让开！苏七儿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严厉。王博、李长老，你们难道忘了此事因我而起？若非为了救我，江晨又怎会与天玄道人结下死仇？如今他有难，我若安坐于此袖手旁观，我苏七儿成什么人了？我得到心何安？他的话让两位长老哑口无言。道理是这个道理，可他们守护的是苏七儿的安危，而不是江晨的死活。看着苏七儿那双写满了焦灼与坚定的双眼，两位长老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苦涩与无奈陷得太深了。他们的小姐，那颗9窍玲珑心已经彻底被那个名为江晨的男人给占了。小姐，即便您要去，也请让我们2人陪同。王博最终还是退了一步，他知道今天他们是拦不住了。好。苏七儿急忙点头，他现在只想立刻赶到圣子峰。3人化作流光，以最快的速度朝着圣子峰的方向飞去。一路上，苏七儿的心都悬在嗓子眼，他不断在心中祈祷，祈祷江晨千万不要出事。那种发自内心的担忧是如此的真切，连他自己都感到陌生。他从未如此担心过一个人，即便是当年的林凡，也不曾让他这般牵肠挂肚。然而当他们终于靠近圣子峰时，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得停在了半空中。没有想象中的山崩地裂、法术对轰，整座圣子峰安静的有些过分。而更让他们感到头皮发麻的是，在圣子峰的山门前，洪天圣地大名鼎鼎的3长老天玄道人竟然跪在那里。他低着头，浑身气息萎靡，那身标志性的赤色道袍上沾满了尘土，狼狈不堪。而在他对面崖边之上，那道白色的身影负手而立，衣摆飘飘，神情淡漠地俯视着。这是怎么回事？苏七儿怔住了，
王伯和李长老更是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他们设想了无数种可能，甚至做好了将臣不敌，他们要出手强行带走苏七儿的准备，却唯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种结果。一位9境圣人后期的强者气势汹汹地杀上门来，结果就这么跪了。就在他们震惊失神之际，崖边的江辰像是感觉到了什么，缓缓转过身，目光穿透云雾，精准地落在了苏七儿的身上。四目相对，苏七儿的心猛地一跳，当看到江辰那双深邃平静的眼眸时，他那颗悬了一路的心终于落回了实处。他没事，这个念头让他瞬间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喜悦与放松，甚至连眼眶都有些微微发热。江辰看着他那副又惊又喜，还带着几分后怕的模样，嘴角不受控制的微微上扬。他没有说话，只是对着他轻轻招了招手。苏七儿的脸颊疼的一下就红了，他几乎是下意识的就想飞过去。小姐，王勃急忙拉住了他，传音道：不可，您看那场景，圣子明显占据了上风，您现在过去，立场何在？岂不坐实了那些流言？苏七儿的脚步一顿，理智告诉他王勃说的是对的，可他的目光却怎么也无法从那道白色身影上移开。尤其是当他看到江辰脸上那抹似笑非笑的表情时，他感觉自己的心跳漏了半拍。就在他犹豫不决时，江辰平淡的声音清晰地传入了他的耳中：无妨，哎，无妨，哎。清晰地落入苏七儿的耳中，声音平淡，却带着一种魔力，让他瞬间挣脱了王勃的前置理智在疯狂叫嚣着不妥，可他的身体却比理智更诚实。在王勃和李长老错愕的目光中，苏七儿化作一道流光，裙摆飞扬，义无反顾地落在了圣子峰的崖边，落在了江辰的身前。你……苏七儿一落地便急切开口，想问他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可话到嘴边，看着他那张带着笑意的脸，又不知该从何说起。一路上的焦灼担忧，在看到他安然无恙的这一刻，尽数化作了涌上脸颊的热意，让他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你这么急匆匆地跑过来？江辰看着他那副又急又羞的模样，心情大好，故意逗他，是怕我受伤？我不是。苏七儿几乎是脱口而出的反驳，脸颊更红了。他想解释自己只是担心，可这话在此时此景下又显得太过暧昧。他咬着唇，一双清亮的眸子瞪着他，竟带上了几分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娇嗔。这副模样比他平日里清冷淡然的样子更多了几分动人的烟火气。江辰轻笑一声，不再逗他，转而柔声道：看到你这么担心我，就算真受点伤也值了。这句突如其来的情话像一根羽毛，轻轻搔刮着苏七儿的心尖尖。他低下头，不敢再看江辰的眼睛，两只手紧张地绞着衣角。周围那些用神识窥探的人本以为会上演一出好戏，结果戏没看成，反倒被强行塞了一嘴凉。尤其是苏家的2位护道人王勃和李长老，看着自家小姐那副怀春少女的模样，心都凉了半截。完了，自家这颗水灵灵的白菜算是彻底被拱了。江辰享受了片刻苏七儿的娇羞，这才慢悠悠地将目光重新投向了下方跪着的天玄道人。前一刻还温言软语的脸，在转头的瞬间便附上了一层寒霜。三长老可知错？冰冷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天玄道人浑身一颤，他能感觉到那股镇压着他的磅礴阵法之力，随着江辰的问话又加重了一分。神魂被无形的大手攥住，仿佛下一刻就会被捏碎。尊严、颜面、圣人的骄傲，在赤裸裸的死亡威胁面前一文不值。他死死地咬着牙，牙龈都已渗出血来，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老夫知错。这几个字抽干了他全身的力气，也抽走了他身为圣人最后的尊严。他知道，从今天起，他天玄道人将成为整个洪天圣地乃至整个东域的笑柄。哦，江辰挑了挑眉，对这个回答有点意外，错在何处？天玄道人猛地抬头，眼中喷出无尽的怨毒与屈辱。这江辰竟要他当着所有人的面亲口说出自己的过错，这是何等的羞辱！老夫错在不该不问青红皂白，擅闯圣子峰，对圣子出手。天玄道人几乎是咬碎了牙才说出这番话，江辰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脸上的笑容重新变得温和起来，仿佛刚才那个咄咄逼人的不是他一样。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他语气轻松地说道：今日念你修行不易，又为圣地立下过汗马功劳，我便小惩大戒。若有下次再敢擅闯圣子峰，莫怪我不认得你这张老脸。话音落下，江辰轻轻一挥手，嗡，笼罩在天玄道人身上的那股恐怖威压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天玄道人只觉得浑身一轻，那被压制的近乎凝固的灵力重新在经脉中流淌起来。他猛地从地上站起，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死死地盯着江辰，那眼神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可他终究没敢再放一句狠话。刚刚那神魂被拿捏，生死不由己的感觉，
太过恐怖。他毫不怀疑江辰真的敢杀他。哼！天玄道人最终只是从鼻子里发出一声饱含无尽怨毒的冷哼，猛地一甩袖袍，化作一道狼狈的赤红，头也不回地逃离了圣子峰。看着他仓皇离去的背影，江辰嘴角的笑意更浓了。然而就在天玄道人气息彻底消失在天际的下一刻，江辰脸上的血色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他身形微微一晃，喉头一甜，一丝嫣红的血迹不受控制地从嘴角溢了出来。他终究只是七境化神，即便借助了圣子峰的大阵，要强行镇压一位9境圣人后期并逼其下跪，对他神魂和灵力的消耗也是一个天文数字。若是问起为什么不让江九直接出手镇压，原因也很简单，装逼。江辰身旁的苏青儿一直紧张地注视着他，此刻见他吐血，顿时花容失色，惊呼一声，想也不想便上前一步，伸出柔仪扶住了他摇摇欲坠的身体。温香软玉入怀，少女的体香沁人心脾。江辰顺势将大半个身子的重量都靠在了他娇柔的肩膀上，感受着那份柔软和弹性，苍白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没事，死不了。都吐血了还说没事。苏青儿又气又急，眼眶都红了。她看着江辰那苍白的脸，心中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心疼。她没有丝毫犹豫，手腕一翻，一个精致的玉瓶出现在手中。她倒出一枚通体晶莹、散发着浓郁生命气息的丹药，不由分说地递到江辰嘴边。这是我们苏家的玉兰绕魂丹，有奇效，你快服下。苏青儿的声音急切。江辰看着近在咫尺的绝美脸庞和那双写满了担忧的清澈眼眸，心中微动。他没有拒绝，顺从地张开嘴，将那枚珍贵无比的丹药含了进去。丹药入口即化，化作一股温润而磅礴的暖流，迅速涌向他几近枯竭的气海。江辰舒服地长出了一口气，干脆闭上眼睛，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美人的搀扶和顶级丹药的滋润。这一幕让远处观望的王伯和李长老彻底放弃了抵抗。王伯捂着胸口，感觉心有点疼。那可是玉兰绕魂丹啊，整个苏家算上老祖宗私藏的，也不超过5指之数，每一颗都是能从阎王手里抢命的至宝。自家小姐就这么眼都不眨的喂给了一个外人，这哪里是还人情，这分明是把自己的心都掏出去了。崖边的风吹动着两人的衣袂和发丝交织在一起。苏青儿感受着肩膀上传来的重量和耳边男人平稳下来的呼吸声，一颗心也安定下来。玉兰绕魂丹的药力极为惊人，不过片刻功夫，江辰苍白的脸色便恢复了红润，枯竭的气海也重新充盈起来。他缓缓睁开眼，恰好对上苏青儿那双近在咫尺依旧带着几分担忧的眸子。他甚至能看清他纤长的睫毛和眼眸深处倒映出的自己的身影，气氛一时间有些旖旎。江辰直起身子，离开了那片让他有些流连忘返的温软。多谢苏小姐的丹药。他活动了一下筋骨，脸上又挂起了笑容。苏青儿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下意识地退后半步，轻轻摇了摇头，是我该谢你才对，若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好了，江辰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我说了，我只是看许莹不顺眼，至于天玄老道，他自己跑来找死，与你无关，你没必要把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他顿了顿，看着苏青儿，眼神忽然变得认真了些。苏小姐，你只要记住，你是我江辰的客人，在这洪天圣地就没人能动你，谁动谁死。这番霸道至极的宣言，换作旁人说出来只会被当成笑话，可从刚刚逼跪了一位圣人的江辰口中说出，就带着一种令人心安的幸福力。苏青儿的心再次被狠狠地触动了一下，她怔怔地看着江辰，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良久的沉默后，她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深吸一口气，终于问出了那个一直盘旋在她心底的问题。江辰，1个月后的圣地大比，你会杀了他吗？他口中的他不言而喻，自然是林凡。这个问题是他为曾经的自己所求的最后一个答案。他已经彻底斩断了对林凡的情愫，可那个记忆中的少年终究是他生命里无法抹去的一段过往。江辰闻言并不意外，他转过身，重新望向崖外翻涌的云海，声音平淡，杀不杀他从来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他自己。蝼蚁的命运本就该由踩着他的人来决定，可如果这只蝼蚁非要不知死活地跳到你的脚下，张牙舞爪地挑衅你，你说是该一脚踩死，还是该绕路而行？他没有直接回答，却用一个反问给出了最清晰的答案。菜不是原罪，但菜又认不清现实，那就是已有取死之道。苏青儿听懂了，他看着江辰那挺拔的背影，那股视众生为刍狗的傲慢，此刻在他眼中竟不再那么刺眼，反而多了一种理所当然是啊，林凡哥哥，不，林凡他陷入魔障，他所做的一切都应该自己负责。苏青儿心中最后的一丝挂念，也随着这山间的风彻底烟消云散。
他不再多言，只是静静地站在江辰身后，陪着他一起看那云卷云舒。天玄道人气势汹汹闯圣子峰，结果反被逼下跪，颜面尽失的消息也不知道是谁添油加醋地传了出去。不到半天时间，便如一场风暴席卷了整个洪天圣地。一时间，圣地内所有弟子、执事乃至长老都陷入了巨大的震撼之中。那些原本还在私下里为许英明不平、诋毁江辰仗势欺人的弟子，瞬间噤若寒蝉，一个个夹起了尾巴，生怕哪句话传到那位煞星圣子的耳朵里，落得个何许莹一般的下场。而那些本就崇拜江辰的核心弟子们，更是激动得无以复加。圣子威武，连九境圣人说跪就跪，这是何等风采！什么叫霸道？这就叫霸道。我辈修士当如是。以前我还觉得圣子有些不近人情，现在看来，那是对敌人。没看到圣子对苏仙子多温柔吗？流言蜚语的风向一夜之间彻底逆转。江辰魔头的名声依旧在，但其中却多了敬畏，少了诋毁。甚至在许多女弟子眼中，这种强大、霸道又懂得护着自己人的男人，简直充满了致命的吸引力。至于长老一脉，更是陷入了一片死寂。天玄道人的惨状，如同一盆冰水，浇灭了他们所有的小心思。他们这才惊觉，这位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的圣子，已经成长到了这种地步。在这样一种诡异而又压抑的气氛中，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洪天圣地100年一度的宗门大比，终于拉开了帷幕。这一日，圣地护山大阵洞开，钟鸣九响，响彻云霄。无数道强大的气息从天南海北而来，降临在洪天圣地。东域各大顶级宗门、不朽皇朝、远古世家都派出了人前来观礼。一艘艘造型各异的非洲、神辇、战车遮天蔽日，停靠在圣地外的云海之上，场面恢宏壮阔。其中，一艘通体由星辰晶石打造，散发着皎洁月华的华美非洲，尤为引人注目。非洲之上，南宫2字的古老道纹。舱门打开，一位面容儒雅、气息深不可测的中年男子当先走出，正是南宫世家的当代家主南宫卓。而在他身后，一道绝美的身影缓缓步出。他身穿一袭淡蓝色的宫装长裙，身姿高挑，曲线曼妙，3000青丝如瀑般垂落，不施粉黛的容颜却美得令人窒息。她的气质清冷如月，淡漠如仙，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九天玄女降临凡尘。正是江辰的未婚妻南宫明月。她一出现，便瞬间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无数年轻俊彦看着那道绝美的身影，眼中都流露出惊艳与爱慕之色。南宫明月对此早已习惯，神情没有丝毫变化。他清冷的目光扫过下方人声鼎沸的洪天圣地，不知为何，心中竟泛起一丝他自己都说不清的波澜。这1个月来，关于他那位未婚夫的传闻，他也听到了不少。什么英雄救美、俘获苏家仙子芳心，什么霸道无双、逼跪9境圣人长老，这些传闻让他的心情颇为复杂。有对自己未婚夫与其他女子纠缠不清的淡淡不悦，也有一种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与有容焉的自豪。他很好奇，那个在自己面前总是一本正经又有些轻佻，却又总能看穿他心思的男人，如今又变成了什么样子？他的目光在人群中下意识地搜寻着。明月在想什么？南宫卓轻声问道。南宫明月收回目光，摇了摇头，没什么。对此，南宫卓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快看，是真传弟子们来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人群的目光齐刷刷地望向那片专属于洪天圣地核心人物的区域。一道璀璨的剑光携着奔雷之势从天边划破，瞬息而至，落在首席之位。光芒散去，露出一名身穿藏青色劲装、面容刚毅、眼神锐利如鹰的青年。他身形挺拔如松，仅仅是站在那里，一股凌厉无匹的剑意便自然散发。是萧天都师兄，武大真传之首。好强的气息，萧师兄的剑术恐怕已经真至化境了。一些弟子们爆发出热烈的欢呼，眼中满是崇敬。萧天都对周围的喧嚣充耳不闻，他目光如电，第一时间便落在了圣子席位上那个慵懒的身影上。江辰感受到了他的注视，抬起眼帘与他对视了一眼，然后百无聊赖地挪开了目光。萧天都眉头微不可察的一皱，随即恢复闭目养神。紧接着，一片冰晶雪花毫无征兆地在空中凝结，飘然落下。名身穿纯白舞服，长发高高竖起，身段窈窕，面容却冷若冰霜的女子踏着虚空一步步走来。她每一步落下，脚下都会绽开一朵冰莲，周遭的温度都随之骤降。宋凝雪师姐，她的阵法造诣据说已经能困杀8境大成初期的强者了。真是个冰山美人，只可远观啊！宋凝雪目不斜视，在萧天都身旁的位置坐下，整个过程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随后，一道青影与一道粉影几乎同时出现，
青影的主人是一位容貌清丽、气质娴静的女子，正是青灵河。她对着相熟的几位长老微微颔首，便寻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而那粉影则是一个穿着花哨、面容俊美的有些阴柔的男子温燕。他一落地，一双桃花眼滴溜溜地乱转，在场中的美貌女弟子和英俊男弟子身上来回扫视。啧，今年的新进弟子里倒是有几个不错的苗子。温燕摇着扇子，对身旁的青灵河低声笑道：“师妹，你看那边那个穿粉色裙子的小姑娘，水灵灵的，还有那边那个剑眉星目的小子，根骨也不错嘛。”青灵河眼皮都没抬一下：“师兄若是在胡言乱语，小心被抓去面壁。”温燕撇了撇嘴，悻悻然地收回了目光。5大真传除去许莹，已全部到齐。就在这时，9声悠远而威严的钟鸣自洪天殿深处响起，传遍四野。一股浩瀚如渊的威压从天而降，所有人都感到心头一沉，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只见洪天殿正上方的空间微微扭曲，一道身穿金色龙纹长袍、头戴紫金冠、面容威严的中年身影凭空出现，正是洪天圣地当代圣主江胜天。他目光扫过全场，那眼神仿佛能洞穿人心。100年一度，圣地大比，规矩照旧。江胜天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响在每个人耳边。外门、内门、真传3轮角逐，最终胜出的前10位弟子可获真传弟子之资格。真传弟子中亦可相互挑战，决出排名。他顿了顿，目光落在了江辰身上。圣子江辰无需下场，待所有挑战结束，最终排名前5者可挑战圣子之位。此言一出，全场哗然。这规矩与往届大不相同。往届圣子虽地位尊崇，但也需下场与其他真传弟子较量，以示公正。而这一次，圣主竟直接将江辰摆在了最后的位置上。萧天都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波动，他猛地睁开眼，望向江胜天，最终却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周身的剑意变得更加凝实。江辰对此倒是无所谓，反而乐得清闲。他打了个哈欠，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靠在椅背上，感觉有些无聊。这大比一层层打上来，一时半会也结束不了，自己岂不是要在这里干坐着？他无聊的目光在场中随意扫视，很快便定格在了南宫世家的方向。那道凌川而立的淡蓝色身影，清冷如月，绝世而独立，即便在万千人群中，也依旧是那般耀眼。仿佛心有灵犀，南宫明月也正好朝他这边看了过来。四目相对，江辰的嘴角不受控制地扬了扬，对着他无声地做了个口型：“想我了吗？”南宫明月那清冷的眸子瞬间泛起一丝波澜，他看懂了，这家伙还是和以前一样不正经。他的脸颊上飞起一抹极淡的红晕，旋即他抿了抿唇，有些羞恼，又有些莫名的慌乱，率先移开了目光，假装看向别处。只是那微微绷紧的侧脸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江辰轻笑一声，正觉得有趣，却忽然感觉到身侧投来一道幽幽的目光。他转过头，便看到苏青儿正静静地看着他。方才他与南宫明月那短暂的互动，一丝不落地被他看在了眼里。苏青儿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江辰却能感觉到他周身那原本温润柔和的气息似乎凉了几分。他放在膝上的双手不知何时悄然握紧，一种陌生的酸酸涩涩的情绪悄无声息地从心底蔓延开来。他知道那个女子是谁，南宫世家的天之娇女，东域有名的绝色仙子，江辰指腹为婚的未婚妻。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自己呢？自己又算什么？一个被他从泥潭里拉出来，成了他恩情的过客。苏七儿的心有些乱了，他低下头看着杯中浮沉的茶叶，第一次感觉这茶水竟有些苦涩。他这边的情绪变化自然也落入了江辰的眼中。江辰心中暗笑，啧，宿主修罗场啊，系统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冒了出来。一个正牌未婚妻，一个被您用红线牵着的天命之女，您这碗水可不太好端平哦。江辰抿了口茶，神色不变。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大比开始。随着江胜天一声令下，10座擂台上的阵法光芒大盛，宣告着这场东域盛世的正式开幕。下方的战台上打的是热火朝天，凌厉爆鸣之声此起彼伏。但在高处的观礼台上，真正的大人物们却都显得有些意兴阑珊。江辰更是看得昏昏欲睡，干脆直接闭上了眼睛。胜天兄，你这圣地的弟子实力似乎比100年前又强了不少啊。南宫卓放下茶杯，笑着对江胜天说道。南宫兄过奖了。江胜天面色平静，不过是些小辈间的胡闹罢了，真正的较量还没开始呢。他的话音刚落，下方一座战台上胜负已分。一名核心弟子仅仅用了3招，便将对手的护身法宝击碎，一脚踹下了战台。紧接着仿佛是约好了一般，属于真传弟子的战斗陆续开始。下一场，
真传弟子萧天都对阵内门弟子赵钱。随着执事长老的声音响起，全场的目光瞬间汇聚到了一座站台之上。萧天都缓步走上站台，依旧是那副古井无波的模样。他的对手，那名叫赵钱的内门弟子，手持一柄长枪，额头上已经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面对这位大师兄，他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赵师弟，请。萧天都言简意赅，请师兄指教。赵钱大吼一声，给自己壮了壮胆，浑身灵力催动到极致，一枪刺出，枪出如龙，带起阵阵风雷之声，声势倒也颇为不凡。然而萧天都只是静静地看着，直到那枪尖即将触及他衣角的刹那，他才动了。没有人看清他拔剑的动作，只听到枪的一声清鸣，一道快到极致的剑光一闪而逝。赵钱前冲的身形戛然而止，他手中的长枪从中断为两截，一道细微的血线从他的脖颈处浮现，他僵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冷汗从额角滑落。你败了。萧天都收剑入鞘，转身走下站台，整个过程不超过3个呼吸，全场先是一片死寂，随即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喝彩声。太强了，我根本没看清萧师兄是怎么出剑的，这就是真传第一的实力吗？恐怖如斯。紧接着宋宁雪的比赛也开始了，他的对手同样是一名核心弟子，自知实力差距巨大，干脆一上来就祭出了压箱底的防御法宝，一个巨大的金色中影将自己牢牢护住。宋宁雪只是抬起玉手，凌空轻点，嗡，以他的对手为中心，一座繁复玄奥的冰蓝色阵法凭空浮现，瞬间将他笼罩。刺骨的寒意弥漫开来，那名弟子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一声，连人带那金色中影一同被冻成了一座晶莹剔透的冰雕。承让。宋宁雪淡然转身，翩然离去。而后青灵河与温燕也相继出手，青灵河的对手被无数藤蔓缠绕，动弹不得，乖乖认输。而温燕则更是离谱，他摇着桃花扇，一边躲闪着对手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一边嘴里还念念有词。哎呀，这位师弟，你这套拳法使得虎虎生风，就是下盘不太稳啊。哎呦，小心小心，你左边空门大开，这可不行。脾气这么暴，找不到道理的哦。他的对手被他气得哇哇大叫，章法大乱，最后被温燕用扇子在屁股上轻轻一拍，直接飞出了站台，摔了个狗吃巴巴。4位真传弟子，4场战斗全都是以绝对碾压的姿态轻松取胜，这让在场的弟子们对真传2字的含金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就在这时，一道截然不同的气息出现在了其中一座站台之上，那是一名面容普通的青年，但他的眼神却充满了疯狂与怨毒，周身更是缭绕着一层若有若无的黑红色雾气，给人一种极度不祥的感觉。正是林凡。是林凡，那个内门弟子林凡，他怎么也上场了？他的对手是李牧师兄吧？那可是6境元婴后期的好手。这林凡的气息好诡异，让我感觉很不舒服。人群中议论纷纷。站台上，李牧看着对面的林凡，眉头紧锁。他同样感受到了那股邪异的气息，心中警兆大声。林师弟，你……他刚想说些什么，林凡却根本不给他机会。死！林凡喉咙里发出一声咆哮，整个人化作一道黑红色的残影，瞬间跨越了数十丈的距离，出现在李牧面前。他没有使用任何法宝，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拳轰出，拳头上浓郁的魔气翻涌，仿佛有无数冤魂在嘶吼。李牧骇然失色，急忙催动全身灵力，在身前布下层层防御。然而这些足以抵挡同阶修士全力一击的防御灵光，在林凡那魔气森森的拳头面前，却如同纸糊的一般被瞬间撕裂。噗！拳头结结实实地印在了李牧的胸口，李牧的胸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凹陷下去，整个人如同一颗炮弹般倒飞而出，重重地砸在站台边缘的防护光罩上，又滑落在地，口中鲜血狂喷。他挣扎了2下，便彻底昏死过去，生死不知。一拳，仅仅一拳便重创了一名6境元婴后期的内门弟子。全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林凡这血腥霸道的一幕给镇住了。林凡站在站台上，胸膛剧烈地起伏着，他感受着体内汹涌澎湃的力量和众人那惊惧的目光，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涌上心头。他缓缓抬起头，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穿过重重人群，死死地锁定了最高观礼台上那道悠闲喝茶的白色身影。他抬起手，对着江晨的方向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怨毒、疯狂、挑衅，毫不掩饰，整个广场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在林凡和江晨之间来回移动。疯了，这个林凡是彻底疯了，他竟敢当着全圣地乃至全东荒大能的面公然挑衅圣子。然而面对这赤裸裸的挑衅，江晨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他仿佛根本没有看到林凡，也没有感受到那道怨毒的目光，他只是侧过头，将目光投向了不远处的苏青，嘴角甚至还带着笑意。这极致的无视，比任何愤怒的回应都更具杀伤力。林凡脸上的得意与疯狂瞬间凝固。江晨，他忍不住咆哮出声。而苏青儿在感受到江晨的目光后，他对视了一眼，轻轻叹息一声，便收回了目光。他的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慌乱，也没有了迷茫，只剩下一种尘埃落定后的淡然。看着站台上那个疯了一般的林凡，他的心中再也泛不起一丝波澜。林凡那一声咆哮显得格外刺耳。高台之上，各大势力的掌权者们看着站台上那个浑身散发着邪异魔气的青年，皆是眉头微皱，神色各异。江兄，此子似乎有些不对劲啊。天元神朝的皇主，一名身穿九龙黄袍的中年男子沉声开口。魔气入体，心性已失，不过是个被力量冲昏了头脑的蠢货罢了。江胜天端坐主位，面色冷淡，他自然看出了林凡身上的问题，但却并不在意。一个连自己心性都守不住的废物，就算短时间内获得了强大的力量，也终究只是昙花一现，成不了气候。他更在意的是自己儿子那副云淡风轻的态度，面对如此挑衅还能稳坐钓鱼台，甚至还有闲心去逗弄女娃，如今这份心性让他这个做父亲的感到十分满意。另一边，南宫卓看着这一幕，眼神中闪过一丝金光。他看了一眼身旁依旧面无表情但握着茶杯的指节却微微泛白的女儿，又看了一眼与苏青儿眉来眼去的江晨，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他端起茶杯对江胜天遥遥一敬，传音道：胜天兄，贤侄如今不仅修为大进，这桃花运似乎也旺盛得很呐。江胜天闻言哈哈一笑，传音回道：年轻人嘛，风流一些不算什么大事，只要他拎得清主次就行了。两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站台之下，戒指中的老者魂体感受到林凡身上那股再也无法掩饰的噬心魔气，发出一声长长的充满了失望的叹息。他知道从林凡吞下那颗魔丹开始，这个徒弟就已经毁了，简直是胡闹。真传弟子的席位上，萧天都冷哼一声，眼中毫不掩饰的厌恶。他并非针对江晨，而是看不惯林凡这种为求力量不择手段堕入魔道的行为。在他看来，这是对修士二字的玷污，更是对洪天圣地声誉的践踏。此等魔念，若是让他继续猖狂下去，我圣地的脸面何存？宋凝雪的声音也如他的人一般冰冷，若是在后面的比试中遇上，我会亲手清理门户。一旁的温燕摇着扇子，难得收起了那副玩世不恭的表情，啧啧感叹：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可惜啊可惜。青灵河依旧沉默不语，只是那双恬静的眸子里也多了一抹凝重。江晨自然也感受到了周围那些或探究或凝重或幸灾乐祸的目光，他却毫不在意，只是饶有兴致地看着苏青儿。如何？看到他现在这副样子，心中可还有半分不忍。江晨的传音清晰地传入到了苏青儿的耳中。苏青儿娇躯一颤，缓缓抬起头，迎上江晨那双仿佛能看透人心的眼睛。他摇了摇头，声音很轻，眼神却很坚定。他已经不是我认识的林凡哥哥了，现在的他已经变得让我太陌生了。他顿了顿，鼓起勇气反问道：你真的会杀了他吗？江晨笑了，我说过，这取决于他自己。他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热气。不过看他现在这副急着投胎的模样，我若是不成全他，倒显得我妇人之仁了。这番话听起来残忍，却让苏青儿那颗一直悬着的心彻底落了下来。叮，检测到天命之女苏青儿心结彻底解开，对宿主的好感度大幅提升，已进入清新阶段。恭喜宿主，反派任务第2阶段完成度 80%。 系统的提示音在江晨脑海中响起。江晨的嘴角扬起一抹满意的笑容，他放下茶杯，终于将目光第一次正式地投向了站台上的林凡。林凡也感受到了这道目光，他浑身一震，以为自己的挑衅终于起了作用，脸上不由得露出一抹狞笑。然而他却从江晨的眼神中看不到丝毫的愤怒、凝重或者忌惮，那眼神里只有纯粹的戏弄，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在俯视着一只自以为是的蝼蚁，在欣赏着他那可笑而徒劳的挣扎。这种眼神比无视更加伤人，比蔑视更加屈辱啊！林凡感觉自己的尊严被彻底碾碎，他仰天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周身的黑红色魔气不受控制的暴涨开来，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癫狂恐怖。肃静！执事长老暴喝一声，属于8境大成境的威压降下，强行压制住了林凡暴走的气息。林凡胜，下一场。执事长老深深地看了林凡一眼，宣布了结果。林凡喘着粗气，死死地瞪着江晨，
最终还是被2名执法弟子带下了站台，带到一旁休息，实则是看管起来。接下来的比试虽然依旧精彩，但众人的心思却已经不在这上面了。所有人都知道，这场大比真正的看点已经变成了圣子江辰和林凡还有真传弟子之间的角逐。很快，第1轮的比试全部结束，第2轮的对阵名单也迅速地出现在了广场中央的巨大水幕之上。当看到其中一个对阵时，全场再次哗然。林凡对阵真传弟子温彦，这个对阵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却又在情理之中。一个是新晋崛起、手段狠辣的新秀，一个是成名已久、圣地的真传弟子。这场对决不仅仅是2个人之间的战斗，更像是一场正与魔的提前碰撞。温彦看着水幕上的名字，面色不变，只是缓缓握住了手中的扇子。而被执法弟子看管起来的林凡，在看到这个结果后，却是咧开嘴，发出一阵低沉而疯狂的笑声。温彦，真传弟子，很好，很好，杀了你，我就是新的真传弟子。江辰，你看到了吗？我会一步一步把这些人全都踩在脚下，然后再来取你的狗命。他的眼中已经没有了丝毫的理智，只剩下纯粹的杀戮和复仇的欲望。站台之上，光芒亮起，温彦一身粉色长衫，骚包依旧。他唰的一声展开手中的桃花扇，对着台下抛了个媚眼，引来一阵女弟子的尖叫和男弟子的白眼。另一边，林凡缓缓走上台，他每走一步，脚下的石板都仿佛被一股无形的阴冷气息侵蚀，留下一道淡淡的黑印。他周身环绕的黑红色雾气比之前更加浓郁，那双眼睛里除了怨毒再无他物。广场上的喧嚣在2人登台的瞬间诡异地安静下来。林师弟，你好啊。温彦摇着扇子笑眯眯地开口，那双桃花眼上下打量着林凡，啧啧有声，师弟这气质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就是不知你体内那股力量用起来会不会折寿啊。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全场，这话可谓是诛心发言。林凡的瞳孔猛地一缩，脸上肌肉抽搐，发出低吼：聒噪！话音未落，他脚下地面轰然炸裂，整个人裹挟着浓郁的魔气直冲温彦而去，速度之快远超寻常化神境修士。哎呦，脾气这么大！温彦嘴上调侃，脚下却不见丝毫慌乱。他身形一晃，轻飘飘地向后退开数丈，显直又显得避开了林凡这是大力沉的一击。林凡一击落空，反手又是一爪抓出，5道漆黑的爪印封锁了温彦所有的退路。师弟，打打杀杀的多不好，有什么想不开的，跟师兄我说说嘛。温彦身形滴溜溜一转，手中的桃花扇舞出一片残影，竟巧妙地拨开了那凌厉的爪印，再次退开。他一边躲闪，一边嘴里倒是还没停下。是不是因为苏家仙子不要你了？哎，这事吧，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你看你现在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哪个姑娘家见了不害怕？你闭嘴！林凡被气得要发疯，攻击愈发狂暴，拳锋、爪影、魔气凝聚的刀刃，如同狂风暴雨般倾泻向温彦。高台之上，苏七儿看着站台上那个面目狰狞、疯狂攻击的林凡，放在膝上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他不是心疼，也不是不忍，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悲哀。那个曾经会为了给他摘一朵山花而跑遍整座山的少年，真的再也回不来了。他下意识地侧过头，看向远处的江辰。江辰正端着茶杯，神情悠闲，就跟在看一场好戏一样。察觉到他的目光，他转过头来，对着他微微一笑，传音道：你看，疯狗咬人是不需要理由的。苏七儿的心没来由的一颤，他轻轻点头，收回了目光，心中的涟漪也渐渐平复。另一边，南宫明月临窗而立，清冷的目光同样落在站台之上。他看着温彦那看似狼狈，实则游刃有余的身法，又看了看林凡那大开大合、毫无章法可言的攻击，秀眉微蹙。他不关心林凡的死活，他只是在思考，如果换作是自己，该如何应对这种力量诡异且悍不畏死的对手。随即，他的目光不受控制地飘向了圣子席位。那个男人正侧着头，对着苏七儿传音说着什么，嘴角还挂着一抹他从未见过的柔和笑意。南宫明月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他告诉自己，这没什么，他们是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妻，是2大势力的利益结合，他不该有，也从不屑于有那些小女儿家的情绪，可心中却还是泛起了一丝连他自己都诧异的酸涩。站台上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林凡久攻不下，耐心早已耗尽，他身上的魔气越来越盛，甚至在他的背后隐隐凝聚成一个模糊的魔神虚影。温彦，你只会躲吗？林凡咆哮着，双目赤红如血。师弟此言差矣。温彦一个漂亮的后空翻，
躲开一道魔气光束，稳稳落地，依旧笑嘻嘻的。我这不是躲，是爱的魔力转圈圈。我在用行动告诉你，人生在世，不要总是一条道走到黑，要懂得转弯，懂得变通。你看圣子，他就很懂得变通，以前他多高冷啊，现在不也知道陪女孩子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聊到修行哲学了吗？你再看看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打杀杀，喊打喊杀，难怪苏仙子会选圣子，不选你，这都是有原因的。温燕这番话如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啊！我要杀了你！林凡彻底失去了理智，他仰天长啸，周身的血肉开始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蠕动，一股远超之前的恐怖气息轰然爆发。魔神降！他背后的魔神虚影在这一刻瞬间凝实，那虚影抬起巨大的手掌，带着足以碾碎山岳的力量，朝着温燕当头拍下。这一击已经超出了化神境的范畴，无限逼近了大成境。广场上所有人都骇然失色，就连一直闭目养神的萧天都也猛地睁开了双眼，锐利的目光死死锁定在那巨大的魔神手掌之上。高台之上，有人脸色沉了下来。胡闹！他刚要出手阻止，却被江胜天一个眼神拦了下来。江胜天依旧稳坐，只是放下了茶杯，饶有兴致地看着温燕的表现，他就知道温燕肯定还没有用全力。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温燕脸上的笑容终于消失了。他叹了口气，收起了那副玩世不恭的模样。哎，本来还想多聊会儿的。他手中的桃花扇不知何时已经合拢，他单手持扇，对着那当头压下的魔神巨掌轻轻一点，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也没有璀璨夺目的光华，就是这么平平无奇的一点。然而下一刻，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巨大的魔神手掌在距离温燕头顶3尺之处骤然停滞，紧接着一道道细密的粉色丝线不知从何处出现，如同蛛网一般将那巨大的手掌牢牢缠绕束缚。红尘千丝绕，温燕轻声念道。那些粉色的丝线猛然收紧，轰！不可一世的魔神巨掌竟被这些看似纤细的丝线硬生生勒得寸寸碎裂，最终化作漫天黑气消散无踪。全场一片死寂，静，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幕。那足以威胁到大成境强者的恐怖一击，就这么被温燕用扇子轻轻一点就化解了。这是什么手段？你……林凡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他能感觉到自己与那魔神虚影之间的联系被一股柔韧却又无法挣脱的力量强行切断了。强行催动秘法的反噬让他喉头一甜，一口逆血喷了出来。师弟，都说了不要这么冲动嘛。温燕的身影鬼魅般出现在林凡身前，他手中的桃花扇已经抵在了林凡的眉心，扇骨冰凉的触感让林凡浑身一僵。他能感觉到，只要对方愿意，这柄看似风雅的扇子随时都能洞穿他的头颅，搅碎他的神魂。败了，自己动用了魔丹的力量，施展出最强一击，结果就这么败了。不，我不信！一股比之前更加疯狂的念头涌上了林凡的心头。他的双眼中血色彻底取代了眼白，一丝丝黑色的魔纹从他的脖颈处向上蔓延，爬满了他的脸颊。一起死吧！他嘶吼着，体内的灵力和魔气开始以一种自毁的方式疯狂逆转。他要自爆，一个被魔丹催生到化神巅峰的修士自爆，其威力足以将这座站台乃至小半个广场夷为平地。疯子！温燕的脸色终于变了，他没想到林凡居然疯狂到了这个地步。他有把握在林凡自爆前杀了他，但他同样也会被那股恐怖的能量波及，就算不死也绝对会身受重伤。为了一个大笔的排名，跟一个疯子以命换命，这笔买卖太不划算了。电光火石之间，温燕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他收回了扇子，向后飘出数丈，举起了手。停！我认输！我认输还不行吗？温燕的声音清清楚楚地响彻在每个人的耳边。什么？认输？整个广场瞬间炸开了锅。我没听错吧？温燕师兄认输了？为什么？他明明已经赢了，只要一扇子下去，那林凡就死定了。看不懂，完全看不懂。难道温燕师兄是手下留情？留情个屁！你没看到那林凡要自爆吗？温燕师兄这是怕被疯狗咬，惹不起躲得起啊！议论声、嘲笑声、不解声此起彼伏，就连准备出手的执事长老都愣在了原地。林凡体内那股狂暴的能量也因为温燕这突如其来的一嗓子，硬生生卡在了爆发的边缘，不上不下，憋得他脸色涨成了紫色。他死死地盯着温燕，那眼神仿佛要吃人。他赢了，可是这种赢比杀了他还难受。这根本不是胜利，这是羞辱，是对方根本不屑于与他为敌的施舍。噗！
一口鲜血喷出，林凡眼前一黑，竟直挺挺地向后倒了下去。温燕见状，拍了拍胸口，长出了一口气：“哎呦，吓死我了！”他摇着扇子，大摇大摆地走下站台，路过真传弟子席位时，还对着一脸冰霜的宋明雪和面色刚毅的萧天都挤了几眼。两位，这烫手的山芋就交给你们了。我这人不好打打杀杀，还是比较喜欢和平。萧天都冷哼一声，没有理他。宋明雪则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懦夫！”师姐此言差矣。温燕不以为意，凑到青灵河身边坐下，低声道：“我这叫明哲保身，智者所为。跟一个已经没了理智的疯子拼命，多傻啊！再说了，我又不图那第一第二的名头，只要保住我这真传弟子的位置，能多看看圣地里水灵灵的师妹师弟们，就心满意足了。”青灵河闻言，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最终还是没说什么高台之上。南宫卓抚掌轻笑：“哼，这位温贤侄倒是个妙人。”江胜天也是面露无奈，这小子一直就是这副德行。不过能在那种情况下果断做出最利于自己的选择，这份心性倒也难得。他们这些老狐狸自然看得出温燕的算盘。江晨端起茶杯，浅浅地抿了一口，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温燕的性格本就如此，让他为了圣地的荣誉去跟一个疯子拼命，他做不到。而这也正是江晨想看到的结果。他需要林凡这块又臭又硬的石头，去试试其他几位真传弟子的成色。他也需要林凡继续活着，继续疯狂，尽可能的继续让他多收割几回。叮，检测到宿主成功操纵剧情走向，天命之子林凡道新受辱，气运值大幅度下降。恭喜宿主获得反派点数5000点。系统的提示音悦耳动听。这场闹剧般的比试结束后，接下来的战斗就显得有些索然无味了。萧天斗的对手是一名实力不俗的核心弟子，但在他那霸道无匹的雷霆剑意之下，仅仅支撑了不到10招，便被一剑劈飞，干脆利落的认输。宋明雪的对手更惨，他还没来得及靠近，便被一座凭空出现的寒冰囚笼阵法困住，动弹不得，只能苦笑着投降。青灵河的战斗同样没有悬念，万千藤蔓拔地而起，将他的对手温柔地请下了站台。至此，第二轮比试全部结束，最终能够进入前5获得挑战资格的名单也正式出炉。洪天圣地5大真传弟子萧天都、宋明雪、青灵河、温燕4人毫无意外的全部在列，而最后一个名额则落在了那个虽然胜得狼狈，却也一路打上来的内门弟子林凡的身上。这个结果让整个广场的气氛都变得无比诡异。一个堕入魔道，比试中为了胜利不惜自爆的弟子，竟然真的杀进了宗门大比的前5，这在洪天圣地的历史上都是闻所未闻的。无数道目光有意无意地汇聚到了主位之上的圣主江胜天和圣子江辰的身上，所有人都想知道圣地高层会如何处理这个棘手的林凡。广场之上气氛压抑，江胜天坐在主位之上，面沉如水，看不出喜怒。他目光扫过下方神情各异的众人，最终落在了昏迷不醒、被执法弟子用锁链捆缚住的林凡身上。将他弄醒。威严的声音不容置疑。一名执法弟子立刻上前，取出一枚散发着清凉气息的丹药，塞入了林凡口中。丹药入口，林凡浑身一颤，猛地睁开了双眼。他眼中的疯狂与暴力还未褪去，挣扎着想要起身，却发现自己全身被一种特制的法宝锁链捆住，灵力被彻底封印。林凡，江胜天的声音如同天威，在林凡的脑海中炸响，你可知罪？林凡抬起头，对上江胜天那双仿佛能洞穿一切的眼眸，他非但没有丝毫畏惧，反而咧开嘴笑了。罪，我何罪之有？他环视四周，看着那些对着他指指点点的同门，看着高台上那些神情冷漠的长老，最后他的目光死死地锁定了江辰。我只是想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一切，我只是想让那些瞧不起我、欺辱我的人付出代价，这也算罪吗？若这便是罪，那我林凡认了。这番话让在场的许多弟子都皱起了眉头。都到这个时候了，他竟然还不知悔改，冥顽不灵。江胜天冷冷地吐出4个字，眼中闪过一丝杀机。父亲。就在这时，江辰却突然开口了。他从座位上站起身，缓步走到高台边缘，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林凡。宗门大比，规矩便是规矩。江辰的声音平淡清晰。他既然凭本事打进了前5，便拥有了继续比试的资格。若此时将他定罪，岂不是让天下人笑我洪天圣地，连区区一个弟子都容不下，随意更改规则？此言一出，全场哗然。谁也没想到圣子江辰竟然会为林凡说话，就连林凡自己都愣住了，一脸错愕地看着江辰，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江胜天深深地看了自己儿子一眼，瞬间便明白了江辰的用意。杀一个疯了的林凡没有任何意义，但让一个疯了的林凡在万众瞩目之下被他亲手以绝对碾压的姿态才死，那意义就完全不同了。臣儿言之有理。他点了点头，威严的声音再次响起：大比继续。林凡暂且压下，待其比试时再解开封印。是。执法弟子领命，将挣扎咆哮的林凡拖了下去。一场风波就这么被江辰轻描淡写地化解了。短暂的休整之后，大比的最后一轮终于开始。前5名的最终排位战，规则很简单，抽签轮战，胜者积1分，败者不得分，最终按积分排名。第一场，青灵河对阵温燕，两人上台相视一笑：师妹请，师兄请。然后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两人同时对着执事长老拱了拱手：我们平局。执事长老嘴角一抽，但还是宣布了结果。这两人，一个喜静不喜斗，一个压根就对排名没兴趣，会做出这种决定倒也在情理之中。第二场，萧天都对阵宋宁雪，这才是真正的强强对决。一个是真传第一，剑出如雷，霸道无双；一个是阵法天才，兵锋千里，掌控全场。两人没有一句废话，直接开打。剑光与冰晶碰撞，雷鸣与霜冻交织，整座战台一半是狂暴的雷海，一半是死寂的冰雾，两股截然不同却又同样强大的力量疯狂地互相碰撞，湮灭这场战斗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最终还是萧天都技高一筹，他一剑破开了宋宁雪的阵法，剑尖停在了他的咽喉前。我说了。宋宁雪面色有些苍白，但眼神依旧平静。承让。萧天都收剑，这场战斗让所有观战者都大呼过瘾，而接下来的几场也基本没有悬念。萧天都毫无疑问地战胜了青灵河与温燕，宋宁雪也轻松击败了另外两人。很快，轮战便只剩下了最后一人林凡。执法弟子将他带上战台，解开了他身上的封印。重获力量的林凡第一件事便是将那怨毒的目光投向了萧天都。在他看来，只要战胜了这个真传第一，他就能证明自己才是最强的。萧天都，可敢与我一战？林凡嘶吼道。然而抽签的结果却是宋宁雪对阵林凡。宋宁雪面无表情地走上战台，看着对面那个浑身散发着不祥气息的林凡，眼中闪过一丝厌恶。堕入魔道，如我圣地声明，你该死。他声音冰冷，没有给林凡任何开口的机会，直接抬起了手。阵起冰域。嗡！一座比之前困住核心弟子时复杂了10倍不止的巨大阵法瞬间成型，将林凡笼罩。无尽的寒气从四面八方涌来，林凡发现他身上的魔气在这股极致的寒意下竟被压制得寸寸收缩，皮肤表面凝结起一层厚厚的冰霜。他疯狂地催动魔丹的力量，想要冲破阵法的束缚。然而宋宁雪只是平静地站在阵外，双手不断变换法诀，阵法之中的寒气越来越重，林凡的动作变得越来越迟缓，他身上的冰层也越来越厚。最终他整个人被彻底冻成了一座黑色冰雕，生机断绝。清理门户。宋宁雪淡淡的说了一句，便要转身下台。然而就在这时，咔嚓一声轻微的碎裂声从那黑色冰雕之上传来。宋宁雪脚步一顿，猛地回头，只见那冰雕之上裂开了一道缝隙，紧接着第二道、第三道轰，冰雕轰然炸裂，一股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狂暴、更加混乱的气息冲天起。林凡毫发无损地站在原地，不，他都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了。他的身体膨胀了一圈，皮肤上布满了诡异的黑色魔纹，双眼之中是纯粹的、不含一丝理智的猩红。他抬起头，看向一脸凝重的宋宁雪：多亏了你，帮我彻底融合了这份力量。话音未落，他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宋宁雪瞳孔骤缩，心中警钟狂鸣，想也不想便在深州布下数层防御阵法。晚了。林凡的声音如同鬼魅在他的耳边响起，一只被黑色鳞片覆盖的利爪轻易地撕裂了他的护身阵法，印在了他的小腹之上。噗！宋宁雪如遭雷击，一口鲜血喷出，整个人倒飞而出，重重地摔下了站台全场。死寂。谁也没想到局势会发生如此惊天逆转。林凡站在台上，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力量，仰天狂笑。他目光扫过所有人，最终落在了那道白色的身影之上。江辰，下一个就是你。林凡狂笑，他站在站台中央，浑身魔气翻涌，那双猩红的眼眸扫过全场，最终死死地定在了圣子席位上，那道自始至终都未曾正眼看过他的身影。
江辰，下一个就是你！他咆哮着，声音里满是快意和力量膨胀后的自负。击败了宋宁雪，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连所谓的真传弟子也不过如此。只要杀光了这些人，最后再将江辰踩在脚下，他就能洗刷所有耻辱，夺回他失去的一切。全场的目光也在这瞬间齐刷刷地汇聚到了圣子席位上，那道自始至终都云淡风轻的白色身影之上。面对着毫不掩饰的挑衅，江辰终于有了动作。他缓缓放下了手中的茶杯，站起身。江辰没有立刻下场，而是侧过头对着江胜天微微一笑：“父亲，我去一趟。”江胜天看着江辰眼睛，点了点头，声音威严：“可。”得到许可，江辰这才迈开脚步。他没有施展任何身法，只是那么一步一步踏着虚空，缓缓走向站台。他每一步落下，一股无形的威压都会自他身上弥漫开来。广场上的喧嚣瞬间平息，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了那道缓步而行的白色身影之上。林凡看着越来越近的江辰，脸上的疯狂之色更甚。他体内的魔丹疯狂运转，力量在四肢百骸中奔涌，带给他一种能掌控一切的错觉。你终于肯下来送死了。林凡狞笑着。江辰终于落在了站台之上，站在林凡对面10丈之处。他看着林凡那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模样，脸上露出一抹笑意。林凡，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江辰没有理会他的叫嚣，反而温声开口道。林凡一愣，像一只掉进粪坑里，以为自己裹上了一身盔甲就天下无敌的蛆。你所谓的强大，不过是些见不得光的东西。你引以为傲的力量，在我眼中，甚至连让我多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江辰的声音平淡，却字字诛心。你找死！林凡的自尊心被彻底碾碎，他怒吼一声，整个人化作一道黑色闪电，一拳轰向江辰的面门。这一拳裹挟着足以撕裂虚空的魔气，比之前击败宋宁雪时还要强上3分。然而面对这狂暴的一击，江辰甚至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他只是伸出了2根手指，食指和中指。在无数道惊骇的目光中，那2根白皙修长的手指轻描淡写地夹住了林凡的拳头。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狂暴的魔气在接触到江辰手指的刹那，便如雪欲扬，消融的无影无踪。怎么可能？林凡脸上的狞笑凝固了，无论他如何催动力量，都无法再前进分毫，更无法挣脱。我说过，你的力量很弱。江辰的声音在林凡耳边响起，他手指微微用力，咔嚓，一阵骨裂声响起。林凡的整条手臂从拳头到肩膀，骨骼寸寸碎裂。啊！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彻云霄。江辰随手一甩，林凡便如同一条死狗般被扔了出去，在地上翻滚了10几圈才停下。这就结束了。观战的弟子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不可一世击败了真传弟子宋宁雪的林凡，在圣子面前竟连一招都走不过。高台之上，萧天都按在剑柄上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他自问也能击败林凡，但绝不可能像江辰这般轻松写意。南宫明月那双清冷的眸子里异彩连连，他猜到江辰强，却没想到他已经强到了这个地步。苏七儿则是捂住了嘴，眼中满是震撼。江辰那霸道绝伦的身影与记忆中那个只会躲在自己身后哭哭啼啼的林凡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不，我还没有输。站台上，林凡挣扎着爬了起来，碎裂的手臂在魔气的涌动下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迅速复原。江辰，这都是你逼我的。他仰天咆哮，一枚古朴的戒指从他指尖飞出，悬浮于空。老师，助我！戒指中一道苍老的虚幻灵魂体浮现，他看了一眼林凡，又看了一眼对面的江辰，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命数啊，命数啊！最终还是狠不下心，彻底断绝和林凡的师徒之情，选择将自己最后的力量灌注到林凡体内。轰！一股远超之前的恐怖气息从林凡身上爆发开来，他的修为竟在这一刻硬生生被拔高到了7境化神巅峰。江辰，给我死来！林凡的气息暴涨，信心也随之膨胀到了极点。他双手结印，周身的魔气与老者的灵魂力量融合，化作一柄100丈长的黑紫色魔刀，当头斩下。这一刀仿佛要将天地都劈开。燃魂秘法倒是有趣。江辰看着那毁天灭地的一刀，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兴趣。他不再被动防御，而是缓缓抬起了右手，并指成剑，对着那落下的魔刀随意的一指点出。一指定乾坤，指尖之上一点金光亮起。那金光起初只有米粒大小，却在瞬间暴涨，化作一道贯穿天地的金色光柱，迎上了那柄黑紫色魔刀。那足以威胁到8境大成境强者的魔刀，在接触到金色光柱的刹那，便从刀尖开始
寸寸消融瓦解。摧枯拉朽，金色光柱在湮灭了魔刀之后威势不减，瞬息而至，洞穿了林凡的胸膛。噗！林凡的身体巨震，低头看着自己胸口那个碗口大的窟窿，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为什么？他体内的力量如潮水般退去。江辰缓步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从始至终，你都不是我的对手。你所谓的奇遇，所谓的挣扎，在我看来，不过是一场博我一笑的戏码而已。你以为苏千儿离开你，是因为我？错了，是因为你太蠢，而且蠢到无可救药。你弱小，所以你嫉妒，所以你怨恨。你把所有的过错都归咎于别人，却从未想过是因为你自己。你以为你得到了强大的力量，就能向我寻仇？更错了，你这力量不过是我故意留给你，让你能让我更提起兴趣而已。林凡，你这一生就是个笑话。江辰的每一句话都像一刀，狠狠地扎在林凡的心上，将他最后的一丝尊严彻底碾碎。不是的，你胡说！噗！林凡再也承受不住，一口心血喷出，眼神中的光芒彻底暗淡了下去。叮！恭喜宿主彻底击溃天命之子林凡，摧毁其所有尊严与道心，令其万劫不复。反派任务第3阶段，天命断绝，任务目标已完成。叮！检测到天命之女苏千儿彻底倾心于宿主，心甘情愿投入您的怀抱。反派任务第2阶段完成度100%。反派任务第3阶段，天命断绝，任务目标2完成。任务奖励发放中，恭喜宿主获得反派点数2万点，气运指数加1000。特殊体质，大地道骨。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在江辰的脑海中响起，一股温润而磅礴的力量凭空出现，涌入他的四肢百骸，开始改造他的根骨。江辰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每一寸骨骼都在发出嗡鸣，变得更加晶莹剔透，其上隐隐有大道符文流转，一股远超之前的磅礴力量在江辰的体内苏醒。他嘴角的笑意更深了。大地道骨到手了，但没有选择马上融合。他看了一眼脚下如同烂泥般瘫倒、气息奄奄的林凡，眼中已经没有了丝毫兴趣。一个被榨干了所有价值的韭菜，已经不值得他再多看一眼。江辰甚至都懒得动手杀他，任由他自生自灭，搞不好还能再收割2波。江辰转身准备离开，整个广场依旧沉浸在方才那震撼性的一幕中，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江辰那碾压性的实力和那番冰冷残酷的话语给镇住了。这位圣子不仅实力深不可测，心性更是狠辣如丝。就在江辰转身的刹那，异变陡生，原本已经如同死狗般的林凡，眼中突然爆射出最后一点疯狂与怨毒的光芒。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猛地从地上一跃而起，燃烧了自己最后的神魂与精血，化作一道快到极致的血色流光。他的目标不是江辰，而是高台之上南宫世家所在的方向。江辰，你夺我所爱，我也要让你尝尝失去挚爱的滋味。林凡那嘶哑疯狂的咆哮声响彻全场。他知道自己杀不了江辰，但他要毁掉江辰最在意的东西。南宫明月，江辰的未婚妻。这个变故发生的太快了，快到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谁也想不到，一个道心已碎、油尽灯枯的人，竟然还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一击。这一击凝聚了他所有的怨恨与不甘，其速度之快实在让人措手不及。明月小心！南宫卓脸色巨变，第一时间便要出手。庶子敢尔！江胜天一时勃然大怒，恐怖的威压轰然降临。然而终究还是晚了一步，林凡的攻击太快太突然了。高台之上的南宫明月在那道血光出现的瞬间便已心生警兆，他清冷的眸子一凝，周身寒气涌动，一面晶莹的冰盾瞬间在身前成型，同时一面古朴的宝镜从他体内飞出，挡在他的身前。但他毕竟只是6境元婴，而林凡这搏命的一击已经如同8境大成。砰！冰盾仅仅支撑了不到一息，便轰然破碎。随后那面挡在南宫明月身前的宝镜光芒也开始快速暗淡了下去，出现了裂纹，掉落在地。血色的爪影撕裂了他的护体灵光，眼看就要印在他的胸口。南宫明月瞳孔骤缩，在千钧一发之际，身形向旁侧挪移了半寸。吃了！一声轻响，血爪擦着他的肩膀而过，在他那淡蓝色的工装长裙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口子，几缕被魔气侵染的鲜血从白皙的肌肤上渗出。虽然只是皮外伤，但那股阴冷的魔气却顺着伤口钻入了他的体内。南宫明月闷哼一声，嘴角溢出鲜血，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身形倒退了数步，晃了晃，险些跌倒。找死！南宫卓和江胜天同时暴喝出声，两股足以毁天灭地的威压
如同天塌地陷一般，朝着林凡碾压而去。他们是真的动了杀心，林凡竟敢当着他们的面伤了他们的女儿和未来儿媳，这是对他们最赤裸裸的挑衅。面对两位强者的怒火，林凡却在疯狂地大笑。哈哈，江辰，你看到了吗？你也和我一样，他成功了，他伤到了南宫明月，就算是死也值了。然而就在那两股恐怖的威压即将把林凡碾成齑粉的刹那，一个冰冷到不含一丝感情的声音响了起来：都住手！是江辰。他不知何时已经转过了身，那张总是带着几分玩味笑意的俊朗面容，此刻却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冰霜。他的眼神不再是玩世不恭，也不再是尽在掌握的淡然，那是一片死寂的深不见底的漆黑。当看到南宫明月肩膀上那一抹刺眼的血红时，那片黑暗的深处燃起了一道磅礴的怒火，纯粹的暴怒和杀意冲天起。南宫卓和江胜天的动作硬生生停了下来，他们有些不解地看着江辰。父亲，南宫伯父，这件事交给我。江辰的声音平静得可怕，他缓缓抬起头，目光落在了狂笑的林凡身上。系统！江辰在心底叫了一声。宿主，本系统前来报道。我问你，我现在想杀了他，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宿主请放心。系统的声音也难得地带上了一丝严肃。天命之子林凡的气运已被彻底剥夺，天道庇护已然消失。现在的他在天道眼中与路边的一只蚂蚁无异，杀了不仅无过，反而有功。得到肯定的答复，江辰这才放下心来。他一步一步重新走向林凡，每一步落下，他身上的气息都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攀升蜕变，一股远比林凡那魔气更加纯粹、更加古老、更加令人心悸的黑暗气息从他体内苏醒。林凡，江辰轻声开口，声音却如同从万载玄冰之下传来：你本可以留一条狗命，苟延残喘下去，可你千不该万不该出手伤了他。现在我改主意了，你该死！随着最后一个字音落下，滔天的魔焰自江辰脚下轰然升腾，轰！黑色的魔焰直冲天际。江辰立于魔焰中心，衣袂飘飘，黑发狂舞。他的双眼不知何时已经化作了纯粹的暗金色，瞳孔深处像有日月星辰在明灭。一股苍茫、古老、霸道的气息以他为中心席卷全场。道眼天魔体。在这一刻，江辰不再有任何掩饰，将这个体质最本源的力量彻底释放。这是什么力量？高台之上，饶是南宫卓这等见惯了大场面的强者，此刻脸上也写满了震撼。除去一些知道内情的人之外，其余众人无不感到震惊。江辰身上散发出的那股气息，其本质甚至凌驾于他们的圣人之力之上，那是一种更加接近大道本源的力量。这小子，南宫卓喃喃自语，他发现自己就像是第一天认识他这个未来女婿一样，而南宫明月更是怔怔地看着那道宛如魔神降世的身影。他捂着受伤的肩膀，感觉到的不是疼痛，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心悸。那股滔天的怒火，那股毁天灭地的力量，都是因他而起。这个发现让他那颗心掀起了滔天巨浪。苏青儿一时脸色煞白，他望着江辰，眼中既有恐惧，又有一种莫名的痴迷。这才是他真正的样子吗？那个平日里温文尔雅，偶尔有些霸道的圣子，体内竟然隐藏着如此恐怖的一面。这股力量不可能，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纯粹的魔意？林凡的笑声戛然而止，他在江辰的气息面前，渺小的就像是萤火与皓月的区别。他引以为傲的魔丹之力，在这股气息面前，甚至在瑟瑟发抖。他终于感到了恐惧，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无法抑制的恐惧。现在才想起来害怕。江辰的声音直接在林凡的灵魂中响起，下一刻，他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林凡的瞳孔骤然一缩，他想要逃，身体却根本跟不上意识的反应。一只被黑色魔纹覆盖的手扼住了他的喉咙，将他从地上提了起来。你不是想让我感受痛苦吗？江辰暗金色的眸子漠然地注视着他。我成全你。话音落下，他另一只手并指如刀，缓缓刺入了林凡的丹田。噗嗤，没有丝毫阻碍，江辰的手直接洞穿了林凡的小腹。林凡的身体剧烈地抽搐起来，他能感觉到自己体内那颗赖以生存的魔丹正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硬生生地剥离。凄厉的惨叫声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头皮发麻。江辰面无表情地将那颗还在跳动、散发着不祥气息的魔丹从林凡体内拽了出来，然后当着林凡的面五指合拢，砰！魔丹应声而碎，化作最精纯的能量消散在空中。林凡的气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败下去，他所有的修为在这一刻被尽数废除。
但这仅仅只是开始。你用这只手伤了他。江晨的声音冰冷，抓着林凡的右臂猛地一扯，撕拉，伴随着皮肉撕裂声，林凡的整条右臂被江晨硬生生地撕了下来。你用这双眼睛觊觎他。江晨的手指点在了林凡的双眼之上。啊！林凡的双眼瞬间炸裂成2团血雾。广场上已经有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女弟子当场呕吐了出来。太残忍了。温燕早已收起了扇子，脸色发白。她第一次庆幸自己没有得罪过江晨和南宫明月。青灵河和宋明雪也是面色凝重，他们看着台上那个如同修罗般的江晨，心中再无半分与之争锋的念头。江晨却仿佛没有听到周围的一切，他废了林凡的四肢，敲碎了他身上每一寸骨头，剥离了他的神魂，用魔焰反复灼烧。他要让林凡在无尽的痛苦中为自己的愚蠢付出最惨痛的代价。江晨，有本事就杀了我！林凡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发出了声音。杀了你！江晨笑了，那笑容让许多人都毛骨悚然。太便宜你了。他抬起手，掌心之中一团黑色的魔焰升腾。我不会让你死，我会让你永生永世都在这里面忏悔。说完，他将那团魔焰按在了林凡的天灵盖上。不！林凡发出了此生最后一声充满了恐惧与绝望的惨叫，他的身体在魔焰中没有化作飞灰，而是寸寸消解，最终连同他的神魂一起被彻底吞噬，连一丝痕迹都未曾在这世间留下。形神俱灭，永不超生。做完这一切，江晨身上的滔天魔气缓缓收敛入体，他暗金色的双眸恢复了漆黑，又变回了那个风神俊朗、气质超然的圣子，仿佛刚才那个魔神就只是众人的幻觉而已。他看都未看林凡消失的地方一眼，转身一步踏出，身影便出现在了南宫明月的身前。全场死寂。南宫明月看着近在咫尺的江晨，心脏不争气的狂跳起来。他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却发现喉咙有些干涩。江晨没有说话，他看着他肩头那已经被他自己用灵力止住血的伤口，看着那淡蓝色纱裙上依旧刺目的血迹，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南宫明月也正看着他，他那双清冷的眸子里此刻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震惊，有骇然，但更多的是一种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悸动。他不怕他刚才那副如同魔神的样子，不知为何，当他为了他而爆发出那般恐怖的力量时，他心中非但没有一丝恐惧，反而涌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原来这个男人是这般在乎自己的吗？江晨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指尖萦绕着一缕柔和的光芒，轻轻点在了他的伤口上。温润的能量涌入，那道被血光侵蚀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连一丝疤痕都没有留下。做完这一切，江晨收回手，看着他那张近在咫尺的绝美脸庞，终于开口：没事了。简单的3个字，却比任何甜言蜜语都更能触动南宫明月的心弦。他看着他，看着他眼中那尚未完全褪去的紧张和怒意，鬼使神差的轻轻嗯了一声。南宫明月的这一声回应，让2人之间的气氛变得有些微妙。在这里等我。江晨看着他道。南宫明月下意识地点了点头。江晨转身一步踏出，身形便回到了站台的废墟之上。他目光扫过，落在了林凡先前的位置，随手一招，一枚戒指便飞入他的掌心。废物利用也算不错。江晨把玩着戒指，神念一扫，便将其收入了自己的储物空间。做完这一切，他才抬起头，目光平静地扫过真传弟子所在的席位。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广场。还有谁要上来与我一战？此言一出，全场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下意识地汇聚到了萧天都、宋明雪、青灵河、温燕4人身上。温燕第一个有了动作，她唰的一声展开桃花扇，对着江晨遥遥一拱手，脸上挂着笑容：圣子神威盖世，师弟我心服口服，甘拜下风。他这番话让不少弟子都忍俊不禁，却又不敢真的笑出声。青灵河也站起身，对着江晨的方向微微颔首，声音清冷：我认输。他向来与世无争，对这排名本就没兴趣，更何况见识了江晨那般恐怖的实力后，他心中更是没有半分争斗的念头。接着是宋明雪，她一身白色劲装，站姿笔挺，那张冷若冰霜的脸上此刻的神情极为复杂。他看着站台上那个白衣胜雪的身影，回想起他为南宫明月而暴怒的模样，又想起林凡被他以雷霆手段碾压成渣的场景。他败给了林凡，而江晨却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捏死了林凡，这个差距让他感到一阵无力。他深吸一口气，声音依旧冰冷：我不是你的对手。3个真传弟子接连认输，现在所有的压力，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最后一人身上。真传弟子之首萧天都。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萧天都缓缓站了起来。他没有说话，只是按着剑柄一步一步沉稳地走向站台。他每走一步，身上那股凌厉无匹的剑意便强盛一分。当他最终站到江辰对面时，整个人已经如同一柄出鞘的绝世神剑，锋芒毕露，雷光缠绕。温燕他们可以认输，但我不能。萧天都开口了，声音沉稳如山，死死地锁定着江辰。作为一名剑修，我有我的路要走。他顿了顿，身上的雷霆剑意轰然爆发，搅动风云。圣子，请赐教。他没有被江辰的威势吓倒，反而战意冲霄。这便是萧天都，一个纯粹的将剑道视为一切的求道者。高台之上，江胜天等人也是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们也想知道洪天圣地这一代最杰出的2位天骄到底谁更胜一筹。然而面对战意昂然的萧天都，江辰却只是微微皱了皱眉。我现在心情很不好。他看了一眼高台方向，南宫明月依旧站在那里，虽然伤势已愈，但脸色还有些苍白。一股压抑的烦躁在江辰心底升起。他转回头看着萧天都，语气平淡：你的剑不错，改日吧，等我心情好了，可以陪你好好玩玩。这话语平淡至极，却也狂傲至极。你饶是萧天都心性沉稳，也被江辰这番话激起了怒火。他萧天都自修行以来，同辈之中何曾受过如此轻视？战或不战，不是你说了算。萧天都怒喝一声，不再压抑自己的力量。天雷，剑来！轰隆！9天之上，一道粗壮的紫色雷霆撕裂云层，轰然劈下，直接灌入萧天都手中的长剑之内。霎时间，剑光暴涨，雷鸣震天。萧天都人剑合一，化作一条100丈长的紫色雷龙，咆哮着撕裂了虚空，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朝着江辰当头斩下。这一剑是他一身修为与剑意的极致体现。面对这石破天惊的一击，江辰终于抬起了眼，他那双深邃的眸子里闪过一丝不耐。也罢，既如此，成全你。他缓缓抬起了右手，双指并拢，化作剑指，对着那咆哮而来的雷龙随意地向前一划。大罗剑诀，落星河。一道看似平平无奇的白色剑气自他指尖飞出。那剑气起初不过3尺长短，细微的仿佛随时都会熄灭，随后迅速延伸扩展，形成了一条由数以万计细小剑气组成的剑气长河。那条狂暴的紫色雷龙一头撞进了剑河之中，连一朵浪花都没有激起，从龙头开始就被剑气切割、分解、湮灭。紧接着，白色剑气在斩灭了雷龙之后，威势不减，一闪而逝，摧枯拉朽出现在了萧天都的面前，停在了他的眉心之前。锋锐的剑意刺得他眉心生疼。萧天都僵在了原地，他保持着出剑的姿势，整个人却如同被定身了一般，动弹不得。他眼中的雷光早已散去，只剩下无尽的骇然与茫然。败了，自己就这么被对方随意一指就破了。那道停在他眉心的剑气没有杀意，在那道剑气面前，他引以为傲的雷霆剑意就像是孩童一般可笑幼稚。我输了。良久，萧天都艰难地吐出这3个字。他身上的所有气势在这一刻尽数散去，整个人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江辰收回剑指，那道悬停的剑气也随之消散。他看都未再看萧天都一眼，转身一步踏出，便回到了高台之上，南宫明月的身前。整个广场依旧是一片死寂。如果说江辰碾压林凡靠的是道眼天魔体的霸道以及体质对魔气的压制，那么此刻江辰一指败萧天都，就是对剑道的极致理解和掌控。大比的结果已经再无任何悬念。执事长老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用颤抖的声音宣布了最终的结果：本届圣地大比，魁首圣子江辰。声音回荡，却无人欢呼，所有人都还沉浸在方才的一剑之中，久久无法回神。然而就在此时，一道不合时宜、质问的声音从观礼席的最高处响了起来：江圣主，恭喜了！天元神朝的皇主袁苍兰缓缓从座位上站起，他一身金色龙袍，头戴帝冠，不怒自威。他先是皮笑肉不笑地对着江胜天拱了拱手，随即话锋一转，声音陡然变得凌厉：只是本皇有一事不明，还请江圣主为我等解惑。他的目光死死地盯住了刚刚回到高台的江辰。刚才圣子身上那股冲天的魔气是怎么回事？我等正道宗门齐聚于此，洪天圣地作为东道主，其圣子未来的继承人却身负如此精纯霸道的魔道气息。袁苍兰的声音如同滚滚天雷，在每个人的耳边炸响：江圣主，你是不是该给我们所有人一个解释？袁苍兰的话瞬间就引起了一众人等的议论。
广场上所有人的目光瞬间从站台转移到了高台之上，气氛一下子从对江辰实力的震撼转为了凝重。魔气，没错，刚才江辰为了南宫明月而暴怒时，那股毁天灭地般的黑色魔焰，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那股气息远非林凡那半吊子的魔气能比，只是先前所有人都被江辰那碾压性的实力所震慑，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此刻被袁苍兰点破，众人心中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洪天圣地乃是整个东域天下正道魁首之一，其圣子，未来的圣主，竟然是一个身负滔天魔气的魔头，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元皇主说的对，此事必须给个说法。正魔不两立，乃是自古以来的铁律。洪天圣地想要做什么？包庇魔头吗？一个身怀魔体之人，如何能继承圣地大统？这要是传出去，岂不让我等正道沦为天下人的笑柄？一时间，观礼席上，不少前来观礼的宗门势力代表都纷纷起身附和。他们大多是依附于天元神朝，或是与洪天圣地素有间隙的势力。此刻见袁苍兰发难，自然是立刻跳出来煽风点火，试图将事情闹大。江胜天坐在主位之上，那张威严的面容早已沉了下来。他看着叫嚣的袁苍兰，又扫了一眼那些跟风起哄的跳梁小丑，眼中涌现出冰冷的杀机。他缓缓放下手中的茶杯，声音不大，却足以让整个嘈杂的广场瞬间安静了下来。袁苍兰，江胜天开口了，声音平淡，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压。你在质问我？袁苍兰面对江胜天的威压，面不改色，他冷笑一声，江圣主，本皇不敢质问你，只是圣子身负魔气，乃是众目睽睽所见，此事关乎天下正道的安危与颜面，本皇作为天元神朝之主，自然有权过问。说得好。江胜天不怒反笑，他缓缓站起身，属于石境和道境的恐怖气息如山崩海啸般朝着袁苍兰压了过去，关乎天下正道，说的真是冠冕堂皇。我儿江辰乃是道掩天魔体，万古罕见的无上体质，此事我洪天圣地早就知晓，我圣地老祖更是亲自出关，为其梳理过气息，断言此体质乃是大道所指，与所谓正魔无关。怎么，你袁苍兰的见识比我洪天圣地的老祖宗还要高？江胜天的声音如同洪钟大响，震耳欲聋。道掩天魔体，老祖宗亲自出关，这一个个重磅消息砸得众人晕头转向，尤其是那些刚才还在叫嚣的宗门代表，此刻一个个脸色煞白，不敢再多说一个字。他们可以质疑江胜天，但绝对不敢质疑一位活了不知多少万年的老祖宗。袁苍兰的脸色也是微微一变，他没想到江胜天竟然如此干脆地将事情全盘托出，还搬出了老祖宗来压人。但他既然敢发难，自然不可能这么轻易罢休。呵呵，江圣主说笑了。袁苍兰顶着江胜天的威压，沉声道：圣地老祖前辈自然是见识非凡，但体质是体质，功法是功法。方才令郎所展现的力量，那股纯粹的魔意，可不像是天生体质那么简单吧？更何况，袁苍兰话锋一转，自古以来拥有这等体质者，哪一个不是掀起腥风血雨、涂炭生灵的盖世魔头？过往的教训血淋淋的摆在眼前。江圣主，你敢保证你的儿子未来不会走上那条老路吗？为了天下苍生，为了防止一个未来的魔头崛起，本皇认为必须将此子废除修为，镇压起来，以绝后患。你敢？江胜天勃然大怒，恐怖的气息轰然爆发，整个高台都在剧烈震动。我儿之事是我洪天圣地的家事，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外人来指手画脚？袁苍兰，我看你是活腻了。江胜天的怒火化作实质般的威压，让在场所有修为低于9境的修士都感到一阵窒息。南宫卓见状，立刻站了出来，他周身圣人气息流转，挡在了南宫明月的身前，同时对着江胜天劝道：江兄，冷静。随即他又转向袁苍兰，语气不善：袁皇主，此事是否有些过了？江辰贤侄乃是我南宫世家的准女婿，你当着我的面要废了他，是没把我南宫卓放在眼里吗？南宫卓的表态让局势更加复杂。南宫世家同样是传承久远的古老世家，其底蕴丝毫不亚于天元神朝。袁苍兰的脸色愈发阴沉，他死死地盯着江胜天，两人目光在空中碰撞。江胜天，你当真要为了一个魔头与天下正道为敌不成？袁苍突然喝道：天下正道！江胜天仰天大笑：我洪天圣地便是天下正道，我儿江辰是我洪天圣地未来的主人，谁敢动他，就是与我洪天圣地为敌。他猛地一挥袖，直视着袁苍兰，一字一句地说道：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天元神朝是想与我洪天圣地全面开战吗？轰！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在所有人心中炸响开战。
两个屹立于世间顶点的庞然大物，若是真的开战，那将会是一场席卷整个修炼界的浩劫。袁苍兰的瞳孔猛地一缩，他没想到江胜天竟然如此刚烈，如此不计后果。气氛在这一刻凝固到了极点，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袁苍兰的回答。江晨站在一旁，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他只是平静地看着这一切。他看了一眼身旁那张绝美的脸上写满了紧张和担忧的南宫明月，又看了一眼为了他不惜与整个天元神朝对峙的父亲，一股暖流在他心中缓缓淌过，被人保护的感觉似乎也不赖。他正想着以后要把这个聒噪的皇帝给宰了，就在这时，好大的口气！什么时候我洪天圣地的事情需要看一群后辈的脸色了？一道苍老沙哑却又充满了无上威严的意念，毫无征兆的在所有人的灵魂深处响起。紧接着，咔嚓，江胜天与袁苍兰对峙的虚空如同镜面一般寸寸碎裂开来，空间碎裂，一道漆黑的裂缝凭空出现，将天地都撕开了一道口子。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威压从那裂缝中渗透出来，那不是江胜天那种霸道绝伦的威压，也不是袁苍兰那种黄道威严，那是一种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的气息。在这股气息面前，无论是实境和道境的江胜天，还是9境圣人境的南宫卓，都感到自己的渺小。在场的所有人，无论修为高低，都在这股威压下心生敬畏，连呼吸都变得有些困难起来。袁苍兰的脸色更是瞬间变得惨白，他那股与江胜天分庭抗礼的黄道龙气，在这股气息面前，就如同风中残烛，被压制的瞬间熄灭。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一道身穿朴素灰袍、身形佝偻的老者，拄着一根看不出材质的木杖，从那空间裂缝中缓缓走了出来。老者看起来平平无奇，满脸褶皱，双眼浑浊，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凡人。然而随着他的出现，整个天地的法则都仿佛在他的脚下臣服。七祖！江胜天看清来人的瞬间，脸上的所有怒火和霸道尽数收敛，他恭敬无比的躬身行了一个大礼。高台之上的洪天圣地长老们更是激动的浑身颤抖，齐刷刷的跪倒在地。我等恭迎七祖！山呼海啸般的声音响彻云霄。七祖！洪天圣地闭关了数万年的活化石，一位真正的触摸到了地境门槛的11境准地强者。江晨也微微躬身行礼，心中却是乐开了花。来了来了，自己最大的靠山终于登场了。七祖没有理会众人的行礼，他那双浑浊的眼睛先是落在了江晨身上，当看到江晨身旁的南宫明月时，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不错，小子！一句没头没尾的夸奖让江晨愣了一下，而南宫明月那张清冷的俏脸则唰的一下泛起了红晕。七祖这才慢悠悠地转过头，那双看似浑浊的眼睛落在了脸色惨白的袁苍兰身上。你是天元家的小子？七祖的声音沙哑。袁苍兰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他强压下心中的恐惧，躬身行礼，声音都在发颤。晚辈天元神朝袁苍兰，拜见拜见前辈。在一位11境的准地面前，他连自称本皇的资格都没有。天元！七祖浑浊的眼珠转了转，像是在回忆着什么。哦，想起来了，老夫记得几万年前有个叫袁破天的小家伙，哭着喊着要拜我为师，我不收，他还赖在我山门外跪了3年。那小子是你什么人？噗！高台上不知是哪个长老没忍住笑出了声，但又立刻死死捂住了嘴。袁苍兰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袁破天，那是他天元神朝的开国圣祖，是他们这一脉最为崇敬的仙人。在天元神朝的史书上，圣祖袁破天乃是天纵奇才，自行悟道，开创了一代神朝的无上存在。可到了这位七祖的嘴里，怎么就成了个哭着喊着要拜师的赖皮鬼？这话要是传出去，他天元神朝的脸还要不要了？前辈说笑了。袁苍兰的声音干涩无比。说笑？七祖的拐杖在虚空中轻轻一点，咚一声闷响，袁苍兰如遭雷击，闷哼一声，嘴角溢出了一丝金色的血液。仅仅是拐杖点地的余波，就让他这个10境河道的皇主受了内伤。老夫这辈子从不说笑。七祖的声音冷了下来。我洪天圣地的人，别说只是觉醒了个什么魔体，就算他今天把你的天元神朝给掀了，那也是他有本事。轮得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说3道4。七祖的目光如同实质刺入袁苍兰的灵魂深处。你刚才说要废了我这孙儿的修为，还要把他镇压起来。来，你现在动手，我看谁敢拦你。七祖就这么静静地看着袁苍兰，随即又笑了起来。要不你们一起上？老夫我好久没松过筋骨了。袁苍兰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
冷汗瞬间浸湿了他的龙袍。动手！他敢吗？他毫不怀疑，只要自己敢有任何异动，下一秒就会被眼前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老者给当场碾成飞灰。晚辈，晚辈不敢，晚辈出言不逊，还请前辈恕罪。在无尽的威压之下，这位高高在上的天元皇主竟然有些双腿发软。那些先前跟着他起哄的宗门代表更是吓得魂飞魄散，一个个跪在地上，头都不敢抬。整个广场鸦雀无声，这就是准帝之威。江澄看着这一幕，心里只有一个字：爽。有个这么护犊子还实力通天的老祖宗，简直不要太爽。七祖看着袁苍兰，撇了撇嘴，他转头看向江胜天，语气又恢复了那种懒洋洋的腔调：胜天，屁大点事，你都能让人骑到脸上来，你这圣主当的是越来越回去了。江胜天被训得满脸通红，却只能低着头恭敬地应道：七祖教训的是胜天之错，行了，把这些碍眼的家伙都处理掉。七祖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老骨头，我刚睡醒，正好缺几个捶腿捏脚的，我看这几个小子骨头都还算硬，带回去给我当几万年的柴火烧，应该还不错。听到这话，袁苍兰和那些跪着的宗门代表差点当场吓晕过去。当几万年的柴火烧，这是要将他们活活炼化？前辈饶命，前辈饶命啊！众人彻底慌了，疯狂地磕头求饶。江澄见状，知道七祖也只是吓唬吓唬他们，便笑着上前一步，开口道：七祖息怒，今日是圣地大比，杀了他们不妥。七祖看了江澄一眼，浑浊的眼中露出一抹赞许。那就听你的。他点了点头，随即对着袁苍兰等人如同赶苍蝇一般挥了挥手：滚吧！从今日起，若是再让老夫听到你们有半点不服，老夫定走一趟你们所在教统。如蒙大赦。袁苍兰等人连滚带爬地站起身，连一句狠话都不敢放，狼狈不堪地撕开空间，逃也似的离开了。一场滔天风波就这么被七祖轻描淡写地化解了。做完这一切，七祖打了个哈欠，对着江澄说道：小子，待此间事了，来见我。说完，他身前的空间再次裂开，他一步踏入便消失不见。七祖的身影消失在空间裂缝中，那股凌驾于天地之上的恐怖威压也随之烟消云散。然而整个洪天圣地广场依旧是一片死寂。先前袁苍兰发难，江胜天怒而对峙，最后七祖现身，吓退一众强者的画面还历历在目。高台之上，江胜天缓缓坐回主位。刚刚为了江澄，他不惜与天元神朝撕破脸皮，甚至做好了全面开战的准备。此刻回想起来，心中依旧有一股豪气在激荡。他看了一眼身旁那个白衣胜雪、神情淡然的儿子，眼中满是自豪。不愧是老子的种。可江胜天清了清嗓子，威严的声音再次响彻广场，将所有人的思绪都拉了回来。本届圣地大比至此圆满结束。他站起身，目光扫过全场弟子，声音洪亮：最终排名想必诸位心中已有定数。魁首圣子江澄，第二名真传弟子萧天都，第三名真传弟子宋宁雪，第四名真传弟子青灵河温燕并列。随着一个个名字被念出，广场上的气氛终于重新热烈了起来。虽然结果毫无悬念，萧天都默默站着，他看了一眼站台废墟的方向，又看了一眼江澄的背影，眼中的战意并未熄灭，反而多了一份对更高境界的渴望。他输了，输得心服口服，但也让他看清了前方的路。宋宁雪神情复杂，他看着江澄，又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高台另一侧那个同样绝美却气质截然不同的南宫明月。温燕则是唰一声展开了她的桃花扇，轻摇着对着江澄的方向挤眉弄眼，嘴里还小声嘀咕：啧啧，圣子真是真人不露相，以后可得抱紧这条大腿，谁要是再敢招惹我，我就报圣子的大名。他身旁的青灵河闻言，清冷的脸上难得地露出了一丝无奈的笑意。大笔奖励稍后会由执事堂发放到各位手中。江胜天继续说道：希望等戒骄戒躁，勤加修行，为我圣地再添辉煌。一番场面话说完，弟子们这才如潮水般退去，口中依旧兴奋地议论着今天发生的一切。江澄这个名字注定要在不久的将来名扬整个东域年轻一代。观礼的宾客们也纷纷起身告辞。南宫卓带着南宫明月走到了江胜天面前：胜天兄，今日之事真是让南宫大开眼界。南宫卓的语气带着几分感慨，他看了一眼江澄，眼神颇为复杂。这个未来女婿无论是心性手段还是天赋实力都堪称妖孽，将女儿嫁给他，从家族利益上看绝对是血赚，但从一个父亲的角度，他又有些担心女儿那清冷的性子能否驾驭得住江澄。南宫兄客气了。江胜天哈哈一笑，拍了拍江澄的肩膀：年轻人之间的小打小闹罢了，倒是让你们见笑了。
南宫卓嘴角抽了抽，小打小闹，你管碾压入魔的林凡，一指拜真传，逼退神朝皇主叫小打小闹。江晨对着南宫卓微微躬身，礼数周全，南宫伯父谬赞了。他的目光越过南宫卓，落在了他身后那道淡蓝色的身影上。南宫明月也正在看着他，四目相对，那颗稍稍平复的心又开始不争气的加速跳动。尤其是当他想起这个男人为了他肩上那一点微不足道的伤口而爆发出那般毁天灭地的怒火时，一种酥麻的感觉便从心底蔓延开来。明月，我们该回去了。南宫卓开口道。南宫明月轻轻应了一声，收回了目光，准备转身。等一下。江晨的声音响起，他缓步上前，走到了南宫明月的面前。两人的距离很近，近到南宫明月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清冽好闻的气息，混合着一丝刚刚激战后尚未完全散去的阳刚味道。他的脸颊有些发烫。明月，还记得我们之前的赌约吗？江晨看着他，嘴角噙着笑意。赌约？南宫明月的心猛地一沉。他当然记得，在大比之前，他曾与江晨立下赌约，若他能在大比中夺魁，他便听他处置。他现在提起这个是想退婚吗？毕竟他现在实力冠绝同辈，背后又有准地老祖撑腰，身份地位已然今非昔比，而自己不过是一个六境元婴，甚至在先前还需要他出手相护。他或许觉得自己已经配不上他了。这个念头一出，南宫明月只觉得心中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一股莫名的酸涩与委屈涌上心头。他那双清冷的眸子里开始有些慌乱起来。他咬了咬下唇，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我记得，你做到了，你想如何？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江晨开口，他便会直接转身，绝不让他看到自己半分的失落。然而，江晨接下来的话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我赢了。江晨看着他，嘴角的笑意加深。所以，你是我的了。他没有提任何关于赌约内容处置的话，更没有提退婚二字。南宫明月彻底愣住了，他抬起头，怔怔地看着眼前这张俊朗的面容，一时之间竟不知该作何反应。南宫伯父。江晨转头看向同样有些发愣的南宫卓，语气恢复了谦和。今日天色已晚，就不多留了。过些时日，待我处理完手头的一些事情，便会亲自登门去南宫世家接明月。南宫卓回过神来，看着江晨那自信满满的样子，又看了看自家女儿那副魂不守舍的模样，点了点头。好，那我和明月便静候贤侄到来了。说完，他便带着南宫明月与一众南宫世家的长老登上了来时的灵舟。灵舟缓缓升空，南宫明月站在船边，看着下方圣子峰上那道越来越小的白色身影，心中五味杂陈。就在这时，一道只有他能听到的声音清晰地在他脑海中响起：准备好，洗干净等着我。南宫明月俏脸唰的一下红到了耳根。这个混蛋，登徒子！他心中羞愤交加，恨不得立刻冲下去跟他理论一番。然而那道声音又再次响起，语气却变得认真起来。明月，我不喜欢强迫女人，我要你心甘情愿为我穿上嫁衣，我要你亲口对我说你愿意嫁给我。南宫明月只觉得自己的脑袋像是要炸开了一样，他捂着滚烫的脸颊，看着那座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的圣子峰，心乱如麻。这个男人，他怎么可以如此蛮不讲道理？圣子。苏七儿的声音带着他独有的温婉柔和，将江晨的思绪从远去的非洲上拉了回来。他转过头看向眼前这位气质如水的女子，她的脸上明显的带着几分忧愁和不舍，那双水汪汪的眼睛此刻正一瞬不瞬地望着江晨，其中蕴含的情愫几乎要满溢出来。苏姑娘也要走了。江晨的语气恢复了平日里的温和。苏七儿轻轻点头，声音有些低落。离家已有些时日，家中长辈挂念，是时候该回去了。他顿了顿，抬起头，鼓起勇气看着江晨的眼睛，轻声问道：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吗？问出这句话，他白皙的脸颊上便飞起两朵红霞。他知道自己这样问有些唐突，甚至有些不合时宜，毕竟他是有未婚妻的人，而且刚刚才当着所有人的面冲冠一怒为红颜。可他就是忍不住，这段时日的经历就跟做梦一般，从最初对江晨的愤恨与偏见，到后来的怀疑，再到听雪婷的英雄救美，圣子峰前的一幕幕，江晨的身影早已在他心中刻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尤其是在姻缘红线那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对江晨的感情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感激。当然，江晨笑了笑，笑容如春风般，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有缘之人终会再见。他没有给出确切的答复，说得模棱两可。这番话让苏七儿的心中既有一丝失落，又保留了一分期许。
有缘他们之间算是有缘吗？江澄看着他那患得患失的模样，心中暗笑。对待不同的女人，自然要用不同的方法。对南宫明月那样的冰山，需要用霸道强势的手段，一点点敲开她的外壳；而对苏青儿这般温柔似水的女子，则需要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若即若离，让她自己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苏家在北域，路途遥远，一路小心。江澄温声嘱咐了一句：“多谢圣子关心，青儿记得。”苏青儿盈盈一拜，深深地看了江澄一眼，仿佛要将他的样子刻在心底，这才转身在护道人的陪同下，依依不舍地离去。送走了2位天命之女，江澄伸了个懒腰，感觉神清气爽。韭菜割了，逼也装了，美人心也乱了，完美。与苏青儿分别后，江澄并未直接返回自己的寝殿，而是身形一闪，朝着圣地深处飞去。江澄的身影落在峰顶，这里虽仙气缭绕，却不如他圣子峰气派，正是七祖所在。来了！七祖的声音凭空响起。七祖，江澄躬身行了个礼。进来吧。七祖正坐其中一个石凳上，手里拿着一个紫砂茶壶，悠哉悠哉地喝着茶。看到江澄落下，只是眼皮抬了抬，指了指对面的石凳。坐。江澄也不客气，走过去坐下。七祖隔空提起茶壶，给江澄面前的石杯里倒了一杯茶。茶水呈碧绿色，清香扑鼻，其中似乎蕴含着某种大道至理，仅仅是闻一下就让人神清气爽。尝尝，老夫我自己种的悟道茶。七祖嘿嘿一笑。江澄端起茶杯，一饮而尽，一股温润的能量顺着喉咙滑入腹中，瞬间游走于四肢百骸，让他刚刚消耗的灵力瞬间恢复圆满，甚至连神魂都感到一阵通透。好茶！江澄由衷地赞叹道：“屁话，老夫亲手种的能差吗？”七祖得意地晃了晃脑袋：“你可知我找你前来所为何事？”江澄放下茶杯，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我猜是关于太阴古墓的事情。”不错。七祖看向江澄，上次一时兴起，没来得及和你细说。他放下茶壶，慢悠悠地说道：“太阴古墓乃是上古时期一位名为太阴女帝的绝世强者所留。那位女帝惊才绝艳，曾以一己之力镇压一个时代，只是后来不知为何突然销声匿迹，只留下了这座古墓流传于世。那座古墓每隔万年才会开启一次，里面机缘无数，但也凶险异常。每一次开启都会引得无数天骄人杰前去争夺。”江澄静静地听着。七祖顿了顿，继续说道：“你身附到掩天魔体，而南宫家的那个小女娃娃则是玄阴圣体，这2种体质都与太阴之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是你们2人能一同进入古墓，相互扶持，或许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尤其是你，小子。”七祖的目光变得深邃起来：“你的道掩天魔体霸道有余，但阴阳尚未调和。太阴古墓中的本源之力，以及你那小未婚妻的玄阴圣体，都是助你平衡体内力量，让体质真正圆满的关键。”我明白了。江澄点了点头。七祖所说与系统给出的信息基本一致，此行可有把握？七祖看着他问道。江澄的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笑容。七祖放心，区区一个古墓还难不倒我。哈哈，好，有我当年的风范。七祖满意的大笑起来。不过你也要小心，天元神朝那小子今天吃了这么大的亏，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不敢明着来，但暗地里使绊子是免不了的。还有一些隐世不出的老不死，说不定也会被吸引出来。总之凡事多留个心眼。小子明白。七祖点了点头，从怀里摸索了半天，掏出了一块看起来黑不溜秋毫不起眼的玉佩，丢给了江澄。这个你拿着，关键时刻捏碎它，能挡住11境之下任何人的全力一击。江澄接过玉佩，入手温润，他能感觉到其中蕴含的恐怖力量，这可是保命的好东西。多谢七祖。江澄将玉佩收好。行了，别再碍我眼了，赶紧滚蛋。七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老夫我要睡个回笼觉了。”江澄笑了笑，站起身，对着七祖恭敬地行了一礼，随后便转身离去。看着江澄消失的背影，七祖脸上的懒散和不耐烦尽数收敛。这个小家伙也不知道会不会让这个时代热闹起来。返回圣子峰，江澄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江九唤至身前。江九，属下在。江九的身影如鬼魅般出现在江澄面前，单膝跪地即刻起，在我出关之前，任何人不得踏入圣子峰半步，违令者杀无赦。江澄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是，圣子。江九没有问任何原因，他只知道执行命令。另外，江澄顿了顿，补充道：“封锁圣子峰所有气息，不能有半点外泄。”属下明白。江九领命，身影再次消失。
很快，一层肉眼不可见的透明光幕，如同一个遮天巨幕，将整座圣子峰笼罩在内，峰内的一切气息都被彻底隔绝。做完这一切，江晨才走入自己寝殿最深处的密室之中。这间密室由万载玄铁铸就，其上铭刻着无数隔绝探查的阵法，即便是将圣天亲至，也无法在不惊动他的情况下探知里面的分毫。系统，江晨在心中默念：宿主，您最可爱的系统前来报道。开始融合大地道骨。江晨盘膝坐下，神情平静，但内心还是带着一丝期待。大地道骨，这可是真正的好东西。虽然只是一块骨头，但其中蕴含的力量和法则，足以让他的实力发生翻天覆地的蜕变。定，大地道骨融合程序启动。警告，融合过程将对宿主肉身进行重塑，会伴随极大的痛苦，请宿主做好心理准备。系统的提示音刚刚落下，一块晶莹剔透的骨骼便从江晨的储物空间中飞出，悬浮在他的面前。那块骨骼不过巴掌大小，其上却好像铭刻着3000大道、日月星辰，只是看一眼就让人心神摇曳，仿佛要沉沦在那无尽的道蕴之中。一股磅礴浩瀚，仿佛来自太古洪荒的威压，从道骨之上散发出来。江晨甚至能从其中看到一幕幕模糊的画面，一位看不清面容的伟岸身影屹立于星河之上，一指点出，一颗大星应声碎裂，一拳轰出，一片星域化为虚无。那举手投足间毁天灭地的力量，让江晨的心神都为之震撼。这就是大地之威。下一刻，那块大地道骨化作一道流光，直接射入江晨的眉心。轰！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怖力量瞬间在江晨的体内炸开。嘶！饶是江晨心性坚韧，也忍不住发出了一声痛苦的闷哼。他的身体在这一刻仿佛不再是自己的了。那股力量开始疯狂地敲打，改造他的每一寸血肉、每一寸经脉以及每一寸骨骼。咔嚓咔嚓咔嚓，令人发寒的骨裂声从江晨的体内清晰地传出。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原本就已经坚韧无比的骨骼正在被那股力量一寸寸地敲碎。那种痛苦深入骨髓，直达灵魂，就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他的骨头，也像是有无数柄剔骨刀在刮他的骨髓。豆大的汗珠从江晨的额头渗出，瞬间便浸湿了他的衣衫。他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起来，青筋在他白皙的皮肤下暴起，但他依旧死死地咬着牙，盘膝而坐的身形没有半分晃动。他知道这是铺而后立的过程，想要获得大地的力量，就必须要承受住痛苦。随着旧的骨骼被寸寸碾碎，一股金色的带着神圣气息的能量开始从那股力量的源头涌出，与江晨的骨髓、血肉融合，开始重塑新的骨骼。在这个过程中，江晨的道眼天魔体也自发地运转起来，漆黑如墨的魔气从他的体内升腾而起，与那金色的神圣能量相互碰撞、交融。起初，两种力量泾渭分明，相互排斥，让江晨的痛苦又加剧了数倍。他的身体一半被金光笼罩，神圣威严；一半被魔气环绕，霸道邪异。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在他的体内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拉锯战。江晨的意识都开始有些模糊。就在他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他体内那属于道眼天魔体的本源力量与那属于大地道骨的本源力量似乎找到了某种共鸣。阴与阳，光与暗，神与魔，这本就是构成大道的两面。当两种力量不再相互排斥，而是开始尝试融合时，一幅奇异的景象出现在江晨的体内。金色的神圣能量化作了一条条玄奥的符文，烙印在了新生的骨骼之上，而漆黑的魔气则化作了连接符文的脉络，将所有骨骼串联起来。一黑一金，一神一魔，竟然以一种完美的姿态在他的体内达成了平衡。江晨的痛苦开始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充满了力量的感觉。他能感觉到自己新生的骨骼每一寸都晶莹如玉，其上流转着金色的道纹，坚不可摧，而骨骼之间又有黑色的魔气流淌，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他的肉身强度在这一刻发生了质的飞跃。不知过了多久，密室内的所有异象尽数收敛入江晨的体内。江晨缓缓睁开了双眼，他的左眼瞳孔深处仿佛有一轮金色的太阳在燃烧，神圣威严；他的右眼瞳孔深处则仿佛有一轮黑色的魔月在沉浮，霸道深邃。仅仅是一眼，便仿佛能看穿世间虚妄，洞悉大道本源。他缓缓抬起右手，随意地向前一握，咔嚓，他面前的虚空竟然如同脆弱的玻璃一般，被他硬生生地捏出了一道道漆黑的裂缝。要知道，这可是在圣子峰的密室之内，空间稳固无比，而他仅仅是凭借纯粹的肉身力量就做到了空间破碎。这就是融合大地道骨后的力量吗？
江辰感受着体内那股澎湃到仿佛要溢出来的力量，嘴角缓缓勾起。现在的他若是再对上萧天都，恐怕连大罗剑诀都不需要动用，单凭肉身一拳就足以将其轰杀。定！恭喜宿主成功融合大地道骨。体质：道眼天魔体，已融合大地道骨，修为7境化神巅峰，肉身强度堪比9境圣人。看着系统面板上全新的数据，江辰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一次闭关收获巨大。太阴古墓，天元神巢。江辰站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会不会有新的韭菜出现，让我好好再割一波呢？密室之内，虚空裂缝缓缓弥合。江辰感受着体内那股几乎要满溢出来的力量，骨骼如玉，道纹天成，神墨二力在他体内达成了一种玄奥的平衡。左眼金瞳，右眼墨月，神圣与霸道共存，让他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蜕变。仅仅是肉身强度，便已堪比9境圣人。这大地道骨果然是好东西。江辰低语，他抬手看着自己晶莹如玉却蕴含着爆炸性力量的手掌，心中很是满意。江辰嘴角微微上扬，这感觉不错。他心念一动，系统面板浮现。体质：道眼天魔体，已融合大地道骨。修为7境化神巅峰，肉身强度堪比9境圣人。肉身堪比圣人，这意味着哪怕他站着不动，寻常的大成境修士连他的防御都破不开。修为还是化神巅峰，瓶颈未破。江辰并不意外，大地道骨改造的是根基与潜力，而非直接提升修为。不过根基已然铸就，突破只是等水到渠成的事。现在的他若是再对上林凡那样的货色，恐怕只需要一拳就能给他打成齑粉了。想到林凡，江辰记起了什么。江辰心念一动，那枚在站台上被他顺手收走的戒指便出现在了他的掌心。戒指通体漆黑，看不出材质，上面铭刻着一些古老而模糊的纹路，平平无奇。若非亲眼所见，谁也想不到里面会藏着一个残魂。系统，这戒指里的老家伙还能榨出多少油水？江辰在心中问道。定！检测到目标，上古残魂，准地境。魂体因多次强行灌输力量，已处于半消散状态，但其本源依旧蕴含着庞大的魂力与大道感悟。可使用鸿蒙镇元鼎进行炼化，可提纯其魂力本源，转化为最精纯的能量，供宿主吸收。预计可助宿主神魂之力大幅提升，并有一定几率冲击更高境界。炼化准地残魂。江辰的嘴角缓缓露出一个微笑，他毫不犹豫，直接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了那尊鸿蒙镇元鼎。他一出现，整个密室都开始轻微的震动起来，空间都泛起了道道涟漪。去！江辰屈指一弹，手中的古戒便化作一道流光，飞入了鸿蒙镇元鼎之中。他双手捏诀，体内的灵力混合着道眼天魔体的魔气与大地道骨的神力，化作一黑一金2道神火注入鼎中。嗡！鸿蒙镇元鼎发出一声清鸣，鼎身上的日月星辰图案瞬间亮起，一股恐怖的炼化之力在鼎内爆发开来。啊！何人敢炼化本座？一声惊怒交加的咆哮从鼎中传出，一道虚幻的身影从戒指中被硬生生扯了出来，那正是寄宿在戒指中的老者魂体。此刻的他魂体虚幻，气息萎靡，显然在帮助林凡之后已是元气大伤。他惊恐地看着四周混沌色的气流，感受着那股足以将他彻底碾碎的炼化之力，灵魂都在颤栗。小辈，住手！你可知本座是谁？老者吼道。江辰盘坐在鼎外，神情淡漠，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话，只是不断地催动神火，加大炼化之力。吃！老者的魂体在鸿蒙镇元鼎的力量下开始寸寸消融，化作最本源的魂力。那种灵魂被一寸寸剥离、碾碎、炼化的痛苦，让他发出了凄厉无比的惨叫。是你，江辰！老者终于看清了鼎外的江辰，眼中充满了怨恨。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堂堂一代准帝，纵横一个时代，即便只剩一缕残魂，为何会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他更想不明白，眼前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来头？那尊鼎，那黑金2色的神火，每一样都散发着让他这个准帝都为之战栗的气息。小友饶命！在死亡的恐惧面前，什么准帝的尊严都化作了飞灰。本座愿臣服于你，为你护道。本帝知道无数上古秘辛，知道诸多大帝传承的下落，只要你放过我，这一切都是你的。老者疯狂地哀求着。江辰闻言，终于抬了抬眼皮，露出一抹讥讽的笑意。你的那些秘辛炼化了你，我不是也能够知道？他的声音很轻，却瞬间浇灭了老者最后的一丝希望。你……老者绝望了，他后悔了，他后悔当初为何要选择林凡那个蠢货当传人。
若是当初遇到的是眼前这个年轻人，不，以这个年轻人的心性，恐怕自己早就被他榨干了。本地纵横一生，没想到最后竟会落得如此下场。呵呵，哈哈哈哈！在绝望的笑声中，老者的魂体被鸿蒙镇元鼎彻底炼化，化作一团拳头大小、精纯到极致的金色魂元，悬浮在鼎中，其中还夹杂着无数破碎的大道感悟碎片。江澄看着那团魂元，眼中露出一抹满意之色。他张口一吸，那团金色的魂元便化作一道流光，从鼎中飞出，直接没入江澄的口中。一股无比庞大的精神能量瞬间在他的识海中炸开。江澄的识海原本就已经浩瀚无比，此刻在这股精纯魂元的冲击下，又开始以一种恐怖的速度疯狂扩张。他的神魂在这一刻仿佛挣脱了某种束缚，开始无限拔高。他的意识穿透了圣子峰的护山大阵，穿透了洪天圣地的层层禁制，看到了圣地之内每一位弟子的修行，每一位长老的吐纳。他的意识继续延伸，覆盖了大半个东域，山川河流、鸟兽虫鱼皆在他的感知之内，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与此同时，那股庞大的能量也开始反哺他的肉身。他体内的灵力本就处于7进化神巅峰，此刻在这股能量的推动下，瓶颈瞬间被冲破。轰隆！江澄的修为在这一刻也是水到渠成，正式踏入了8进大成。修为的提升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的神魂强度，此刻恐怕已经不亚于9进圣人。肉身与神魂的双重飞跃，让他的综合战力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呼！江澄长长吐出一口浊气，他感受着体内奔腾的力量，神情惬意。林凡这个天命之子，当真是个合格的运输大队长。宋基元、宋美人，最后连随身老爷爷都打包送了过来。江澄站起身，撤去了密室的阵法，准备出去透透气。可他神念刚一放出，就察觉到圣子峰外有2股熟悉又压抑的气息正在等候，其中一股爆裂，另一股阴沉。我还没来得及去找他们，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也好，省得我再跑一趟了。江澄笑了笑，向殿外走去。江九跟门神一般矗立在殿门前，在他前方不远处，2道身影静立着，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正是洪天圣地的大长老云雾子与3长老天玄道人。自大比结束后，这2位圣地中权柄滔天的人物便一直在此等候，说是求见，却连圣子峰的山门都未曾踏入。周围的山峰上，不少弟子和长老都在远远观望，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那不是大长老和3长老吗？他们怎么在圣子峰外站着？你还不知道？大比之前，天玄道人为了他那死去的徒弟许莹，冲上圣子峰要杀圣子，结果被圣子用护山大阵逼得当众下跪认错。还有这事？那大长老呢？大长老更早之前就跟圣子不对付了，听说还想废除圣子的位置，结果被圣主和七祖压下来了。这2人今天怕是来负荆请罪的。圣子如今真是威势滔天啊，连大长老和3长老都得低头。众人的议论声或多或少传到了云雾子和天玄道人的耳中。天玄道人脾气本就火爆，此刻听着这些风言风语，一张老脸涨得通红，拳头捏得咯吱作响。若非身旁的云雾子死死拉着他恐怕又要当场发作。云雾子面色阴沉如水，心中同样是屈辱万分。他堂堂大长老，9进圣人巅峰的存在，何曾受过这等羞辱？但行事比人强，江澄如今不仅有圣主和七祖撑腰，自身实力更是深不可测，连天元皇主都栽了跟头。他们若再不来低头，恐怕日后在圣地中将再无立足之地。就在2人心思各异，备受煎熬之时，吱呀！身后那扇紧闭了数日的殿门缓缓打开，一道白衣身影从殿内缓步走出。江澄的出现瞬间让全场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他的身上。他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变化，依旧是那副风神俊朗、气质温和的模样。然而云雾子和天玄道人这2位圣人境的强者，在看到江澄的刹那，瞳孔却猛地一缩。他们从江澄身上感觉到了一股截然不同的气息，尤其是江澄的眼神平静无波，可当他看过来时，2人竟产生了一种错觉，就好像自己的神魂都被彻底看穿，一切心思都无所遁形。这种感觉让他们从心底里生出一股不妙。2位长老在我这圣子峰外站了这么久，是觉得我这山门的风水比你们的洞府要好吗？江澄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天玄道人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躁动，上前一步，对着江澄拱了拱手，声音生硬地说道：圣子，先前之事是老夫鲁莽，冲撞了圣子，今日特来向圣子赔罪。他虽然在道歉，但语气里的不甘，任谁都听得出来。江澄闻言笑了，他没有看天玄道人，而是将目光转向了一旁沉默不语的云雾子。大长老呢？
你也是来赔罪的。云雾子眼皮跳了跳，他缓缓躬身，姿态放得比天玄道人低得多。圣子言重了，老夫先前被奸人蒙蔽，对圣子多有误会，险些酿成大错。今日前来是为向圣子请罪，还望圣子大人有大量，不计前嫌。能屈能伸，不愧是老狐狸。江辰踱步上前，走到两人面前，他绕着两人走了一圈。误会，奸人蒙蔽。江辰停下脚步，站在云雾子面前，脸上的笑容不变。大长老，你这话说的可就没意思了。前不久在大殿之上，你联合一众长老，气势汹汹，要废我圣子之位。现在一句误会就想接过去。云雾子有些不悦，江辰这是要翻旧账啊。还有你，天玄长老。江辰又转向天玄道人，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些许。不久前我对你已是小惩大戒，今天又为何赔罪？你！天玄道人勃然大怒，圣人境的气息不受控制地爆发出来。然而他的气息刚刚升起，江辰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轰！一股远比天玄道人更加强大神魂威压狠狠地砸在了他的神魂之上。噗！天玄道人如遭雷击，闷哼一声，脸色瞬间惨白，身体踉跄着后退了数步，眼中满是惊骇。神魂攻击，仅仅一个眼神就重创了他这个9境圣人。这小子神魂什么时候强到了这种地步？远处的弟子们更是吓得魂不附体，那可是3长老啊，圣人境的强者，竟然被圣子一个眼神就给瞪受伤了。圣子息怒。云雾子开口，天玄师弟只是一时糊涂，还请圣子手下留情。江辰没有理会他，只是看着狼狈不堪的天玄道人，语气平淡地说道：我这人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大呼小叫，上次就警告过你，你老糊涂了。他顿了顿，话锋一转，我也并非什么大奸大恶的人，你2人又是圣地的中流砥柱，我就不追究你们什么了。两人闻言心中一松，但江辰接下来的话又让他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大长老，我素来听闻你那的灵草灵药颇多，是这样吧？江辰看向云雾子。是。云雾子连忙点头。我即将前往太阴古墓，需要一些灵药傍身。江辰伸出3根手指，3000株万年份的灵药，10株药王，3日之内送到我圣子峰来。有问题吗？什么？云雾子眼睛都瞪圆了。3000株万年灵药，10株药王，这简直是把他那一脉的家底给掏空了。这哪里是赔罪，这分明是抢劫。有问题？江辰的眼神又变得不善起来。没有。云雾子感受到那股目光，连忙改口，咬着牙说道：3日之内定当送到。很好。江辰满意的点了点头，又看向天玄道人。至于你，天玄道人心中一紧，我这圣子峰还缺个看门的。江辰上下打量了他一番，我看你这身板还算硬朗，就罚你在我圣子峰山门外守门100年吧。正好也让你好好反省反省，什么叫规矩，让一位圣人境的长老去看100年的大门。天玄道人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怎么，你不愿意？江辰的声音冷了下来。就在这时，一道传音落入天玄道人的耳中，是云雾子的声音：师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别冲动。天玄道人身体剧烈的颤抖着，最终那满腔的怒火还他从牙缝里挤出了3个字：我愿意。江辰这才满意的笑了，他要的不是他们的命，而是他们的臣服。从今天起，圣地之内将再无人敢质疑他的权威。行了，都散了吧。江辰挥了挥手，转身便要返回殿内。就在此时，传音玉符亮起：辰儿，即刻至大殿议事。江辰双眼一凝，看来太阴古墓是要开启了。洪天圣地大殿。当江辰抵达时，殿内已经站了几人。圣主江胜天高坐于主位之上，神情威严。下方，萧天都、宋宁雪、青灵河、温燕4位真传弟子分列2侧，早已在此等候。见到江辰进来，4人的神情各不相同。萧天都依旧是那副沉稳内敛的模样，只是在看到江辰时，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之色。大比一战，他虽败了，却也看到了更高的山峰。此刻的他战意内敛，气息也比之前更加凝实。宋宁雪一身白衣，清冷如雪，他的目光在江辰身上短暂停留了一瞬，便迅速移开。青灵和安静地站在一旁，仿佛一株空谷幽兰，对一切都漠不关心。而温燕则是摇着她的桃花扇，对着江辰挤眉弄眼，一副圣子你可算出关了的表情，只是眼神深处却带着一丝明显的敬畏。圣子峰外发生的事情早已传遍了整个圣地，他可不敢再像以前那样随意调侃了。辰儿，你来了。江胜天开口，他自然能看出自己这个儿子闭关数日，
实力又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江辰对着江胜天微微躬身，随即目光扫过4位真传弟子，算是打了招呼。想必你们也猜到了。江胜天没有废话，直入主题，太阴古墓将于7日后在西荒域的藏神谷开启。此言一出，殿内4位真传弟子的呼吸都微微一滞。此行危险与机遇并存，江胜天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不仅是我东域，其他几域的顶尖势力，乃至一些隐世不出的古老道统，都会派遣门下最杰出的天骄前往。届时，藏神谷必将成为一场龙争虎斗的修罗场。他顿了顿，威严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你们5人将代表我洪天圣地，前往太阴古墓争夺机缘。此行一切行动皆以圣子江辰为首，听其号令，不得有误。话音落下，殿内一片安静。萧天都、宋宁雪等人心中虽有波澜，却并未提出异议。江辰如今的实力和地位，担任这个领队是理所当然之事。萧天都更是直接上前一步，对着江辰抱拳道：萧天都谨遵圣主之命，听从圣子调遣。他很干脆，武道世界强者为尊，江辰比他强，他就服。我等谨遵圣主之命。宋宁雪、青灵河和温燕也纷纷表态。江胜天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看向江辰：辰儿，你可有要说的？江辰上前一步，目光平静地看着眼前的4位同门。他没有说什么鼓舞士气的话，只是语气淡然地说道：太阴古墓里的机缘，能者居之。此行我不会要求你们为我做什么，你们只需要记住一点。他的声音顿了顿，一股无形的气势笼罩了整个大殿。听话，你们就能活着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听话，后果自负。我不希望在外面还要浪费力气清理门户。这番话说得极其不客气。温燕的扇子都停了，青灵和秀眉微蹙，宋宁雪的脸色更冷了几分，唯有萧天都神色不变，似乎早已料到江辰会这么说。江胜天听了，非但没有不悦，反而露出一丝笑意。这才是他儿子的行事风格，霸道、直接、有效。好了，既然如此，你们即刻出发。江胜天一挥手，此去路途遥远，修行不得落下。是，5人齐声应道。半个时辰后，圣地上空，9龙辇破开云层，缓缓驶出9龙辇之上，5人各居一处，气氛有些微妙。江辰独自站在最前方，负手而立，白衣在风中飞舞飘扬，目光眺望着远方南宫世家的方向。萧天都盘膝坐在甲板一角，双目紧闭，一柄古朴长剑横于膝上，人与剑仿佛融为一体，正在抓紧一切时间修行。宋宁雪则站在船舷边，看着下方飞速掠过的山川河流，不知在想些什么。他的阵法造诣极高，此刻正暗暗分析着这9龙辇的构造，越是分析，心中便越是震惊。青灵河取出一张古琴，素手拨动，叮咚的琴音响起，为这趟旅程平添了几分雅致。唯有温燕坐立不安，他想找人说说话，可看看江辰那生人勿近的背影，看看萧天都那块万年不化的冰块，再看看宋宁雪和青灵河2位美人，一个比一个冷，最后只能唉声叹气，独自喝着闷酒。这队伍太难带了，哦不，是太难混了。江辰没有理会身后的众人，他的心神早已飞到了南宫世家。明月，等着我。他想起自己大比结束时传音说的那句话，嘴角不由得就露出了笑意。不知道那个外冷内热的小未婚妻在看到自己时会是怎样一副光景，是会羞愤的拔剑相向，还是会脸红心跳的迎接自己。他很期待。9龙辇速度极快，不过1日1夜便横跨了数万里山河，抵达了南宫世家所在的疆域。来者何人？竟敢擅闯我南宫家！一声娇喝响起，数道流光从一座仙岛上飞出，拦在了9龙辇前方。为首的是一名身穿淡黄色长裙，容貌俏丽却一脸傲气的女子。温燕刚想上前搭话，却被江辰淡淡的瞪了一眼，马上就缩了回去。吼！拉动非洲的9条黑色蛟龙仿佛感受到了江辰的意志，齐齐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恐怖的龙威如同实质般的音波，朝着那几名南宫世家的弟子席卷而去。那几名弟子脸色瞬间惨白，修为稍弱的更是直接从空中跌落下去。为首的那名黄裙女子也被震得气血翻涌，眼中满是惊骇。你不认得我？江辰有些好笑地看着他，对于他的反应倒也没有过于为难他。我为何需要认得你？擅闯我南宫家便是敌人。江辰笑了笑，摇了摇头，认不得我没关系，以后你就认得了。话音落下，江辰那平淡清晰的声音传遍了整片天际。洪天圣地江辰前来迎接南宫明月。洪天圣地江辰前来迎接南宫明月。声音不算洪亮，携带着凌厉清晰的回荡开来，钻入众人的耳中。那几个被龙威震慑险些从空中跌落的南宫世家弟子此刻更是面无人色，尤其是为首的黄裙女子
他捂着翻腾的气血，满眼骇然地看着江辰。洪天圣地圣子江辰，这个名字如今在整个东域，谁人不知大比之上，拜真传，灭魔子，最后更是引得准地老祖现身撑腰，桩桩件件都已是传奇。黄裙女子只觉得一阵头皮发麻，自己刚刚竟然拦住了这位煞神的路，还对他出言不逊。胡闹！一声呵斥自下方传来，随即两道身影冲天而起，瞬息之间便出现在了九龙辇前方。为首的正是南宫世家家主南宫卓，他身旁则是一身淡蓝纱裙，身姿高挑，清丽绝尘的南宫明月。南宫卓先是瞪了一眼那几个不成器的家族子弟，随后才将目光转向九龙辇，脸上露出一抹笑意。贤侄，你可小心些，我这南宫世家可经不起你这9条蛟龙折腾。他嘴上说着嗔怪的话，语气里却没有半分责备的意思，反倒是带着几分长辈对晚辈的亲近调侃。江辰从九龙辇上飘然而落，对着南宫卓躬身行礼，姿态谦和，与方才那番霸道张扬判若两人。南宫伯父说笑了，此来仓促，怕扰了伯父清静，这才出声通报。他的目光不着痕迹地扫过南宫卓身旁的南宫明月，今日的他似乎刻意打扮过，青丝如瀑，用一根简单的玉簪挽起，几缕发丝垂在额前，那张本就倾国倾城的脸蛋，不施粉黛，却胜过人间无数。清冷的眸子如一汪秋水，只是在与江辰的目光接触的刹那，微微荡起了一丝涟漪。他也在看他。数日不见，他似乎又有了些变化，依旧是那副温和的模样，可那双眸子，左眼如日，右眼如月，深邃的感觉可以把他魂魄都吸进去。尤其是当他看过来时，南宫明月只觉得自己的心跳又开始不受控制的漏跳了一拍。他想起了大比结束时他传音给自己的那几句话：洗干净等着我，我要你心甘情愿的为我穿上嫁衣。这些话像魔音一样，这几天时常在他脑海中盘旋，让他羞愤，让他心乱。明月，江辰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他上前一步，越过南宫卓，直接走到了他的面前，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南宫明月下意识地向后微退了半步，垂下了眼帘，不敢直视江辰的眼睛。江辰看着他这副模样，嘴角的笑意更浓。他伸出手，在南宫明月和南宫卓都未曾反应过来之际，轻轻握住了他微凉的玉手。南宫明月浑身一僵，如同被闪电击中，一股酥麻的感觉从手心瞬间传遍全身。他下意识地想要挣脱，可他越是想要挣脱，江辰握的就越紧，让他动弹不得。你……南宫明月又羞又恼，猛地抬起头，清冷的眸子有些恼怒。当着自己父亲和这么多族人的面，他怎么敢如此轻薄？太阴古墓开启在即，江辰却仿佛没有看到他眼中的怒火，只是凝视着他的眼睛，声音温和：我来接你了。简简单单的5个字，却仿佛带着千钧之力，瞬间击溃了南宫明月所有的防线，他所有的羞恼，所有的挣扎，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心湖里的一圈圈涟漪。嗨嗨！一旁的南宫卓重重地咳嗽了2声，打断了这有些暧昧的氛围。他看着自家女儿那副魂不守舍的模样，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对江辰说道：贤侄，明月既要与你同去，一路上还望你多加照拂。伯父放心。江辰转头，依旧握着南宫明月的手，没有松开的意思，有我在，无人能伤他分毫。南宫明月的手指蜷缩了一下，终究是没有再挣扎，只是脸颊上的红晕已经蔓延到了白皙的耳根。就这样，在南宫世家一众长老和弟子复杂的目光中，江辰牵着他们那位高不可攀的圣女登上了九龙辇。飞舟缓缓启动，破开云层，朝着远方疾驰而去。九龙辇上气氛有些微妙，萧天都依旧在闭目养神，人剑合一。青灵河素手抚琴，琴音却乱了几个节拍。宋宁雪站在船舷边，看着下方的云海，眼神飘忽。只有温燕拿着她的桃花扇遮住半边脸，偷偷地对着江辰和南宫明月挤眉弄眼，嘴型无声地变换着。圣子威武，江辰自然察觉到了这一切，但他毫不在意。他拉着南宫明月在辇车最前方的软榻上坐下。放开！南宫明月的声音细若蚊蝇。不放。江辰回答得干脆利落。万一你掉下去了怎么办？我已是化神境，不会掉下去。南宫明月辩解道，但在江明耳朵里听着却像是底气不足。哦。江辰眉毛一挑，这才装作刚刚发现的样子，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他一番。不错嘛，居然突破到化神境了，看来我不在的这些天你很努力。他的目光有点灼热，看得南宫明月浑身不自在。他确实在大比之后心有所感，又得家族资源倾斜，这才一举突破。是不是特别想追上我的脚步，好早点嫁给我？江辰凑到他的耳边，压低了声音，温热的气息吹拂在他的耳廓上。
南宫明月的身体再次僵住，一股热气从脖颈直冲头顶，他感觉自己的脑袋都要冒烟了。你胡说！他猛地推开江晨，站起身，逃也似的走到了船舷的另一边，背对着他，只留给他一个羞愤交加的背影。江晨看着他那副模样，嘴角的笑意愈发灿烂。这冰山美人炸毛的样子还真是可爱。远处的温燕看到这一幕，扇子摇得更欢了，她凑到青灵河身边，压低了声音：青师妹，你看到了吗？咱们圣子当真是调情界的一代宗师啊！你看那南宫仙子，那冰山都快被融化成温泉了。青灵合白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只是拨弄琴弦的手指又错了一个音。九龙辇在云海中穿行，速度快到极致，1日之后便已横跨东域，进入了一片截然不同的天地。天空是诡异的暗红色，大地呈现出一种焦黑的色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古老苍凉肃杀的气息。地面之上随处可见巨大的骸骨，有些形如山脉，不知是何种太古凶兽所留，还有无数断裂的古兵器，即便经历了万古岁月，依旧散发着淡淡的凶煞之气。这里便是西荒域葬神谷。传说在上古时代，这里曾是神魔的战场，有不止一位大地级数的强者在此喋血，连天地法则都被打得残破不堪，这才形成了如今这片绝地。好浓的煞气和怨气。青灵河停止了抚琴，秀眉微蹙，此地的气息让他感到很不舒服。不止，萧天都睁开了眼睛，他握着剑柄的手微微收紧。这片空间很不稳定，似乎随时都可能出现空间裂缝。九龙辇缓缓降低高度，驶入谷中。此时的葬神谷早已不复往日的死寂，谷内各处旌旗招展，宝光冲天，一座座华丽的非洲宫殿悬浮在半空中，分属于不同的势力。一道道强大的气息在谷中交织碰撞，让这片古战场的气氛变得愈发压抑。显然，为了太阴古墓，各大道统的精英早已汇聚于此。吼！9条黑色蛟龙拉着华美的辇车从天而降，那恐怖的龙威和霸道的声势瞬间就吸引了谷内所有人的注意。9龙拉车，好大的手笔！这是哪个道统的人？看旗帜是东域的洪天圣地。洪天圣地就是前不久出了个妖孽圣子的那个，据说连天元神朝的皇主都在他手上吃了大亏。是他来了！一时间，无数道目光或好奇，或审视，或忌惮，或敌视，齐刷刷地投向了缓缓降落的九龙辇。江晨负手立于辇车之首，白衣胜雪，神情淡漠。他身旁的南宫明月蓝裙飘飘，清冷绝尘，两人站在一起，如同一对神仙璧人，瞬间变成了全场的焦点。啧，真是走到哪都是万众瞩目啊！温燕摇着扇子道。江晨没有理会周围的目光，他只是淡淡的扫视了一圈，然后对身旁的温燕说道：给我介绍介绍，来的都有哪些人？得嘞。温燕就等这句话了，他清了清嗓子，俨然一副专业解说的模样，手中扇子一指：圣子请看，东边那片金光灿灿的宫殿是天元神朝的人，为首那个身穿金色蟒袍，头角峥嵘，一脸老子天下第一的家伙，就是天元太子元昊天。据说身负真龙体质，实力深不可测，在年轻一代中鲜有敌手。看他那眼神，估计是来找咱们麻烦的。江晨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元昊天果然也正冷冷地盯着他，眼神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傲慢，还有敌意。江晨只是看了一眼，便收回了目光。元昊天见状，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旁边那个啧是个大美人。温燕的扇子又转向了另一处，那里停着一艘粉色的莲花宝座，周围飘散着沁人心脾的异香。那是合欢宗的圣女于妹儿，天生媚骨，修行的是采阳补阴的法门，寻常修士看她一眼都得到心不稳。不过此女不简单，我总觉得她还藏着点别的东西。江晨的目光落在那于妹儿身上，对方也恰好看了过来，一双桃花眼水波流转，对着江晨露出了一个勾魂夺魄的笑容。江晨心中微动，这女人媚功着实了得。还有那边，温燕的扇子指向一处毫不起眼的角落，那里只有一个穿着朴素僧袍的年轻和尚，盘坐在一块青石上，手中捻着佛珠，宝香庄严，好像周围的喧嚣与他无关。那是古刹无相寺的首席弟子静心，此人身负琉璃佛心，佛法高深，不好惹。静心似乎也察觉到了江晨的注视，他缓缓睁开眼，对着江晨的方向双手合十，微微颔首，算是打了招呼。万妖窟也来人了。温燕的语气变得凝重了些，看到那个浑身散发着血腥气的家伙没有？他叫鳌牙，是上古龙族的后裔，龙皇第7子。这家伙是个纯粹的疯子，视人族为血食，残暴嗜杀，肉身强横的变态，据说能硬汉大成境的修士。咱们最好离他远点。江晨看向那鳌牙，对方正坐在一堆巨大的骸骨之上，身形魁梧，赤裸着上身布满了龙鳞纹路。他似乎也感受到了什么，
一双树瞳扫了过来，眼神满是暴虐和蔑视。最后那个是最危险的。温燕的声音压得极低，扇子指向了一片被黑雾笼罩的区域，那里安静的可怕，连光线都快照不进去了。幽冥魔教的少主墨渊，关于他的传闻不多，只知道他修行的是吞噬法则，所有与他为敌的人最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连神魂都找不到。他给我的感觉非常危险。那片黑雾中，一道模糊的身影似乎动了动，一双幽深的眸子穿透黑雾，与江辰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了一瞬。江辰的左眼金光一闪，右眼魔气流转，黑雾中的墨渊发出了一声微不可闻的轻疑。此人有点意思。江辰的嘴角缓缓勾起。合欢妖女、皇朝太子、佛门传人、妖族狂徒、魔道巨擘，这一次的太阴古墓之行，看样子不会无聊了。找个地方等古墓开启。江辰收回目光，淡淡的说道。九龙辇缓缓降落，在距离各大势力都不算太近的一处山坡上停了下来。江辰一行人走下非洲，自顾自地开始休整，完全无视了周围那些不善的目光。这种从容与淡定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震慑。不少原本想上来试探一下的二三流势力，看到这番景象都默默地打消了念头。然而总有那么一些人看不清形势，也管不住自己的眼睛和嘴巴。山坡之上，江辰随意地坐在一块巨石上，南宫明月站在他的身侧，清冷的目光眺望着不远处那片被混沌雾气笼罩的古墓入口。虽然他极力保持着平静，但微红的耳根和不时飘向江辰的余光，还是暴露了他内心此时的想法。萧天都自顾自地找了块地方擦拭他的长剑，剑气内敛，人如磐石。青灵河与宋凝雪站在一起，低声交流着什么，探讨此地的阵法禁制。温燕则是摇着扇子打量着四周，也不知道是在充当临时护卫的角色，还是在物色各教各派的帅哥美女。然而就在这份暂时的宁静中，几道不和谐的身影就那么大摇大摆地朝他们走了过来。为首的是一个身穿赤红色长袍、面容倨傲的青年，他身后跟着几个同样气息浮躁的跟班。他们来自一个名为烈阳宗的二流宗门，平日里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作威作福惯了，此刻看到南宫明月这般角色，顿时动了心思。哟，这不是洪天圣地的各位天骄吗？怎么躲在这角落里？莫不是怕了？为首的青年名叫赵天阔，他一开口便是阴阳怪气的嘲讽，他的目光却毫不掩饰地在南宫明月和青灵河还有宋凝雪的身上来回扫视，那眼神装都不带装一下的，满满的阴邪，明摆着就是一副哥看上你们了的样子。这位仙子真是绝色啊，待在这小白脸身边岂不是委屈了？不如来我烈阳宗，我保证让你当上宗主夫人，享尽荣华富贵。赵天阔自以为风度翩翩的笑道。此言一出，周围的气氛瞬间冷了下来。萧天都擦拭长剑的动作停住了，宋凝雪和青灵河也停止了交谈，冷冷地看了过来。哪里来的野狗，在这里乱吠？温燕唰的一下收起扇子，挡在了赵天阔面前，脸色阴沉。瞎了你的狗眼，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赵天阔身后的跟班立刻叫嚣起来。放肆！这位可是我们烈阳宗的少宗主，你敢对我们少宗主不敬？烈阳宗？温燕嗤笑一声，没听过。识相的，现在跪下磕头道歉，然后滚，不然今天这葬神谷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赵天阔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他没想到温燕竟然如此强硬。他看了一眼不远处依旧安坐的江辰，见他一副置身事外的模样，胆子又大了起来。在他看来，这南宫明月身边的江辰不过是个装腔作势的软蛋，全靠身边的女人和同门出头。洪天圣地很了不起吗？赵天阔冷笑一声，语气愈发嚣张。我告诉你们，我烈阳宗如今已经投靠了天元神朝，元昊天太子殿下便在那边看着，你们敢动我一下试试？他一边说着，一边还得意地朝着元昊天所在的方向扬了扬下巴。远处的元昊天察觉到这边的动静，没有什么反应，只是嘴角露出一抹看好戏的冷笑，并没有其他任何表示。在他看来，有这么个蠢货去试探一下江辰的深浅，倒也不错。天元神朝，温燕的脸色变了变，但随即又化作了冷笑，原来是找到新主子的狗。可惜你找错人了。少废话！赵天阔彻底失去了耐心，他伸出手，竟然直接朝着南宫明月抓了过去。美人，跟了我，保证比跟着这个废物强。他的动作很快，南宫明月秀眉一蹙，体内的灵力已经开始运转，正欲出手，但有人比他更快。一直安坐不动的江辰甚至都没有站起来，他只是缓缓抬起了眼皮，那双左眼如日右眼如月的眸子平静地看向了冲过来的赵天阔。就在赵天阔的手即将触碰到南宫明月衣角的刹那，他整个人突兀地僵在了半空中，时间在这一刻都好像静止了一样。赵天阔脸上的淫笑还凝固着，眼中却开始浮现出恐惧。
他发现自己动不了了，一股无形又无法抵抗力量从四面八方挤压而来。他体内的灵力，他引以为傲的烈阳真火，在这股力量面前，就如同萤火之于皓月，瞬间被碾得粉碎。咔咔嚓，清晰的骨裂声从他的体内密密麻麻地响起。他的身体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握住，正在一寸寸地被捏碎。皮肤、肌肉、骨骼、内脏，所有的一切都在这股恐怖的压力下开始崩溃。不，他想要求饶，想要惨叫，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在周围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赵天阔和他身后的几个跟班就像被风化的沙雕一般，从身体的末端开始一点点地化作了飞灰，没有鲜血，没有残肢，他们就那样无声无息地从众人的眼前被抹掉，连一丝一毫的痕迹都没有留下。一阵风吹过，将那最后一点飞灰吹散，山坡上恢复了寂静，先前那几个人就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整个藏神谷一片死寂，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无论是那些二三流宗门的弟子，还是像袁昊天、墨渊、鳌牙这样的顶尖天骄，瞳孔都是猛地一缩。袁昊天脸上的冷笑僵住了，眼中第一次露出了凝重之色。鳌牙那充满暴虐的树瞳中闪过一丝诧异，黑雾中的墨渊更是发出了一声机不可闻的赞叹。有趣。江辰缓缓站起身，他走到南宫明月身前，伸出手轻轻为他理了理被风吹乱的一缕秀发。南宫明月怔怔地看着他，心跳加剧。他亲眼见识过江辰在大比上展露出来的实力，可也远远不及现在的一幕更让他感到震惊。他又变强了，杀人甚至不需要动手，仅仅只是一个眼神便足以让一个活生生的人化为飞灰。江辰做完这一切，才缓缓转过身，淡漠的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了天元神朝的方向。他缓缓开口，一字一句都清清楚楚地传入了谷内每一个人的耳中。还有谁想试试？全场安静的可怕，这是一种何等霸道、何等恐怖的手段，杀人于无形，灭敌于一念之间。远处的袁昊天脸色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他身后的天元神朝众人一个个脸色巨变，暗自咽了咽口水，再也不敢用轻视的目光看向江辰。合欢宗的莲花宝座上，于妹儿那双勾魂夺魄的桃花眼此刻也收敛了媚态，他轻轻摇着团扇，看着江辰的背影，不知在想些什么。至于古刹无相寺的静心，只是低声念了一句佛号，便重新闭上了双眼。而江辰在问出那句话后，便再也没有看众人一眼。南宫明月的心跳得有些快，南宫明月怔怔地看着身前的背影，那件白衣在微风中轻轻摆动，明明看起来并不算如何魁梧，却给了他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就在这压抑到极致的寂静之中，一声悲愤至极的怒吼如同惊雷般炸响：庶子，安敢杀我少主，拿命来！轰！一股远比先前赵天阔强大100倍的气息从天元神朝的阵营后方冲天起。那是一名身穿灰色麻衣，面容枯槁，双眼却燃烧着熊熊怒火的老者。他的身影快到极致，撕裂空气，一只干枯的手掌燃烧着赤红色的烈焰，朝着江辰的天灵盖狠狠拍下。是烈阳宗的护道人孙长老，8境大成，而且是中期，这股气息错不了。疯了，他竟然敢对洪天圣地的圣子出手！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呼，所有人都没想到，在见识了江辰那神鬼莫测的手段后，竟然还有人敢对他出手，而且一出手便是石破天惊的杀招。那恐怖的威压如同山岳般镇压下来，让周围修为稍弱的修士连呼吸都变得困难。圣子小心！温燕脸色大变，下意识的就要上前。萧天都手中的长剑也发出一声清越的剑鸣，凌厉的剑意冲天起。南宫明月更是俏脸煞白，体内的化神境灵力疯狂运转，一面冰晶盾牌瞬间凝聚在江辰身前。然而面对这致命一击，江辰的动作却只是轻轻地将南宫明月拉到了自己的身后。无妨。他甚至没有回头，只是淡淡地吐出了2个字。与此同时，他身后的空间微微扭曲，一道如同鬼魅般的身影无声无息地浮现，正是江九。江九的面容一如既往的冷漠，但那双古井无波的眸子里此刻却翻涌着杀意。敢对圣子出手，无论是谁都只有一个下场。他正要抬手，一掌将那不知死活的老者碾成齑粉。江九，退下！江辰平淡的声音清晰地传入了他的脑海。江九的动作一顿，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但还是毫不犹豫地遵从了命令，身影再次隐匿于虚空之中。圣子，这……温燕急了，那可是8境大成中期的强者啊！圣子虽然手段诡异，但修为毕竟只是大成初期，硬碰硬恐怕要吃大亏。江辰没有理会他，只是缓缓地抬起头，看向那已经近在咫尺、燃烧着熊熊烈焰的干枯手掌。他的脸上非但没有丝毫的畏惧，反而露出了一抹饶有兴致的表情。
来得正好。他轻声自语。自那日击溃林凡，引得准地老祖现身，修为一举突破到8境大成之后，他还从未真正与同级别的强者交过手。那个眼神抹杀赵天阔的手段，不过是他神魂力量暴涨之后对于空间法则和神魂攻击的一种小小的应用罢了。对付7进化神境的修士自然是摧枯拉朽，但面对真正的大成境强者，还是得靠实打实的硬实力。今日正好拿这个送上门来的老家伙来试试他如今的战力究竟到了何种地步。电光火石之间，江辰动了。他没有施展任何花哨的功法，也没有动用什么神通道术，只是简简单单的抬起了右手，五指并拢，迎着那足以焚山煮海的烈焰手掌一拳轰出。这一拳平平无奇，甚至没有带起一丝一毫的灵力波动。在众人看来，这简直就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完了，温燕的心沉到了谷底。南宫明月的指尖已经冰冷一片，那名为孙长老的老者眼中更是闪过一抹快意。他仿佛已经看到下一刻江辰的整条手臂连同他的身体都会被自己的烈阳焚天掌烧成灰烬。然而就在双拳即将碰撞的刹那，异变陡生，江辰那看似平平无奇的拳头之上，一层幽暗深邃的魔纹骤然亮起，一股比孙长老的烈焰更加霸道，更加暴虐，仿佛来自太古洪荒的恐怖魔气轰然爆发。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传遍了整个藏神谷，狂暴的气浪以2人为中心，向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脚下坚硬的黑色土地被硬生生离开了一道道深不见底的沟壑，周围的修士们被吹得东倒西歪，一些靠得近的更是直接被震得口喷鲜血，倒飞而出。烟尘弥漫，遮蔽了所有人的视线。结果怎么样了？圣子不会有事吧？所有人都死死地盯着那烟尘的中心，心脏提到了嗓子眼。片刻之后，烟尘缓缓散去，场中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江辰依旧站在原地，白衣甚至没有沾染上一丝尘埃，他的拳头与那孙长老燃烧着烈焰的手掌死死地抵在一起，平分秋色。不，甚至不止。孙长老那张枯槁的老脸此刻已经涨成了猪肝色，额头上青筋暴起，握着拳头的手臂正在剧烈的颤抖。他的眼中写满了震惊，写满了难以置信。怎么可能？他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他能清楚地感觉到，从对方的拳头中正传来一股让他无法理解的力量。那股力量精纯凝练，正在疯狂地侵蚀着他的烈阳真元，甚至顺着他的手臂向着他的经脉和神魂蔓延。这根本不是一个大成初期修士该有的力量。就这点本事？江辰看着他，缓缓开口，语气里透露着失望。也配在我面前叫嚣？话音落下的瞬间，江辰拳头上的魔纹光芒大盛，咔嚓！孙长老发出一声闷哼，整条手臂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变形，一拳废其一臂。所有人的目光都凝固在了场中，看着那手臂诡异扭曲、满脸痛苦的孙长老。一招，仅仅一招对拼，8境大成中期的孙长老就被江辰废掉了一条手臂。这是何等恐怖的战力！他不是才大成初期吗？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到底是什么怪物？议论声如同瘟一般蔓延开来，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不可思议。远处的袁昊天死死地盯着江辰，他身负真龙体质，自诩同阶无敌，甚至可以越阶挑战，但他也绝对做不到像江辰这般如此轻描淡写地碾压一位大成中期的强者。有点意思，真的有点意思。黑雾中的墨渊发出低沉的笑声，对江辰越发的感兴趣。而温燕此刻已经惊得连扇子都掉在了地上，他张大了嘴巴，看着江辰的背影，喃喃自语：我滴个乖乖，圣子这是吃了什么神丹妙药？这也太猛了吧！这以后谁还敢跟他大小声啊？战场中心，孙长老捂着断臂，踉跄后退，眼中满是恐惧。他彻底怕了。那股侵入体内的诡异魔气如同枯骨之躯，正在疯狂破坏他的生机和经脉。若非他修为深厚，强行压制，恐怕此刻已经道基崩溃。你究竟是人是魔？他颤抖着声音问道。这都不重要。江辰神情淡漠，一步步向他走去。给你出手的机会，你也不中用啊！每一步踏出都让孙长老感到一阵窒息。你不能杀我，我若死了，烈阳宗与你不死不休，天元神朝也绝不会放过你。死亡的威胁下，孙长老只能搬出最后的靠山，嘶吼道：哦，是吗？江辰脚步一顿，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他转头，目光越过孙长老，落在了远处的袁昊天身上。袁昊天，你的狗在我面前叫得太大声了，你说我是杀还是不杀呢？此言一出，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了袁昊天的身上。这已经不是挑衅了，
这是将袁昊天的脸按在地上，用脚狠狠地摩擦。袁昊天的脸色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他猛地从座位上站起，一股属于真龙体质的恐怖龙威冲天起，与江晨遥遥对峙。江晨，你不要太过分，他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道。孙长老毕竟是他名义上的手下，若是在他面前被江晨杀了，他这个天元太子的脸往哪搁？过分。江晨笑了，我就过分了，你又能如何？他收回目光，不再看袁昊天一眼。这种蔑视比任何恶毒的言语都更让袁昊天感到耻辱。既然你这么想死，我便成全你。孙长老见求饶无用，脸上浮现出决绝，他猛地喷出一口精血，洒在一柄赤红色的长刀之上。血祭我身，阳神灭魂。嗡！那柄长刀发出一声悲鸣，刀身瞬间燃烧起血色的火焰，一股狂暴到极致的气息轰然爆发。孙长老的气息在这一瞬间暴涨了数倍，整个人与刀都合为一体，化作一道长达100丈的血色刀芒，撕裂虚空，朝着江晨当头斩下。这是他燃烧神魂与精血发出的至强一击。这一刀之下，空间都在哀鸣，像要被劈开。然而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刀，江晨的脸上却连一丝波澜都没有。他只是缓缓抬起了右手，对着身旁的萧天都伸出了手，借剑一用。萧天都微微一怔，但没有丝毫犹豫，手腕一抖，袭上那柄古朴的长剑，化作一道流光，瞬间飞入了江晨的手中。长剑入手，江晨整个人的气质陡然一变。他只是那么随手的对着那道斩天裂地的血色刀芒轻轻一挥，惊天剑意喷发，一道看似朴实无华的白色剑气脱手而出。那剑气很慢，慢到所有人都能看清它的轨迹。那剑气很小，与100丈的血色刀芒相比，就如同一只蚂蚁。然而就在两者接触的刹那，那道狂暴无比的血色刀芒在接触到灰色剑气的瞬间就开始崩溃瓦解，化作了最精纯的天地灵气，消散在空中。而那道白色的剑气在湮灭了刀芒之后，速度不减，划过了孙长老的身体。孙长老脸上的疯狂凝固了，他低头看着自己胸口处那一道细微的血线，眼中满是茫然不解。喂，什么？他想不明白，自己燃烧了一切的拼死一击，为何会如此不堪一击？江晨没有回答他，他随手将剑抛还给萧天都，剑身上纤尘不染。有劳。他对着萧天都点了点头。萧天都接过长剑，指尖能感受到剑身残留的那一股让他心悸的道韵。他沉默了片刻，才沉声说道：无妨。而在他们对话的这片刻，孙长老的身体从胸口那道血线开始寸寸断裂，化作漫天飞灰，随风飘散。一位8境大成中期的强者就此形神俱灭。江晨屈指一弹，将孙长老死后留下的储物戒指吸入手中，神识扫过，随即撇了撇嘴，一脸嫌弃地扔给了温燕。一个大成境的修士竟然这么穷，真是丢人现眼。他看向脸色铁青的袁昊天，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看来天元神朝的日子也不好过啊，收条狗都收这么寒碜的。噗！温燕一个没忍住笑了出来，他连忙捂住嘴。袁昊天只觉得一股气血直冲脑门，喉咙一甜，险些当场喷出一口老血。杀人还要诛心。江晨不再理会他，而是对着虚空淡淡的吩咐道：江九在。江九的声音响起，去一趟烈阳宗。江晨的语气平淡，他们没必要存在了。是。话音落下，一道微不可察的空间波动一闪而逝，整个藏神谷再一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被江晨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给吓得魂不附体。一言定一宗之生死，这是何等的权势，何等的霸道。就在这压抑的气氛达到顶点的时刻，轰隆隆，整个藏神谷突然剧烈的颤动起来。不远处那片被混沌雾气笼罩的古墓入口，那浓郁的雾气开始如同潮水般向两侧退去，露出了一个巨大无比、闪烁幽蓝色光芒的空间漩涡。太阴古墓开启了。随着那幽蓝色空间漩涡的出现，整个藏神谷的气氛瞬间从压抑转为炽热。古墓开了，冲啊！抢占先机，上古大帝的传承是我的了。短暂的寂静之后，便是山呼海啸般的疯狂，众人皆是化作一道道流光，争先恐后的朝着那巨大的空间漩涡冲去。然而越是靠近漩涡，阻力便越大，一股无形的排斥力从漩涡中传来，一些修为不足或是法宝品阶不够的修士甚至被硬生生震飞，狼狈不堪。各大顶尖势力的阵营此刻也动了。天元神朝的金色宫殿化作一条威严的金龙，龙吟阵阵，强行撕开前方的修士，朝着漩涡冲去。袁昊天站在龙头，脸色阴沉的回头看了一眼江晨，眼神中的杀意毫不掩饰。万妖窟的鳌牙则
则是发出一声龙吼，直接肉身横渡，化作一道残影，沿途撞飞了数十名修士，霸道无比的冲向入口。黑雾中的墨渊，他所在的区域化作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将一切靠近的修士都吞噬进去，悄无声息向着入口平移。圣子，我们也该动身了。温燕收起嬉皮笑脸的神情，有些焦急地说道。机缘往往就在这分秒之间。江晨却依旧不为所动，他看着那些疯狂涌入的修士，神色平静。急什么？他淡淡开口，太阴古墓哪里是那么好进的？第一批进去的人能活下来一半，就算他们运气好。听到这话，温燕等人心头一凛，顿时冷静下来。江晨转头看向身后的南宫明月等人，进去之后一切小心，我不希望有谁因为自作聪明把命丢在里面。江晨目光扫过每一个人，一切生死自负。我等谨遵圣子号令。萧天都第一个抱拳说道。好。江晨满意的点了点头。他走到南宫明月身边，再次自然地牵起了他微凉的玉手，跟紧我。南宫明月脸颊一热，想挣脱，却被握得更紧。他抬头看着江晨的人双眼，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做完这一切，江晨才带着众人不急不缓地朝着漩涡入口走去。九龙辇在江九离开时便被他收了起来，一行6人就这么徒步而行，在周围那一片混乱的景象中显得格格不入。就在他们即将踏入漩涡入口之时，一道香风忽然飘然而至，拦在了他们面前。哥，江圣子何必这么着急进去呢？来人正是合欢宗的圣女于妹儿。她身着一身桃红色纱裙，薄如蝉翼的裙摆下，一双雪白修长的美腿若隐若现。她手持一柄桃花团扇，遮住半边俏脸，只露出一双水波流转。她就那么巧笑嫣然地站在那里，身上散发出的奇异体香，让周围不少男性修士都觉得口干舌燥，心神摇曳。温燕眼睛都看直了，手里的扇子摇得飞快，嘴里啧啧有声。江晨的脚步停了下来，他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眼前的妖女，并未说话。他身旁的南宫明月却是秀眉微蹙，有些不悦。他下意识地就往江晨身边靠了靠，这个小小的动作自然没有逃过江晨的眼睛，他嘴角的笑意更浓了。江圣子，小女子于妹儿有礼了。于妹儿对着江晨盈盈一拜，身段婀娜。不如我们联手一同探索这太阴古墓，如何？他眨了眨眼，声音酥麻入骨，有圣子这般人物庇护，小女子也能安心一些呢。一边说着，他还一边不动声色地朝着江晨抛了个媚眼。换做任何一个男人，面对这般尤物的投怀送抱，恐怕都早已心猿意马，难以自持。然而江晨却只是笑了笑。我为何要与你联手？他摇了摇头。于妹儿脸上的笑容一僵，他没想到江晨会拒绝得如此干脆，如此不留情面。圣子的意思是看不上我们合欢宗？他的语气带上了一丝幽怨。不是看不上。江晨牵着南宫明月的手从他身旁走过，在擦肩而过的时候，他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在他耳边轻声说道，而是我根本就不需要和谁联手。而且他的声音顿了顿，目光在他身上扫过，你合欢宗的那媚功对我无用，就别在我面前装什么小白兔了。于妹儿的身体一僵，她那双勾魂夺魄的桃花眼中第一次露出了诧异的神情，脸上那妩媚的笑容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他心神晃动的瞬间，江晨已经带着众人头也不回地踏入了那巨大的空间漩涡之中，身影瞬间消失不见，只留下于妹儿独自站在原地，脸色阴晴不定，看着江晨消失的方向，眼神中充满了幽怨。一阵天旋地转之后，江晨等人脚下一空，从半空中坠落下来。稳住身形，放眼望去，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感到了深深的震撼。他们此刻正身处一片浩瀚无垠的星空之中，脚下是一条由无数星辰碎片铺就的璀璨古路，延伸向黑暗的另一端。头顶和四周是一颗颗巨大无比、缓缓转动的星辰，有些燃烧着熊熊烈焰，有些则被冰川覆盖，还有些早已枯寂，化作冰冷的陨石。这里就是太阴古墓的内部。青灵和喃喃自语，眼中满是震撼，将一方星域炼化为自己的陵寝，这是何等通天彻地的手笔！不对劲！一旁的宋明雪忽然皱起了眉头，这里的空间法则极不稳定，而且他的话还没说完，一变陡升，他们脚下的星辰古路突然剧烈地颤动起来，一道道深不见底的空间裂缝在古路上凭空出现，并迅速蔓延。不好，快走！萧天都脸色一变，低喝一声。然而已经晚了，一股强大到无法抗拒的撕扯力从那最大的空间裂缝中传来，瞬间将6人吞噬了进去。在被黑暗吞没的最后一刻，江晨连忙紧紧地握住南宫明月的手，同时对着其他人传音道：不要抵抗，稳住心神，这恐怕才是真正的入口。空间撕扯的眩晕感没有持续太久，
很快就传来了脚踏实地的感觉。江晨第一时间稳住身形，神识如潮水一般铺散开来。他发现此处没有日月星辰，只有一道道巨大的空间裂缝横亘在天空之上，不时有灰色的混沌气流从中泄出，空气中全是血腥死寂的气息，连灵气都稀薄得近乎于无。他环顾四周，南宫明月、萧天都、温燕等人全都不见了踪影。那场突如其来的空间撕裂将他们冲散了。江晨眉头微皱，倒不是担心自己，而是想到了南宫明月。他的修为虽已至化神，但在这凶险莫测的古墓之中，独自一人终究是令人放心不下。系统定位南宫明月的位置。江晨在心中默念，定，正在启动天命道侣 GPS 定位功能，定位成功。目标人物南宫明月，位于宿主东南方向300里处，正向一处残破宫殿移动，目前安全。一道只有江晨能看见的虚拟光幕在他眼前展开，上面是一个简易的地图，一个蓝色的小点正在缓慢移动，旁边还有一个鲜红的箭头，标注着江晨自己的位置，还挺好用。江晨看了一眼地图，心中稍定，300里不算远。他辨认了一下方向，正准备动身，一道娇媚入骨的声音却从身后不远处响了起来。哎呀，这是哪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真是吓死人家了。江晨回头，只见一株枯死的巨树后，于妹儿正扶着树干，一副花容失色、楚楚可怜的模样。她那身桃红色的纱裙沾染了些许尘土，非但没有显得狼狈，反而平添了几分惹人怜惜的韵味。一双桃花眼水汪汪地看着江晨，好似找到了主心骨。江圣子，你也在啊，真是太好了。他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快步跑到江晨面前，胸前那惊心动魄的2座小山峰也随之起伏，身上那股奇异的幽香也愈发浓郁。江晨面色平淡，只是看着他表演。这妖女从头到脚都透着一股我好柔弱，快来保护我的信号。可他心中的那些小九九却根本瞒不过江晨。合欢宗的圣女若是这点场面都应付不了，那才是笑话。江圣子，你看，我们都被冲散了。于妹儿眨着眼睛，语气带上了一些撒娇的意味。这里好可怕，人家一个人害怕，不如我们结伴同行，也好有个照应，你看如何？他靠得很近，几乎要贴在江晨身上，温热的呼吸有意无意地拂过江晨的耳畔。寻常修士此刻怕是骨头都要酥了，江晨却只是后退了半步，拉开了距离。不如何？他的回答简单干脆，没有丝毫拖泥带水。于妹儿脸上的表情一僵，他预想过江晨可能会故作矜持，可能会讨价还价，却唯独没想到他会拒绝得如此直接，如此不留情面。为什么啊？他不甘心地追问，语气里带上了几分委屈。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吗？小女子虽然修为不济，但还是能帮上一些忙的。你太吵，会影响我。江晨给出的理由更是让他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吵！他于妹儿走到哪里，不是被男人众星捧月般围着他随便一个眼神就能让那些所谓的天骄为他拼死拼活，到了江晨这里竟然成了吵。而且江晨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你对我没用。这句话的杀伤力比之前那句你太吵还要大上100倍。于妹儿彻底愣住了，他引以为傲的魅力，他的修为，他的身份，他的花容月貌，在这个男人眼中竟然就只是换来了一句没用。你！于妹儿气得胸口起伏，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什么。江晨却已经懒得再理会他，转身便朝着系统地图上南宫明月所在的方向走去。喂，你这人怎么这样？于妹儿跺了跺脚，看着江晨那毫不留恋的背影，银牙暗咬。这个混蛋，木头，呆子，本圣女主动投怀送抱，你竟然还嫌弃。他心中把江晨骂了个遍，但看着这片死寂诡异的陌生环境，一个人行动确实风险太大。江晨的实力深不可测，跟着他无疑是眼下最安全的选择。哼，本姑娘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于妹儿心中发狠，嘴上却又换上了一副笑盈盈的模样，快步跟了上去。江圣子，别走那么快嘛，等等人家。江晨没有回头，也没有停下脚步，他走他的，于妹儿就在后面不远不近的跟着，像个小尾巴一样。这片空间似乎是一处古战场的碎片，大地之上随处可见残破的兵器和巨大的骸骨。江晨走着走着，忽然脚步一顿，目光落在一处不起眼的土丘上。他走上前，屈指一弹，一道劲风将土丘表面的浮土吹开，露出一截漆黑的断刃。断刃只有1尺来长，上面布满了锈迹，看起来平平无奇。跟在后面的于妹儿撇了撇嘴，心道这破铜烂铁有什么好看的。江晨却伸出手将断刃拾起，就在他指尖触碰到断刃的刹那，一股惊人的煞气冲天起，断刃发出一声不甘的悲鸣，竟想挣脱江晨的手飞走。还想跑？江晨冷哼一声，五指发力，
体内魔气涌动，瞬间便将那股煞气镇压了下去。他仔细端详着手中的断刃，只见锈迹褪去，露出漆黑如墨的刃身，上面有古老的道纹流转。准地兵的残片，可惜道运流失了90%，只剩下一点不灭的锋锐特性，聊胜于无。江辰随口评价了一句，便要将其收入储物戒指。等等，于妹儿见状连忙跑了过来，一双美目放光。江圣子，这东西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江辰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手中的断刃，想了想，随手抛给了他。赏你了。于妹儿下意识地接住，入手冰凉沉重，他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恐怖力量，这绝对是一件异宝。他心中一喜，正想道谢，却听江辰又补了一句：拿着防身，省得你死了，晦气。于妹儿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这个男人夸人一句会死吗？他气鼓鼓地将断刃收起，决定自己就跟定他了，就跟他耗上了，非要从江辰身上把便宜占回来不可。接下来的路程便形成了一幅奇异的景象。江辰在前面不急不缓地走着，神情淡漠，于妹儿则跟在后面，保持着10几步的距离，一张俏脸阴晴不定，时而咬牙切齿，时而又因江辰的某些举动而露出好奇之色。他发现江辰在这片诡异的空间里，简直就像跟在自己家一样。那些足以让七境化神境修士迷失心智的天然幻阵，他只是看了一眼，便径直从中穿过。一处隐藏在乱石堆下的空间陷阱，能瞬间将人搅成碎片，他却总能在触发前一步轻巧地绕开。喂，你是怎么知道这里有危险的？于妹儿终于还是没忍住，开口问道。用眼睛看。江辰头也不回地答道。于妹儿气结，这算什么回答？他也用眼睛看了，可什么都没看出来。这个男人总能用最平淡的语气说出最气人的话。他不信邪，催动了自己宗门的一门秘术灵狐魅瞳，双眼中泛起一层淡淡的粉色光晕，视线中的一切顿时变得不同，天地间的能量流动都清晰可见。他学着江辰的样子，仔细观察前方的道路。走了没多久，他忽然发现前方一块看似普通的黑色岩石下，有一股极其隐晦的能量波动。那里有古怪。于妹儿心中一喜，抢在江辰前面，指着那块岩石邀功似的说道。江辰脚步一顿，看了他一眼，眼神里带着几分关爱智障的意味。然后呢？然后于妹儿一愣，当然是绕开他啊。江辰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径直朝着那块黑色岩石走了过去。在于妹儿惊愕的目光中，他伸出手，在那能量波动的中心点轻轻按了一下，咔嚓，岩石发出一声轻响，缓缓向一侧移开，露出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口。一股精纯至极的药香从洞口中飘散而出。于妹儿目瞪口呆，那不是陷阱，是藏宝地的机关。江辰走进洞中，片刻后走了出来，手中多了一株通体血红、形如龙须的灵草，那灵草之上甚至还有淡淡的龙威散发。万年血龙须，不错，可以用来炼制提升肉身的丹药。江辰满意的点了点头，随手将其收起。于妹儿站在原地，风中凌乱。你怎么知道那是机关，不是陷阱的？他小声问道，语气里已经没了之前的傲气。陷阱的能量波动是混乱无序的，而机关的能量波动核心处会有一个稳定的循环节点。江辰淡淡的解释了一句。于妹儿听得似懂非懂，他心中愈发好奇，这个洪天圣地的圣子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一路上类似的寻宝活动不断上演，江辰就像一个搜刮机器，但凡路过之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一处干涸的血池底下，他挖出了一块拳头大小、蕴含着磅礴生命精气的血神经。一具巨大的凶兽骸骨中，他取出了一枚依旧闪烁着雷光的太古雷兽的内丹。甚至在一片看似毫无异常的沼泽里，他都用灵力射出了一株即将化形的9星藕。每一次，于妹儿都只能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他尝试过自己去寻找，结果不是扑了个空，就是差点触发什么要命的禁制，最后只能灰溜溜地放弃。不过江辰倒也不是完全不近人情，每次搜刮完，他都会把一些他看不上的边角料丢给于妹儿。比如那块血神经，他自己取走了核心的精髓后，把剩下那些驳杂的外壳丢给了他。那枚太古雷兽的内丹，他吸收了其中最精纯的雷霆本源后，把那颗变得暗淡无光的珠子丢给了他。那株9星藕，他掰走了最精华的部分，剩下丢给了他。于妹儿的心情就像是坐过山车，每次看到江辰找到宝贝，他都羡慕嫉妒恨。每次江辰把垃圾丢给他，他都气得想骂人。但当他仔细检查那些垃圾时，又发现即便是这些边角料，也都是外界千金难求的珍品，任何一件拿出去都足以让大成境的修士抢破头。于是他只能一边在心里骂着将扒皮铁公鸡，一边又美滋滋地将那些垃圾收入囊中。喂，我说你能不能稍微大方一点？再一次收到江辰丢来的一块被啃了一半的星辰铁母后，
于妹儿终于忍不住抗议道：“贤少！”江晨挑了挑眉：“可以还给我？”“那倒也不用。”于妹儿立刻把东西葬到了身后，警惕地看着他。江晨轻笑一声，不再理他。于妹儿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这种被人带着捡宝，还时不时被气个半死的感觉，似乎也挺新奇的。他这一路上看似在斗嘴，在生气，但暗中却从未停止过对江晨施展媚功。从最基础的体香诱惑，到能引动心魔的眼神交汇，再到言语间的神魂暗示，他几乎将自己所学施展了个遍。然而江晨从始至终，他的眼神永远那么清澈，那么平静，这让于妹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他开始怀疑，难道自己的魅力下降了？还是说这个男人根本就不是男人？他悄悄凑近了些，压低声音，用一种充满诱惑的语气问道：“江圣子，你这样对我这么冷淡，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难言之隐啊？”“没关系的，我们和欢宗最擅长解决这种问题了，保证让你重振雄风哦。”江晨的脚步猛地一顿，他缓缓转过身，脸上第一次对他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于妹儿心中一咯噔，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江晨一步步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你想试试？”江晨的声音很轻。“试试什么？”于妹儿被他看得心头发慌，下意识就后退了一步。“试试我到底有没有难言之隐。”江晨看着于妹儿笑了起来。就在这时，前方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兽吼，以及狂暴的灵力碰撞声。轰隆，恐怖的能量余波席卷而来，将地面都掀起了一层。江晨和于妹儿同时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在一座崩塌了一半的宏伟祭坛上，一个身穿金色蟒袍的身影正与一头体型庞大、形如麒麟却浑身长满骨刺的恐怖妖兽打得难解难分。那身影正是天元神朝的太子元昊天，而那头妖兽守护的祭坛中央，一株通体缭绕着混沌气，结着3颗婴儿拳头大小的果实，混沌道果。于妹儿失声惊呼，传闻中这是能帮助修士感悟大道本源，甚至有几率直接凝聚出道则雏形的无上神物。江晨的眼睛也亮了，他看着正在和妖兽死磕打得天崩地裂的元昊天，又看了看那唾手可得的混沌道果，脸上的笑容变得愈发明显。真是个好人啊！祭坛之上，元昊天此刻狼狈不堪，他那一身华贵的金色蟒袍已经破损了多处，嘴角挂着一丝血迹，呼吸也有些急促。身为天元神朝太子，身负真龙体质，他一向自视甚高，认为年轻一代中无人能出其右。当他看到那株混沌道果树时，欣喜若狂。可守护道果的这头镇木古奇却远比他想象的要难缠。这妖兽肉身强横无比，堪比大成后期的体修，周身的骨刺更是锋利异常，还能喷吐一种能腐蚀灵力和神魂的灰色死气，让他束手束脚，一身神通劲有大半都施展不出来。他已经和这头骨麒麟缠斗了近1个时辰，灵力消耗巨大，却依然没能拿下对方。孽畜，给我死来！元昊天怒吼一声，身后浮现出一条巨大的金色龙影。他气息暴涨，手中出现一杆金色龙枪，人枪合一，化作一道璀璨的金光，狠狠地刺向古麒麟的眉心。真龙破军刺，这一枪汇聚了他全身的精气神，是他压箱底的绝招之一。古麒麟也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发出一声咆哮，全身骨刺倒数，一层厚重的灰色骨甲瞬间覆盖全身，同时张口喷出一股浓郁到极致的灰色死气，迎向那道金光。轰！祭坛中央爆发出一团刺目的光芒，恐怖的能量风暴再次席卷四方。远处的江晨和于妹儿不得不运起灵力抵挡这股余波。啧，打得真热闹。江晨抱着双臂看着，丝毫没有插手的意思。我们不上去帮忙吗？于妹儿有些迟疑地问道。那可是混沌道果，若是等元昊天杀了妖兽取走，他们就什么都捞不着了。帮忙？江晨瞥了他一眼，笑了。为什么要帮？让他打得越久越好，最好2败俱伤。于妹儿瞬间明白了江晨的意图。坐山观虎斗，渔翁得利。这个男人心真黑啊。不过他喜欢。烟尘散去，场中的景象显露出来。元昊天的那杆龙枪成功刺入了古麒麟的头颅，但枪身也被古麒麟临死前的一爪拍得弯曲断裂。元昊天本人更是被那股死气冲击，脸色惨白如纸，踉跄后退，喷出一大口鲜血。古麒麟庞大的身躯抽搐了几下，轰然倒地，生机断绝。赢了！元昊天狂喜，他强撑着重伤的身体，一步步走向祭坛中央的混沌道果树。只要得到此物，他不仅伤势能瞬间恢复，修为更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甚至有机会一窥9境圣人之道。到那时，区区将沉，弹指可灭。他伸出手，颤抖着摘下那3颗紫金色的果实。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果实的刹那，
一道白色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江晨，江晨没有看他，只是欣赏着眼前的混沌道果树，啧啧称奇，品相不错，年份倒是差了点。袁昊天，辛苦你了。他说着，伸出手将那3颗混沌道果连同整株小树都从祭坛上连根拔起，随手收入了储物戒指。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快到极致。袁昊天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拼死拼活才打下来的战利品被江晨取走。你噗！他气急攻心，又是一口鲜血喷出，身体摇摇欲坠。江晨，你敢抢我的东西，把道果还给我！袁昊天双眼通红。你的东西？江晨转过身，这上面写你名字了，还是你叫他一声他会答应？你！袁昊天指着江晨，气得浑身发抖。你什么你？江晨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趁我现在心情好，不想杀人，赶紧滚，不然这祭坛就是你的埋骨之地。袁昊天毫不怀疑，江晨真的会杀了他。可是就这么放弃混沌道果，他不甘心，但是又该怎么办？现在他身受重伤，若是真动起手来，根本就不是江晨的对手。就在他挣扎犹豫之时，于妹儿摇曳着身姿从后面走了上来，笑盈盈地看着袁昊天。哎呀，这不是天元太子殿下吗？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他用团扇掩着嘴，眼中满是幸灾乐祸。看到于妹儿，袁昊天心中的怒火像是找到了宣泄口。在他看来，于妹儿和江晨就是一伙的。于妹儿，他咬牙切齿低吼：你这个合欢宗的妖女，竟然也与他同流合污，真是下贱！袁昊天像是疯了一样，将所有对江晨的怨恨都发泄到了于妹儿身上。我当是什么清高的圣女，原来不过也是个看人下菜的货色。怎么看着江晨修为不错，就迫不及待的投怀送抱了？你们合欢宗的女人，除了会用身体取悦男人，还会干什么？他的话语越来越恶毒，越来越不堪入耳。你以为你跟了他，他就会真心待你？别做梦了，在他眼里，你和那些儒鼎没什么区别，你就是一个人尽可夫的贱人。闭嘴！一声冷喝打断了袁昊天的咆哮。出声的不是于妹儿，而是江晨。于妹儿怔住了，他没想到江晨会为他出头，他以为以江晨的性子根本不屑理会。袁昊天也是一愣，随即狂笑起来。怎么，江晨，我说到你痛处了？被我说中了，你养的这条骚狐狸就是个人尽可夫的。他的话还没说完，一只手已经掐住了他的脖子。是江晨，谁都没有看清他是如何动作的，他就像是瞬移一般出现在袁昊天面前，单手将他提了起来。袁昊天全身的灵力在这一刻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彻底禁锢，根本无法反抗。他双脚离地，脸色因窒息而长成了紫色，眼中充满了恐惧。我让你闭嘴！他的五指缓缓收紧，之后如何我不管，但是他现在跟着我。江晨的目光阴冷，我的人就算是一条狗也轮不到你来侮辱。话音落下的瞬间，他手腕一抖，砰！袁昊天整个人被他像丢垃圾一样狠狠砸在了祭坛之上，祭坛的地面瞬间皲裂开来。袁昊天躺在地上像一滩烂泥，浑身骨骼不知断了多少根，张着嘴却连惨叫都发不出来。江晨缓缓走到他面前，一脚踩在了他的脸上，轻轻捻了捻。现在你的嘴还硬吗？袁昊天死死盯着江晨，但意识已经开始模糊，很快就昏死了过去。一旁的于妹儿已经呆住了，他怔怔看着那个把袁昊天踩在脚下，说出我的人轮不到你来侮辱的江晨，心底最深处的那根弦被狠狠地拨动了一下。江晨的脚还踩在袁昊天那张不可一世的脸上。这位天元神朝的太子此刻就像一条死狗昏死在地上，哪里还有半点威仪可言？于妹儿站在一旁，心绪起伏，久久无法平静。她见过的男人太多了，有对她百般讨好的，有对她敬而远之的，也有对她心怀不轨的。可像江晨这般，前一刻还对她冷嘲热讽，下一刻却因为旁人的一句侮辱便悍然出手，将一位神朝太子踩在脚下的人，她还是第一次见。她早已习惯用一身的妩媚与媚术作为铠甲，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可就在刚才，这一身的伪装被江晨那一句不讲道理的话给硬生生敲出了一道裂缝。江晨现在可没空管他心里在想什么，他收回了脚，脸上没有丝毫情绪波动，弯下腰，从袁昊天手指上摘下了那枚雕刻着真龙图文的储物戒指，神识一扫。片刻后，他皱起了眉头。江晨咂了咂嘴，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嫌弃。我还以为神朝太子能有多富裕，搞了半天也是个穷光蛋，连件像样的道兵都没有，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破烂玩意。做完这一切，江晨才站起身，拍了拍手，
然后一脚将昏死过去的袁昊天踢到祭坛角落，免得挡路。整个过程他都做得理所当然，没有半分迟疑。于妹儿站在一旁，看着他这一连串行云流水的行为，一时间竟忘了自己身在何处。这个男人前一刻还说着什么我的人，轮不到你来侮辱，让他心弦颤抖，下一刻就面不改色的恨不得把人扒得只剩一条裤衩子。这种极致的反差让于妹儿脑子有点乱。看够了，江晨转过身对上了他那双有些呆滞的桃花眼。啊！于妹儿回过神来，俏脸一红，连忙移开视线。没看什么。他随手将那枚戒指抛给了于妹儿。赏你了。于妹儿下意识接住，神识探入，顿时倒吸一口凉气。戒指内的空间极大，各种天材地宝、珍稀丹药、极品灵石堆积如山，其中好几件法宝都散发着准圣兵的气息。这等身家足以让任何一个人都为之侧目。这叫穷光蛋。他看着江晨那副理所当然的表情，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男人的眼界到底高到了何种地步？走吧。江晨根本没在意他的震惊，只是转身准备离开这里。喂！于妹儿回过神来，连忙跟了上去。于妹儿看着江晨的背影，心里面的念头百转千回。他莲步轻移，很快便与江晨并肩而行。那股奇异的幽香再次若有若无地飘了过来，只是这一次少了几分刻意的引诱，多了一些自然的韵味。江圣子，你刚刚好威风呀！于妹儿凑到了江晨的身侧，吐气如兰。她恢复了那副媚眼如丝的模样，声音软糯，像是能钻进人的骨头里。江晨脚步不停，眼皮都没抬一下，有事说事，人家就是想问问。于妹儿凑得更近了些，一双桃花眼仿佛要滴出水来。你刚才那么维护我，是不是看上人家了？他眨了眨眼，眼波流转，胆子也大了起来，故意用一种娇滴滴的口吻说道。他不信这个男人真的心如铁石，刚才那一瞬间的维护绝对做不了假。他要趁热打铁，撬开这个男人冷冰冰的外表，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江晨的脚步终于顿住了，他转过头，目光落在于妹儿那张近在咫尺的绝美脸庞上。江晨什么话也没说，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两人的距离很近，近到于妹儿能清晰地看见江晨眼眸中自己的倒影。气氛在这一刻变得有些微妙。于妹儿被他看得有点慌，心跳没来由的也加快了几分。他甚至已经开始在心底里盘算，若是江晨承认，他该如何应对？是故作矜持推开，还是顺水推舟的靠得更近？看着于妹儿的反应，江晨的嘴角慢慢露出笑意，突然就升起了逗他的心思。他伸出手轻轻抬起了于妹儿的下巴。江晨的这一动作让于妹儿的身体微微一颤。我的人。江晨忽然说道。什么？于妹儿听得一愣。从现在起你是我的人。江晨的话根本没有要跟他商量的意思。于妹儿彻底傻了，这是什么虎狼之词？他就没见过江晨这么不讲道理的。我什么时候答应了？于妹儿又气又好笑，反驳道。需要你答应吗？江晨反问。你……于妹儿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随后江晨像是达到了目的，又继续开口说道。你的脸长得确实不错，身段也还行。江晨的声音低沉。可惜什么？于妹儿下意识问道。可惜脑子不太好使。江晨松开手，脸上的笑意瞬间敛去，恢复了那副淡漠的神情。你想多了。说完他转过身继续向前走去。于妹儿僵在了原地，脑子不太好使。他引以为傲的魅力和心计，在这个男人面前就换来了这么一句评价。一股前所未有的羞恼涌上心头，他精致的脸蛋涨得通红，不是因为害羞，纯粹是气的。他刚刚升起的那点旖旎心思，那点少女怀春般的悸动，瞬间被这句话击得粉碎。她是谁？合欢宗圣女。他主动投怀送抱，这个男人还爱搭不理。江晨。他跺了跺脚，气得眼圈都有点发红，委屈的要命。你这个混蛋，木头，不解风情的呆子。他快步追上去，跟在江晨身后，银牙暗咬，在心里已经将这个男人骂了不下千百遍。占了本圣女的便宜，还敢嫌弃本圣女？好，很好，我倒要看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江晨能感受到身后那道几乎要将他后背烧穿的幽怨目光，但他毫不在意。他心情颇为愉悦地看了一眼系统地图，代表南宫明月的那个小点依旧在300里外的区域缓慢移动，似乎并未遇到什么危险，这让他彻底放下心来。既然南宫明月暂时安全，那就先在这里多逛逛，多搜刮搜刮。而于妹儿越想越气，一边走一边在心里骂江晨。混蛋，王八蛋，等我哪天修为超过你，一定把你绑起来，天天折磨你，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让你嘴硬，让你欺负我。两人再次上路，气氛变得愈发微妙。于妹儿不再像之前那般叽叽喳喳，
大多数时候都保持着沉默，只是偶尔会用眼角的余光偷偷地瞥一眼身旁的江晨。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透江晨了。于妹儿一开始还会抗议几句，后来也懒得说了，骂他，他不痛不痒；诱惑他，他视若无睹。他所有的手段在这个男人面前都像是打在了棉花上，毫无作用。他索性破罐子破摔，心安理得地当起了跟屁虫。江晨吃肉，他喝汤，倒也收获颇丰，比他自己一个人没头苍蝇似的乱闯要强上百倍。又走了一段路后，于妹儿百无聊赖，踢飞了一块石头，终于忍不住开口，打破了沉默：“喂，木头，我们到底是要去哪？”“找人。”江晨言简意赅的回答。“找人？找谁？你的那些同门吗？”于妹儿追问。他想起了之前被空间裂缝冲散的南宫明月和萧天都等人，这地方这么大，你怎么找？江晨没有回答，只是自顾自地走着。于妹儿撇了撇嘴，早就习惯了他的这种态度。他眼珠一转，又换上了一副好奇的口吻：“说起来，跟你们一起进这里的那名仙子，长得是真漂亮，就是冷了点。江圣子，你喜欢那种类型的？”他一边说，一边不动声色观察着江晨的反应。然而江晨的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于妹儿心中有些气馁，正准备再说些什么，江晨却忽然停下了脚步。江晨反应到了什么，眉头一挑，跟上。江晨没有多做解释，脚下速度加快了几分。“唉，你等等我。”一边说着，于妹儿也运起身法跟了上去。没过多久，两人翻过一道山岭，只见远方的天际，一道金色的光芒和一道血色的流光正在疯狂追逐。那血色流光在前，速度快得惊人，而他身后那道金色光芒则更加霸道，所过之处空间都在剧烈扭曲，仿佛随时都会崩塌。恐怖的威压，即便隔着数十里，依旧让于妹儿感到一阵心悸。那是怎么了？他骇然道。“万妖窟的鳌牙。”江晨淡淡道。他认得那股霸道无比的龙威，而被追杀的那个虽然身法狼狈，但从那标志性的骚包气息来看，除了温燕不会有第二个人了。轰！就在这时，后方的鳌牙似乎失去了耐心，他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龙吼，猛地张口，喷出了一道粗壮无比的金色龙息。那龙息瞬间跨越了数里之遥，狠狠轰在了温燕的后背上。噗！温燕的身形一个踉跄，从半空中栽落下来，喷出了一大口鲜血，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朝着江晨他们所在的方向砸了过来。江晨身形一晃，瞬间出现在温燕下坠的轨迹上，伸出手稳稳将她接住。“哎呦！”温燕躺在江晨怀里，脸色惨白如纸，胸口塌陷下去一大块，气息萎靡到了极点。他睁开眼，看到江晨的脸，竟还有力气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圣子，我就知道你是我命里的贵人。”话没说完，又是一口血喷了出来，溅了江晨一身。江晨皱了皱眉，从储物戒指里取出一枚疗伤丹药，塞进他嘴里，同时一股精纯的灵力渡入他体内，护住他的心脉。“你怎么惹上他的？”江晨沉声问道。“可。”温燕缓过一口气，指了指自己怀里，苦着脸道：“为了这玩意儿。”他艰难地从怀里掏出一物，一颗布满玄奥纹路、由雷霆凝聚而成的心脏出现在江晨的眼前。太古雷龙之心。江晨眼神一凝，这可是好东西，怪不得鳌牙会对他穷追不舍。龙族对于同族的遗骸有着近乎偏执的占有欲，更何况是太古雷龙的心脏这种至宝。这家伙就是个疯子。温燕心有余悸地说道：“我就是路过看到，顺手捡了一下，他就跟疯狗一样追着我咬，讲不讲道理啊？”江晨没理会他的抱怨，伤得重吗？死不了。温燕苦笑道：“圣子，这家伙是个变态，肉身强得离谱，不好对付。”无妨。江晨随后看向于妹儿，看好他，你们暂且退远点。于妹儿点了点头，她能感觉到远处那股恐怖的气息正在飞速逼近。江晨抬头看向远方，一道金色的身影脚踏虚空，一步步走来。来人正是万妖岛的鳌牙，他的目光越过江晨，落在了温燕怀里的雷龙之心上，眼神瞬间变得无比炽热。随即他又看向江晨，金色的瞳孔中满是不屑。“是你？”鳌牙的声音冰冷，把东西交出来，然后滚。他知道江晨在外面也亲眼见识过他出手，但在他的眼中，所有的人族都是蝼蚁，没有区别。于妹儿被他那股恐怖的龙威压迫得有些喘不过气来，脸色发白。温燕更是吓得直哆嗦，下意识地往于妹儿身后缩了缩，这让于妹儿皱起了眉。还是个男人吗？江晨却像是没事人一样，神色平静地看着他，看着鳌牙摇了摇头。“如果我说不呢？”鳌牙脸上的不屑瞬间转为暴怒。“找死！”他懒得再多说一个字，恐怖的气势轰然爆发。
他甚至没有动用任何神通，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步踏出，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刻，他已经出现在江晨面前，一只缠绕着金色龙鳞的拳头带着撕裂虚空的可怕力量，朝着江晨的头颅狠狠砸下。这一拳纯粹是肉身力量的爆发，却比任何神通都要恐怖。他要用最直接最残暴的方式将眼前这个敢于挑衅他威严的人碾成肉泥。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拳，江晨的眼中也燃起了熊熊战意。他没有退，同样是握紧了拳头，漆黑的魔气缠绕其上，迎着鳌牙的拳头悍然轰出。来得好！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轰然炸开，江晨与鳌牙的拳头结结实实地碰撞在了一起。以两人为中心，脚下的大地瞬间蛛网般皲裂开来，一道道深不见底的裂缝疯狂向着四面八方蔓延，恐怖的冲击波化作肉眼可见的白色气浪，呈环形向外席卷，将沿途的一切，无论是巨石还是枯树，尽数碾为齑粉。远处的于妹儿和温燕被这股力量冲击得连连后退，于妹儿更是撑起一道粉色的灵力护盾，才勉强护住两人。我的乖乖！温燕看着远处那两个如同太古凶兽般对轰的身影，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他知道鳌牙肉身变态，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家圣子竟然也这么猛，能和一头纯血龙族硬碰硬的对拳，这肉身的强悍到什么地步？于妹儿的美眸中也写满了震撼。战场中心一击对拼之下，江晨和鳌牙各自后退了3步。平分秋色，江晨甩了甩有些发麻的拳头，手臂上漆黑的魔气翻涌，迅速修复着被龙气震伤的经脉。他看着对面的鳌牙，眼中战意更浓，有点意思。而在他对面，鳌牙心中的震惊远比江晨要强烈得多。他那一双金色的树瞳死死地盯着江晨，里面充满了难以置信。他是谁？龙皇帝妻子，继承了最纯粹的真龙血脉，肉身之力同阶无敌。即便是面对寻常9境圣人的修士，他也有信心一战。可眼前这个不过大成初期的人族，竟然在肉身上与他不相上下，这怎么可能？你不是人族？鳌牙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凝重。你到底是何人？你身上有魔的气息。我是你爹。江晨笑了，怎么不服？找死！鳌牙彻底被激怒。对他而言，被一个人族在自己最引以为傲的领域逼平，是比打输了还要巨大的耻辱。吼！他仰天发出一声震动9霄的龙吟，不再保留。龙气冲天起，在他的身后凝聚成一条长达1000丈的威严龙影。他的身体表面金色的龙鳞层层浮现，双手化作锋利的龙爪，气息比刚才暴涨了数倍不止。今天我便撕了你！鳌牙的身影再次消失，这一次虚空中只留下一连串金色的残影。他围绕着江晨发动了狂风暴雨般的攻击，每一爪挥出都带着撕裂空间的锋锐，每一脚踢出都蕴含着崩碎山岳的巨力。江晨怡然不惧，体内道眼天魔经运转到极致，漆黑的魔气从皮肤下浮现，覆盖全身。砰砰砰砰，两人从地面打到天空，又从天空打回地面，所过之处大地崩裂，空间震动。他们的战斗方式摒弃了一切花里胡哨的神通，完全是拳拳到肉的血腥搏杀。鳌牙一爪抓向江晨的头颅，被江晨侧身躲过，同时一肘狠狠顶在他的肋下。鳌牙吃痛，反手一记龙尾横扫，江晨不闪不避，双臂交叉硬抗，整个人被扫飞出数百米，撞碎了一座小山。下一秒，江晨便从废墟中冲天而起，毫发无伤，眼中战意不减，反增痛快。再来！他大笑一声，主动朝着鳌牙冲了过去。两人再次战作一团，打得天昏地暗。然而就在两人战意攀升到顶点的时刻，异变陡生。他们所在的这片古战场碎片突然剧烈地颤动起来，天空之上那些原本还算稳定的空间裂缝开始变得狂暴，一道道灰色的混沌气流从中疯狂涌出，脚下的大地也开始承受不住两人的力量，出现了大面积的崩塌。不好！远处的温燕脸色大变，惊呼道。江晨和鳌牙也同时察觉到了异样，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各自向后拉开距离。鳌牙金色的瞳孔死死盯着江晨，今日算你运气好。他冷冷地说道，下次见面必取你性命。那颗雷龙之心我记下了。说罢，他不再停留，化作一道金色流光，朝着一个空间相对稳定的方向飞速遁走。江晨也没有追，这片空间因为先前一战变得不稳定起来，当务之急是先尽快离开。他回到温燕和于妹儿身边，看了一眼温燕怀里抱得死死的雷龙之心，摇了摇头。为这玩意儿差点把命搭进去，值吗？值？怎么不值？温燕一脸肉痛地说道。圣子你不知道，有了这玩意儿，
我感觉我能上天。行了，赶紧走。江晨带着两人迅速朝着系统地图上南宫明月所在的方向飞去。与此同时，在另一片区域，被救起的袁昊天缓缓清醒过来。袁昊天剧烈咳嗽着，每一下都牵动着全身断裂的骨骼，传来钻心的剧痛。他挣扎着坐起身，从一旁取出一枚丹药服下，丹药化作一股暖流，修复着他破败的身体。过了许久，他的脸色才恢复了一丝血色。江晨，他嘶吼出声，他想报仇，立刻，马上，但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江晨，你不是想要机缘吗？你不是自诩实力强大吗？他低声喃喃自语，一个恶毒的计划在他心中缓缓成型。我得不到的东西，你也休想得到。我倒要看看，当你成为所有的敌人后，你该如何自处。片刻之后，一道道一真一假的消息通过数个与天元神朝交好的势力弟子，在这片古墓空间中迅速地传播开来。听说了吗？洪天圣地的江晨找到了3颗混沌道果。什么？混沌道果？没错，据说只要炼化了那混沌道果，修为一飞冲天不说，更是能够一窥圣人之境，甚至未来踏入河道境也不难。消息可靠吗？绝对可靠。天元神朝的太子殿下亲眼所见，江晨为了独吞宝物，还将太子殿下打成重伤，现在正带着合欢宗的妖女四处搜寻其他宝物呢。据说他们还获得了准地级别的功法，还有地兵。这个消息瞬间激起了众人的反应，一时间无数进入古墓的修士，无论正邪，都变得蠢蠢欲动。所有人的目光都开始有意无意地寻找着江晨。江晨一行3人化作3道流光，正朝着东南方向疾驰。温燕吞下江晨给的丹药后，又被渡入了一股精纯的灵力护住心脉，此刻脸色已经好看了不少。他胸口那他陷下去的大洞，在药力的作用下正缓缓恢复，断骨也在自行接续。他靠在于妹儿撑起的护盾上，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嘴巴却没闲着。哎呦，我的腰，我的腿，我的小心肝！温燕哼哼唧唧，一双桃花眼却滴溜溜的在江晨和于妹儿之间来回打转。刚才江晨和鳌牙的大战，他可是看得一清二楚。但更让他感兴趣的是江晨和于妹儿之间那古怪的气氛，一个神色平静，目不斜视，另一个则满脸幽怨，贝齿轻咬着下唇，一双能勾魂夺魄的媚眼，时不时就往江晨的后背上弯一下。温燕一看这架势，脑子里立刻就上演了一出100万字的话本剧情：负心薄情郎，痴情幽怨女，始乱终弃，爱恨纠葛。他越想越觉得靠谱，看向江晨的眼神里顿时充满了敬佩。圣子就是圣子，连始乱终弃都玩得这么清新脱俗，这么有格调。换作是他，面对合欢宗圣女这等角色，怕是早就被榨干了，哪里还能保持这般姿态？可可，温燕清了清嗓子，用一种过来人的语气对于妹儿语重心长地说道：于仙子，想开点，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呢？你看我怎么样？虽然打架不如圣子，但论起疼人，我可是专业的。于妹儿本来就一肚子火没触发，听到温燕这番不着调的调侃，俏脸瞬间就黑了。她扭过头，对着温燕露出了一个无比温柔的笑容。滚！温燕被他笑得心里发毛，却依旧不死心，压低了声音，贼兮兮地说道：仙子你别误会，我只是替你感到不值。你看咱们圣子，一看就是那种提起裤子不认人的种，你这般国色天香，何苦呢？要我说，这男人啊，就不能惯着。你越是幽怨，他越是得意，你就该……他话还没说完，一只秀气的脚已经携着一股香风，精准无比地印在了他的脸上。砰！温燕整个人被踹得飞了出去，在地上滚了好几圈，刚刚愈合了一点的伤口险些又崩开。仙子，你是这座神？他捂着脸喊道。于妹儿收回脚，冷哼一声，看都懒得再看他一眼，胸口那股憋闷之气倒是散去了不少。江晨从始至终连头都没回一下，他的神识一直锁定着系统地图上的那个蓝色光点，心中盘算着距离。就在这时，前方不远处的山谷中突然冲出了7、8道身影，拦住了3人的去路。这群人修为参差不齐，从6境元婴到7境化神都有，身上服饰各异，显然是临时凑在一起的。他们一个个面色不善，眼神贪婪，死死盯着江晨。为首的是一个手持巨斧的壮汉，化神中期的修为，气息彪悍。他上下打量了江晨一番，厉声喝道：你就是洪天圣地的江晨？江晨脚步一顿，停在半空中，神色淡漠地看着他们，连话都懒得说一句。那壮汉见他不答，以为他是心虚，更加嚣张起来。小子，别装蒜了，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你夺走了3枚混沌道果，还打伤了天元神朝的太子殿下。识相的就把东西交出来，我等或许还能饶你一命。没错，
交出混沌道果，还有准地功法。听说你还得到了地兵，一并交出来。其他人也跟着躁动起来，一个个双眼放光。袁昊天散播的消息，经过层层加码，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诱惑力也呈几何倍数增长。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从地上爬起来的温燕看到这一幕，顿时乐了。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凑到于妹儿身边，小声嘀咕道：“啧啧，这帮蠢货真是茅房里点灯，找死啊！圣子的东西也敢抢，活腻歪了吧？”于妹儿没有说话，只是抱着双臂静静看着。江晨终于有了反应，他抬起眼皮，混沌道果。谁告诉你们的？那持斧壮汉见他承认，愈发兴奋。你别管是谁说的，赶紧把东西交出来，否则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哦，江晨的声音很轻，就凭你们，你得罪了太子殿下，整个古墓都没有你的容身之地。壮汉吼道。袁昊天，江晨脸上的笑意更浓了。袁昊天都差点没死在我手里，你们觉得你们比他更硬？话音落下的瞬间，江晨动了，谁都没有看清他的动作，他的身影原地消失，又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了那持斧壮汉的面前。壮汉瞳孔骤然收缩，心中警铃大作，刚想举起巨斧抵挡，一只白皙修长的手掌已经轻飘飘地按在了他的天灵盖上。壮汉脸上的表情凝固了，眼中的惊恐和贪婪都定格在了这一刻。下一秒，噗！持斧壮汉那魁梧的身躯从头到脚瞬间化作了一捧飞灰，被风一吹便消散在了空气中，周围的聒噪声戛然而止。那可是一个七进化神中期的修士，就这么没了。江晨收回手，淡淡开口：“现在还有谁想要混沌道果？”扑通，一个修士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恐惧，双腿一软，直接跪了下来：“江圣子饶命！我们是猪油蒙了心，我们再也不敢了。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剩下的人纷纷丢掉兵器，跪地求饶：“饶命啊！我们也是听信了谗言。”江晨看着他们，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轻轻摇了摇头。他屈指一弹，那几个跪地求饶的修士身体猛地一僵，眉心处都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血线，他们的眼神迅速暗淡下去，生机断绝，直挺挺地倒了下去。从始至终，江晨都没有多余的动作，举手投足间便灭杀了一众修士。温燕在一旁看得咂舌不已，于妹儿的美眸中也闪过异彩。江晨做完这一切，转身对两人说道：“走吧。”三人继续上路，有了前车之鉴，一路上清静了不少。虽然暗中还是有不少目光窥探，但也没有人再敢贸然跳出去送死了。又飞行了约莫半个时辰，前方突然传来一阵阵剧烈的能量波动，其中夹杂着清冷的剑鸣与诡异的魔笑。咦，前面有人打起来了，动静还不小。温燕伸长了脖子，好奇地张望着。江晨的眼神一凝：“走，看看热闹去。”三人动作很快，前方的景象豁然开朗。其中一道身影白裙胜雪，身姿绝世，他手持一柄晶莹如玉的长剑，每一剑挥出都带着一股超然物外的道韵，剑光如月华流转，清冷圣洁。正是太一圣地的圣女叶希禾。与他对战的则是一个身穿黑色长袍的男子，他并未动用任何兵器，只是双掌翻飞，漆黑的魔气在他掌心汇聚，化作一个个吞噬黑色漩涡，将叶希禾那无坚不摧的剑光尽数吞噬。幽冥魔教少主墨渊。江晨三人停在了不远处，收敛了气息，饶有兴致地观看起来。是太一圣地的叶仙子和幽冥魔教的少教主。温燕一眼就认出了两人的身份，他们两个怎么打起来了？于妹儿的目光落在了场中那个白衣女子身上，眉头微微蹙起。她和叶希禾从年少时起就是出了名的死对头，一个被誉为正道仙子，一个被称作魔道妖女。两人无论是在修为、容貌还是名气上，都常年被好事者拿来比较，彼此间自然是谁也看不上谁。打起来才好，最好同归于尽。于妹儿用团扇掩着嘴，哼了一声。场中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叶希禾的太初圣体让他对天地灵气的亲和力远超常人，一招一式都引动大道共鸣，威力无穷。然而墨渊却更为诡异，不论叶希禾的剑光再圣洁再凌厉，一旦被那黑色漩涡卷入，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消彼长之下，叶希禾明显落入了下风，他的额角已经渗出了细密的香汗，呼吸也微微有些急促。反观墨渊却依旧是一副游刃有余的模样。叶仙子，何必挣扎？墨渊的声音温和，若你愿意归顺于我，做我的魔妃，我保证让你体验到前所未有的乐趣。魔头，休得胡言！叶希禾俏脸含怒，剑势在变，一朵圣洁的莲花在他的剑尖绽放，轰向墨渊。墨渊见状，脸上的笑意更浓，米粒之珠也泛光滑。他双手在胸前合拢，
一个比之前大了数倍的黑色漩涡凭空出现，一口便将那朵尽是莲花吞了进去。黑色漩涡剧烈扭曲膨胀，片刻后一切归于平静。叶希河的脸色一白，身形微微晃动了一下。就在这时，墨渊和叶希河几乎是同时心有所感，齐齐朝着江晨等人所在的方向看来。看了这么久，也该出来了吧？墨渊的声音传来，眼神却变得幽深。叶希河的目光扫过江晨、温燕，最后定格在了于妹儿的身上。江晨见被发现，也懒得再隐藏，他带着两人从山崖上一跃而下。两位继续，不必管我们。江晨摆摆手道，原来是洪天圣地的江圣子，合欢宗的于仙子。墨渊的目光主要停留在江晨身上，对于这位近来声名鹊起、行事比他们魔道还像魔道的圣子，他早有耳闻。江圣子，叶希河看到江晨，清冷的眸子亮了一下，你来得正好，你我联手，先诛此魔，之后我们再公平竞争此地的机缘，如何？他很清楚，单凭自己，短时间内根本奈何不了墨渊，而墨渊的吞噬法则诡异无比，时间拖得越久，对自己越不利。江晨的实力在藏神谷外他已经见识过，绝对是一个强大的助力。然而他话音刚落，一旁的于妹儿便发出了一声娇笑：咯咯喽，叶大仙子，你这是在求人吗？我没听错吧？于妹儿摇曳着身姿走到江晨身侧，半个身子都快贴了上去，故意用一种亲昵的语气说道：江圣子可不是你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打手哦，想让他帮忙总得拿出点诚意来吧。叶希河看到他那副妖媚的姿态，眉头皱得更紧了，冷声斥道：妖女，我与江圣子说话，何时轮到你插嘴了？正魔不两立，江圣子，你难道要与这妖女为伍，做事魔头逞凶吗？哟，好大一顶帽子扣下来！于妹儿丝毫不惧，反而笑得更欢了。叶仙子平日里不是眼高于顶，谁都瞧不上吗？怎么今天居然也会开口求助？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叶希河被他气得俏脸通红。我什么我？于妹儿的理不饶人，挺了挺傲人的胸脯，挑衅地看着他，说到底，圣子凭什么要帮你？就凭你长得像个奔丧的，还是凭你这张嘴会给人扣帽子？温燕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心里直呼精彩。正道仙子与魔道妖女的当面互撕，这可比话本里写的刺激多了。他甚至想掏出一把瓜子来。江晨始终没有说话，只是似笑非笑看着眼前这一幕。帮叶希河，好处是什么？换来太一圣地一个虚无缥缈的人情，这笔买卖似乎不太划算，更何况看这两个女人斗嘴，可比打架有意思多了。墨渊也饶有兴致地看着，在他看来，所谓的正道就是这般虚伪可笑。叶希河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他知道跟于妹儿斗嘴是没用的，他将目光转向一直沉默的江晨，语气诚恳了几分：江圣子，墨渊身怀吞噬法则，极其克制我的功法，若让他逃脱，将来必成大患。只要你肯出手助我，太一圣地必有重谢。江晨挑了挑眉，正准备说些什么，就在此刻，一声巨响从远处天际传来，整个古墓空间都在这一刻剧烈颤抖了一下。所有人，包括正在对峙的江晨、墨渊、叶希河，都不约而同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只见在东南方的天穹之上，一道璀璨到极致的七彩神光，如同天柱一般冲天而起。神光之中有仙皇飞舞，有真龙盘旋，有麒麟踏瑞，种种不可思议的异象纷纷浮现。这是有绝世神物出世了。温燕瞪大了眼睛，喃喃自语。叶希河和墨渊的眼中也都露出了无比震惊和炽热的神色。这等异象，其所代表的机缘绝对是非同小可的。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被这惊天异象所震撼的时候，江晨的脑海中却响起了系统的声音：叮！检测到天命女主南宫明月正在融合太阴本源，觉醒玄阴圣体，引发天地异象，神体觉醒过程将吸引无数强者觊觎，危险系数极高。发布任务：阻止他人获得。任务奖励：海量反派指数，准地级神通。系统的提示音如同一道惊雷，在江晨的脑海中炸响。南宫明月觉醒玄阴圣体。江晨脸上的那份淡然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眼神，周身那股慵懒散漫的气息也一扫而空。那道贯穿天地的七彩神光，在他眼中不是什么绝世神物的出世异象，而是悬在南宫明月头顶的一道催命符。如此浩大的声势，必然会引来古墓中所有的牛鬼蛇神。此刻的南宫明月正处在最关键也最虚弱的时刻，就像是一块毫无防备的绝世宝肉，暴露在了一群恶狼的面前。麻烦！江晨在心中低骂一声。他先前通过系统定位，只知道南宫明月是安全的，却没想到他所谓的安全，竟然是在准备搞出这么大的动静。玄阴神体
一旦觉醒，便能与9天之上产生共鸣，执掌太阴法则。其潜力之大，丝毫不逊色于叶希河的太初圣体，甚至在某些方面有过之。但觉醒的过程同样凶险万分。江辰几乎可以预见，下一刻整个古墓空间的所有修士都会疯狂地扑向那个方向。他的心在这一刻猛地收紧，这种感觉很不爽。系统，江辰在心底喊道：“宿主，本系统在的喵。任务是让我阻止别人获得。明月是我未婚妻，应该不算别人吧？报告宿主，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得到系统的解答，江辰心中了然。那他要阻止得到就是那些阿猫阿狗了。随后，江辰浑身气势轰然爆发开来。江辰的这种变化立刻引起了周围所有人的注意。于妹儿离他最近，感受的也最清晰。江辰，你……他下意识的开口。叶希河和墨渊也都将惊疑的目光投了过来。他们不明白江辰为何会对这天地异象产生如此剧烈的反应。圣子，温燕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江辰却根本没有理会他们，他目光如电，直视着那道七彩天柱的方向，没有半分犹豫。跟上！他只丢下这2个字，整个人便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撕裂空气，以一种极为恐怖的速度朝着南宫明月的方向暴冲而去。那速度之快，甚至在原地留下了一道清晰的残影。喂！于妹儿一愣，随即跺了跺脚，也顾不上再和叶希河斗嘴，连忙催动身法，化作一道粉色流光追了上去。温燕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圣子的命令就是天，他不敢怠慢，捂着还在隐隐作痛的胸口，也急忙跟上。转眼之间，此地就只剩下了叶希河和墨渊2人，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叶希河看着江辰消失的方向，秀眉紧蹙，眼中充满了不解。刚才还一副看戏的模样，怎么一转眼就跟死了人一样着急？那异象到底是什么？难道他知道内情？墨渊的表情也变得玩味起来，他收起了周身的魔气，目光幽深地望着那道还未消散的七彩光柱。有意思，真是有意思。他低声喃喃自语，能让江辰都如此失态的机缘，想必非同小可。叶仙子，看来你我今日的战斗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叶希河冷哼一声，没有答话。他深深地看了一眼墨渊，又看了一眼江辰离去的方向，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与诛杀墨渊相比，那等惊天机缘的诱惑力显然更大。他没有再多说一句，身形一晃，化作一道清冷的剑光，也朝着东南方飞去。墨渊看着他离去的背影，都去了也好，正好让我看看这潭水究竟能搅得多浑。说罢，他也化作一团黑雾，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高空之上，江辰将速度催发到了极致，凛冽的罡风吹得他衣袍沙沙作响，但他的脸上却是一片冰寒。他不断地看着系统地图上那个代表南宫明月的蓝色光点，那个光点此刻正在剧烈地闪烁着，而他的周围已经开始有星星点点的红色光点从四面八方快速地向其汇聚，每一个红点都代表着一个对他和他的目标抱有敌意的修士。快点，再快点！江辰心急如焚，身后的于妹儿和温燕拼了命地催动灵力，才勉强跟上他的速度。圣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温燕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他伤势未愈，如此高强度的飞行让他感觉肺都快要炸了。于妹儿的脸色也有些发白，他看着江辰的焦急背影，心中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酸涩。他隐隐约约猜到了，让江辰如此失态的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和他一同进入古墓清冷如仙的南宫明月。原来他不是真的心如铁石，原来他不是真的对女人不感兴趣。这个认知让于妹儿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刺了一下，不疼但很难受。他甚至有些嫉妒那个南宫明月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子，才能让这个冷酷霸道杀伐果断的江辰为之牵肠挂肚，为之方寸大乱？江辰没有回答温燕的问题，他的全部心神都集中在了前方。随着距离的拉近，那股浩瀚神圣的气息愈发浓郁，空气中甚至飘荡着肉眼可见的七彩光晕，吸上一口都让人感觉神清气爽，修为精进。同时他也感知到了越来越多强大的气息正从不同的方向急速赶来，有妖气冲天的万妖窟强者，有佛光普照的古刹僧人，甚至还有几股不弱于墨渊的隐晦魔气。所有人都被这惊世的异象吸引了过来。这么多人，要费上好些力气了。江辰眼中寒芒一闪，不再抑制杀意。他反手间就从储物空间里取出了一把长剑，剑在手，他的气势再度攀升。温燕，于妹儿。江辰的声音冷冷的，让人听不出情绪。等下到了地方，任何人只要敢靠近明月100丈之内。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道：只杀不饶。天穹被一道七彩神光撕裂，恢宏浩瀚的气息如天河倒灌，
笼罩了整片大地。光柱的源头是一座孤零零的山谷。当江晨的身影出现在山谷上空时，饶是心有准备，也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山谷之内，所有的植被都染上了一层七彩光晕，精纯至极的灵气化作了肉眼可见的浓雾，在谷中翻腾。而在浓雾的中心，一个身影静静悬浮，南宫明月。他双眸紧闭，一身淡蓝色的纱裙无风自动，圣洁的七彩神光环绕着他，将她本就绝美的容颜映衬得宛如九天神女，不染一丝凡尘。她的气息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节节攀升，每一次呼吸都引动着天地法则的共鸣。玄阴圣体正在觉醒，倒是会挑地方。江晨悬立于空，目光扫过四周，神色冷峻。这山谷地势开阔，毫无遮掩，简直就是一个活靶子。他没有片刻迟疑，心念一动，数十杆闪烁着玄奥符文的阵旗便从储物戒指中飞出，精准无比地分布在山谷四周的各个方位。紧接着，他双手翻飞，结出一道道繁复的印诀，口中念念有词：天罡北斗风，九宫八卦引。随着他最后一个字落下，光芒大盛，与地面上的阵旗遥相呼应，瞬间勾连成片。一个巨大无比的金色光罩将整个山谷笼罩其中。做完这一切，江晨才稍稍松了口气，落在了阵法之内，静静地守护在南宫明月100丈之外。他的目光落在他恬静的脸上。就在这时，于妹儿和温燕也气喘吁吁地赶到了。圣子，我的妈呀，你这是要飞啊！温燕扶着膝盖，上气不接下气。他看着那笼罩山谷的大阵，感受着其中蕴含的恐怖威能，惊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手笔也太大了吧！于妹儿落在江晨身侧，美眸中同样充满了震撼。他看了看阵法，又看了看阵法中央那个被万千神光笼罩的女子，心中那股酸涩的感觉愈发明显。他咬了咬下唇，终究还是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站着。不等他们喘匀气息，远方的天际一道道流光便接二连三地出现。最先到达的是一道清冷的剑光和一团翻涌的黑雾，正是叶希河与墨渊。两人落在不远处，看着眼前这片平平无奇的乱石岗，皆是眉头一皱。他们都清楚地感知到异象的源头就在这里，可现在却什么都看不到。阵法。叶希河的目光扫过江晨，墨渊则是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江晨布下的阵法，眼神幽深，不知在想些什么。紧接着，西方天际一道霸道绝伦的金色流光破空而至，鳌牙的身影显现出来。他看到江晨，金色的瞳孔瞬间一缩，杀意毕露。但他的目光很快就被此地的诡异气氛所吸引，暂时按下了动手的念头。南方，一道祥和的佛光亮起，一名身穿月白僧袍的年轻和尚脚踏一朵金色莲台，缓缓而来。他面容俊秀，宝相庄严，正是古刹无相寺的静心。他双手合十，对着众人微微一礼，目光却在江晨布下的阵法上停留了一瞬，琉璃般的佛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不过是短短一炷香的功夫，山谷之外便已经聚集了上百名修士。他们来自各大势力，有正有邪，但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贪婪与炽热，死死盯着那冲天的七彩光柱，以及光柱之下若隐若现的人影。绝世机缘。所有人的脑海里都浮现出这4个字。圣子，这阵仗咱们好像捅了马蜂窝了。温燕咽了口唾沫，只觉得头皮发麻，被这么多强者虎视眈眈地盯着，压力实在太大了。江晨神色不变，仿佛没看到外面那些人一样。就在这时，3道剑光破空而至，落在了江晨身旁。圣子，来人正是萧天都、宋明雪和青灵河。他们3人显然也是被异象吸引而来，看到江晨和阵中的南宫明月，立刻明白了情况。萧天都看了一眼外面的阵仗，眉头紧锁，走到江晨身边，沉声问道：什么情况？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沉稳。明月在觉醒体质，不能被打扰。江晨的回答言简意赅。宋明雪和青灵河没有多问，只是默默地站到了江晨的身后，手中长剑紧握，态度不言而喻。他们是洪天圣地的真传弟子，在这种时候，无论江晨要做什么，他们都会站在同一阵线。看到自己人到来，温燕总算有了点底气，他挺了挺胸膛，站到萧天都旁边，狐假虎威地瞪着外面的人。山谷外的气氛越来越凝重，所有人都被江晨所布下的大阵所震慑，一时间竟无人敢率先动手。终于，人群中走出一个身影。阿弥陀佛。静心率先打破了沉默，他看向江晨，声音温和：江施主，此地异象惊天，想必是有神物出世。施主以阵法遮蔽天机，是为何意？静心的话问出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声。不等江晨开口，又一道声音从人群中传出：是袁昊天。他换了一身新的金色蟒袍，脸色虽然还有些苍白，但身上的伤势显然已经恢复了大半。他身后
还跟着10几名天元神朝的弟子，以及一些依附于天元神朝的宗门修士，声势浩大。江辰，袁昊天的声音响起，你以为布下这么一个破阵，就能独吞这绝世机缘吗？他的声音借助灵力传遍四方，清晰地落入每个人耳中，瞬间点燃了众人心中的贪欲之火。此乃天地神物，见者有份，有缘者得之。你洪天圣地行事如此霸道，莫非是想与在场的所有人为敌，与全天下为敌不成？袁昊天一番话极具煽动性，瞬间将江辰和洪天圣的推到了所有人的对立面。没错，凭什么让他独吞？大家一起上，破了这阵法，机缘人人有份。人群开始躁动起来，气氛剑拔弩张。江辰抬起了眼皮，目光一一扫过在场的众人，嘴角慢慢扬起，好笑地看着他们。就凭你这群土鸡瓦狗！江辰的声音不大，却很轻易的就压过了所有的嘈杂声。他甚至没有看那些聒噪的散修一眼，目光平静地落在袁昊天脸上。袁昊天，上次脸上的脚印，这么快就忘了疼？江辰好笑地看着袁昊天，说道：是我下手太轻了，还是说你们天元神朝的太子就喜欢被人踩在脚下的感觉？你……袁昊天被一句话戳到痛处，气得浑身发抖，面孔都扭曲了起来。被江辰踩在脚下，是他这辈子最大的耻辱。江辰，你休要猖狂！他身后一名天元神朝的将领怒喝道：太子殿下给你机会，你竟不知好歹！机会？江辰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就凭你们这群乌合之众，也配给我机会？他的目光缓缓扫过在场的所有人，眼神中的轻蔑与不屑毫不掩饰。想要机缘，可以，就看你们有没有命来拿！话音落下的瞬间，一名按捺不住的化神后期散修怒吼一声，击出一柄血色长刀，化作一道惊天刀芒，狠狠劈向了金色光照。装神弄鬼，看我破了你这龟壳！然而那足以开山断流的刀芒，在接触到金色光照的刹那，连一丝涟漪都未能激起，反而光照之上，一条火龙仿佛被惊醒，猛然睁开了双眼。吼！一声龙吟，一道比手臂还粗的赤红色雷霆瞬间从光照上射出，后发先至，直接轰在了那名散修的身上。啊！凄厉的惨叫只持续了不到一息，那名化神后期的修士连同他的本命法宝，在无数道惊骇的目光中，被狂暴的火焰瞬间蒸发，化为一捧飞灰，连一丝神魂都未能逃出。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住了，原本蠢蠢欲动的心，像是被浇了一盆冰水，瞬间凉了半截。还有谁要过来试试？江辰淡淡地问道。袁昊天脸色铁青，他没想到这阵法威力如此恐怖。就在这时，一个温和的声音响起：江圣子，何必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呢？幽冥魔教的少主墨渊不知何时走到了人群的最前方，他一袭黑袍，面容俊美，脸上带着温润的笑意，但那双深邃的眸子却如同两个不见底的黑洞。这份机缘我也看上了。他看着江辰，语气虽然温和，但其中的意志却非常强硬。江圣子若愿意分一杯羹，你我两家日后也好相见。吼！另一边，一声狂暴的龙吟炸响，万妖窟的鳌牙也踏前一步，他化作了半人半龙的形态，金色的龙鳞覆盖了半边身体，恐怖的龙威让周围的修士呼吸困难。废话少说！他的目光充满了暴虐与杀意。杀了他，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那颗雷龙之心，我也要一并取回。随着两大顶尖强者的表态，场上的气氛再次变得微妙起来。太一圣地的叶希禾也站在不远处，他看着阵中的江辰，又看了看那七彩光柱，清冷的眸子中闪着挣扎。他与江辰没有深仇大恨，但如此机缘让他放弃也绝无可能。看到这一幕，江辰笑了，他再次取出长剑，剑尖斜指地面。看来今天不死几个人是不能善了了。他转过身对身后的人开口：萧天都，天元神朝的那些走狗交给你了。萧天都点了点头，没有一句废话，冰冷的目光锁定了袁昊天一行人。宋凝雪、青灵河，你们两个联手解决掉那些想浑水摸鱼的杂鱼，没问题吧？放心，圣子。青灵河露出一抹浅笑，宋凝雪则更是干脆，周身寒气涌动，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那我呢？圣子，我呢？温燕急忙问道，生怕自己被漏下。江辰瞥了他一眼：你保护好自己，顺便替我们摇旗呐喊，别给我添乱就行。圣子，你这可就小瞧我了。温燕不服气地说道：我好歹也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看到江辰已经一步踏出了阵法之外，独自一人面对着外面黑压压的一片强者。我的天！温燕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缩了缩脖子，果断躲到了萧天都的身后。算了，还是那喊助威比较适合自己。于妹儿看着江辰的背影，眼波流转，
他忽然看到了不远处的叶希河，那个清高的女人似乎还在犹豫不决。他嘴角一勾，一抹动人心魄的笑容绽放开来。咯咯咯，他身形一晃，如同一只粉色的蝴蝶，主动迎向了叶希河的方向。叶大仙子，你的对手是我，可别想着去捡什么便宜哦。叶希河见他主动挑衅，眼中寒光一闪。妖女，滚开！想过去，先问问我答不答应。于妹儿笑意盈盈，但眼中的战意却丝毫不加掩饰。两人之间的气机碰撞，瞬间引爆了另一片战场。两大圣女的战斗一触即发，而此刻全场的焦点都集中在了那个独自走出大阵的白衣身影上。江辰手持长剑，目光平静地看着前方的墨渊和敖牙，以及他们身后那一众虎视眈眈的强者。墨渊、敖牙，江辰开口了，简单粗暴，你们两个一起上吧，省得我一个个解决，浪费时间。此言一出，全场哗然。狂，太狂了！敖牙金色的树瞳瞬间缩成了针尖大小，怒极反笑。好，好得很，人族，你是我见过最嚣张的，今天我必将你碎尸万段。墨渊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幽深。江圣子，何必如此？下一刻，恐怖的龙威与吞噬天地的魔气同时爆发，敖牙的身影瞬间消失，化作一道金色的闪电，一只缠绕着毁灭龙气的龙爪直取江辰的头颅。墨渊则双手合十，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在他身后浮现，恐怖的吸力笼罩了整片空间，仿佛要将江辰连同他的一切都彻底吞噬。两大年轻至尊联手一击，面对这毁天灭地般的攻势，江辰不退反进，眼中燃起了滔天的战意。来得好！他长笑一声，手中长剑发出一声清越的剑鸣，迎着那撕裂虚空的龙爪以及那吞噬万物的魔涡悍然斩下。大战起！轰！剑光、龙爪、魔涡，三股截然不同却又同样恐怖到极致的力量，在山谷之外轰然碰撞。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仿佛要将这片古墓空间都彻底掀翻。以江辰为中心，脚下的大地寸寸崩裂，狂暴的能量风暴化作毁灭性的冲击波，向着四面八方疯狂席卷。一些离得近的修士躲闪不及，瞬间就被这股余波撕成了碎片，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众人骇然暴退，惊恐地看着战场中心那三个如同怪物一般的身影烟尘散去，江辰的身影依旧笔直地站在原地，衣袂飘飘。他手中的长剑精准对格开了敖牙那足以撕裂金铁的龙爪，剑身上魔气缭绕，竟然与敖牙的恐怖龙气分庭抗礼。而在他的另一侧，墨渊引以为傲的吞噬魔涡，此刻正被一道更加纯粹、更加霸道的黑色剑气死死抵住，非但无法寸进，反而有被剑气撕裂的趋势。一己之力同时挡下了两大高手的联手一击。怎么可能？人群中有人发出了不可置信的惊呼。敖牙金色的瞳孔中充满了狂怒与震惊，他能感觉到从对方剑上传来的力量丝毫不逊色于自己引以为傲的肉身龙力。即便先前交过手，但还是有些感慨，这根本不是一个人族修士该有的力量。你的肉身？敖牙声音嘶哑。龙皇之子就这点力气？江辰嘴角噙着冷笑，跟挠痒痒似的，没吃饭吗？话音未落，他手腕一转，剑锋之上魔气大盛，一股巨力轰然爆发。滚！敖牙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涌来，庞大的身躯竟被硬生生震退了10几步，每一步都在坚硬的地面上踩出一个深坑。逼退敖牙的同时，江辰看都未看另一边的墨渊，持剑的手隔空一划，吃啦！那道与吞噬魔涡僵持的黑色剑气瞬间光芒大涨，如同一柄切开豆腐的利刃，势如破竹地将那巨大的魔涡从中一分为二。魔涡破碎，墨渊的身形一阵摇晃，脸上第一次出现了凝重的神色。他的吞噬法则竟然被江辰强行破开了。吞噬法则？不过如此。江辰的声音冰冷，充满了不屑。他没有给两人任何喘息的机会，身形一晃，主动发起了攻击。这一次，他的目标是肉身强横的敖牙。既然你对自己的肉身这么自信，我就打到你自信全无。江辰舍弃了长剑，直接握拳轰出。漆黑的魔纹瞬间从他手臂上亮起，一股蛮荒暴虐的气息冲天而起。找死！敖牙被江辰的举动彻底激怒，他仰天咆哮，同样挥舞着龙爪迎了上去。砰砰砰，拳爪相交，发出的不再是金铁交鸣之声，而是沉闷的巨响。每一次对轰都让空间泛起剧烈的涟漪，所有人都看呆了。疯了，都疯了。有修士喃喃自语，看着天空中那野蛮血腥的战斗，只觉得自己的世界观都被颠覆了。而在另一边，其他的战场也同样激烈。萧天都一人一剑化作一道奔雷，在天元神朝的阵营中杀得七进七出。
他的剑法凌厉而精准，每一剑都直指要害，雷法更是霸道无匹。那些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太子亲卫，在他面前如同土鸡瓦狗，根本无法阻挡其分毫。袁昊天看着自己的人马被萧天都如砍瓜切菜般屠戮，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他怎么也想不到，洪天圣地除了江辰这个怪物，竟然连一个真传弟子都强到了这种地步。宋宁雪与青灵河的配合更是天衣无缝，宋宁雪的冰雪之力覆盖全场，极大的限制了那些散修的行动，冰冷的寒气甚至能冻结灵力，而青灵河则在其中穿梭，每一次出手都必然会有一名修士倒下。哎呀呀，叶大仙子，你的剑法怎么软绵绵的，没吃饭吗？于妹儿娇笑着，身形飘忽不定，手中的粉色团扇每一次挥动都带起一片片魅惑人心的桃花瓣，将叶希河的灵力剑光尽数化解。妖女，闭嘴！叶希河俏脸寒霜，见势越发清冷。他最讨厌的就是于妹儿这副故作媚态的模样，可偏偏对方滑不溜秋，一身修为诡异莫测，让他有力也使不出。两人的战斗更像是一场言语和心境的交锋，火药味十足。而作为呐喊助威担当的温燕，此刻正躲在一块巨大的岩石后面，探出半个脑袋。看到一个倒霉的散修被萧天都的剑气余波震飞，正好摔在他面前，他眼疾手快，一记掌心雷拍了过去。看招！那散修本就身受重伤，被他这么一补刀，白眼一翻，直接昏死过去。搞定！温燕得意地拍了拍手，对着阵法里的方向喊道：看到没，我又解决一个。本公子神威盖世。然而没人理他，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天空中的主战场牢牢吸引。江辰和鳌牙的肉搏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就在这时，一直游离在战场边缘的墨渊终于再次出手。他看准了江辰一拳轰出，就立刚去心力未生的瞬间，身影如同鬼魅般出现在江辰身后，五指张开，一个浓缩到极致的黑色漩涡在掌心浮现，无声无息地按向江辰的后心。这一击阴险而致命，小心！下方的于妹儿和温燕等人齐齐发出了惊呼。然而江辰就像背后长了眼睛一样，头也不回。他非但没有躲闪，反而硬生生承受了鳌牙一记势大力沉的龙尾横扫。江辰身形巨震，但他借着这股力量，身体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扭转过来，无视了墨渊那足以吞噬神魂的攻击，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墨渊，他以身作饵，硬抗鳌牙一击，为的就是这一个机会。不好！墨渊心中警铃大作，想退却已经来不及了。江辰的拳头缠绕着漆黑的魔气与金色的雷霆，以一种无可匹敌的姿态，结结实实地打在了墨渊的胸口。轰！墨渊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倒飞而出，胸口处一个清晰的拳印深深凹陷下去，护体魔气瞬间崩溃，人在半空便抑制不住地喷出了一口血。他的脸上终于是露出了骇然和痛苦的神色。一拳就这么简单地伤了身为8境大成的墨渊。全场一片死寂。鳌牙看着自己龙尾上残留的血迹，又看了看远处被重创的墨渊，最后看向那个硬接自己一击，此刻却跟没事人一样，气息依旧强盛的江辰。这个人强得不像话，以身作饵，好狠的算计，好强的肉身。墨渊被一拳重创，身形暴退1000丈之外，这才勉强稳住。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深深凹陷下去的胸膛，那上面不仅有全境的肆虐，更有一缕缕金色雷霆如枯骨之躯，疯狂破坏着他的魔躯生机。他眼中的温润笑意荡然无存。这个江辰不仅功法霸道，心思更是缜密到可怕。从一开始，江辰的目标就不是鳌牙，而是自己。他故意与鳌牙进行看似鲁莽的肉搏，就是为了引诱自己出手偷袭，从而创造出一击必杀的机会。而更让他心惊的是，江辰硬扛了鳌牙一记龙尾，此刻看上去竟像个没事人，气息依旧平稳，深不可测。这是何等恐怖的体魄！吼！鳌牙也被眼前的一幕彻底激怒。自己全力一击，对方硬扛下来不说，还借力重创了墨渊，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怎么不打了？江辰扭了扭脖子，一个什么吞噬法则，一个什么龙族，我还以为能有多厉害，结果就这人族，我要你死！鳌牙庞大的龙躯上，金色的龙气燃烧得如同烈焰，他放弃了所有花哨的招式，以最纯粹、最野蛮的力量再次冲向江辰。他要用自己引以为傲的龙族肉身，将这个可恶的人族彻底碾碎，不知悔改。江辰神色漠然，面对鳌牙的疯狂扑杀，他不退反进。这一次他没有再用拳头，而是并指如剑，一道道缠绕着混沌气的黑色剑气在他指尖凝聚，撕裂虚空，迎向鳌牙。另一边，墨渊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翻涌的气血。他知道今日若不能拿下江辰，他幽冥魔教少主的脸面算是彻底丢尽了。幽冥万法，复魂噬灭。
刹那间，他身后的空间扭曲，一道漆黑的裂缝被强行撕开，无数凄厉的嘶吼与哀嚎从中传出。一只只由纯粹怨气与神魂之力凝聚而成的惨白手臂从裂缝中探出，密密麻麻，铺天盖地，抓向江辰。所有被领域笼罩的修士都感觉自己体内的灵力正在不受控制的流逝，心神也仿佛要被那无尽的黑暗所吞噬。来得好！江辰长笑一声，面对两大高手的再度联手，他身上的战意不减反增。早就说了，让你们一起上，能省下我不少时间。他一步踏出，到掩天魔体全面催动，一股远比墨渊魔气更加古老、更加霸道的魔威轰然爆发。如果说墨渊的魔气是死寂的深渊，那江辰的魔气就是毁灭万界的混沌。到掩天魔经运转到极致，江辰仿佛化身一尊太古魔神，举手投足间都引动着大道法则的轰鸣。他左手剑指，激射出的剑气如天河倒泻，将鳌牙的狂暴攻势尽数淹没，剑气纵横间，甚至在鳌牙坚不可摧的龙鳞上留下了一道道深可见骨的血痕。他右手捏拳，一拳轰出，朴实无华，硬生生将墨渊的那些鬼手打得尽数消散。一人之力竟然稳稳压制住了两大年轻天骄。这一幕彻底击碎了在场所有人的心理防线。怪物，这根本不是人，是披着人皮的太古凶兽，太强了！洪天圣地的圣子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这还怎么打？山谷之外，所有人都停止了呼吸，惊骇地看着那道在龙气与魔气中纵横自如的白衣身影。而在另一片战场，萧天都与袁昊天的战斗也进入了白热化。轰！雷光与金芒交织，萧天都的奔雷剑与袁昊天的真龙宝术狠狠对撞在一起。萧天都身形一晃，向后退了3步，握剑的手臂微微发麻，他的脸色有些苍白，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反观袁昊天，虽然也气息浮动，但明显要游刃有余得多。萧天都，你确实很强，不愧是洪天圣地的真传之手。袁昊天悬浮于空，周身金龙虚影环绕，一股君临天下的霸道气息油然而生。袁昊天居高临下的看着萧天都，有些不屑的看着他。只可惜，你终究不是江辰。真龙体、起事儿等凡体所能比拟。话音落下，袁昊天身上的气势再度暴涨，他身后的金龙虚影仿佛活了过来，发出一声震慑神魂的龙吟。真龙九击，袁昊天一拳轰出，那金龙虚影随之而动，化作一道毁灭性的金色洪流，朝着萧天都奔涌而去。萧天都眼神凝重，他能感觉到这一击中蕴含的恐怖力量。天雷剑影，他将长剑横于胸前，周身雷霆之力毫无保留的爆发，在他面前形成了一面由无数雷蛇交织而成的巨大雷盾。轰隆，金色洪流狠狠撞在雷盾之上，雷盾仅仅坚持了不到2息时间，便在一声脆响中轰然破碎。萧天都如遭雷击，整个人倒飞而出，口中喷出一道血溅，脸色瞬间煞白如纸。萧师兄！正在清理杂鱼的青灵河和宋凝雪见状，齐齐发出一声惊呼，想要上前支援。但那些散修和天元神朝的附庸此刻也看到了希望，如同疯了一般，死死将他们2人缠住。萧天都，你败了。袁昊天仰天大笑，笑声中充满了压抑许久的畅快。被江辰踩在脚下的耻辱似乎在这一刻得到了些许洗刷。他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先废掉江辰的左膀右臂，再看那个狂徒还如何嚣张。给我死来！袁昊天眼中杀机毕露，没有给萧天都任何喘息的机会，身影一闪便出现在萧天都上空，一脚朝着他的头颅狠狠踩下。这一脚，他要将自己承受过的屈辱加倍奉还。萧天都挣扎着想要起身，但体内气血翻腾，灵力紊乱，根本无法动弹，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只放大的脚底离自己越来越近。屈辱、不甘、愤怒，种种情绪涌上心头。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萧天都必死无疑的刹那，一道平淡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在袁昊天耳边响起：踩人这种事还是我比较擅长。这道声音让袁昊天全身的汗毛在一瞬间根根倒竖。是他，江辰。他怎么可能？袁昊天心中的惊骇还未完全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恐怖危机感便将他彻底笼罩。他想也不想，疯狂催动体内所有灵力，真龙护体神光瞬间催发到极致，同时身形便要向一侧暴退。然而太迟了，正在与鳌牙和墨渊激战的江辰甚至连头都没有回，他只是在压制2人的间隙屈指一弹，一道看似不起眼的漆黑剑气无视了空间的距离，无视了能量的乱流，以一种超越了所有人理解的速度刹那而至。嗤一声轻响，袁昊天那真龙护体神光在这道漆黑剑气面前脆弱的如同纸糊一般，被轻而易举的洞穿。剑气于是不减，直接贯穿了他的右肩。啊！袁昊天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整个人被击落，从半空中重重砸落下来，正好摔在萧天斗面前不远处。鲜血从他的肩处流出，瞬间染红了金色的蟒袍。全场再一次陷入了一阵的寂静，所有正在交战的人都下意识地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呆滞地看着这一幕。一心二用，不，这已经不是一心二用能够形容的了。在同时压制两大年轻天骄的恐怖战斗中，他竟然还有余力，隔着遥远的距离一指重创了另一位顶尖天骄，这是何等恐怖的掌控力和实力！这还是人吗？一名散修声音颤抖，手中的法宝都掉在了地上。鳌牙和墨渊也停下了攻击，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深深的忌惮与骇然。他们终于明白，从始至终江辰都没有用出全力，他在戏耍他们。圣子威武！温燕躲在石头后面，看到这一幕，激动的差点跳起来，扯着嗓子大喊。萧天都挣扎着从地上坐起，看着前方在地上翻滚哀嚎的袁昊天，又看了一眼远处那道依旧风轻云淡的背影，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曾几何他是自己追赶的目标，如今却连其项背都难以望见了。江辰略带不满地咂了咂嘴，这一击他本是瞄准袁昊天心脏的，没想到这家伙的真龙体质确实有几分门道，在最后关头竟让身体偏移了半分，躲过了致命一击，真是命硬。他摇了摇头，身影一晃，竟直接脱离了与鳌牙、墨渊的战圈，如同瞬移一般出现在了袁昊天的面前。鳌牙和墨渊脸色一变，却惊骇地发现自己两人竟被一股无形的契机锁定，只要稍有异动，迎来的必将是雷霆一击，他们不敢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江辰走向那个已经彻底吓傻了的天元神朝太子。你别过来！袁昊天看着缓步走来的江辰，脸上的血色褪尽，眼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他想要逃，可那道贯穿他肩胛的诡异剑气不仅重创了他的肉身，更仿佛封印了他全身的灵力，让他连动一根手指都无比艰难。刚才你想踩他的头？江辰走到袁昊天面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语气平淡地问道：你要如何？袁昊天声音发颤，哪里还有半分太子的威严？是吗？江辰笑了笑，伸手掐住袁昊天的脖子，把他整个人跟拎小鸡一样给拎了起来。别急，很快就结束了。说罢，江辰就把袁昊天整个人狠狠地朝地面砸下。轰！大地剧烈震动，一个巨大的人形坑洞出现。袁昊天躺在坑底，浑身骨头因为这下不知道断了多少根，口中鲜血狂涌，狼狈到了极点。他那原先附体的龙魂也在江辰那一砸之下，更是被直接震散。随后，江辰没有丝毫的停顿，缓缓抬起了脚，在一道道目光当中，再次狠狠踩在了袁昊天的脸上。我这个人不喜欢别人模仿我。咔嚓，一声清晰的骨裂声响起，袁昊天的鼻梁骨被当场踩断，整张脸深深地陷入了泥土之中。噗！他一口混杂着牙齿的鲜血喷出，剧痛和无边的屈辱让他眼前一黑，几乎要昏死过去。记住了吗？江辰的脚底捻了捻，淡淡地问道。这一次脸上的脚印该深刻一点了吧？江辰脚下微微用力，捻了捻。下一次我可就是会直接踩爆你的脑袋。江辰，我天元神朝与你不死不休！袁昊天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发出了怨毒到极点的嘶吼。哦，是吗？江辰的眼中涌现凛冽杀意。既然如此，那就更没有留你的必要了。他脚下力量一泄，便要彻底震碎袁昊天的神魂。然而就在这时，袁昊天的身上猛地爆发出一阵璀璨到极致的金光，一枚龙鳞状的玉符从他怀中飞出，瞬间炸裂，化作一个巨大的空间漩涡，将他的身体笼罩其中。空间遁符。江辰眉头一挑，有些意外，这遁符的气息远超寻常，显然是保命的至宝。几乎是在漩涡出现的瞬间，袁昊天的身影便被一股强大的空间之力拉扯着，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只留下一句怨毒无比的神念在空中回荡。江辰，今日之辱，我袁昊天必将百倍奉还。紧接着，一道虚幻的虚影浮现了出来，一名头戴帝冠、身穿龙袍的中年男子，正是天元皇朝的皇主袁苍兰。伤我孩儿，如我天元皇室待古墓关闭之日，便是你江辰身死之时。袁苍兰的虚影发出一声惊天怒吼，声音传遍了整个古墓空间。随后，一切尘归尘，土归土，消散一空。江辰收回了脚，看着空空如也的地面，有些不爽地啧了一声。跑得还挺快。他倒不关心袁苍兰那丢下的狠话，在他看来也就是几句无能狂怒，只是单纯觉得没能亲手宰了袁昊天，这一点有些可惜。不过也无所谓了，反正迟早还会再见面的，到时候再宰了他也不迟。他转过身，目光重新落在了不远处的鳌牙和墨渊身上。好了，我们继续。
鳌牙金色的树瞳死死盯着江辰，胸膛剧烈起伏，身上的龙气暴虐到了极点。他乃是高贵的龙皇之子，何曾受过这等羞辱？可理智又在疯狂地告诉他，自己若是再战下去，恐怕也不会在他的身上讨到什么好处。墨渊的神色同样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擦去嘴角的血迹，深深地看了一眼江辰，又看了一眼那被金色大阵笼罩的山谷。他知道今日的机缘多半与他无缘了，继续留在这里除了自取其辱没有任何意义。就在场中气氛凝固到冰点，大战似乎又要一触即发之际，一声前所未有的巨响从那金色大阵的中心传来，紧接着那道贯穿天地的七彩神光仿佛被注入了无穷的能量，猛然暴涨了10倍不止。璀璨的光华将整个古墓空间都映照得如同白昼，一股至阴至寒却又神圣浩瀚到了极点的气息从山谷中轰然爆发，席卷了整片天地。在这股气息面前，无论是鳌牙的暴虐龙威，还是墨渊的魔气，都显得那般渺小。所有修士在这股威压之下，都感觉自己的神魂都在战栗，竟忍不住生出一种想要顶礼膜拜的冲动。这是……叶希河的俏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骇然失色的表情。他身具太初圣体，对天地本源的感知远超常人。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股气息的源头是一种丝毫不逊色于他太初之力的至高本源法则。太阴本源，是真正的太阴本源之力。他喃喃自语，清冷的眸子中充满了难以置信。怎么可能？这世间竟然真的有人能够觉醒如此纯粹的玄阴圣体，并直接引动太阴本源降临。与此同时，江辰布下的大阵在承受了这股恐怖气息的冲击后，发出一阵不堪重负的咔咔声，金色的光照上开始出现一道道细密的裂纹。透过裂纹，所有人终于看清了阵法中心的景象。那里一道绝美的身影静静悬浮于半空，正是南宫明月。此刻的他与之前判若两人，他周身环绕着肉眼可见的月白色神辉，每一寸肌肤都流淌着圣洁的光晕，眉心处一轮弯月印记若隐若现。他的气质比之前更加清冷，更加圣洁，就像是不属于人间的9天神女，一举一动都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道语。他的双眸缓缓睁开，清冷、淡漠、深邃。当他的目光扫过全场时，所有与他对视的人都感觉自己的神魂仿佛要被瞬间冻结。7进化神中期，7进化神后期，7进化神巅峰。南宫明月的气息在觉醒了玄阴圣体，融合了那一缕太阴本源之后，竟势如破竹般一路飙升，最终稳稳地停在了化神境的顶峰。距离8进大成也仅仅只有一步之遥，全场再一次陷入了绝对的死寂。这又是一个怪物，而且看样子他和江辰是一伙的，一个霸道无双，战力逆天，一个圣体出城，潜力无限，还打什么？拿什么打？鳌牙眼中满是不甘，他看了一眼南宫明月，又看了一眼毫发无损，正似笑非笑看着自己的江辰。江辰，他发出一声不甘的低吼，今日之刺，我鳌牙记下了，他日我必将亲手讨回。说罢，他不再有任何犹豫，庞大的龙躯化作一道金色流光，头也不回地朝着远方天际爆射而去。墨渊的脸色变幻不定，最终他对着江辰摇一拱手，声音沙哑：江圣子，好手段，今日是我墨渊栽了，后会有期。话音落下，他的身影也化作一团黑雾，悄无声息地融入虚空，消失不见。2大年青天交接连退走，剩下的那些散修和附庸势力哪里还敢停留？跑啊！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所有人如蒙大赦，作鸟兽散，一个个催动着吃奶的力气，疯狂地向着四面八方逃窜，生怕跑得慢了就被江辰那尊杀神给清算了。刚才还人声鼎沸，杀气冲天的山谷之外，转眼间就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了洪天圣地的一行人，以及还在远处与于妹儿对峙的叶希河。看到这般结果，于妹儿咯咯一笑，收起了手中的团扇，对着叶希河使了个眼色：叶大仙子，还打吗？叶希河冷哼一声，没有理会他的调侃。他复杂的目光在江辰和南宫明月之间来回扫视，最终他收起了长剑，一言不发，化作一道剑光飘然离去。一场由南宫明月引发的惊天大战就此落下了帷幕。圣子威武盖世，千秋万代，一统江湖。温燕从石头后面屁颠屁颠地跑了出来，满脸崇拜地喊着不着调的口号。萧天都、宋宁雪、青灵和3人也走了过来，纷纷对着江辰示意。江辰没有理会他们，他的目光自始至终都落在那道从空中缓缓飘落的倩影上。南宫明月落在了他的面前，两人四目相对，相顾无言。空气中弥漫着一丝微妙的气氛，他能感觉到先前发生的一切
自己都仿佛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看得清清楚楚。他为了守护自己一人独占群雄的霸道身影，他将袁昊天踩在脚下的狂傲姿态，他为自己布下大阵时的专注与紧张，他甚至能听到那句霸道无比的言语：任何人只要敢靠近明月100丈之内，只杀不饶。一幕一幕如同烙印，深深地刻在了他的灵魂深处。南宫明月的心从未像此刻这般剧烈地跳动过，哪怕是当初江晨对他说出一些混话的时候，也没有如此过。不知不觉间，南宫明月的眼眶竟有些微微泛红。他一步踏出，瞬间就来到了江晨的面前。在所有人的目光中，这位清冷如月的南宫明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伸出那双白皙如玉的柔仪，第一次主动抓住了江晨的手。许久，他朱唇轻启，声音清冷中却带着以往从未表露过的柔软。江晨，我回来了。南宫明月的声音很轻，他就这么看着他，清冷如月华的眸子里映着他一个人的身影。江晨嘴角微微上扬，反手握紧了那只微凉的柔仪。回来就好。江晨的声音低沉温和，看着他眼眶中那一抹从未有过的水汽，看着他主动握住自己手的那双柔仪，他抬起另一只手，指腹轻轻划过南宫明月的眼角。南宫明月睫毛轻颤，任由他做着这般亲昵的举动，没有闪躲。也就在这时，江晨的脑海中响起了久违的系统提示音：叮！恭喜宿主成功守护天命女主南宫明月觉醒玄阴神体，扭转其既定命运，任务完成。任务评级完美，正在结算奖励。恭喜宿主获得20万反派指数。恭喜宿主获得准地级神通寰宇转虚术。寰宇转虚术蕴含空间本源法则的至高神通，修炼至大成，可一念之间横渡寰宇，踏碎虚空，无视绝大多数空间禁制与壁垒。听着系统的声音，江晨露出满意的神色。好东西，这神通来的正是时候，以后自己追杀可谓是无上之选。有了此术，他的机动性和保命能力将再度拔高一个的台阶。以后要是真有些老不死的不顾面皮对他悍然出手，也不至于毫无还手能力。他心情大好，看着眼前这位刚刚给自己送来大礼的绝美佳人，目光愈发柔和。身体可有不适？江晨的指尖从他的眼角滑落，轻轻捏了捏他完美无瑕的脸颊，触感滑嫩玄阴神体初成，太阴本源入体，根基是否稳固？南宫明月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亲昵动作弄得俏脸一红，连耳根都染上了一层粉色。他微微偏过头，声音极轻极细：无碍，感觉还好。只是明月，我不明白，你为何会知道此地有太阴本源？江晨问出心中疑惑。南宫明月抬起头，目光清亮，看着江晨：我进入古墓之后，便感觉到一股来自血脉深处的召唤，指引我来到这里。等我回过神来，就已经在吸收那股力量了。江晨闻言，心中了然，看来这太阴古墓果然与南宫明月的玄阴圣体有着莫大的关联。这葬神谷下的机缘根本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若非自己横插一脚，按照原本的轨迹，他恐怕要经历九死一生，甚至被人追杀夺取本源，才能勉强觉醒神体，哪会像现在这般顺利？江晨收回了手，目光转向不远处，正眼巴巴看着这边的几人。温艳满脸都是我懂得猥琐笑容，青灵河与宋凝雪则是神色如常，只是静静站着。唯有萧天都看着江晨的眼神充满了复杂，有敬畏，有感激，也有一丝被彻底拉开距离后的失落。此行收获如何？江晨开口问道，打破了这边的宁静。他这话主要是问萧天都等人。萧天都上前一步，神色恢复了往日的沉稳。我与天元神朝的太子亲卫交手，斩杀3人，虽然后来不敌袁昊天，但也从战斗中领悟了一丝雷法真意，算是有所收获。他没有隐瞒自己战败的事实，态度坦然。宋凝雪也跟着开口，声音一如既往的清冷。我与青师妹联手，解决了数10名散修，得到了一些灵药和法宝碎片。青灵河对着江晨笑了笑，补充道：那些人身上的东西品质不高，我们都收起来了，等回去之后再统一上交圣地宝库。不必。江晨摆了摆手，战利品你们自己分了便是。圣子，这可不行。温燕急忙凑了上来，这不合规矩，要是被圣地长老他们知晓。我说的就是规矩。江晨淡淡的瞥了他一眼。温燕瞬间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缩了缩脖子，讪笑道：圣子说的是，圣子说的是。江晨的目光最后落在萧天都身上，语气平静：你败给袁昊天无可厚非，他的真龙体本就是顶尖的体质之一，修为也高出你一截，你能在他手上撑那么久已经不易。回去之后好好闭关，今日之战对你心境有益。萧天都闻言身形一震，郑重地对着江晨躬身一礼：多谢圣子指点。江晨这一番话
看似平淡，却是在维护他的道心。处理完这边的事，江晨才像是刚想起来一样，目光投向了最后一个外人于妹儿，正站在不远处，拿着他那标志性的团扇，有一搭没一搭的扇着风。他的脸上依旧挂着那副妩媚动人的笑容，但若是仔细看，便能发现他眼底深处藏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他看着江晨与南宫明月那般自然的亲昵，看着那位清冷如仙的南宫明月在江晨面前流露出的独属于小女儿的娇羞，他的心里莫名的有些发酸。这个男人明明对自己也是百般调戏，霸道无理，可为何他就是感觉不同？于妹儿，江晨的声音传来，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先前倒是辛苦你了。于妹儿回过神，咯咯一笑，身姿摇曳的走了过来。木头圣子这话可就见外了，你我之间还用得着说一个谢字吗？他眨了眨那双勾魂夺魄的桃花眼，语气暧昧。再说了，奴家也没帮上什么忙，只是陪那位叶大仙子活动了一下筋骨而已。倒是圣子你这木头金屋藏娇，身边藏着这么一位绝代佳人，也不早点告诉人家，真是坏死了。他一边说着，一边似有若无地瞥了一眼南宫明月。南宫明月感受到他的目光，清冷的眸子也看了过去。两个女人的视线在空中无声地碰撞了一下，一个妖娆妩媚，一个清冷圣洁，一个带着若有若无的挑衅，一个则是淡漠如水，却又带着警惕。空气中就像有无形的电光在闪烁。微燕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只觉得这场面比刚才的大战还要精彩。江晨自然也察觉到了这微妙的气氛，他没有理会于妹儿的调侃，只是平静地开口：此间事了，你可自行离去，这事在下逐客令了。于妹儿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这个男人还真是一如既往的不解风情。然而就在这时，异变再生。南宫明月忽然秀眉微蹙，猛地转头望向了山谷的最深处，那里还有东西在召唤我。南宫明月的声音让在场所有人的心头都为之一凛，还有东西在召唤他。众人顺着他的目光望向山谷深处，那里原本是七彩神光冲天起的源头，此刻光芒散去，只剩下一片被夷为平地的狼藉，看不出任何异常。但没人会怀疑南宫明月的话，他既已觉醒玄阴神体，与此地的太阴本源便有了最深的联系，他的感知绝对不会出错。轰隆隆，仿佛是在印证他的话语，整个山谷乃至这片古战场空间都开始剧烈的震动起来，大地开裂，山石滚落。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山谷最中心的那片废墟之上，空间开始剧烈扭曲，一道道银白色的空间裂缝如同蛛网般蔓延开来。紧接着，一座宏伟到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古老宫殿，在一片璀璨的月华之中，缓缓地降临到众人的眼前。宫殿之上雕刻着无数古老而玄奥的符文，每一道符文都仿佛蕴含着一条完整的大道法则。在宫殿的正上方，一轮巨大的散发着柔和清辉的明月虚影高悬，一股远比之前南宫明月觉醒时神圣百倍的太阴气息从那宫殿之中弥漫开来。南宫明月的娇躯控制不住的微微颤抖起来。太阴地宫，于妹儿失声惊呼，那双总是带着魅意的桃花眼中此刻写满了震撼。传说中上古时代最后一位女帝太阴女帝的道场，传闻不是早就被磨灭在时间长河里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不只是她，萧天都、宋凝雪等人也同样是满脸的不可思议。太阴女帝，那可是横压了一个时代，连大地都要退避三舍的无上存在。她的传承，其价值已经无法估量。怪不得能诞生出太阴本源，能让南宫明月的玄阴神体直接觉醒。原来这一切的源头竟是这位传说中的女帝道场。所有人的呼吸都在这一刻变得急促起来。这可是大地传承，任何修士都无法抵挡的诱惑。然而他们也很快就冷静了下来，机缘虽好，也得有命拿才行。江晨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应，他的目光始终落在南宫明月的身上。他能感觉到，从那太阴地宫出现的一刻起，南宫明月体内的太阴之力便开始不受控制的沸腾起来。看来这才是你真正的机缘。江晨看着他，淡淡一笑。南宫明月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下心神，重重的点了点头。江晨，我感觉到了，那里面有我必须得到的东西。江晨应了一声，我陪你一起去。说完，他转过身看向萧天都等人，吩咐了起来。萧天都、宋凝雪、青灵河，你们三人守在此地，在我与明月出来之前，任何人不得靠近。是，圣子。三人没有丝毫犹豫，齐声应道。那我呢？圣子，那我呢？温燕连忙举手，生怕自己又被当成啦啦队。江晨瞥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道：你跟他们一起布下阵法，一只苍蝇都不能给我放进来。得了！
温彦顿时眉开眼笑，拍着胸脯保证。江晨点了点头，这才将目光转向了最后一人。你呢？于妹儿看着江晨牵着南宫明月的手，那副亲密姿态让他心里又是一阵没来由的烦躁。他强行压下那股情绪，娇笑着上前一步，身子几乎要贴在江晨的胳膊上。圣子这说的是哪里话？您和南宫妹妹要去探寻机缘，奴家自然是要跟着，也好在旁边有个照应不是？万一遇到什么危险，奴家也好为圣子分忧解难啊。他吐气如兰，声音酥媚入骨。南宫明月看着他这副恨不得挂在江晨身上的样子，眉头不自觉地蹙了起来，不动声色地往江晨身边靠了靠，握着他的手也更紧了几分。江晨感受到了身边传来的微小变化，心中暗笑。他看着于妹儿，这座地宫乃是太阴女帝的道场，里面的传承不适合你，你跟着不仅得不到好处，反而可能会有性命之忧。奴家不怕。于妹儿眨了眨眼，能与圣子共度生死，不也是一桩幸事吗？是吗？江晨露出一抹似笑非笑的表情，既然如此，那便跟着吧。不过我先把话说在前面，进去之后跟在我身后100丈之内，不要发出任何声音，不要碰任何东西，更不要给我惹任何麻烦。若是做不到……他话没说完，但那其中的意思于妹儿确实一清二楚。他毫不怀疑江晨会在里面毫不犹豫的就把他给卖了。奴家知道了。于妹儿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几分，乖巧的点了点头。走吧。江晨不再多言，牵着南宫明月一步踏出，身形便化作一道流光，向着那座宏伟的太阴地宫飞去。于妹儿贝齿轻咬红唇，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化作一道粉色流光，远远地跟了上去。地宫的大门仿佛感应到了南宫明月的到来，在3人靠近的刹那，那善由万载玄冰铸就的厚重宫门伴随着嘎吱的声响，缓缓向内打开。一股精纯到极致的太阴灵气混合着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江晨牵着南宫明月，没有丝毫犹豫，率先踏入了宫门之内。于妹儿紧随其后，也闪身进入。在他们进入的瞬间，巨大的宫门轰然关闭。宫殿内的景象与外界的想象截然不同，这里并非是一间间冰冷的殿堂，而是一片独立的小世界。一轮皎洁的明月高悬于天穹，洒下清冷如水的月华。大地之上并非冰雪，而是生长着无数散发着淡淡荧光的奇花异草，这些都是外界早已绝迹的太阴属性灵植。在世界的尽头，一座更加精致、完全由月光凝聚而成的小型宫殿静静悬浮在那里，那里就是呼唤的最终源头。好美！南宫明月看着眼前的景象，忍不住发出一声赞叹。身处此地，他感觉自己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明月，江晨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他神色平静，但神念却早已铺天盖地的散开，警惕地探查着四周。大地道场绝不可能像表面上看起来这般平静祥和。果然，就在他们向前踏出不到100步的距离，前方的空间一阵扭曲，一头完全由月华之力凝聚而成的巨大白虎咆哮着从虚空中一跃而出，挡住了3人的去路。那白虎的气息赫然已经达到了7境化神巅峰。月华白虎一出现，便锁定了江晨3人。他那双由月光构成的眼眸中不带丝毫感情，只有纯粹的杀戮。吼！一声咆哮，白虎四蹄踏空，化作一道银白色的闪电，携带着撕裂空间的恐怖威势，直扑最前方的江晨。跟在后方的于妹儿脸色一变，这还只是刚进门，后面的考验又该是何等恐怖。然而江晨却看都没看一下明月，他只是侧过头，对着身旁的南宫明月淡淡说了一句。南宫明月瞬间会意，他清冷的眸子里燃起了一丝战意。刚刚觉醒神体，暴涨了修为，他也正想试试自己如今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何种地步。面对那扑杀而来的月华白虎，南宫明月不退反进，主动迎了上去。他先手一扬，一柄完全由太阴神力凝聚而成的冰晶长剑出现在他手中。太阴剑诀，月落无声。他一剑刺出，动作轻柔，一道皎洁的弯月形剑气无声无息飞出，融入了这片天地的月光之中，消失不见。下一刻，那道剑气鬼魅般出现在了白虎的头顶，当头斩下。月华白虎似乎察觉到了危险，猛地一抬头，张口喷出一道粗大的月光能量柱，迎向剑气。轰！能量碰撞，发出一声闷响，白虎的身形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而南宫明月的身形也微微晃动了一下。南宫明月秀眉微蹙，显然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他如今也是化神巅峰，又身具玄阴神体，按理说对付一头同阶的能量体，应当是碾压之势才对。你体质刚觉醒，还不适应？江晨的声音适时响起。玄阴神体沟通的是太阴本源，一举一动都应引动天地法则共鸣。你的剑看似引动了月华，实则只是徒具其形，用的还
还是你自己的灵力，自然事倍功半。忘掉你之前的战斗方式，用心去感受这片天地的力量，让他们成为你的一部分。江辰的话在南宫明月的耳边回荡，用心去感受，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南宫明月闭上了眼睛，不再去看那再次咆哮冲来的白虎。他放空了心神，将自己的神念彻底融入到这片充斥着太阴之力的世界里。清冷的月华，流动的空气，摇曳的灵植，在这一刻像是都活了过来。他们在主动向他靠拢，一种前所未有的掌控感涌上心头。猛然间，南宫明月睁开了双眼，他再次抬起了手。这一次他没有再凝聚冰晶长剑，只是对着那已经近在咫尺的白虎轻轻一点。嗡！整片天地的月光在这一刻仿佛都听从了他的号令，一道比之前粗大了10倍不止的月白色神光从天穹之上的那轮明月中轰然射下，精准无比的命中了那头白虎。嗷！白虎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悲鸣，庞大的身躯便在那道月光神柱的照耀下迅速消散于无形，一击秒杀。站在100丈之外的于妹儿看到这一幕，瞳孔骤然一缩，他看得分明，南宫明月这一击自身消耗的灵力微乎其微，他几乎是完全借助了这片天地的力量。这便是神体的恐怖之处吗？在契合自身属性的环境下，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南宫明月看着自己一击的成果，美眸中也闪过一丝惊喜。他转过头看向江辰，眼中带着一丝小小的得意。不错。江辰点了点头，算是给予了肯定。继续走吧，后面的路都由你来。南宫明月重重点了点头，信心大增。接下来的路途果然如江辰所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有能迷惑心神的幻境，有无穷无尽的能量体傀儡，甚至还有能冻结神魂的太阴神锋。但这一切在逐渐掌握了自身力量的南宫明月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幻境在他那被太阴本源洗涤过的清明道心面前根本无法生效，傀儡无论来多少都会被他引动天地之力轻易抹杀。太阴神锋对他而言更是如同春风拂面，甚至还能增强他的力量。江辰全程都只是跟在他身后，偶尔在他遇到困惑时才会说那么一两句，而跟在最后面的于妹儿则是越走越憋屈。这些对南宫明月毫无威胁的考验，对他而言却是不小的麻烦。他一身功法在这里完全派不上用场，只能依靠自身的修为硬抗。好几次他都险些陷入险境，最后还是江辰随手打出一道剑气才帮他解了围。终于在穿过了一片由月光凝聚而成的迷雾森林后，三人抵达了这片小世界的尽头。那座完全由月光构成的精致宫殿近在眼前，宫殿的大门紧闭着，门前立着一块古老的石碑，石碑之上刻着一行上古神文：太阴归位，传承开启，无关者退。南宫明月走到石碑前，伸出玉手轻轻触摸着上面的文字，一股庞大的信息流顺着他的指尖涌入他的识海。许久他才睁开眼睛，眼神变得无比复杂。这是女帝留下的最后一道考验。他转过身看着江辰，轻声说道：考验的内容是进入他的神魂空间，接受他的道心拷问，唯有通过者才能获得他的完整传承。他说这个过程很危险，一旦失败，我的神魂就会被他的残念同化，彻底迷失，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进去。说完，他静静地看着江辰，等待着他的决定。他的心里有些紧张，他怕江辰不让他去冒这个险，但他又无比渴望得到这份传承。江辰闻言，神色没有任何变化，他只是走上前轻声说道：去吧。他的声音依旧是那般平静。我在外面等你。南宫明月的心在这一刻彻底定了下来。没有过多的言语，没有缠绵的告别，一句我在外面等你便胜过千言万语。南宫明月深吸一口气，转身毅然走向那扇紧闭的月光之门。他将手掌轻轻按在了门上。嗡！整座宫殿爆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华，将他的身影彻底吞没。当光芒散去，南宫明月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那扇月光之门也随之变得虚幻，最终彻底消失。江辰就这么站在原地，负手而立，目光平静地注视着前方。太阴地宫之内，世界一片静谧。江辰负手而立，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意义。一刻钟，一个时辰，江辰的站姿没有任何变化，但于妹儿快要疯了。她站在江辰身后，一开始还能保持着合欢宗圣女的仪态，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座女帝道场。可这里除了月光就是灵植，连一只会喘气的活物都没有。最关键的是，那个男人就那么站着，一句话不说，一个动作也没有。这比跟叶希和那个冰块脸打一架还难受。于妹儿感觉自己浑身的骨头都快要发霉了，她终于还是按捺不住，莲步轻移，摇曳着纤细的腰肢，悄无声息地朝着江辰靠近。
一步两步，当他踏入距离江晨10丈范围时，江晨那平淡无波的声音才缓缓响起。你要做什么？于妹儿的脚步一顿，脸上立刻堆起了楚楚可怜的笑容，声音柔媚的能滴出水来。木头，你就可怜可怜奴家吧，这里这么安静，奴家一个人待着，心里害怕。江晨没有回头。怕？他轻笑一声，合欢宗的圣女，天不怕地不怕，现在也会怕。于妹儿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随即又变得更加妩媚。她干脆不装了，几步走到江晨身边，一股若有若无的幽香随着她的动作飘入江晨的鼻尖。哎呀，原来你这块木头已经对我这么了解了，真是让人家受宠若惊呢。他凑到江晨身侧，歪着脑袋，一双勾魂的桃花眼眨了眨，好奇地打量着江晨的侧脸。木头，你就不担心吗？什么？江晨偏过头看了他一眼。南宫妹妹啊。于妹儿伸出纤纤玉指，点了点自己的红唇。那可是女帝的道心拷问，听着就危险得很。万一，我是说万一，她要是失败了，神魂迷失，那可就成了活死人了。你费了这么大劲，最后要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岂不是太可惜了？江晨闻言却只是笑了。他转过身，正面对着于妹儿，两人的距离不过咫尺。你很希望他失败？江晨的声音很轻，于妹儿心头一跳。圣子殿下说的哪里话？他娇嗔一声，扭了扭身子。南宫妹妹天资如此之高，身负玄阴圣体，如今得太阴女帝传承，想必也不难。你看看你，为了南宫妹妹，得罪了天元神朝，得罪了万妖窟，还得罪了幽冥魔教。不过呢，于妹儿话锋一转，奴家倒是很好奇，圣子这般维护南宫妹妹，到底是为了情，还是为了利？毕竟玄阴圣体可是世间1等1的双修炉鼎，若是圣子得了南宫妹妹元婴，修为想必能1日千里吧。他一边说着，一边有意无意地挺了挺自己傲人的胸脯，饱满的弧度在轻薄的纱裙下若隐若现。江晨的目光从他妩媚的脸蛋缓缓下移，最终落在了那片惊心动魄的曲线上。于妹儿被他看得俏脸微热，心中却是一阵得意。男人果然都是一个样，任你实力再强，心智再妖，也过不了美人关。然后呢？江晨忽然开口，淡淡反问道：那依你之见，我是为何？于妹儿摇了摇头，眼波流转，她大胆的又向前迈了半步，吐气如兰。依奴家看，南宫妹妹有南宫妹妹的福气，圣子也有圣子的福气，这慢慢等待何其无聊，不如奴家陪您解解闷。她伸出白皙如玉的手，指尖带着一点粉红，轻轻的试探性的点向江晨的胸膛。圣子殿下。她的声音被压得极低，带着前所未有的魅惑。她笃定，在这种环境下，在心上人缺席的情况下，没有哪个男人能拒绝自己这样的尤物主动投怀送抱。然而江晨却在他指尖即将触碰到自己衣襟的刹那，抬手精准地抓住了他的手腕。他的手温热有力，让他动弹不得。于妹儿心中一惊，抬起头，正好对上江晨那双似笑非笑的眸子。我算是听明白了。江晨笑了笑，你说了这么多，是想告诉我，你比他更适合当我的炉鼎？你……于妹儿被江晨这句话噎了一下。怎么？被我说中了？江晨的嘴角的笑意渐浓。既如此，好啊。他握着他的手腕，微微用力，将于妹儿整个人都拉向了自己。啊！于妹儿一声惊呼，完全没料到江晨会如此直接。他一个踉跄，柔软的娇躯便结结实实地撞进了江晨的怀里。一股浓郁的男子气息混合着淡淡的龙涎香，瞬间将他笼罩。于妹儿的脑袋一片空白，他整个人都僵住了。这和他预想的剧本完全不一样。不应该是他主导节奏，将这个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吗？怎么现在反倒成了他被动了？你……他刚想开口说些什么，却见江晨缓缓低下头，那张俊美的毫无瑕疵的脸庞在他的瞳孔中不断放大。你想干什么？于妹儿的声音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带上了慌乱。不是你说要陪我解闷吗？江晨的声音伴随着温热的气息在他耳边响起。被你一说，我现在确实是有点闷了，所以现在就开始吧。话音落下的瞬间，于妹儿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人已经被江晨拦腰抱起，朝着不远处一块光滑如镜的巨石走去。江晨，你放开我！于妹儿终于反应过来，开始挣扎，可她的那点力气在江晨面前如同蚍蜉撼树。江晨将她轻轻放在巨石上，单手撑在她身侧，将她完全笼罩在自己的身影之下。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看着她那双总是带着魅意的桃花眼中，此刻却写满了羞恼与慌张。那副模样比起他刻意装出来的妩媚要动人得多。江晨的嘴角笑意更浓。怎么，刚才不是还很大胆吗？
现在知道怕了。谁怕了？于妹儿嘴硬道，但她那微微颤抖的身体却出卖了她内心的不平静。她双手抵在江晨的胸膛上，试图将他推开，然而那胸膛坚实如铁，纹丝不动，反而让他感觉自己的手心被那滚烫的体温灼烧得厉害。我警告你，江晨。于妹儿咬着银牙，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有威慑力。我可是合欢宗的圣女，你若敢对我无礼，我合欢宗上下绝不会放过你。江晨闻言，非但没有半分惧色，反而低低地笑了起来。合欢宗。他低下头，鼻尖几乎要碰到于妹儿的鼻尖，温热的呼吸喷洒在他的脸上，让他一阵颤抖。你觉得我会在乎？我连天元皇主都敢当面打脸，会在乎一个连准帝都没有的合欢宗？江晨的声音平淡而又狂妄，每一个字都狠狠砸在于妹儿的心上。是啊，他连天元神朝都不放在眼里，他连万妖窟的龙子都敢随意欺辱，他连幽冥魔教的少主都打得吐血败退，区区一个合欢宗又算得了什么？于妹儿的心一点一点沉了下去。那你就不怕南宫明月知道吗？情急之下，他又搬出了南宫明月，他马上就要出来了。要是让他看到你我这副样子，你就不怕他生气？他想用南宫明月来阻止余下江晨的动作，毕竟刚刚他才为了那个女人一人独占群雄，他对南宫明月的在乎，所有人都看在眼里。听到南宫明月的名字，江晨的动作果然微微一顿。于妹儿心中一喜，以为自己的话起了作用。你现在放开我，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他连忙说道。然而江晨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如坠冰窟。生气？她是我江晨的未婚妻，就算生气那也是我的事，轮不到你来操心。他伸出另一只手，轻轻挑起于妹儿光洁的下巴，强迫她与自己对视。还是说你以为用它来压我，我就会放过你？于妹儿，你是不是太天真了些？从你这一路上主动凑上来的那一刻起，你就该想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江晨的眼神深邃如渊，于妹儿在那双眸子里看到了戏谑，看到了欲望，唯独没有看到一丝一毫的犹豫。他彻底慌了。江晨根本就不按常理出牌。我错了，木头，我错了还不行吗？于妹儿彻底没了脾气，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哀求。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他试图服软。玩笑？江晨的手指在他的下巴上轻轻摩挲着，带起一阵酥麻的痒意。他的目光缓缓落在了于妹儿那因为紧张而微微开启的红唇上，那唇瓣娇艳欲滴。于妹儿顺着他的目光也意识到了什么，他的瞳孔骤然一缩。江晨，你别乱来，南宫妹妹还在里面。他所有的话都被堵了回去。江晨低下了头，准确无误地堵上了于妹儿的唇。于妹儿的脑子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她感觉自己像是被一道从天而降的雷霆劈中，浑身都麻了。唇上传来的触感温热而柔软，她想要挣扎，想要反抗，可江晨的手牢牢地禁锢着她，而另一只手不知何时已经环住了她纤细的腰肢，将她更紧地按向自己，让她那柔软到不可思议的娇躯与她坚实的胸膛再无一丝缝隙。于妹儿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她只感觉一股从未体验过的强势而陌生的气息正疯狂地涌入她的世界，攻城略地，让她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她那双总是带着魅意的桃花眼此刻瞪得大大的，写满了难以置信和惊慌失措。渐渐的，她反抗的力气越来越小，身体也从最开始的僵硬变得越来越软，一道微小的触感撬开了她的背齿，最后她几乎是瘫软在了江晨的怀里，若非被他紧紧抱着，恐怕早已从巨石上滑落。时间在这一刻仿佛被无限拉长，也不知过了多久，久到于妹儿感觉自己快要窒息的时候，江晨才终于缓缓地抬起了头。他看着怀中这个已经彻底失神的妖女，眼中的笑意更浓了几分。此刻的于妹儿俏脸绯红，那双勾魂的桃花眼水雾蒙蒙，失去了所有的焦点，红唇微肿，带着一丝晶莹的水光，显得愈发娇艳欲滴。她大口大口地喘息着，饱满的胸脯剧烈起伏，显然还未从刚才那窒息中回过神来。那副模样哪里还有半分合欢宗圣女的妖媚，分明就是一个被欺负惨了的无助少女。现在老实了。江晨的声音打破了这片死寂。于妹儿的身子猛地一颤，回过神来，她看着近在咫尺的江晨，看着他那张带着玩味笑容的脸，刚才发生的一切如同潮水般涌入脑海，羞辱、愤怒、委屈种种情绪瞬间涌上心头。你混蛋！登徒子！他扬起手
便要一巴掌扇过去。然而他的手腕却被江晨轻而易举地截在了半空。怎么玩不起？江晨挑了挑眉，还想再来一次。于妹儿的动作瞬间僵住，他看着江晨那副有恃无恐的模样，气得浑身发抖，眼眶一红，竟是差点哭了出来。他长这么大，向来都是他戏弄别人，何曾受过这等欺负？可偏偏他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过。江晨看着他这副渲然欲泣的模样，心中暗笑。对付这种自以为是的妖女，就得用最直接的方式，让她知道谁才是老大。他松开了手，随意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袍，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登徒子，无耻，混蛋！于妹儿还在叫骂，但毫无威慑力可言。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现在我如你所愿了，你又为何是这副表情？江晨淡淡的说道。我……于妹儿听到这话，只觉得一口气没上来，差点当场气晕过去。他死死瞪着江晨，那眼神恨不得在他身上咬下2块肉来。可最终他却只是转过头，一言不发。他怕自己再开口，这个混蛋真的会再来一次。然而就在这时，两人身后的那片虚空突然爆发出了一阵前所未有的璀璨光华，那股气息比之前南宫明月觉醒玄阴神体时还要恐怖数倍。江晨和于妹儿同时心中一凛，齐齐转头望去，只见那片原本空无一物的虚空中，一道月白色的光门缓缓凝聚成型，光门之上无数玄奥的符文流转，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大道气息。紧接着光门缓缓向两侧打开，一道绝美的身影从中一步踏出，正是南宫明月。此刻的他与进去之前再次判若两人，他的气息依旧是化神境巅峰，并未突破，但他整个人的气质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之前的他是清冷如月的九天神女，那么此刻的他便是那轮月亮本身，是太阴的化身。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周身没有任何异象，没有任何神光，但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仿佛与这方天地的大道完美契合。他的眼神变得更加清冷，更加淡漠，就好像他不再是南宫明月，而是那位曾经横压一个时代的太阴女帝，借着这具身躯重临世间。于妹儿看到南宫明月此刻的模样，心神俱震，一时间竟忘了刚才所受的屈辱，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而江晨依旧神色自若，他看着眼前的南宫明月，感叹着不愧是天命女主，这份机缘让他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南宫明月迈开脚步，缓缓向着江晨走来。随着他的靠近，于妹儿感觉到那股无形的压力越来越大，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南宫明月的目光第一时间就落在了江晨的身上，那双深邃如星海的眸子里终于荡起了一丝涟漪，一丝属于南宫明月的柔情。让你久等了。他走到江晨面前，停下了脚步。江晨笑了笑，伸手想要像之前一样牵起他的手，然而南宫明月的目光却在此时微微一偏，落在了江晨身后的于妹儿身上，准确的说是落在了于妹儿那依旧红润的唇上。南宫明月的动作微微一顿，他的眉头机不可察地蹙了一下。获得了女帝传承，他的神魂与感知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于妹儿此刻的气息极度不稳，那张总是挂着妩媚笑容的脸上此刻却是一片俏红，眼角还带着一丝未干的水汽，眼神躲闪，不敢与他对视。最后他的目光重新回到了江晨的脸上，南宫明月的眼神瞬间就冷了下来。江晨伸出去的手停在了半空，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南宫明月身上那股刚刚还带着柔情的道韵，在这一刻瞬间变得冰冷刺骨，周围的温度都仿佛下降了几十度。于妹儿也察觉到了这诡异的气氛，她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唇，眼神躲闪，不敢去看南宫明月的眼睛。完了，被发现了。江晨心中暗道一声要糟，他倒是没想到南宫明月接受了传承之后，感知会变得如此敏锐，仅仅是一个照面就察觉到了不对劲。不过他江晨是何许人也，这点小场面还不足以让他慌乱。他神色不变，收回了手，转而极其自然地握住了南宫明月微凉的柔仪。传承可还顺利？他开口问道，试图转移话题。南宫明月没有回答，他只是静静地盯着于妹儿，那双清冷的眸子里看不出喜怒，但江晨能感觉到握着自己的那只小手正在一点一点变得冰冷，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这是生气了，而且是非常生气的那种。于妹儿站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喘。她忽然觉得眼前这个刚刚接受了女帝传承的南宫明月，比江晨那个混蛋还要可怕10000倍。江晨正思索着该如何破解这个修罗场的局面，然而就在这时，
轰隆隆，整座太阴地宫乃至整个古战场小世界都开始剧烈的晃动起来。天穹之上，那轮皎洁的明月光芒开始变得忽明忽暗。大地之上，无数的灵植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化作飞灰。怎么回事？愚昧儿惊呼出声。传承结束，这座依附于太阴本源而存在的小世界也要崩塌了。南宫明月终于开口，声音清冷地解释道。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一股无法抗拒的浩瀚伟力从天而降，3道柔和的月白色光柱分别将江辰、南宫明月和愚昧儿笼罩。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眼前的景象便开始飞速变换、扭曲，最终化作一片虚无。西荒域藏神谷外，原本因为各大势力退走而变得有些冷清的山谷，此刻再次变得人声鼎沸。天元神朝的金色战车，万妖窟的妖云，幽冥魔教的黑雾，古刹无相寺的佛光，几乎所有进入古墓的势力都重新聚集在了这里，只不过此刻的气氛却显得异常诡异。所有人的目光都有意无意地望向藏神谷的入口方向，他们在等那个搅动了整个古墓风云的男人出来，等那个夺走了混沌道果、斩杀了烈阳宗长老、重创了各大天骄的洪天圣地圣子。袁昊天站在天元神朝的战车之上，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身上的伤势已经恢复，但那被江辰一脚踩在脸上的屈辱却如同烙印一般，深深地刻在了他的灵魂深处。江辰，他死死地盯着入口，恨不得将其生吞活剥。在他身旁，鳌牙和墨渊的神色同样无比难看。他们身为年轻一代的顶尖天骄，何曾吃过这样的大亏？嗡！就在这时，藏神谷的入口处，空间一阵剧烈的波动，所有人的心神都在这一刻提到了嗓子眼。出来了！光芒闪烁，数十道身影被一股柔和的力量从空间漩涡中抛了出来，七零八落地摔在了地上。正是萧天都、宋明雪、温燕等人。紧接着，又是3道光芒闪过，3道身影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中心。为首的正是那个一袭白袍、风神俊朗、气质超然的青年江辰。在他身边，左边是气质大变、清冷如月、圣洁如神女的南宫明月，而右边则是俏脸绯红、眼神躲闪，一副受了天大委屈模样的合欢宗圣女愚昧儿。所有人都被眼前这诡异的组合给弄懵了。这是什么情况？洪天圣地的圣子、南宫世家的神女，还有合欢宗的妖女，这3个人怎么会一同从古墓最深处出来？而且看他们3人的气氛怎么那么像捉奸现场？藏神谷外死寂一片，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地落在那3道刚刚出现的身影上，特别是江辰左右两边的绝色女子，一个是刚刚在古墓中获得天大机缘，气质变得如同太阴女帝降世的南宫明月，清冷圣洁，不可侵犯；另一个却是合欢宗的妖女愚昧儿，此刻她俏脸绯红，美眸含水，一副渲然欲泣，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这2人，一个正，一个邪，一个清冷，一个妖媚，本该是水火不容，可现在他们却同时出现在洪天圣子江辰的身边，这画面怎么看怎么诡异。不少人脑海中瞬间脑补出了10000字的情节，看向江辰的眼神都变得古怪起来。这位洪天圣子当真是好手段、好身板，在古墓里一边夺宝杀人，一边还能将辰一声蕴含着滔天怒火与无尽屈辱的暴喝，如同惊雷般炸响，瞬间撕碎了这诡异的氛围。袁昊天站在天元神朝的金色战车上，双目赤红，死死地盯着江辰，那眼神恨不得将其当场挫骨扬灰。他身上的伤势虽已在丹药的帮助下恢复，但那被江辰踩在脚下的耻辱却比任何伤势都更让他痛苦万分。随着他这一声怒吼，3股浩瀚如渊的恐怖威压骤然从天元神朝的阵营中冲天而起，如同3座无形的神山，朝着江辰所在的方向轰然压下。9境圣人，而且是3位。整个藏神谷外的空间都在这股威压下剧烈扭曲，风停云滞，万物失声。实力稍弱的修士在这股威压下脸色煞白，双腿一软，竟是直接跪伏在地，连头都抬不起来。温燕、青灵河等人也是脸色巨变，全力运转灵力，才勉强在这恐怖的威压下站稳身形。天元神朝这次是动了真格的，为了找回场子，竟直接派出了3尊圣人。江辰，你夺我道果，辱我神朝，今日你若不跪下自裁，我必让你神魂俱灭，永世不得超生。袁昊天声音怨毒，有3位圣人坐镇，他的底气前所未有的充足。庶子江辰，你在太阴古墓中夺我神朝太子机缘，辱我神朝太子颜面，更是残忍，杀害我神朝附庸烈阳宗满门，桩桩件件，罪无可赦。为首的一名金袍圣人声如洪钟，言出法随，恐怖的威压让空间都开始扭曲。今日
你若不跪下自裁，向我神朝太子谢罪，休想活着离开葬神谷。轰！另一边，万妖窟的妖云翻滚，鳌牙那冰冷的树瞳同样锁定了江辰。他身旁的一位龙族老者也释放出了属于九境圣人的恐怖妖气。人族小虫子，你该庆幸今日不是在万妖窟，否则本王定要将你抽筋扒皮，点上7749天的龙魂灯。鳌牙的声音森然无比，杀意凛然。幽冥魔教的黑雾之中，墨渊的身影若隐若现。他没有说话，但那股吞噬一切的魔意却比任何言语都更具威胁。一时间，数尊圣人的威压交织在一起，齐齐压向江辰一人。这等阵仗，别说是一个年轻小辈，就算是成名已久的老辈圣人在此，恐怕也要当场饮恨。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看向江辰的目光充满了怜悯。完了，这个在太阴古墓中搅动风云、强势无匹的洪天圣子，今日怕是要陨落于此了。然而，面对这足以压他山河的恐怖威压，身处风暴中心的江辰却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他甚至看都未看袁昊天等人一眼，他的目光始终落在身旁南宫明月的身上。他能感觉到这丫头在生气，那只被他握住的小手冰冷刺骨，甚至想从他的掌心中挣脱出去。江辰非但没松，反而握得更紧了些。他转过头，看着南宫明月那双仿佛万年玄冰般的眸子，嘴角微微上扬，传音入耳：“吃醋了。”南宫明月娇躯微不可察的一颤，没有回应，只是将头偏向了一旁，但耳根处却悄然染上了一抹红晕。随后他往前踏出一步，与江辰并肩直面数尊圣人，而另一边低着头的于妹儿也感受到了来自合欢宗自家护道者的眼神。他内心天人交战，十分犹豫纠结。南宫世家的小女娃，此事与你无关，速速退开，莫要自误。为首的金袍圣人厉声喝道。南宫明月没有说话，只是那握住江辰的手又紧了几分，他的态度不言而喻。江辰心中暗笑，这才终于舍得将目光投向了那叫嚣不休的袁昊天。他神色平淡，语气更是轻描淡写，就这两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两个无形的巴掌狠狠扇在了袁昊天、鳌牙等所有人的脸上。什么叫就这？那可是数尊九境圣人，你一个八境大成，凭什么敢如此蔑视？死到临头还不自知，还敢嘴硬！袁昊天怒极反笑：“3位皇叔，给本宫废了他！”然而江辰却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摇了摇头。他环视一周，目光从袁昊天、鳌牙、墨渊等人脸上缓缓扫过，最后落在了那几位气息深沉的圣人身上。他的声音不大，却稳稳地传遍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我倒是什么阵仗？原来连一个10境都没出，就凭你们这几条杂鱼，也敢在我面前放肆！”话音落下，全场死寂，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听错了。狂，太狂了，简直狂到了没边。他竟说9境盛世杂鱼，还言称10境不出也敢放肆，他凭什么？他哪来的底气？就连南宫明月和于妹儿都同时愣住，美眸中写满了惊疑。找死！天元神朝的一位圣人彻底被激怒了，他乃是堂堂9境圣人，走到哪里不是受万人敬仰的存在，今日竟被一个黄口小儿如此羞辱，本座今日便让你知晓何为圣人之威。他怒喝一声，不再留手，抬手便是一掌拍出，一只由法则与灵力凝聚而成的金色巨掌，遮天蔽日，携带着碾碎一切的恐怖神威，朝着江辰当头压下。完了，所有人都闭上了眼睛，不忍再看。然而就在这时，江辰那平淡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江九，江九。”两个字从江辰的唇边轻轻吐出。就在那遮天蔽日的金色巨掌即将落下的刹那，一道身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江辰的身前。他出现的是那般突兀，就好像他本来就站在那里，只是之前所有人都没能看见他。这是一个面容普通的黑衣中年人，气息内敛，神色木然，就好像一个最寻常不过的凡俗武夫。然而在他出现的那一瞬间，那只足以拍碎山川、碾灭圣人的金色巨掌，竟是在距离他头顶3尺之处寸寸崩裂，化作漫天光点，消散于无形。那3位天元神朝圣人，连同万妖窟的龙族老者释放出的那股足以让天地变色的恐怖威压，也在这一刻如同烈日下的冰雪，瞬间消融得无影无踪，一切都跟无事发生过一般。什么？出手的那名天元神朝圣人瞳孔骤然收缩如针尖，脸上也是露出了惊骇的神色。他那一掌虽未动用全力，但也足以重创同阶，可现在竟被此人凭空出现的气场就直接震碎了。这怎么可能？你是何人？另一名圣人厉声喝问，声音中却是带上了无法掩饰的颤抖。袁昊天、鳌牙、
墨渊等人脸上的狞笑也彻底僵住，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浓浓的震惊与不安。这个突然出现的黑衣人给他们的感觉太过诡异。然而被称为江九的黑衣人根本没有理会他们的意思，他只是对着江辰微微躬身，姿态恭敬到了极点。圣子。江辰神色淡漠，抬手示意江九不必多礼，语气冰冷的不带一丝一毫的情感。这几个老东西太跳了。他顿了顿，抬起眼，漆黑的眸子里杀意凛然。杀了他们。是。江九应声，依旧只有一个字。他缓缓直起身，转过身，那双木然的眸子终于第一次落在了对面那几位圣人身上。也就在他转身的这一刻，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怖气息从他那看似平凡的身躯之中轰然爆发。那不是圣威，那是超越了圣人，凌驾于这方天地法则之上的道之威。轰隆，整个藏神谷乃至方圆数万里的天穹都在这一刻剧烈地颤抖起来。风云倒卷，乾坤颠倒，一条条完整的大道法则如同活过来的神龙在江九的身后显化，盘旋乌冥。石境、河道、河道境。天啊，是河道境的大能，一个河道境的无上存在，竟然在为江辰护道。人群之中不知是谁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惊叫，瞬间引爆了全场。所有人的大脑都在这一刻彻底宕机了。河道境，那可是真正站在了修行金字塔顶端的存在，一念之间便可言出法随，执掌一方天地大道。而这样一尊足以横扫一域、开创不朽道统的无上存在，竟然对洪天圣子江辰言听计从。这一刻他们终于明白了，终于明白江辰那句实境不出也敢放肆的底气何在了。原来他不是狂妄，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那几位刚才还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九境圣人，此刻更是如遭雷击，冷汗直冒，浑身冰冷。他们的圣人之躯在江九那恐怖的道威面前竟是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起来，连站都站不稳。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出手的那名天元神朝圣人面如死灰，疯狂嘶吼着，河道境大能怎会甘愿为一小辈护道？我不信。你不必知晓。江九吐出两个冰冷的字。他动了，没有惊天动地的神通，没有毁天灭地的招式，他只是简简单单的向前踏出了一步。一步落下，天地失声。那名嘶吼的圣人声音戛然而止，他的身体从头到脚无声无息地裂开，然后化作了最精纯的粒子，消散在了天地之间。形神俱灭，一尊九境圣人就这么没了，甚至连一声惨叫都没能发出。嘶！全场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在场的所有人都像是被定了身一般，大脑一片空白。逃！快逃！剩下的两位天元神朝圣人以及那名龙族老者肝胆俱裂，哪里还有半分战意？他们燃烧精血，撕裂虚空，化作三道流光，便要朝着不同的方向遁走。然而江九只是抬起眼皮，淡淡的看了一眼。在我面前，你们逃得掉吗？他伸出一根手指，对着虚空轻轻一点。嗡！三道遁入虚空的身影猛然被禁锢住，动弹不得。随后猛地就从空间裂缝中被硬生生挤了出来，然后如同被无形的大手攥住，身体开始不断的被扭曲压缩。不，饶命！前辈饶命啊！我等有眼不识泰山，求前辈！凄厉的求饶声戛然而止。砰砰砰，三声闷响，三尊圣人像三朵绚烂的红色烟花在空中轰然炸开，圣血染红了长空。自此四尊九境圣人全灭。整个过程甚至不超过10个呼吸。江九的身影重新回到了江辰的身后，他跟没事人一样，什么都没做过一般，再次恢复了那副木然的模样。全场一片寂静，袁昊天、鳌牙、墨渊三人彻彻底底僵在原地，浑身冰冷，脸上血色尽退。他们的靠山，他们的底气就这么被杀鸡一样宰了。而就在他们心神失守的瞬间，一道带着冰冷杀意的声音在他们的耳边悠悠响起。现在轮到你们了。袁昊天猛然回过神，瞳孔剧烈收缩，因为他发现江辰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经从原地消失了。下一刻，一股令他头皮发麻的恐怖空间波动在他的面前骤然浮现。江辰的身影如同跨越了时空维度的鬼魅，一步踏出，直接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俊美无瑕的脸上挂着一抹让袁昊天神魂出窍的微笑。这次我看还有谁能救得了你。那一瞬间，袁昊天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死亡。江辰的出现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畴，没有撕裂空间，没有灵力波动，
就那么凭空出现，这是何等恐怖的身法神通！护驾，快护驾！死亡的阴影笼罩心头，袁昊天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尖叫。他身后的那些太子亲卫虽然也早已被江九的通天手段吓破了胆，但职责所在，依旧硬着头皮嘶吼着冲了上来，保护太子殿下！杀！数道强大的攻击，刀光剑影，神通信手，瞬间封锁了江辰周身所有的空间。然而江辰却连看都未看他们一眼。我说过，谁也救不了你。话音未落，他的身影再次变得虚幻，如同水中倒影般在原地消失。那些足以开山裂石的攻击尽数落空，只在原地轰出了一片震荡波动。人呢？小心！亲卫们大惊失色，神念疯狂扫视，却根本捕捉不到江辰的一丝气息。袁昊天更是如临大敌，真龙体催动到极致，金色的龙鳞覆盖全身，警惕防备着四周。在你后面！人群中有人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尖叫。袁昊天心中一凛，想也不想，转身便是一拳轰出，龙吟震天，拳风足以打爆一座大山。可是他打空了，身后空无一人。不是，那名修士的声音因为恐惧而变得结结巴巴，是在他后面。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江辰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那名惊恐的太子亲卫身后。他伸出一根手指，指尖魔光闪烁，轻轻点在了那名亲卫的后心。噗！那名有着化神后期修为的亲卫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护体罡气便如同纸糊的一般破碎，整个身体轰然炸成了一团血雾。江辰抬起头，目光越过惊骇欲绝的众人，再次落在了袁昊天的身上。袁昊天，下一个就是你了。袁昊天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啊！江辰，你欺我太甚！袁昊天彻底疯狂了，他再也承受不住这种死亡随时会降临的恐惧。他怒吼一声，燃烧精血，整个人化作一道金色的神虹，主动朝着江辰冲杀而去。真龙九击！他一连轰出9拳，9条金色的神龙虚影咆哮而出，每一条都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封死了江辰所有的退路。他要用凌厉的攻击逼江辰与他正面硬汉。面对这狂暴的攻击，江辰终于不再闪躲，他缓缓抬起了右手，轻笑一声，五指张开，掌心之中一道道漆黑的气息弥漫开来。道眼天魔经。那9条咆哮而来的金色神龙在接触到的刹那，竟是连一丝浪花都没能翻起，便被尽数吞噬消弭干净。什么？袁昊天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燃烧精血的一击就这么轻松地被化解了。而就在他失神的瞬间，江辰的身影再次消失。寰宇转虚术，冰冷而无情的声音在袁昊天的耳边响起：下辈子投个好胎，做个聪明人。生死一瞬，袁昊天爆发出了此生最凄厉的嘶吼，求生的本能让他压榨出了体内最后一丝真龙之力。同时他胸口处佩戴的一块古老龙形玉佩骤然爆发出万丈金光。吼！一声震动9天的龙吟从玉佩中传出，一道无比凝实的金色龙影盘旋而出，形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护盾，将袁昊天死死护在其中。那龙影之上散发着一股远超圣人的气息。江辰，你杀不了我，你杀不了我！看到这道龙影，袁昊天脸上再次大笑，等我父皇降临，定要将你碎尸万段。江辰看着那道龙影，嘴角的讥讽之色反而更浓了。不过一道意志罢了，也想挡我？话音落下的瞬间，江辰的道眼天魔体全力催动，那道龙影护盾在恐怖的破坏力下，很快便被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怎么会？袁昊天眼睁睁看着那只缭绕着魔气的手掌穿透了自己最后的屏障，印在了自己的额头之上。砰！一声闷响，袁昊天的头颅如同西瓜一般轰然炸开，随即无力地向后倒去，重重摔在了地上。天元神朝太子云，形神俱灭，袁昊天就这么死了。而就在袁昊天身死的瞬间，那枚破碎的龙形玉佩之中，一道威严到极致的恐怖意志终于降临。一道顶天立地的金色虚影在虚空中缓缓凝聚。天元皇主袁苍兰，庶子安敢杀我！一道蕴含着无尽怒火与杀意的声音响彻云霄，恐怖的威势席卷开来。然而江辰却只是负手而立，神色淡漠。你的儿子是我杀的。江辰抬起头，迎着袁苍兰的目光平静开口，有何问题？你找死！袁苍兰的虚影彻底暴怒了，他从未见过如此狂妄的后辈，杀了他的儿子，竟还敢用这种语气与他说话。他抬起一只由金光凝聚的巨手，便要跨越无尽虚空，将江辰直接抹杀。可就在这时，江九那沉默的身影再次挡在了江辰的身前。
一股同样浩瀚无边的河道境气息冲天而起，将袁苍兰的气息尽数挡下。袁苍兰，江九开口：“你若不想你天元皇朝覆灭，就此退去。”袁苍兰的动作猛然一致，他的目光死死盯着江九，金色的眸子里充满了忌惮。他认出了江九，洪天圣地七祖的追随者，一尊真正的河道境大能。若是他真身降临还好说，可现在他这道意志虚影根本不够看。好，很好。袁苍兰怒极反笑，声音冰冷刺骨：“洪天圣地，江辰，杀子之仇不共戴天。本皇记住你了，待到他日，定要你身首异处，碎尸万段。”放下狠话，那道金色的皇主虚影便开始缓缓消散。他知道有江九在，他今天杀不了江辰。然而就在他的虚影即将彻底消失之际，江辰那平淡的声音却再次悠悠响起：“不必等他日了，洗干净脖子，在你的皇位上等着。用不了多久，我会亲自上门取你项上人头，将你天元皇朝代代基业连根拔起。”袁苍兰即将消散的虚影猛地一颤，那双眸子里的杀意几乎化为了实质。最终他没有再说什么，带着无尽的愤怒彻底消失在了天地之间。随着皇主虚影的消失，那股压抑的威势也随之散去。藏神谷外一片狼藉，万妖窟的鳌牙和幽冥魔教的墨渊早已趁乱悄无声息退走。开玩笑，连天元神朝的太子都说杀就杀，连皇主降临都敢当面威胁，他们再留下来是嫌命长吗？藏神谷外一片寂静，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那是圣人陨落后大道哀鸣，法则破碎留下的痕迹。天元皇主袁苍兰那道蕴含着无尽怒火的意志虚影消散后，此地的压抑并未随之散去。死了，全都死了。天元神朝兴师动众而来的3尊9境圣人，万妖窟的那位龙族老者，4尊足以镇压一域俯瞰众生的无上存在，在那个名为江九的黑衣人面前脆弱的如同蝼蚁。弹指间圣人喋血，形神俱灭。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那个一袭白衣风轻云淡的青年，自始至终甚至连眼皮都未曾多眨一下。更令人头皮发麻的是，他杀了天元神朝的太子，还当着天元皇主的面放下豪言，要亲自登门取其项上人头。这是何等的狂妄，这是何等的无法无天。疯了，这个世界疯了。有散修失魂落魄的瘫软在地，喃喃自语。道心在方才那极致的冲击下已然出现了裂痕。斩杀天元太子，屠灭4尊圣人，当面威胁神朝皇主，这3件事任何一件单独拿出来都足以让整个东域抖上3斗。而现在他们全都发生在了同一个人身上，怕是要变天了。何止是要变天了，是整个东域都要变天了。天元皇朝岂会善罢甘休？窃窃私语声逐渐响起，众人看向江辰的目光开始充满敬畏、恐惧。这才是真正的年轻至尊，横压同代，睥睨老辈。然而对于周遭的一切，江辰毫不在意。他缓缓转过身，目光落在了身旁那自始至终都一言不发的南宫明月身上。江辰牵起南宫明月的柔仪，凑到他耳边，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轻声传音：“还在生气？”南宫明月的娇躯微不可察地颤动了一下，他依旧没有看他，只是将头偏得更开了些，不言不语。因为愚昧儿。江辰继续追问，声音里已经明显有些笑意。南宫明月依旧沉默，但江辰却清楚地看到他那白皙如雪的耳根已经悄然爬上了一抹绯红。装？你在装？江辰心中暗笑，这个女人就算得到了女帝传承，气质再怎么变得清冷淡漠，可骨子里还是那个不善表达，喜欢把心事藏起来的南宫明月。你是在吃醋吗？江辰的传音直击南宫明月的内心深处，这一次他终于有了反应。他猛地转过头，那双清冷如月光的眸子死死地瞪着江辰。我没有。他的声音依旧清冷，但那急于否认的模样却是出卖了他。欲盖弥彰。江辰脸上的笑意更浓了。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犹豫了许久，终于还是迈动脚步，缓缓走到了江辰的面前。是于妹儿。此刻的他脸上再无半分妖娆妩媚，那张总是带着魅惑众生笑容的俏脸此刻一片复杂。他看着江辰，红唇轻启：“我要走了。”江辰闻言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目光甚至都没有从南宫明月的脸上移开。于妹儿的心像是被什么刺了一下，她咬了咬下唇，心中那股不甘与委屈再次涌了上来。这个混蛋，他明明才对自己做了那种事，现在却连一个正眼都懒得给自己吗？江辰，他终究还是没忍住，声音提高了几分：“
江晨这才终于将目光从南宫明月身上挪开，落在了他的脸上。他挑了挑眉，还有事？于妹儿被他这眼神看得心头一慌，刚鼓起的勇气瞬间又泄了大半。他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难道要质问他为何对自己始乱终弃？可笑，他们之间本就什么关系都没有。最终他只是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后会无期。说罢，他再也不看江晨一眼，转身便要离去。然而就在他转身的刹那，江晨那平淡的声音却再次从身后传来：等等。于妹儿的脚步一顿，身子僵住，却没有回头。这个拿着。一枚闪烁着温润光泽的玉佩从江晨手中飞出，精准落在了于妹儿的手中。这是……于妹儿一愣，江晨的声音平淡，若是不想死在半路上，就带上它。你什么意思？于妹儿猛地回头。天元神朝的狗，死了太子，死了圣人，你觉得他们会善罢甘休吗？江晨淡淡道：你我一同从古墓走出，在他们眼里，你早已是我的同党。你说他们会不会找你的麻烦？于妹妹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她冰雪聪明，立刻就明白了江晨的意思。天元神朝吃了这么大的亏，必然会疯狂报复。他们动不了有江九守护的江晨，但拿他一个合欢宗的圣女出气，却是再简单不过了。你无耻！于妹儿气得浑身发抖。这家伙占了自己天大的便宜不说，现在还给自己惹了这么一个天大的麻烦。拿着它，至少关键时候能保你一命。江晨不以为意。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扔掉，我无所谓。于妹儿死死地攥着手中的玉佩，她瞪着江晨，那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最终她一言不发，将玉佩收起，化作一道流光，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天际。看着于妹儿离去的背影，江晨身旁的南宫明月那双清冷的眸子里闪过波动，他被江晨握着的手紧了几分。江晨感受到了这细微的变化，反手将南宫明月冰凉的柔仪握得更紧。他看向南宫家所在的方位：我先送你回家。与此同时，另一边，天元神朝皇宫深处，吼！一声蕴含着无尽痛苦与暴怒的龙吟从地底传出，整座皇城都为之剧烈震动，恐怖的气息冲天起，让日月无光。江晨，朕要你死，朕要你为吾儿陪葬，朕要你死无葬身之地。袁苍兰的咆哮声响彻云霄，其中蕴含的杀意足以冰封万里。很快，一道道密令从皇宫发出，传向了各处。九龙辇上，气氛有些微妙。温燕等人识趣地待在外面，将独立的空间留给了江晨和南宫明月。宽敞华丽的车厢内，檀香袅袅。江晨与南宫明月相对坐，南宫明月依旧板着一张俏脸，一言不发，只是偶尔投向江晨的目光还带着几分无法掩饰的怨气。江晨也不急，一边把玩着南宫明月的玉指，一边悠然地为自己沏了一杯茶。茶香四溢，他将一杯沏好的灵茶推到南宫明月的面前，还在为先前的事生气。江晨明知故问。南宫明月瞥了他一眼，端起茶杯却没有喝，只是用手指轻轻摩挲着温热的杯壁。我没有，他淡淡的说道。哦，江晨挑了挑眉，那你为何从刚才开始就一直瞪着我？我说了，我没有。南宫明月的声音提高了一些。你的眼神告诉我，你在生气。江晨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一双深邃的眸子直视着他，而且很生气。被他这样盯着，南宫明月感觉自己的心跳漏了一拍，他有些慌乱地移开目光，嘴硬道：那是你的错觉，是吗？江晨忽然笑了。下一刻，他毫无征兆地出手，一把抓住了南宫明月的手腕，用力一拉。南宫明月猝不及防，惊呼一声，整个人便跌入到了江晨的怀抱当中。你做什么？他又惊又怒，双手抵在他的胸膛上，想要挣扎起身。然而江晨的双臂却将他牢牢禁锢在怀中，动弹不得。江晨，你放开我！南宫明月又羞又气，脸颊瞬间红透。江晨低下头，鼻尖几乎要碰到他的鼻尖，温热的呼吸喷洒在他的脸上。他看着他那双因为羞怒而水光潋滟的眸子，声音低沉：你是我江晨的未婚妻，是我名正言顺的女人，我抱一下自己的未婚妻有何不可？你……南宫明月语塞，被他这番霸道又无赖的话气得说不出话来。至于于妹儿，江晨顿了顿，看着怀中佳人那微微嘟起的红唇，眼中闪过一抹笑意。我和她没什么，在我心里，这世间没有任何一个女子能与你相提并论。这番话半真半假，却是江晨此刻最想说的话。南宫明月听到这番近乎表白的话语，心神俱震。他抬起头，
怔怔地看着江辰那双深邃的眼睛，挣扎的力气在不知不觉间小了下去，那股憋在心里的怨气竟是在这一刻莫名其妙地消散了大半。但他依旧嘴硬：“谁信你的花言巧语？”他的声音温柔细腻，哪还有半分清冷的模样。江辰低低地笑了起来，他没有再说话，只是将他抱得更紧了一些。车辇很快便抵达了南宫世家所在，看着江辰与南宫明月那亲昵的模样，前来迎接的南宫卓笑得合不拢嘴。他越看江辰这个未来女婿越是满意。至于江辰在藏神谷惹出的那些滔天大祸，那算事儿吗？年轻人不气盛，那还叫年轻人吗？更何况他的背后站着的是洪天圣地，天元神朝想动他，那也得掂量掂量自己够不够分量。临别时，南宫明月终究还是放不下心，对着江辰开口道：“你杀了元昊天，天元皇朝势必不会善罢甘休的。”“你那又如何？”江辰笑了笑，他们若是不知死活，那就让天元皇朝消失就是了。听着他的这一番话，南宫明月看着江辰的脸，一时间有些失神。江辰与南宫明月温存了片刻，许下再见的约定后，便不再停留，直接返回洪天圣地。就在九龙辇划破天际，朝着洪天圣地疾驰而去时，关于藏神谷所发生的一切，也如同长了翅膀一般，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朝着整个东域乃至更广阔的地域疯狂扩散。东域某座繁华古城的一间酒楼内，听说了吗？藏神谷出大事了。何止是大事，简直是天都快塌下来了。天元神朝的太子元昊天被洪天圣地的圣子江辰当着所有人的面给宰了。什么？这怎么可能？元昊天可是身怀真龙体，战力无双，更有天元皇主赐下的保命底牌啊！保命底牌算个屁！听说天元皇主的虚影都降临了，结果被江辰当面威胁，屁都不敢放一个就灰溜溜的散了。这江辰是何方神圣，竟如此恐怖？恐怖！他身后站着一尊和道境的大能护道，一根手指头就碾死了天元神朝和万妖窟的4尊9境圣人，跟杀鸡一样。消息传开，举世皆惊，整个东荒域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修士无不骇然失色。斩杀神朝太子，灭世一朝皇主，随手抹杀圣人，江辰这个名字在一夜之间响彻了整个东域，成为了无数年轻修士心中神一般的存在，也成了无数老辈强者口中谈之色变得禁忌人物。又是数日过去，当那标志性的九龙辇出现在山门之外时，整个圣地瞬间沸腾了。是圣子回来了！天啊，我没看错吧？真的是圣子殿下！无数弟子从洞府中冲出，飞上高空，远远地望着那架散发着无上威严的龙辇，眼神中充满了狂热和崇拜。如今的江辰在洪天圣地年轻一代弟子的心中已经彻底被神化了。太阴古墓一行，他的所作所为早已通过各种渠道传回了圣地，力压各大天骄，夺取混沌道果，为南宫仙子一人独占群雄。出古墓后，更是以雷霆手段斩杀天元太子，屠灭4尊圣人。圣子殿下威武，我洪天圣地当大兴！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响彻云霄。温燕站在龙辇之上，听着下方的欢呼，脸上笑开了花。萧天都、宋明雪、青灵河3人也是心潮澎湃。江辰神色平静，对着下方微微颔首，随后驾驭着九龙辇径直飞向了圣地深处的圣子峰。他刚一落下，一道威严而熟悉的声音便在他脑海中响起：“辰儿，来大殿一趟。”是他的父亲江胜天。江辰嘴角微扬，并不意外，对着萧天都等人说了几句后，便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原地。当他踏入大殿的那一刻，殿内所有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了他的身上。大殿之上，圣主江胜天高坐主位，神色平静，看不出喜怒。而下方两侧，圣地的各位长老悉数在列，气氛有些凝重。圣地大殿之内，所有长老的目光都汇聚在那个刚刚踏入殿门的江辰身上。江辰无视了他们的目光，他神色自若，缓步走到大殿中央，对着主位上的江胜天微微躬身行礼：“父亲。”他的声音不大，回荡在空旷的大殿之中，不卑不亢，从容淡定。江胜天看着自己这个儿子，数月不见，自己这个儿子似乎又有了惊人的蜕变。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自信与从容，那种视万物为刍狗的淡漠，连他这个做父亲的都不得不感叹。江胜天缓缓点头，声音威严：“太阴古墓一行辛苦了。”“不辛苦。”江辰平静回应。父子二人这番平淡的对话，让在场的一些长老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辛苦了，这叫辛苦了。这小子在外面闹出了天大的乱子，
斩杀天元太子，屠了4尊圣人。现在天元皇朝那边恐怕已经暴跳如雷，整个东域都要因为他而风起云涌。江胜天这是什么意思？圣主！终于有人忍不住了。二长老连坐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对着江胜天拱了拱手，一脸忧心忡忡地说道：圣子此行虽为我圣地扬了威名，但行事是否太过张扬了些？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沉痛。斩杀天元太子元昊天，此事非同小可，一旦战端开启，必将是一场席卷整个东域的浩劫。我洪天圣地虽强，但同时面对数个不朽道统的围攻，也难免会伤及元气，甚至有道统倾覆之危。圣主，此事不得不慎重啊。说罢，连座子对着江胜天深深一拜。不少长老听了，都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脸上露出赞同与担忧的神色。特别是大长老云雾子和三长老天玄道人，他们本就对江辰的行事风格颇有微词，更是在他手下吃过亏，此刻更是觉得二长老说到了他们的心坎里。二长老所言极是，圣子此举确实有欠考虑，太过冲动了。我圣地虽不惧战，但也不应无故数次强敌，为了一时之气将整个圣地置于险地，实属不智。是啊，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但做事如此不计后果，实在是太鲁莽了。为了所谓的颜面，就将整个圣地置于危险的境地，这根本不是一个圣子该做的事。云雾子看着众人的反应，嘴角勾起一抹难以察觉的冷笑。他正好可以借着这件事来打压江辰和江胜天父子，让所有人都看看江辰这个圣子只会给圣地带来灾祸。然而他话音刚落，江辰还未开口，主位之上一直沉默不语的江胜天却突然发出了一声轻笑。灭顶之灾。江胜天缓缓开口，目光如电，扫过连座子，又扫过下方所有面带忧色的长老。二长老，你的胆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了？连座子的脸色微微一僵。我洪天圣地自开创以来，屹立东域数百万年，何曾怕过谁？江胜天的声音陡然拔高，如同9天惊雷在大殿之内轰然炸响。区区一个天元皇朝，也配让我洪天圣地感到畏惧？江胜天猛地从主位上站起，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连座子，一字一顿地说道：他袁苍兰的儿子技不如人，死在了我儿手上，那是他活该。他若是不服，仅可以率领他那天元神朝的大军前来我洪天圣地问罪。我江胜天就在这里等着，他敢来，我就敢让他有来无回；他敢动我圣地一分一毫，我就敢亲提帝兵，踏平他天元皇城，灭了他一国基业。轰！霸气，无与伦比的霸气。这一刻的江胜天将一个不朽圣地之主的威严与护犊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什么叫不讲道理？这就叫不讲道理。我儿子杀了你儿子，是你儿子没本事，你想报仇？可以，来啊，看看最后是谁灭了谁。大殿之内一片死寂，所有长老都被江胜天这番霸道无匹的宣言给震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云雾子的老脸更是涨成了猪肝色，青一阵白一阵。也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五长老虚影子突然站了出来，义愤填膺地说道：圣主说得对，我洪天圣地的圣子岂是外人可以随意欺辱的？那元昊天自己找死，怪得了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老夫觉得圣子此事做得对，做得好，谁敢动我圣地圣子，老夫第一个不答应。他这一开口，立刻得到了一些主战派长老的支持。虚影子所言有理，我圣地威严，不容挑衅，战便战，谁怕谁？大殿之内气氛瞬间分成了两派，而江辰站在大殿中央，看着自己这位霸气侧漏的父亲，脸上露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就在这时，江辰也缓缓开口了：父亲所言极是，孩儿也觉得二长老有些太过杞人忧天了。他目光转向二长老座子，嘴角带着几分讥笑：此番我斩其太子，断其气运，他们若是不来，那便罢了；他们若是真敢前来，那正好也省得我日后再亲自跑一趟了。此言一出，全场再次震惊。听听，这是什么话？省得他日后再跑一趟，意思是就算天元皇朝不来找麻烦，他以后也准备要去找天元皇朝的麻烦。父子俩一个比一个狂，一个比一个霸道。江胜天看着自己的儿子，眼中的赞许之色更浓，他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好，说得好，不愧是我江胜天的儿子，有此雄心，何愁我洪天圣地不兴？他收敛了气息，重新坐回主位，目光扫视全场，声音恢复了威严：此事就此定论，我洪天圣地无惧任何人，谁若再敢言退缩，畏惧之语，休怪本座不顾往日情分，一律当诛。都听明白了吗？
谨遵圣主法旨。众长老心神一领，齐齐躬身应道。云雾子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却也只能不甘地憋了回去。好了，都散了吧。江胜天挥了挥手，晨儿，你留下。大殿之内，随着一众长老的退去，那股凝重中带着几分火药味的气氛终于烟消云散。偌大的圣主殿只剩下了江晨与江胜天父子二人。江胜天挥手布下一道隔音结界，整个大殿彻底与外界隔绝。江胜天从那威严无上的圣主宝座上走下，一步步来到江晨面前。他先前身上的那股足以压他万古青天的无比威势，在这一刻尽数收敛。他伸出手，重重地拍了拍江晨的肩膀。好小子，做得不错。江胜天看着江晨，眼神中是毫不掩饰的赞许。比你爹我年轻的时候，也不遑多让了。江晨神色平静，只是嘴角有着若隐若现的笑意。还行，你小子，这里没外人了，就别跟你老子我装了。江胜天摆了摆手，示意江晨在一旁的御案边坐下，隔空为他倒上了一杯氤氲着道韵的悟道茶。说说吧，此行具体如何？太阴古墓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江胜天虽然早已通过宗门情报知晓了大概，但他更想听江晨亲口说出。江晨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温热的茶水入喉，化作精纯的灵气，滋养着神魂。他并未添油加醋，只是用一种近乎平铺直叙的语调，将古墓之行从接到南宫明月，到斩杀各路天骄，再到夺取混沌道果，以及出古墓后与袁昊天等人的冲突，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一遍。整个过程，江晨都说得云淡风轻的，可江胜天却听得有些心潮起伏。混沌道果，江胜天口中喃喃着这4个字，即便是以他的心境，此刻也掀起了波澜。那可是传说中的无上神物，蕴含着一丝混沌本源，能够让修士脱胎换骨，铸就无上道基。便是他这等合道境的大能，见了都要眼红心动。好，好，好！江胜天连说3个好字，眼中的光芒炽盛到了极点。不愧是我的儿子，有此物，你的修为必然能再进一步，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江胜天深深地看了一眼江晨，你做的这一切都很好，我洪天圣地的圣子就该有这样的霸气。谁敢与你为敌，杀了便是；谁敢阻你的路，灭了便是。江胜天的话掷地有声，他话锋一转，神色变得严肃起来。不过混沌道果能量太过霸道，炼化之时非同小可，你虽有天魔体护身，也切记不可大意。孩儿明白。江晨点头，他自然知道其中的凶险。若非有道眼天魔经这等逆天功法，以及道眼天魔体，若是换作其他一个人来，想要强行炼化混沌道果，下场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被其中狂暴的混沌之气撑爆肉身，化为飞灰。去吧。江胜天站起身，再次拍了拍江晨的肩膀，回你的圣子峰，安心闭关。在你出关之前，外界的一切都无需你来操心，魏父会亲自为你护法，确保万无一失。江晨闻言，心中流过一丝暖意，他摇了摇头，父亲不必如此，我自有分寸。见江晨如此自信，江胜天虽然依旧有些担忧，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也好。江胜天点了点头，话锋一转，至于天元皇朝那边，你不必理会。他的眼中闪过一抹冷厉的寒芒。袁苍兰那个老家伙，若是安分守己，便让他多活几日。他若是真敢动什么歪心思，剩下的话江胜天没有说完，但江晨很清楚这其中的意思是什么。至于圣地内部，江胜天冷笑一声，一些老东西安逸日子过得太久了，骨头都软了，忘了我洪天圣地是如何立足于这东域之巅的，正好借此机会敲打敲打他们，让他们清醒清醒。江晨闻言心中了然，父亲，其实不论天元皇朝那边如何反应，他们都没什么留下的必要了。闻言，江胜天饶有兴致地看着江晨，哦，此话怎讲？一个皇朝乃至一个时代，气运都是有限的。江晨缓缓开口道，他天元皇朝既已和我交恶，那就尽快收割，化作我洪天圣地更上一层楼的资粮。我这次杀了袁昊天只是一个开始，他天元皇朝有一个算一个，所有身负气运之人都将是我的踏脚石。江胜天的眼神亮得惊人，他看着自己这个儿子，仿佛在看另一个自己，甚至是一个比自己更加狂妄、更加野心勃勃的未来霸主。好一个踏脚石！江胜天再次大笑，放手去做，出了任何事都有你老子，有整个洪天圣地为你撑着。父子二人又密谈了许久，江胜天将自己对合道境的一些感悟，以及对东域各大势力深层底蕴的分析，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江晨。直到夜幕降临，江晨才告辞离去。望着江晨消失在夜色中的背影，江胜天负手而立，久久未动。圣子峰，江晨在回来的时候看
看到了山峰下的天玄道人，还挺老实。对此，江辰笑了笑，没有停留。再回到寝宫后，江辰对着虚空喊了一声江九，随后空间一阵波动，江九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弓着身。圣子，不必多礼。江辰淡淡的挥了挥手，我将闭关一段时间，短则数月，长则1年。江辰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在我闭关期间，圣子峰一切事务都由你全权处理。是，圣子。江九躬声应道。江辰点了点头，不再多言，交代了几句后，身形一闪，便直接进入了圣子峰最深处的闭关密室。随着石门的轰然关闭，整个世界都仿佛安静了下来。江辰盘膝而坐，心神沉入古井无波之境。他没有立刻取出混沌道果，而是先行运转道眼天魔经，将自身的状态调整至最巅峰，同时也开始梳理此次太阴古墓一行的所得。太阴古墓一行，他最大的收获无疑便是那3枚混沌道果，其次便是南宫明月的彻底归心。得到了女帝传承的南宫明月身负大气运，对他而言亦是一大必助。调整好他自身的状态后，在心底念叨了一句：狗系统出来，偷了这么久的懒，也该干点活了。随着江辰话音落下，一道只有他能看见的幽蓝色光幕在他面前悄然展开。叮！恭喜宿主霸气回归，当着亲爹的面立下灭国之志，反派点数加10086。一道贱兮兮的声音在江辰的脑海中缓缓响起。检测到宿主即将炼化传说及神物混沌道果，此举将大幅提升宿主实力，为后续的装逼打脸、灭杀天命之子等一系列反派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系统对此表示12分的赞赏，并决定友情赠送混沌道体转化卡1张，辅助宿主完美吸收。江辰挑了挑眉，这么好心，他可不信这狗系统会白白送福利。系统的声音停顿一下，似乎有些尴尬。本系统一切为了宿主着想，旨在帮助宿主在成为终极天命大反派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更嚣张。混沌道体转化卡可将混沌道果中狂暴的混沌本源转化为最适合道眼天魔体的混沌魔胎，不仅能完美吸收，毫无风险，更能让宿主的道眼天魔体与大地道骨发生一次究极进化。听起来倒是不错。江辰点了点头，随即话锋一转：狗系统，说吧，条件是什么？宿主英明。条件很简单，在宿主炼化混沌魔胎，实力大进之后，需要在1个月内动身前往太初道院。太初道院，江辰眼神微动，那可是和东域乃至周边数个大域都齐名的修行圣地，不属于任何皇朝与势力。传闻其院长的修为深不可测，早已超越了河道境，是真正的老怪物。太初道院从不参与世俗纷争，只一心培养真正的妖孽，能进入其中的，无疑不是万中无一的天之骄子。去那里做什么？江辰问道。叮，新的韭菜，阿呸，新的天命之子已经刷新了。姓名：袁长风，身份：天元皇朝3皇子，太初道院核心弟子。简介：此人心机深沉，隐忍狠辣，身负乾隆命格，蛰伏多年，于太初道院习得无上神通，结交4方豪杰，只待一朝风云起，便可化龙飞9天。因其兄元昊天之死，已将宿主视为平生最大之敌，其气运正在飞速攀升，未来有极大概率获得上古人皇传承，登临帝位，一统4域，并将对宿主以及洪天圣地展开惨无人道的清算。看着光幕上的信息，江辰的表情变得有些古怪。袁长风，天元皇朝的3皇子，又是一个姓袁的。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哥哥刚被自己宰了，弟弟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成了新的天命之子，这是生怕他们天元皇朝灭得不够快吗？乾隆命格，心机深沉，上古人皇传承这些词条组合在一起，妥妥的后期大 boss 模板。看来这天元皇朝我是不灭也得灭了。系统，你倒是挺会给我找乐子。江辰在心中淡淡一笑，他原本就在盘算着，等自己实力再精进一些，就亲自去带人一趟天元神朝的都城，将袁苍兰那个老东西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顺便再把他们皇朝的气运金龙给抽了，用来滋养自己的道眼天魔体和大地道骨。好，我接了。江辰干脆利落地答应下来。叮，宿主已接受任务，混沌道体转化卡已发放，请宿主查收。话音刚落，一道微光便融入了江辰的体内。江辰不再犹豫，心念一动，那枚萦绕着混沌气的道果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张开嘴，毫不犹豫地将这枚足以让任何修士都为之疯狂的无上神物一口吞了下去。轰隆！混沌道果入腹的瞬间，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怖能量轰然炸开。那不是灵力，不是法则，
而是最本源、最古老的混沌之气。每一缕混沌气都重如山岳，狂暴无比，仿佛要将江辰的身体连同他的神魂都彻底撑爆。但江辰却神色不变，他的道眼天魔体在这一刻自主运转到了极致，他体内的大地道骨更是发出了璀璨的金光，一道道玄奥的纹路在他的骨骼之上亮起流转。给我练！江辰低喝一声，那张刚刚发放的混沌道体转化卡也瞬间激活，一股无形的力量笼罩住那团狂暴的混沌本源，开始以一种玄奥的方式对其进行强制性的转化与压缩。狂暴的混沌之气在他的体内横冲直撞，他的经脉寸寸断裂，又在到眼天魔体强大的恢复力下瞬间重组。他的肉身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破与立，而在他的丹田气海之中，那团被压缩的混沌本源正在不断收缩凝实，渐渐的竟然化作了一枚婴儿拳头大小、通体漆黑、表面布满混沌魔纹的魔胎。混沌魔胎，这魔胎一成型便如同一颗黑洞，开始疯狂反向吞噬江辰体内的力量。但与此同时，一股股完全与到眼天魔体同源的混沌魔气也从魔胎之中反哺而出。一时间，江辰的修为气息开始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增长。八境大成初期顶峰只差一步便可迈入中期，而江辰的意识却早已沉入了一片无尽的混沌之中。他看到了大道的演化，法则的交织，他甚至看到了一尊尊顶天立地的大能在混沌中咆哮厮杀，最终化为天地万物的养料。这是混沌道果中蕴含的大道记忆。江辰疯狂地吸收着这一切，他的道眼天魔经，他的寰宇转虚术，他的大罗剑诀，乃至他对于道与法的理解，都在这一刻得到了质的飞跃。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江辰再次睁开双眼时，密室之内两道漆黑的魔光一闪而过，轰！一股远超从前的威压从他的体内轰然爆发。八境大成，中期，成了！江辰缓缓站起身，感受着体内那股恐怖力量，脸上露出了一抹满意的笑容。这次闭关收获之大，远超他的想象。他不仅修为突破，肉身和神魂在混沌魔气的淬炼下也变得强横了数倍不止。更重要的是，那枚混沌魔胎已经与他的丹田彻底融为一体，它就像一个无尽的能量源泉，在时时刻刻为江辰提供着精纯的混沌魔气，让他拥有了远超同阶的续航与爆发力。袁长风，江辰轻声念着这个名字，希望你能比你那个废物哥哥多给我送来一点温暖吧，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一片独立于尘世之外的浩瀚疆域，此地不属任何皇朝，不归任何圣地管辖。万千仙山悬浮于云海之上，锐气蒸腾，无数仙鹤神鹿尽在其中，俨然一派真正的仙家圣境。这里便是太初道院，众多年轻修士心中至高无上的修行殿堂。一处名为问道崖的山巅之上，云雾缭绕，古松苍劲，数名身着道院弟子服的年轻人正盘膝而坐，论道。故道法自然，顺势而为，方为正途。若强行逆天，必遭反噬。一名弟子手持玉简，侃侃而谈，周围众人皆点头称是，一副深以为然的模样。而在众人中央，坐着一个风神俊朗、气质儒雅的青年。他身穿一袭月白色长袍，面带微笑，安静地听着众人的讨论，时不时点头示意，却始终未曾开口。但所有人，无论是说话的还是听讲的，目光都会不自觉带着一丝敬畏飘向他。此人正是天元皇朝三皇子袁长风，也是如今太初道院年轻一代中公认的第一人。长风师兄，依你之见，何为道？终于有人将话题引到了他的身上，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了过来，带着好奇与期待。袁长风闻言温和一笑，声音如春风拂面，让人心生好感。诸位师弟所言皆有至理。他缓缓开口，在我看来，道并无定式，强者之道便是执掌天地，言出法随，我即是道；弱者之道便是顺应天命，随波逐流，道即是我。道之一途，存乎一心，本就无所谓对错，也无所谓正逆。一番话说得玄之又玄，众人听得云里雾里，但细细品味之下，皆感觉获益匪浅。师兄高见，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是啊，长风师兄对大道的理解早已远超我等。一片恭维赞叹之声响起，袁长风脸上的笑容愈发温和谦逊，他摆了摆手，诸位谬赞了，我也只是识前人牙慧，偶有所得罢了。他表现得越是谦虚，众人对他的敬佩便越是浓厚。然而就在这片和谐的氛围之中，袁长风的眉心微不可察的轻轻一跳，一道只有他能感应到的来自血脉深处的紧急传讯悄然抵达。
他的脸上依旧挂着那副风轻云淡的笑容，与众人谈笑风生，但他的神念却已经沉入了那道传讯玉符之中。玉符是他的父皇袁苍兰用本命精血凝聚而成，除非是天大的事，否则绝不会动用。当他读取完玉符中的信息时，即便以他那古井无波的心境，眼底深处也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大哥死了！被洪天圣地的圣子江辰当着东域无数修士的面斩杀于藏神谷之外，一同陨落的还有3尊圣人以及万妖窟的一位龙族长老，甚至连父皇的意志降临都被对方的护道人逼退，还被那江辰当面放下狠话，要登门取父皇的项上人头。一桩桩一件件，每一条信息都如同一道道9天神雷，在他的脑海中轰然炸响。耻辱，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他天元神朝自开创以来，何曾受过这等羞辱？一股冰冷到极致的杀意自他的心底疯狂滋生，几乎要按捺不住，破体而出。江辰，洪天圣地，他将这个名字死死烙印在了脑海深处，但是他的脸上却依旧带着那如沐春风的温和笑容，看不出半点异样。今日论道便到此为止吧。袁长风缓缓起身，对着众人微微拱手：我忽有所感，须回去闭关静修一番。诸位师弟，告辞。恭送长风师兄。众人不敢挽留，纷纷起身行礼，目送着他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云海深处。直到袁长风的身影彻底消失，才有弟子忍不住感叹道：长风师兄当真是天纵之才，这份心性，这份气度，我等望尘莫及啊。是啊，与长风师兄相比，无论是心性还是格局，我等都差了不止一筹。可众人哪里知道，他们口中那位气度不凡的长风师兄，此刻心中早已掀起了何等恐怖的杀机。回到袁长风那座独立的洞府仙山，袁长风挥手布下数十道禁制，将整座仙山彻底封锁。轰！下一刻，一股压抑到极致的恐怖气息从他的体内轰然爆发，他脸上那温和儒雅的笑容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森然的冰冷狰狞。江辰，他一字一顿从牙缝中挤出这2个字。咔嚓！他身旁的一块万年寒玉石桌，在他那不受控制的气息下，瞬间布满裂纹，化为了齑粉。愤怒当然有，但更多的是一种混杂着兴奋与残忍。袁昊天死了，死得好！那个蠢货空有一身蛮力，行事鲁莽，嚣张无脑，根本不配做天元神朝的太子。他死了，自己这个三皇子便顺理成章成为了袁苍兰最佳的选择。那个愚蠢的大哥用他的死为自己铺平了通往皇位的最后一段路，甚至还给自己送来了一个完美的可以用来立威、收拢人心、凝聚皇朝气运的借口。江辰啊江辰！袁长风的脸上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你杀了我那个废物大哥，本该是我最大的恩人，只可惜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让天元皇朝蒙受如此大辱。这份耻辱必须用你的血来洗刷。他没有被这个消息冲昏头脑，他的大脑在以一种绝对冷静的方式疯狂运转，分析着一切。能弹指间灭杀4尊圣人，那护道人必然是和道境大能，有此人守护，想要在洪天圣地范围内杀了江辰，难如登天。硬碰硬是最愚蠢的做法。他缓缓闭上眼睛，脑海中快速地推演着一切。片刻之后，他再次睁眼，眼中已经恢复了一片清明，只是那深处的杀意却愈发浓郁。他拿出另一枚传讯玉符，将一道神念烙印了进去。师尊，弟子道心有感，欲在万道茶会后入太初道碑，闭关参悟1月，恳请师尊恩准。随后，袁长风缓缓抬起手，看着他自己的手掌。江辰，洪天圣子，你不死，我心难安。他手一握，周围的空间竟是出现细微崩裂，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就已是半月过去。藏神谷的风波非但没有平息，反倒是愈演愈烈。天元皇朝那边出人意料的没有任何过激的举动，甚至连一句场面上的狠话都没有放出，这让东域无数关注此事的势力都感到了几分不同寻常。山雨欲来风满哦，越是平静，往往预示着一场越加恐怖的风暴。这一日晴空万里，圣子峰上空却毫无征兆的风云变色，云海之中电光闪烁，一股压抑到极致的毁灭气息笼罩了方圆千里。这是什么情况？好恐怖的威压！方向是圣子峰，是圣子。整个洪天圣地的弟子，无论是在洞府中修炼，还是在演武场切磋，都在这一刻骇然抬头望向那片雷云汇聚的中心。半月，仅仅又过了半月，竟引动如此天地异象。圣子峰下的3长老天玄道人倒吸一口凉气，
就在这万众瞩目之下，密室的石门在沉寂了半月有余之后，终于缓缓开启。一道修长挺拔的身影从其中缓步走出。然而，在他出现的刹那，天地间那狂暴的雷云，那压抑的威压，竟是在一瞬间烟消云散。天空恢复了清朗，江晨只是平静地站在那里，没有任何气息外放。但整个圣子峰的灵气却仿佛受到了无形的牵引，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缓慢的漩涡，他周身的虚空都因此而产生了极其细微的扭曲。大半个月的闭关，让江晨的修为稳稳踏入了8境大成中期，但这只是最微不足道的收获。混沌魔胎的铸就，让他的道眼天魔体发生了本质的蜕变。如今的他，举手投足间便能引动混沌魔气，其威能远非之前可比。大地道骨与混沌魔胎相互辉映。狗系统，这次的转化卡还算有点用。江晨在心中淡淡说道。定，为宿主服务是本系统至高无上的荣耀。新的韭菜已经长势惊人，请宿主尽快动身收割，为本系统的业绩添砖加瓦。系统的声音依旧是那么的贱兮兮。江晨嘴角微微扬起，没有再理会他。江九，他轻声开口。下一刻，江晨身后的空间如同水波般荡漾开来，江九那道如同鬼魅般的身影悄然浮现。圣子，不必多礼。江晨转过身，看着自己这位和道境的护道人。我闭关这1个月，外面可有什么动静？回禀圣子。江九的声音依旧是那般沉稳，不带丝毫感情。圣地之内风平浪静，自那日圣主在大殿之上立威之后，几位长老都安分了许多。江晨闻言心中了然，他那位便宜老爹的手段，他自然是信得过的。天元皇朝那边呢？这才是他真正关心的问题。表面上同样是风平浪静，江九缓缓道：天元皇朝并未对我洪天圣地采取什么实质性的举动，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哦，江晨挑了挑眉，发出一声轻笑。这么能忍，这倒是有些出乎江晨的预料。以袁苍兰那个老家伙的性子，怎么可能会这么能忍？他这个做父亲的能忍，天元皇朝那传承了无数年的皇室尊严也忍不了。再加上按照江晨对袁苍兰那种人的理解，死了儿子又被他当众打脸，就算再忌惮洪天圣地，也该放出几句狠话来找回场子才对。如此安静，不对劲，十分不对劲。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果然江九接下来的话印证了江晨的猜想。圣子并非如此。江九继续汇报道，那个袁苍兰自葬身骨那日后便一直处于闭关状态，不曾露面。但是天元皇朝的各大力量暗地里却是动作频频，尤其是与我圣地接壤的几个州府，其人数增加了3成不止，更有数座古老的沙阵被悄然激活。他们所有的动作都极为小心，若非我们的人渗透极深，根本难以察觉。同时天元皇朝的人也在频繁拜访其他几个不朽道统，其中就有子府圣地、万剑阁等，暗中串联，意图不明。江九的声音沉稳清晰，虽然具体谈了什么无法探知，但可以肯定他们必是在暗中串联，意图对我圣地形成合围之势。听完江九的汇报，江晨脸上的笑意愈发浓郁，还真是一点都没让他失望啊。袁苍兰那个老东西果然是在憋着一个大招，表面上装孙子，暗地里却在磨刀霍霍，准备给自己给整个洪天圣地来一记狠的，果真是死性不改。江晨点了点头，轻声自语道。他看着江九开口问道，江九，传闻那天元皇朝的3皇子袁长风是太初道院年轻一代的第1人，可有此事？确有此事，圣子。江九想了想，点头道，听闻此子城府极深，天赋意识绝顶，在太初道院内声望极高，结交甚广，如今修为应当是在8境大成中期。8境大成中期吗？江晨的心底涌起一阵战意，倒是和自己如今的境界一样，不过同阶之内亦有天壤之别，这其中还有一事与此子有关。江九补充道。何事？江晨被他这么一说，顿时有些来了兴致。太初道院那边也有消息称，天元皇朝3皇子袁长风在其兄袁昊天死讯传回的当日便宣布闭关，声称道心有感，欲要突破，至今未曾出关。袁长风听罢，江晨默念着这个名字，眼中的戏谑之色更甚。他的系统面板上那代表着新韭菜袁长风的头像依旧亮着。这半月以来，对方的气运值非但没有因为蛰伏而减弱，反而还在以一种缓慢的速度攀升着。显然这位心机深沉的天命之子正在利用他哥哥的死，悄然积蓄着属于他自己的力量。一个在暗处调兵遣将，一个在暗处积蓄力量。这对父子
倒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江晨冷笑一声：“我知道了。”江晨挥了挥手，江九的身影再次融入虚空，消失不见。随后，他目光看向了圣主大殿的方向，下一刻，他的身形就化作流光，消失在原地。圣主大殿，江胜天正端坐于主位之上，闭目养神。他周身道运流转，气息与整片天地相合。忽然，他眼皮微动，缓缓睁开了双眼。他看向大殿之外，嘴角不由自主地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下一瞬，一道流光便毫无阻碍地穿过了大殿的重重禁制，落在了殿堂中央。光芒散去，露出江晨的脸庞。父亲，江晨对着主位上的江胜天微微躬身。出关了。江胜天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威严，但任谁都能听出其中蕴含的满意与欣慰。不错，8进中期，根基稳固，气息圆融，还带上了一丝混沌真意。他的目光在江晨身上停留。不错，比我预想中的还要好上不少。看来那混沌道果，你已经完美炼化了。江胜天看着自己的儿子，由衷赞叹道：“还行。”江晨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随即开门见山：“父亲，我准备出去一趟。”哦。江胜天眉头一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想去哪？”太初道远。江晨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听到这4个字，江胜天的眼神微微一凝。太初道远，那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即便是他这位洪天圣主，提起这个名字时，也不得不带上几分郑重。去那里做什么？江胜天问道。那里可不是我洪天圣地的地盘，鱼龙混杂，水深得很，我自然是知晓的。江晨缓步上前，神色平静地分析道：“我此去有3个理由。其一，为了袁长风。”江晨缓缓吐出袁长风的名字。袁昊天虽死，但不过一介莽夫，不足为虑。可这个袁长风，根据我的听闻，此人心机深沉，隐忍狠辣，绝非袁昊天此流可比。如今他兄长身死，太子之位空悬，他便是最大的受益者。此人又身负乾隆命格，蛰伏多年，如今得了由头，必将一飞冲天。留着这样一条毒蛇在暗中窥伺，终究是个祸患。江晨的声音不疾不徐，条理清晰。斩草就要除根，与其等他日后羽翼丰满，成为我圣地大患，不如趁现在主动出击，将他扼杀于微末。江胜天静静地听着，眼神中的赞许之色越来越浓。杀伐果断，心思缜密，更懂得先发制人，这才配做他江胜天的儿子，才配做洪天圣地未来的主人。说得好。江胜天缓缓点头，斩草除根，永绝后患。那第2个理由呢？其二，为了天元皇朝。江晨的眼中闪起一抹冷厉的寒芒。父亲应该已经知晓，袁苍兰那老匹夫正在暗中调兵遣将，欲对我圣地下手，亡我之心不死。既然他们已经磨刀霍霍，我们又何必与他们虚与委蛇？如今袁长风是天元皇朝未来的希望，是他们气运所中之人。我去杀他，便是要当着整个东域的面，再狠狠抽他们一记耳光。我要让他们知道，与我洪天圣地为敌，不仅现在要死，未来也一样要绝后。我要断了他们的念想，绝了他们的希望，让他们从内到外彻底崩塌。轰！何等霸道，何等猖狂！这番话若是从别人口中说出，只会让人觉得是痴人说梦，但从江晨口中说出，却带着一种幸福力。哈哈哈哈！江胜天再也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整个圣主大殿都随着他的笑声而震颤。好一个断其念想，绝其希望，不愧是我江胜天的种。他站起身，走到江晨面前，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有此魄力，何愁大事不成？那第3个理由呢？江晨迎着自己父亲那炽盛的目光，微微一笑。第3，自然是为了我自己。他坦然道。太初道院汇聚了东域乃至周边数个大域的顶尖天骄，乃是真正的藏龙卧虎之地，气运交汇之所。孩儿此去，除了斩杀袁长风，也想见识见识这世间究竟有多少所谓的天命之子，或许还能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机缘。这番话半真半假，真正的机缘是系统发布的任务，但对外这个理由无疑是最好也最强大的借口。江胜天深深地看着江晨，仿佛要将他彻底看透。他自然明白自己这个儿子绝非池中之物，所谓的洪天圣地圣子，年轻一辈第一人，这些光环根本困不住他。好。江胜天只说了1个字，但这个字却重如泰山，代表着他这位圣主的无条件支持。你想去，那便去。江胜天看着江晨，脸上的笑意更浓了。晨儿，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放手去做便是。他话音一顿，像是想起了什么，
眼中金光一闪。说起来，你此番要去太初道院，时机倒是刚刚好。江辰看向自己的父亲，江胜天手掌一翻，一枚通体由星辰神玉雕琢而成，刻画着玄奥道纹的古朴请柬出现在他的掌心。这是太初道院不久前送来的请柬。江胜天将请柬递给江辰。太初道院有每隔一甲子便举办一次万道茶会的传统，届时东域及周边各大不朽道统都会派遣门下最杰出的天骄弟子前去论道、交易乃至切磋争锋。这既是一场年轻一辈的盛会，也是各大势力之间暗中较劲，展现自身底蕴与未来的舞台。江辰接过那枚散发着淡淡道韵的请柬，神念探入其中。我本就打算让你代表圣地去参加这次茶会，会一会各路所谓的天骄妖孽，让他们知晓我洪天圣地究竟出了一个怎样的麒麟儿。江胜天的声音中充满了自豪。如今看来，倒是正好遂了你的心意。这张请柬便是你进入太初道院的通行证，也是你此行最好的掩护。这个消息对江辰而言，无疑是瞌睡时送来的枕头。他原本还在思量，如何才能光明正大地进入太初道院的范围，接近袁长风，又不至于引起太初道院那些老怪物们的警惕。现在看来，根本无需他费心。你既有决定，那便去做准备吧。到了那里，你尽管放手为之，不必有任何顾虑。不过，有一点你要记住。江胜天顿了顿，看着江辰继续开口道：我要你在那万道茶会上压得所有人都抬不起头，莫丢了你老子的脸。江辰闻言笑了，这正合他意。偷偷摸摸的暗杀有什么意思？那不符合他大反派的格调。要杀就要在最万众瞩目的舞台上杀，要赢就要赢得彻彻底底，让所有人都为之胆寒。辰儿领命。洪天圣地圣子江辰闭关半月而出，修为大进，并且即将代表圣地亲自率人前往太初道院参加60年一度的万道茶会。这个消息如同一阵飓风，在短短半日之内便席卷了整个洪天圣地，引起了滔天巨浪。什么？圣子要亲自去参加万道茶会？天啊，那可是汇聚了整个东域乃至其他3域年轻一辈最顶级的盛会啊！若能跟随圣子同去，亲眼见证他力压各路天骄的无上风采，那将是何等的荣耀！太好了，有圣子殿下出马，定能横扫所有天骄，为我圣地夺得无上荣耀。没错，什么剑子，什么神女，在咱们圣子面前，统统都是土鸡瓦狗。无数弟子，特别是年轻一代，在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彻底沸腾了。他们的眼中燃烧着狂热与崇拜的火焰。如今的江辰早已不是当初那个需要靠父亲威严来镇压非议的圣子了。太阴古墓一行，他以一己之力横扫诸敌，夺取混沌道果。藏神谷之外，他更是当着众多势力的面，强势斩杀天元太子，屠戮4尊圣人，并且还扬言威胁天元皇朝的皇主。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早已将他推上了神坛。他已经成为了洪天圣地年轻一代心中唯一的真神，是无敌的象征。一时间，无数弟子涌向圣子峰，或是毛遂自荐，或是苦苦哀求，都希望能得到一个随行的名额。为了争夺那有限的几个名额，不少弟子之间甚至爆发了激烈的竞争与比试，整个圣地都弥漫着一股昂扬的战意。圣子峰上，萧天都、宋宁雪、青灵河等人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他们同样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万道茶会，这等盛事，我绝不能错过。萧天都紧握着拳头，眼神坚定。与此同时，圣地深处的几座长老洞府内，气氛却显得有些微妙。大长老云雾子等人听闻此事后，久久不语，让他们去反对江辰参加万道茶会，这绝无可能。这不仅是圣地的荣耀，更是宗门延续了无数年的传统。他们若是敢阻拦，不用江胜天出手，圣地内无数弟子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他们淹死。哼，去也好。云雾子的洞府中传来一声夹杂着冷意的自语。太初道院可不是我洪天圣地，那里天骄云集，妖孽横行，更有超越和道境的老怪物坐镇。没了圣主和江九的庇护，我看他还能如何张狂？最好是在那茶会上得罪了某个招惹不起的存在，吃个大亏，也让他收敛收敛那份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傲。他们不敢明着做什么，却在暗中抱着一丝幸灾乐祸的期盼，期盼着江辰这颗太过闪耀的星辰，在更大的舞台上狠狠地摔一跤。对于外界的种种反应，江辰一概不理。他正在圣子峰的大殿中亲自挑选着此次随行的弟子名单。他的标准很简单：实力、天赋以及忠诚。萧天都、宋宁雪、青灵河、温嫣。他提笔首先写下了这4个名字。这几人从太阴古墓开始便一直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
随后，江晨一步踏出，出现在了殿外。当看到江晨的身影从天而降时，四人立刻迎了上来，拜见圣子。萧天都四人齐齐躬身道：“不必多礼。”江晨微微颔首，目光在三人身上扫过，不错，修为都有精进。他能看出这三人都在太阴古墓中获得了不小的好处，道基更加稳固。你们应该已经知晓，我即将动身前往太初道院参加万道茶会。此去太初道院，你四人随我同去，全当历练。江晨没有废话，直截了当道。萧天都等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给弄得一时间没缓过神来。圣子，我们真的可以去吗？宋凝雪的美眸中异彩连连，声音都带上了颤音。青灵河和温燕也是一脸的期待与向往。当然。江晨神色平静，环视他们。是，圣子。四人齐声应道，脸上都带着掩饰不住的激动。他们本就是天骄人物，对于万道茶会这等盛事，自然也是心向往之。从另一角度来说，能够跟随江晨同去，也是他们的机缘。就在江晨安排着一切的时候，一道传讯玉符悄然亮起，是南宫明月的。玉符中没有太多的话语，只有寥寥几句：万道茶会，群雄并起，万事小心，我亦会前往，盼君安。字里行间是藏不住的关切与情谊。江晨看着玉符，脸上露出了一抹柔和的笑意。他也要去太初道院。正好，他回复了一句，便将玉符收起。一切准备就绪。3日后，洪天圣地的山门广场之上，人山人海，众多弟子与江胜天带领来的一众长老都汇聚于此，前来相送。轰隆隆，伴随着9声震天动地的龙吟，那架象征着圣子无上威仪的九龙辇破空而来，悬浮于广场上空。江晨一袭白衣站在龙辇的最前方，神色平静，目光淡漠，俯瞰着下方的一切。在他身后，萧天都等人一个个昂首挺胸，恭送圣子，恭送圣子！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响彻云霄，经久不息。江晨微微颔首，没有多言。他目光一转，望向了遥远的太初道院所在的方向。他的脸上古井无波，但那双深邃的眼眸深处却有着一抹冰冷戏谑的杀机一闪而过。万道茶会，天骄争锋，在他看来，不过就是一场为他专门准备好的韭菜收割宴。那所谓的第一天骄，那个身负乾隆命格的天命之子，此刻应该还在太初道院做着一飞冲天、为兄报仇、执掌天下的美梦吧。可惜袁长风这条所谓的乾隆，等不到画龙腾飞的那一天，就要被他亲手饿死在浅滩之中了。出发，随我喝茶、取宝、碾压。江晨淡淡开口。9条真龙发出一声咆哮，拉动着华丽的龙辇，化作一道璀璨的流光，撕裂天幕，朝着太初道院的方向疾驰而去。太初道院所在的疆域浩瀚无垠，与东域任何皇朝的景象都截然不同。这里没有凡尘俗世的喧嚣，没有帝国疆土的森严壁垒，一座座仙山拔地而起，悬浮在云海之上，彼此之间以虹桥相连，霞光万道，锐气千条，浓郁到近乎化为实质的天地灵气，在这里形成了缥缈的云雾，滋养着无数外界难得一见的奇花异草、灵禽瑞兽。此地便是太初道院，一个独立于所有势力之外，只为培养真正妖孽而存在的修行圣地。九龙辇在刚刚进入太初道院疆域的边缘地带缓缓停下，璀璨的神光收敛，震慑天地的龙吟也归于沉寂。下方是一座无比宏伟的巨城，一眼望不到尽头。城中往来的修士气息个个不凡，甚至不乏7境化神乃至8境大成的强者身影。这里便是太初道院疆域的门户之一望仙城。好浓郁的天地灵气，青灵河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此地的灵气浓度几乎快要赶上一些2流势力的核心区域了。不愧是太初道院，仅仅是外围的一座城池便有如此气象。萧天都眼神凝重，心中战意升腾。江晨的目光却没有在这些繁华景象上停留分毫。定，检测到天命之子袁长风的气运波动，目前坐标望仙城东南角听风楼。听风楼，江晨嘴角露出一抹微笑。他原本打算直接驾驭九龙辇，以最强势的姿态降临道院山门，但现在他改变主意了。江九，江晨淡淡开口。他身后的空间无声的扭曲，江九的身影浮现而出。你在此等候，我回来之前不得妄动。是，圣子。江九恭敬应声，身影再次隐去。江晨转头看向萧天都4人，你们也在此地等候，我下去走走。圣子，我等愿随您同去。萧天都立刻上前一步，神情肃然。此地毕竟是太初道院的地盘，让圣子一人独行，他实在不放心。不必。江晨摆了摆手，
语气不容置喙。话音落下，他的身形便化作一道流光，瞬间消失在天际，只留下萧天都等人面面相觑。江晨径直穿过繁华的街道，朝着城南的方向走去。很快，一座古色古香、高达9层的精致阁楼出现在他们面前，牌匾上龙飞凤舞，写着3个大字：听风楼。此楼是望仙城内最有名的销金窟，也是消息最灵通的地方，能在这里消费的，无一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听风楼内布置得极为雅致，丝竹悦耳，檀香袅袅，往来的侍女个个身姿婀娜，修为不俗。江晨的出现立刻吸引了不少目光。客官，里面请。一名管事模样的中年人立刻迎了上来，目光在江晨身上一扫，心中便是一凛，好惊人的气度，此子绝非常人，找个安静点的位置。江晨随手丢出一袋零食，淡淡开口。管事接过零食，神念一扫，脸上的笑容愈发恭敬。贵客请随我来，7楼正好还有一处临窗的雅座。在管事的引领下，5人来到了7楼。这里视野开阔，可以将大半个望仙城尽收眼底。江晨的目光却落在了斜对面不远处的一方更大的雅间内，那里正有一群年轻人围坐在一起，高谈阔论，气氛热烈。而在那群人的中心，坐着一个身穿月白色长袍、面容俊朗的青年。他面带温和的微笑，气质儒雅，时而举杯，时而颔首，每一个动作都恰到好处，让人如沐春风。定，天命之子袁长风已锁定。系统的提示音在江晨脑海中响起，江晨的眼神瞬间变得幽深起来。那就是袁长风，果然和那个蠢货袁昊天完全是2个极端。他偏移目光，看似落在窗外的云海，实则神念早已将整层笼罩。他没有去看袁长风，但对方的一言一行，在场的每一个人的气息、表情都清晰地呈现在他的感知之中。长风兄，令兄之事，我等亦有耳闻，还请节哀。一名来自不朽世家的公子举起酒杯，试探性开口。此话一出，包厢内的气氛瞬间凝滞了片刻，所有人的目光都下意识看向了袁长风。袁昊天之死早已传遍，在座的自然无人不知，只是谁都没想到会有人在这时主动提起这件杀风景的事。然而袁长风的脸上却看不出丝毫的异样，他只是轻轻放下酒杯，温和的笑容中带上了一点恰到好处的黯然与伤感。多谢道兄关心，兄长他性子刚烈，此番遭遇不测，是我天元皇朝之痛，也是我袁长风之痛。他的声音低沉，充满了真挚的悲戚。那洪天圣地的江晨行事太过霸道狠绝，此仇我天元皇朝必将10倍100倍的奉还。说到最后，他的眼中闪过一抹冰冷的恨意，那恨意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刻骨，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同身受，不由得同仇敌忾起来。没错，那江晨欺人太甚，长风兄放心，若有需要，我等定然不会袖手旁观。区一个洪天纨绔圣子也敢如此猖狂，真当我被无人了吗？一时间群情激愤。袁长风见状，眼中的恨意与悲伤瞬间隐去，他对着众人拱了拱手，脸上又恢复了那副令人信服的儒雅笑容。诸位的好意，长风心领了，此乃我天元皇朝与洪天圣地的私怨，长风不愿将诸位卷入其中。今日我们只谈风月，不论恩仇。他3言2语便将众人的情绪安抚下来，既表达了自身的悲痛与决心，又展现了不愿连累朋友的义气，瞬间将在场所有人的好感度又拉高了一个层次。另一边，江晨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他的脸上露出了一抹饶有兴致的笑容。不得不夸赞袁长风一句，演技爆棚。这袁长风确实比他那个蠢货大哥要有趣太多了，心机、城府、手段一样不缺。明明心中巴不得他大哥早点死，好给自己腾位置，表面上却能做出这副悲痛欲绝、兄弟情深的模样。不仅如此，还能顺势利用这件事，将自身的仇恨转化为笼络人心的资本，将自己的形象塑造成一个有情有义、顾全大局的完美受害者。这份演技，这份心性，妥妥的影帝级别。只可惜他的对手是自己。江晨放下茶杯，起身离去。既然已经亲眼见识了这颗新韭菜的风采，那也就没必要在这里继续浪费时间了。而在江晨离开后不久，听风楼那始终挂着温和笑容的袁长风端着茶杯的手机不可差的微微一顿，他似是无意的朝着江晨离开的方向瞥了一眼，目光深处一道疑虑一闪而逝。方才那一瞬间，他感觉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窥探感，仿佛有一双眼睛在云端之上冷漠注视着自己。但那感觉来得快，去得也快，快到让他以为只是错觉。长风师兄，怎么了？身旁的女弟子见他神色有异，关切地问道。无事。当江晨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九龙撵之上时，
萧天都等人立刻围了上来，脸上写满了关切。圣子，您回来了，可是有何不妥之处？宋宁雪忍不住问道。江晨淡淡一笑，目光扫过众人，没什么，只是提前看了一场戏而已。他的语气轻松写意，像是刚刚真的只是去散心了一般。萧天都等人虽然心中疑惑，但见江晨不愿多说，也便没有再追问。他们深知圣子行事自有其深意。走吧。江晨目光转向前方那片云雾缭绕的仙山，去拜访一下这传闻中第一的修行圣地。他的声音淡淡，却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自信。轰隆隆，随着他话音落下，沉寂的9条真龙再次发出一声震彻天地的咆哮，金色的神光自龙辇之上冲天起，驱散了方圆千里的云雾。那股独属于洪天圣地圣子的霸道绝伦的威仪，在这一刻毫无保留地释放开来。九龙辇化作一道撕裂天穹的金色闪电，不再有任何隐藏，以一种最为张扬、最为高调的姿态，朝着太初道院的山门横冲而去。这突如其来的恐怖动静，瞬间惊动了整个太初道院疆域。听风城内，听风楼，原本还在高谈阔论、推杯换盏的袁长风等人，脸色齐齐一变。他们猛然抬头，看向那道划破天际的璀璨金光，感受着那股熟悉而又令人心悸的气息。这是洪天圣地的九龙辇。一名天骄失声惊呼，眼中满是骇然。是江晨，他竟然来了。另一人声音都在颤抖。九龙辇，洪天圣子，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如今在整个东域代表的就是无上的霸道与张狂。咔嚓，袁长风手中的白玉酒杯在他不受控制的力道下应声碎裂，化为齑粉。他脸上那副温和儒雅的笑容早已僵住，一双深邃的眼眸死死地盯着那道越来越近的金光，眼底深处压抑不住的惊涛骇浪与冰冷杀机疯狂翻涌。江晨，他怎么会来这里？而且是以如此张狂的方式。他来做什么？难道是为了万道茶会？不对，万道茶会还有数日才正式开始，各大势力的队伍此刻最多也只是刚动身，或者还在路上。他绝不可能这么快就到。难道一个让袁长风遍体生寒的念头在他脑海中不受控制地冒了出来？江晨是冲着他来的。这个念头一生出，便再也无法遏制。除了这个理由，他想不出任何其他的解释。长风兄，身旁有人注意到了他的失态，担忧地呼唤了一声。袁长风猛然惊醒，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的惊骇与杀意，脸上又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无妨，只是一时有些惊讶罢了。他缓缓起身，目光幽深地望着九龙辇远去的方向。走吧，既然洪天圣子大驾光临，我等身为道院弟子，理应前去迎接。这好吧。众人虽然觉得此刻的袁长风有些奇怪，但他说的话却在理。一行人当即也化作流光，朝着山门的方向飞去。只是所有人都没注意到，袁长风在转身的刹那，他那藏在袖中的拳头已经攥得指节发白。太初道院山门，这里是一片巨大的白玉广场，广场尽头矗立着一座高达万丈的巍峨牌坊，牌坊上太初二字龙飞凤舞，蕴含着古老磅礴的道韵。此刻广场之上早已聚集了成千上万名被惊动的道院弟子，他们一个个仰着头，满脸震撼地望着天空中那座散发着无尽神威的华丽龙辇。天啊，真的是九龙辇？这就是洪天圣地那位圣子吗？好大的排场，他想做什么？竟敢驾驭龙辇直冲我道院山门，这是挑衅吗？太嚣张了！他以为这里是洪天圣地吗？议论声、惊叹声夹杂着不满与敌意，在人群中此起彼伏。太初道院的弟子无一不是天之骄子，个个心高气傲，他们习惯了受人敬仰，何曾见过如此张狂的姿态？在他们看来，江晨此举无疑是对整个太初道院的蔑视。就在这万众瞩目之下，九龙辇在距离山门牌坊1000丈之外的虚空中缓缓停下，9条真龙盘踞在云端，金色的龙眸俯瞰着下方蝼蚁般的人群，散发出的龙威让许多修为稍弱的弟子只觉得心神俱震，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江晨一袭白衣，负手立于龙辇之前，他神色淡漠，目光平静地扫过下方那一张张或震惊、或愤怒、或不忿的年轻脸庞，嘴角勾起了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来这里不是来交朋友的，他是来杀人的，是来碾压所有所谓天骄的。既然如此，那又何须低调？洪天圣地江晨奉圣主之命前来参加万道茶会。江晨的声音淡淡响起，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楚地传入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他身后，萧天都、宋宁雪等人一个个昂首挺胸，目光锐利，身上散发出的强大气息让下方不少自诩不凡的道院弟子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人群后方，刚刚赶到的袁长风看着那道立于龙首之上的身影，眼神阴沉的几乎要滴出水来。他果然是来参加万道茶会的，但即便如此，这也无法解释他此刻的张狂行径，这根本不符合常理，除非他就是故意在挑衅，在立威。想通了这一点，袁长风的心反而沉静了下来。他没有上前，只是隐在人群之中，冷冷观察着。他想看看，面对江辰这般近乎无理的挑衅，道院的那些长老们会作何反应。面对江辰的自报家门，白玉广场上一片寂静，无数道院弟子都用一种复杂又充满敌意的目光，死死盯着那悬浮于空中的九龙辇。前来参加万道茶会，有这么参加的吗？驾驭着九龙辇，带着滔天威势，横冲直撞到山门口。这哪里是来做客的，分明是来示威的。这股压抑的寂静并未持续太久，一道苍老而又带着几分威严的声音自山门之内悠悠传来。原来是洪天圣地的圣子殿下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话音响起的同时，一名身穿灰色道袍、鹤发童颜的老者自山门后的云雾中缓步走出。他看起来仙风道骨，气息渊深似海，每一步踏出，脚下都有道韵涟漪扩散。正是太初道院负责此次万道茶会接待事宜的道院长老云海真人，一位货真价实的九境圣人。云海长老，是云海长老出来了。见到老者现身，下方骚动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所有弟子都恭敬地躬身行礼。云海真人的脸上挂着一抹和煦的笑容，他抬头看向江辰，目光在华丽的九龙辇和那9条气息恐怖的真龙身上停留了一瞬，眼底深处涌过金芒圣子殿下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云海真人微微颔首，言语间客气有加。老朽以为圣子殿下与洪天圣地的诸位天骄备好了歇脚的仙山洞府，还请圣子殿下一步。他说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然而九龙辇上的江辰却纹丝不动，他只是居高临下的看着云海真人，神色淡漠，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云海真人脸上的笑容微微一滞，随即又像是想起了什么，抚掌一笑。哦，倒是老朽疏忽了。他指了指脚下的白玉广场以及后方那座巍峨的牌坊，声音温和，足以让在场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圣子殿下有所不知，我太初道院有一不成文的规矩，凡入我道院山门者，无论身份高低，皆须落地不行，以示对我道院开创祖师的尊重。此规矩自我道院建立以来，已延续了100万年，从未有人破例。便是其他不朽道统的圣主皇主亲临，亦是如此。还请圣子殿下能够体谅一二，暂收龙辇，与老朽一同步行入内。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点明了规矩，又搬出了100万年传统和圣主皇主来施压。言语间虽客气温和，但那份暗藏的敲打与压迫之意却毫不掩饰。这话一出，下方所有的道院弟子腰杆瞬间挺直了，他们看着江辰，眼神中充满了挑衅与幸灾乐祸。狂啊，你在狂啊！到了我太初道院的地盘，是龙你也得盘着，让你落地不行，已经是给了你天大的面子。人群中的袁长风嘴角也不由自主地勾起了一抹冷笑。这云海真人向来以维护道院规矩而著称，性子古板强硬。江辰若是乖乖照做，那他之前营造出的所有嚣张气焰都将沦为笑柄，瞬间崩塌。可他若是不从，那便是公然挑衅整个太初道院的威严。云海真人乃至道院背后那些真正的老怪物，绝不会坐视不理。无论江辰怎么选，今天他这面子是丢定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江辰的身上，萧天都等人的脸色也变得有些难看。他们没想到对方竟然会用这种方式来给他们一个下马威，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规矩问题，而是2个顶级道统之间的颜面之争。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面对云海真人的规劝，江辰的脸上非但没有丝毫的为难与愤怒，他反而笑了。江辰缓缓开口，这位长老，你似乎搞错了一件事。云海真人眉头微皱，脸上的笑容也淡了几分。不知圣子有何高见？老夫愿闻其详。江辰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缓缓扫过下方那成千上万的道院弟子，最后落在了那座刻着太初2字的巍峨牌坊之上。他的声音陡然变得冰冷，长老，我此来是客，我这九龙辇代表的是我洪天圣地，你若让我下辇不行，便是要让我洪天圣地在你太初道院的山门前低头。请问长老，你太初道院是觉得我洪天圣地应该向你低头吗？这个问题徐长卿怎么敢回答？他若是敢说一个是字，明日2大圣地之间恐怕就要掀起滔天波澜，这个责任他一个区区长老担待不起。他若是说不是，那他刚才以规矩压人的行为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徐长卿的额头渗出了冷汗，脸上的笑容再也无法维持。
他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看起来不过20的年轻人，言辞竟如此犀利，心智竟如此妖孽，一句话就将他逼入了死局。退开，别挡了我的路！轰！何等猖狂！这番话如同一道9天惊雷，在所有人的脑海中轰然炸响，整个白玉广场瞬间陷入了一片死一般的静寂。所有人都被江晨这番话给震得目瞪口呆，大脑一片空白。疯了！这个江晨绝对是疯了。他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知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谁？这可是太初道院，他竟然敢当着一位圣人长老的面说出如此言语。云海真人脸上的笑容终于彻底消失了，一股圣人威压自他体内轰然爆发，直冲天际，与九龙辇的威势轰然对撞。放肆！云海真人怒喝出声，声如雷震。江晨，你莫要以为你是洪天圣子，便可在我太初道院为所欲为。今日你若不遵规矩，落地不行，便休想踏入我太初道院半步。恐怖的威压如同天倾，朝着江晨狠狠压下。他这是要用强硬的手段逼迫江晨就范。然而江晨只是冷冷地看着他。凭你！下一刻，江晨的身后一道鬼魅般的身影无声无息地浮现。放肆！江九沙哑的声音响起，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他只是抬眼朝着云海真人看了一眼。轰隆！一股远超圣人，仿佛来自九幽深渊，足以冻结神魂的和道境大恐怖气息瞬间降临。噗！云海真人脸上的怒容瞬间凝固，他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伟力轰在了他的神魂之上，他整个人如遭雷击，猛地喷出一口鲜血。全场安静，所有太初道院的弟子大脑都彻底宕机，一片空白。他们看到了什么？云海长老可是高高在上，货真价实的9境圣人，竟然被对方身后那个鬼魅般的身影只用一个眼神就震得当场吐血。这怎么可能？那可是圣人啊，是屹立于武道之巅，立于金字塔前列的那一批人啊，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那道黑影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存在？何道境大能？这个念头浮现的瞬间，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寒意席卷了每一个人的身心。他们终于明白，江晨为什么敢如此目中无人，竟是源自此处。这可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源于足以碾压一切的绝对实力。人群之中，袁长风的瞳孔剧烈收缩。何道境？江晨的身边竟然真的跟随着一尊何道境的护道者。袁长风确实听袁苍兰说过，江晨身边有一位何道境的大能。当时他也是半信半疑，认为这种存在即便会为江晨出手1、2次，但绝不可能时时刻刻跟随在他身边为其护道。原本以为自己身负乾隆命格，又在太初道院苦修多年，修为真至8境中期，没了那个何道境的大能跟在身边，江晨根本不足为虑。可现在看来，何其可笑！云海真人捂着胸口，嘴角溢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道袍，他那张仙风道骨的脸上此刻写满了惊骇和难以置信。圣人，他是货真价实的9境圣人，在太初道院，他也是地位尊崇的长老，受万千弟子敬仰。可刚刚仅仅是对方护道人的一个眼神，就让他神魂受创，道基震荡。这怎么可能？那个人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存在？何道境，唯有传说中的何道境大能才能有如此伟力。用一尊何道境大能做护道人，这洪天圣地的手笔未免也太吓人了。这一刻，云海真人心中再无半分维护规矩的强硬，只剩下浓浓的悔意。他想低头，想服软，可话到嘴边却又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口。他代表的是太初道院僵局，一种足以令人窒息的僵局。就在这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气氛中，一道清冷如山涧清泉，却又似天山冰雪的女子声音自山门深处的云雾中悠悠传来，清晰地响彻在每个人耳畔。既是远道而来的贵客，又何必拘泥于俗礼？江圣子，请！这声音仿佛带着一种奇异的魔力，瞬间抚平了现场那股几乎要爆炸的狂躁气息。所有人都感觉心头一松，那股扼住喉咙的窒息感悄然散去。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名身穿素白长裙的女子自云雾缭绕的山门牌坊后缓步走出。她身姿婀娜，步履轻盈，每一步落下，脚下仿佛都有雪莲绽放。一头乌黑的秀发如瀑般垂落，未施粉黛的容颜却胜过世间一切绝色。她的五官精致的宛如上天最完美的杰作，肌肤胜雪，眉如远山，一双眼眸清澈深邃，宛如一汪潭水，不含丝毫杂质。她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冷气质，高贵淡雅，仿佛是折落凡尘的仙子。是姬师姐，姬晴雪师姐，她怎么出来了？天啊，我竟然能亲眼见到晴雪仙子！
下方的人群中瞬间爆发出阵阵低低的惊呼，无数男弟子的眼中都流露出毫不掩饰的爱慕与狂热。姬晴雪，太初道院院长的亲孙女，道院年轻一辈中公认的第一神女，天赋与美貌并存的绝代佳人，她的出现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袁长风隐藏在人群中，当看到姬晴雪的身影时，他那阴沉的眼神深处飞快地闪过一抹炽热与占有欲，但随即便被他完美地掩饰下去。姬晴雪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应，她只是走到了面色难看的云海真人身旁，微微颔首，随后便将清冷的目光投向了九龙辇之上的江辰。四目相对，江辰的脸上立马就浮现出一抹欣赏的笑意。他看着姬晴雪，缓缓开口：“早就听闻太初道院晴雪仙子风华绝代，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面对江辰这近乎直白的赞美，姬晴雪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波动。她那双清澈的眼眸平静无波，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江圣子过誉了。”他的语气客气又疏离，不带丝毫情绪。道院已为圣子备好居所，请随我来。说罢，他便直接转身向山门内走去，竟是没有再多看江辰一眼。对此，江辰也没有在意他的冷漠，甚至他嘴角的笑意还更浓了几分。有意思。他目光一转，扫了一眼下方那些神色各异的道院弟子，最后落在那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的云海真人身上。他没有再多说什么，目的已经达到了。走。他淡淡开口，九龙辇再次启动，没有丝毫停顿，跟随着姬晴雪的身影，在一众道院弟子或是敬畏，或是嫉妒，或是愤恨的复杂目光中，堂而皇之的穿过了那座象征着太初道院无上威严的巍峨牌坊。就在九龙辇与姬晴雪擦肩而过的一瞬间，江辰的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响了起来。叮，检测到天命之女，姓名姬晴雪，身份太初道院院长孙女，修为七境化神巅峰，天命机缘与天命之子袁长风拥有宿命姻缘，受天道气运庇护，未来将助其登临帝位，母仪天下。原来如此，天命之女和袁长风的宿命姻缘官配。江辰的眼神瞬间变得玩味起来，他侧过头看着前方那道清冷孤傲的白色背影，又看了一眼还在下方脸色十分复杂的袁长风。江辰脸上的笑容愈发变得意味深长。他此前还在想袁长风凭什么能一飞冲天，现在看来这姬晴雪便是他化龙的关键之一。现在江辰对于这场所谓的万道茶会是越来越期待了。他不仅要割韭菜，现在还要抢人了。在姬晴雪的引领下，江辰一行人穿过了层层云海，正式踏入了太初道院的疆域。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入目所及是一片更为广袤的天地，上万座仙山悬浮于云海之间，每一座都神光缭绕，更有成千上万的年轻弟子驾驭着各式法宝灵禽在仙山之间穿梭往来。好一处洞天福地。萧天都看着眼前的景象，忍不住发出一声由衷的赞叹。即便是洪天圣地的山门，与此地相比，似乎也少了几分飘渺出尘的仙韵。宋凝雪、青灵河和温燕三人同样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他们能清晰地感知到，这里的每一寸空气中都蕴含着浓郁到极点的天地灵气，在此地修行一日，几乎能顶得上在外界苦修10日。江辰的目光平静地扫过这一切，神色间却无多少波澜。再好的福地，在他眼中也不过是一座更大一点的韭菜园子罢了。姬晴雪始终走在最前方，一言不发，清冷的气质与周围的仙境完美融合。他似乎并不在意江辰等人的震撼，只是专心引路。沿途无数道院弟子都注意到了他们这一行。当看清是姬晴雪亲自为那霸道张狂的洪天圣子引路时，所有人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各种猜测与议论声在他们之间悄然传递。那是何人？看起来倒是人模狗样的，怎么晴雪仙子竟甘愿为其亲自带路？嘘，小声点，你没听说吗？这是洪天圣地的圣子江辰，刚才在山门口，云海长老都被他护道人一眼重创了。什么？真的假的？那可是圣人啊，千真万确。他那护道人是一位和道境的大恐怖。我的天，怪不得连晴雪仙子都亲自出面了，原来是来了这么一尊大佛。对于这些议论，江辰充耳不闻，反倒是他身后的温燕听着周围那些男弟子对姬晴雪的爱慕之语，又看了看并肩而行的江辰和姬晴雪，忍不住凑到青灵河耳边，挤眉弄眼的低声道：“你看，圣子和这位晴雪仙子在一起，像不像一对神仙眷侣？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青灵河白了他一眼，没有搭理这个不正经的家伙。很快，姬晴雪便将他们带到了一座尤为秀丽挺拔的独立仙峰之前。这座仙峰孤悬于一片广阔的云海之上，
灵气最为浓郁，几乎化作了实质的灵雾，缭绕在山腰。峰顶之上，宫殿连绵，此风名为揽月峰。姬晴雪停下脚步，清冷的声音响起：在万道茶会结束之前，这里便是江圣子与诸位在道院的居所。峰内一切用度皆已备好，若有其他需要，可随时通过峰内的传讯法阵告知于我。他的安排可谓是周到至极，给足了洪天圣地的面子。这既是在弥补之前山门口的冲突，也是在彰显太初道院作为东道主的气度。有劳晴雪仙子了。江晨微微颔首，淡然笑道：分内之事。姬晴雪依旧是那副清冷的模样，对着江晨略一颔首，便道：圣子若无他事，晴雪便先行告退了。说罢，他便化作一道流光，毫不留恋地消失在天际。啧啧，真够冷的。温燕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摸了摸下巴，江晨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转身看向萧天都四人：你们先自行安顿下来，熟悉一下环境。此地灵气充裕，对你们的修行亦有好处，这几日便在此好生修炼。是，圣子。萧天都四人齐声应道。他们深知此地不同于圣地，处处藏龙卧虎，行事必须谨慎。在将四人打发走后，江晨信步走入了揽月峰主殿。大殿之内空无一人，他神色平静，心念一动，系统以我为中心，扫描整个太初道院，将所有可能成为元长峰机缘的地点全部标记出来。定，指令收到，正在进行全景扫描。扫描范围：太初道院全境。扫描开始，预计耗时10息。江晨闭上了双眼，下一瞬，一幅无比庞大、无比精细的立体神念地图在他的脑海中缓缓展开。地图之上，整个太初道院的亿万里山河、无数仙山洞府都以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清晰地呈现出来。一个个或明或暗的光点开始在地图上不断浮现，每一个光点都代表着一位气韵不俗的天骄人物。其中有2团光芒最为炽盛耀眼，宛如2轮悬于黑夜中的皓月。一团位于道院核心区域的一座皇宫般的建筑群内，光芒呈现出紫金色，正是天命之子元长峰。另一团则在不远处的一座清雅幽静的仙谷之中，光芒呈现出纯白色，正是刚刚离去的天命之女姬晴雪。除了这2人之外，地图上还分布着大大小小数10个光点，这些都是太初道院自身培养的，或者从各大势力前来求学的顶尖天骄，简直就是一片等待收割的茁壮成长的韭菜地。江晨的嘴角露出了满意的弧度，紧接着地图之上又浮现出了10几个闪烁着不同颜色光晕的特殊标记。定，扫描完成，已标记天命之子元长峰，坐标天元别院；已标记天命之女姬晴雪，坐标落仙谷；已发现高价值机缘地点：1、太初剑种，疑似蕴藏一缕太初剑意，与天命之子元长峰机缘相关。2、太初道碑，内含3000大道烙印，观之可悟道，与天命之女姬晴雪机缘相关。3、轮回池，可洗炼道基，淬炼神魂，为元长峰突破境界的关键机缘。4、藏经阁第7层，存放有残缺地经、虚空真解，等待元长峰获取。5、一连串的机缘信息清晰罗列在江晨的眼前。看着这份详细到极点的寻宝图和韭菜分布图，江晨脸上的笑意更浓了。这太初道院对他而言，简直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不错，不错，这次万道茶会，哎，对了，江晨的脸上满是笑容。他来这里割元长峰是主要，但这些附带的机缘自然也不能放过他要的是连锅端。若是能将这太初道院积攒下来的气运一并带走，江晨也是很乐意做一做的。他收回心神，目光投向远方。元长峰现在应该在思考着如何对付我吧。江晨有些好笑，轻声自语道。次日清晨，太初道院传道广场，这里是道院弟子日常听长老讲经论道的地方。一座巨大的白玉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尊开山祖师的雕像，气势恢宏。此刻广场上早已聚集了不少弟子，三三两两，或坐而论道，或切磋术法，一派仙家气象。而广场一角，一株巨大的悟道古树下，更是围拢着一大群人，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一道身影。那人一袭月白长袍，面容俊朗，气质儒雅，正是元长峰。他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正与周围的师兄弟们谈笑风生，风度翩翩，引得不少路过的女弟子频频侧目。昨日江晨驾临山门，强势入住揽月峰的消息早已传遍了整个道院。元长峰身为江晨的死敌，自然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不少与他交好的弟子都过来旁敲侧击，想要探寻他的态度。长风师兄，那江晨欺人太甚。昨日在山门，
竟敢让云海长老下不来台，简直不把我太初道院放在眼里。没错，若非姬师姐出面，恐怕他还要更加张狂。长风师兄，此辽是你兄长大仇，如今又在我道院如此嚣张，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理。众人义愤填膺，言语间充满了对江辰的敌意与对袁长风的支持。袁长风听着众人的话，脸上的笑容不变，只是眼中闪过一丝恰到好处的凝重与感激。他对着众人拱了拱手，声音温和却有力：诸位师兄弟的好意，长风心领了。江辰此人确实狂傲霸道，目中无人，但他话锋一转，叹了口气。他毕竟是洪天圣地的圣子，代表的是洪天圣地的脸面。如今万道茶会即将召开，我等身为东道主，若是在此时与他爆发冲突，恐会落人口实，影响道院声誉。至于我兄长之仇，他的眼中闪过一抹刻骨的悲痛与冰冷的杀意，但很快便被他压下。此乃我与他之间的私怨，长风自会寻机了断，绝不连累诸位。一番话说得有理有据，顾全大局，又彰显了自身的担当与决心。瞬间，周围众人看他的眼神愈发敬佩，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天骄领袖。心胸、气度、格局，与那嚣张跋扈的江辰比起来，简直是云泥之别。就在众人对袁长风大加赞赏，对江辰愈发鄙夷之时，忽然，广场的另一头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所有人下意识地转头望去，瞳孔都是猛地一缩。只见一人正朝着这边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此人一袭白衣，纤尘不染，面容俊美，嘴角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淡笑。不是江辰，又是谁？他怎么会来这里？整个广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那道缓缓走来的白衣身影上，气氛变得无比微妙。茶树下的袁长风脸上的笑容有那么一瞬间的僵硬，他死死盯着那个向他走来的人，藏在袖中的拳头瞬间攥紧。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这一刻，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杀意，想要立刻出手，将眼前这张挂着淡笑的脸彻底撕碎。但他不能。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将翻涌的杀机压回心底最深处，脸上再次挤出了那副温和儒雅、令人如沐春风的笑容。在所有人紧张的注视下，袁长风竟然主动站起身，迎着江辰走了过去。江兄，袁长风率先开口，脸上带着真诚的微笑，就好像袁长风他现在见到的不是杀兄仇人。昨日听闻江兄驾临道院，长风俗事缠身，未能前去拜会，还望江兄海涵。这一幕直接把周围所有人都看傻了。什么情况？长风师兄这是在主动示好？这还是那个扬言要10倍、100倍奉还的袁长风吗？他们预想过无数种可能，或是怒目而视，或是大打出手，却唯独没有想到袁长风竟然会主动上前，彬彬有礼地打招呼。然而接下来江辰的反应更是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只见江辰停下脚步，微微侧过头，用一种带着几分疑惑和茫然的目光上下打量了袁长风一番，随即他眉头微蹙，淡淡地问道：你谁？轰！这简简单单的2个字却像是一记无形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袁长风的脸上。他的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广场之上一片哗然，所有道院弟子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江辰。不认识？你竟然说不认识袁长风师兄？这怎么可能？你前不久才宰了人家的兄长，现在却说不认识人家，这是何等的羞辱，何等的蔑视！袁长风只觉得一股血气直冲脑门，英俊的面庞涨得通红，又在瞬间化为铁青。奇耻大辱！他强忍着当场暴走，将江辰碎尸万段的冲动，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样。江圣子真是贵人多忘事。在下天元皇朝袁长风。他特意加重了天元皇朝4个字，似乎在提醒江辰他们之间那血海深仇。哦，江辰闻言这才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他上前半步，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奇事物一般，围着袁长风转了一圈。原来你就是袁昊天那个蠢货的弟弟啊！他点了点头，随即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笑容。江辰停下脚步，所以你找我所谓何事？要替你兄长报仇？所有人的心瞬间又提到了嗓子眼。来了，正题来了。然而袁长风接下来的话却再次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爱修是争锋，大道无情，生死本就各安天命。袁长风强压心中怒意，一脸痛心疾首地说道：我王兄他性情刚烈，技不如人，陨落在江兄手中，虽是我天元皇朝之痛，但终究是逝者已逝，长风无话可说，只希望江兄日后能手下留情几分，莫要再造杀孽了。一瞬间，袁长风在周围一众道院弟子心中的形象再度拔高了好几个层次。天啊，长风师兄真是，我哭死！
面对杀兄仇人，竟还能如此克制与大度，此等胸襟，我辈楷模啊！听着周围传来的赞叹声，袁长风的眼底满是得意。阳谋，这就是他的阳谋。江辰看着袁长风这番影帝级别的表演，心中冷笑不止。袁长风，早就听闻你心胸宽广，乃当世人杰，今日一见，方知闻名不如见面。袁昊天的死，我一时十分痛心，若非他苦苦相逼，我又怎会忍心下此杀手？你能如此深明大义，我倒是对你有些佩服。江辰一边说着，一边还重重拍了拍袁长风的肩膀。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周围的一众弟子彻底看傻了，他们感觉自己的脑子已经完全不够用了。这两人难道已经冰释前嫌了？随着江辰那道白衣身影不紧不慢地消失在广场尽头，那股笼罩全场的诡异气氛才终于被打破，留下来的是满地惊掉的下巴，还有无数道投向袁长风的既同情又敬佩，既费解又震撼的复杂目光。长风师兄，这……有人想说些什么，却发现喉咙干涩，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他们脑子里还回荡着刚才那番匪夷所思的对话。杀兄仇人见面，不仅没有刀剑相向，反而互相体谅，彼此佩服。这究竟是何等的心胸，何等的格局？尤其是袁长风面对江辰那般近乎羞辱的话，竟还能保持风度，甚至说出生死各安天命的言语。袁长风脸上依旧挂着那温润如玉的笑容，他对着周围的师兄弟们再次拱了拱手。诸位，今日之事还望莫要外传，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纷争。他的声音依旧平和。江圣子既已不计前嫌，我等身为东道主，更应展现我道院气度。说完，他便不再多言，转身朝着自己的居所走去。他的背影依旧挺拔，步履沉稳，在众人敬仰的目光中充满了高山仰止的气度。然而没有人看到，在他转身的那一刻，那张温和儒雅的面孔便已扭曲的不成样子。不计前嫌，去他的不计前嫌！江辰那个杂碎，他根本是在玩弄，是在羞辱。他把自己当成了什么？袁长风走得不快，因为他需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去维持表面的平静。他能感受到背后那些崇敬的目光，这曾是他最享受的东西，但此刻却像一根根刺一般，终于天元别院那高大的门庭出现在眼前。他推门而入，在身后两名侍从关上大门的瞬间，砰！袁长风脸上所有的伪装轰然破碎，他一拳狠狠地砸在了庭院中一座由千年寒玉雕琢而成的假山之上。咔嚓！坚硬无比，足以抵挡道法轰击的寒玉假山，在他的拳下，蛛网般的裂纹瞬间蔓延，而后轰然爆碎，化作漫天冰屑。啊啊！压抑到极致的咆哮终于从他的喉咙深处爆发出来，他双眼赤红，青筋在额角暴起。江辰，江辰！袁长风一字一顿地嘶吼着这个名字。他一脚将满地的冰屑踢飞，转身又是一拳，将旁边一棵需要蜀人合抱的陵墓从中生生打断。轰隆！华美的庭院瞬间一片狼藉，两名侍从早已吓得跪倒在地，浑身颤抖，连头都不敢抬。他们从未见过那个永远温文尔雅、待人如沐春风的袁长风，竟会有如此失态的一面。发泄了许久，袁长风才终于停了下来。他胸膛剧烈起伏，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呼呼！袁长风缓缓闭上眼，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江辰此人心性之诡谲，手段之狠辣，远超他的想象。继续玩弄心计，自己只会被他羞辱得体无完肤。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了他。万道茶会。袁长风睁开眼，眸中血色褪去，只剩下刺骨的冰寒。我等不了那么久了。另一边，揽月峰与袁长风那边的暴怒截然不同，这里是一片悠然闲适。江辰坐于主殿前的白玉栏杆旁，手中端着一杯刚刚沏好的鲜茶，目光悠然地望着云海翻腾。萧天都等人站在他身后，神色间还带着几分未曾消散的震撼与不解。圣子，那袁长风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温燕终究是没忍住，晃着手中的桃花扇，满脸困惑地问道。广场上的那一幕，他们几人也已经知晓，实在是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畴。江辰抿了一口茶，淡淡一笑。他想当一个受人敬仰的君子，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对付我，只可惜他放下茶杯，他挑错了对手。萧天都若有所思，他想借势，借太初道院的事，借悠悠众口的事。一旦圣子与他发生激烈冲突，无论对错，我们都会在声誉上落入下风。不错，江辰赞许地点了点头。可惜他高估了名声的作用。众人闻言，嘴角不由得微微抽搐。能说得如此理直气壮、风轻云淡的，普天之下恐怕也只有自家圣子了。那我们接下来，宋凝雪问道。等。江辰吐出一个字。等。不错，等他自己露出破绽。
江辰的目光望向道院深处，眼神变得意味深长。打发走萧天都等人后，江辰独自一人回到殿内。他心念一动，那熟悉的系统光幕便在眼前展开。姓名：姬晴雪，身份：太初道院院长孙女，修为：七进化神巅峰，天命机缘，与天命之子袁长风拥有宿命姻缘。江辰的目光落在了姬晴雪那张清冷绝美的画像上。加一把火吗？他轻声自语，指尖在光幕上轻轻一点。很快，关于姬晴雪更为详细的信息便罗列了出来，其中一条引起了江辰的注意。日常习惯，每日会独自前往静心湖畔弹奏古琴问心。静心湖畔弹琴，江辰的嘴角缓缓勾起了一抹笑容，这简直是送到嘴边的机会。还有什么比夺走袁长风命中注定的女人更能让他疯狂的呢？系统，江辰心中默念，能不能兑换琴道法则感悟？要最高等级的。定，有的。宿主，有的。请问宿主是否现在兑换？兑换成功后自动扣除相应反派点数。兑换。定，兑换成功，正在为宿主灌顶。轰！一股浩瀚如海、玄奥到极致的信息洪流瞬间涌入江辰的脑海，无数的音符，无数的曲谱，无数关于阴之大道的至高理解，在这一刻尽数融入他的神魂，融会贯通。从指法技巧到意境升华，再到以音律引动天地法则的无上妙法，不过短短一瞬之间，江辰已然成为这世间当之无愧的琴道第一人。他缓缓睁开眼，眸中仿佛有亿万星辰生灭，最终归于平静。他抬起手，修长的五指在空中轻轻拂过，没有琴，却仿佛有天地间最美妙的仙音在指尖流淌。姬晴雪，江辰的目光看向窗外，他信步走出大殿，身影一闪，便化作一道流光，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原地。太初道院静心湖，此湖并非天然形成，而是由一位上古大能以无上法力截取了一段天河之水炼化而成。湖面澄澈如镜，不起丝毫波澜，倒映着天穹的流云与星辰，美轮美奂。湖心有一座白玉小亭，此刻亭中正坐着一道绝美的身影。姬晴雪一袭素白长裙，静静地坐在亭中，身前横放着一架古朴的七弦琴。她乌黑的秀发如瀑般垂落，未施粉黛的容颜清冷如霜。她每日都会来此弹琴，这既是修行，也是她唯一能够让内心获得片刻宁静的方式。作为太初道院院长的孙女，身负绝顶天赋，她从出生起便活在无数的目光与期望之下。她需要时刻保持完美，保持强大，保持那份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冷。只有在这琴音之中，她才能卸下所有伪装，与自己的内心对话。纤细白皙的玉指轻轻搭在琴弦之上，叮，一声清越的琴音如玉珠落盘，骤然响起，打破了湖面的宁静。紧接着，悠扬而又带着几分清冷的旋律便从她指尖缓缓流淌而出，正是那首《问心》。琴音袅袅，初时如山涧清泉作响，带着一股远离尘嚣的淡泊。渐渐的，琴音转急，似有风雪来袭，那股深入骨髓的清冷与孤寂几乎要透体而出，让闻者心寒。他将自己的道、自己的心境尽数融入了这琴音之中。就在他沉浸于自己的世界时，一道身影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湖畔。来人一袭白衣，负手而立，正静静地望着庭中的他，脸上带着一抹专注的聆听之色。正是江辰。姬晴雪的眼睫微不可察地动了一下，琴音却未有丝毫紊乱。他认出了他，这个行事霸道张狂，却又心思深沉如海的洪天圣子。他来这里做什么？姬晴雪心中暗自警惕起来，但并未理会，依旧专心弹奏着自己的乐曲。在他看来，江辰多半也和那些慕名而来的追求者一样，是来刻意接近他的。对于这种人，无视是最好的应对方式。江辰也确实没有打扰他，他就那么静静地站着，直到一曲终了，余音绕梁，久久不散。弹得好！清脆的掌声在寂静的湖畔响起。江辰脸上带着欣赏的微笑，缓步踏上连接湖心亭的玉石长桥。晴雪仙子的琴艺果然名不虚传，令人闻之忘俗。她的声音温和，语气听起来也是真诚无比。姬晴雪缓缓抬起青眸，目光落在走来的江辰身上，眼神平静无波，语气更是淡漠疏离。江圣子谬赞了，此地偏僻，不知圣子来此是有何要事？他的言语中带着明显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淡。江辰仿佛没有听出他话中的疏离，依旧保持着那如沐春风的笑容。他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而走到了亭边，目光落在他身前的古琴上。此琴名为千霜，乃上古冰蚕丝为弦，万年梧桐木为身，是不可多得的仙品。仙子刚才弹奏的乐曲技法以真化境，无论何处都精准无误，堪称完美。
江澄侃侃而谈，对他的情和技法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姬晴雪黛眉微蹙，这些话他听过太多次了。每一个试图接近他的男子都会事先做足功课，用这些华而不实的言语来讨好他。眼前这个江澄看来也未能免俗，他心中的最后一丝好奇也随之消散，正欲开口送客，然而江澄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准备好的言辞尽数卡在了喉咙里。只听江澄话锋一转，语气中带上了一丝惋惜，只可惜技法虽完美，意境却有缺，仙子的琴音有形却无魂。姬晴雪的瞳孔猛地一缩，江澄没有看他，只是望着平静的湖面，声音悠悠。琴音为心声，而仙子的琴音虽完美，却独独少了情。情非指男女之情，也可为天地万物芸芸众生之情。你的心太冷太高了。江澄的这一番话在姬晴雪的心湖中轰然炸响，他那万年冰封一样的脸上也是露出了少许震惊的神色。他的心太冷太高了，这个问题他的爷爷太初道院的院长也曾对他说过，但那只是模糊的提点，从未有人能像江澄这般一语中的，将他琴道中最大的桎梏如此清晰如此锐利的点出来。他怎么会懂？姬晴雪看着眼前这个面带微笑眼神深邃的男子，忽然间感觉自己有些看不透他了。莫非江圣子也懂情？姬晴雪下意识的就问道。略懂一二。江澄淡然一笑，仙子可否借琴一用？姬晴雪鬼使神差的竟没有拒绝，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江澄，微微颔首。江澄走到姬晴雪身旁坐下，修长的手指轻轻搭在了那古朴的琴弦之上。他没有立刻弹奏。好琴。江澄缓缓闭上了眼睛，下一瞬他动了，一声与姬晴雪截然不同的琴音骤然响起，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温度。紧接着琴音流转，时而如春风拂面，时而如夏日惊雷，时而如秋叶飘零，时而又如冬日暖阳。姬晴雪彻底呆住了，她痴痴看着那个闭目弹琴的白衣男子，在他的琴音里，她听到了悲欢离合，听到了爱恨情仇，听到了那被他一直摒弃在外的滚滚红尘。原来这就是情，原来他的道从一开始就错了。他追求极致的纯粹与清冷，却也因此将自己的心关进了一座冰冷的囚牢。一曲终了，江澄的手指轻轻按在琴弦上，止住了最后的余韵。整个镜湖一片死寂，姬晴雪依旧坐在江澄身旁一动不动，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眸中第一次出现了迷茫、挣扎与前所未有的剧烈波动。许久，他才找回自己的声音，艰涩的开口：你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江澄睁开眼，看着他那副失神的模样，微微一笑：无名。姬晴雪看着江澄，眼神无比复杂。多谢江圣子指点迷津。说罢，他就站起身，对着江澄盈盈一礼：仙子无需客气。江澄坦然接受了姬晴雪的这一礼。心中有天地，指下便有山河；心中有爱恨，指下便有悲欢。仙子天资绝世，道心通明，只是过于追求无情，反而落了下乘。江澄也缓缓站起身，负手而立：破开辛劳，方见天地。今日叨扰了，告辞。话音落下，他便再次化作一道流光，飘然远去，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只留下姬晴雪一人呆呆的在庭中反复咀嚼着他说的那些话。破开辛劳，方见天地。他的眼神变幻不定，许久，他望着江澄离去的方向，悠悠一叹。而另一边，离去的江澄脑海中却是收到了系统的提示：丁，天命之女姬晴雪对宿主改观，好感度上升。丁，天命之女姬晴雪的人生轨迹发生偏移。接下来的数日，太初道院内悄然流传起了一些奇异的传闻。有人说曾看到那位风华绝代的晴雪仙子在静心湖畔与红天圣子江澄并肩而立，相谈甚欢。也有人说在道院的藏经阁中见到江澄与姬晴雪一同探讨古卷，两人时而低语，时而展言。更有人信誓旦旦表示亲耳听到了从揽月峰传出的绝世琴音，那琴音时而高亢，时而温婉。这些传闻有真有假，被弟子们添油加醋，传得神乎其神。一时间，整个道院对于江澄的看法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甚至已经有不少人开始私下里议论，这位红天圣子与他们道院的第一神女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至于那位被誉为东域年轻一代第一人的袁长风师兄，则似乎被很多人遗忘了。这些流言蜚语自然也传到了当事人的耳中。天元别院，砰！一只名贵的琉璃盏被狠狠摔在地上，四分五裂。
袁长风面色铁青，听着手下传回来的最新消息，胸中的妒火与杀意几乎要凝成实质。江晨，姬晴雪，好得很。他咬牙切齿，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他本以为江晨只是想在言语上羞辱他，他万万没有想到，江晨的手段竟是如此的阴狠毒辣。姬晴雪不仅仅是他心仪的女子，是他未来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袁长风更是早早就将她视为敬意。可现在，这个本该属于他的女人，却在和他的生死大敌上演着一幕幕琴瑟和鸣的戏码。殿下息怒。侍从跪在地上，战战兢兢说道：“这些或许只是谣言，当不得真。”谣言？袁长风发出一声冷笑，眼中满是暴戾。无风不起浪，若非姬晴雪对他另眼相看，这些谣言又岂会传得如此之快？他很清楚姬晴雪的性子何等清冷孤傲，若非他自己默许，谁敢编排他和任何男子的闲话？袁长风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即将暴走的情绪。不行，他必须要做些什么。他要让所有人，尤其是姬晴雪看清楚，谁才是这年轻一代真正的第一人，谁才是他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就在袁长风心中杀机翻涌，思索着对策之时，太初道院之外的天际开始变得越发热闹起来。轰隆隆，一架由9头神俊无比的九尾天狐拉动的华丽宝辇撕开云层，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带着一股魅惑众生的妖异气息缓缓驶来。是古世家的人到了。天啊，九尾天狐拉车，好大的手笔！紧接着，另一侧的天穹金光大放，一艘由黄金浇铸而成的巨大战船横空而至，船身之上雕刻着无数神魔战纹，散发着磅礴的黄道龙气。大前皇朝，是太子银无道亲至。而后又有古老的青铜战车碾过虚空，有乘坐着五色神鹿的仙门圣女飘然而至，有一叶扁舟承载着绝世剑客破空而来。万道茶会终于临近，各域各大不朽道统、顶级世家、无上皇朝的年轻天骄们开始陆续抵达太初道院。一时间，道院上空宝光冲天，神威浩荡，无数强大的气息交织碰撞。而在众多到来的势力中，一艘通体由月光神域打造，悬挂着南宫2字的皎洁仙舟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仙舟停稳，一道绝美的身影自其中缓步走出。女子一身淡蓝色的纱裙，身姿高挑婀娜，一头乌黑的长发简单的用一根玉簪束起，肌肤胜雪，五官精致的找不出一丝瑕疵。正是江晨的未婚妻，南宫世家的长女南宫明月。是南宫仙子，她竟然也来了。这下可有好戏看了。红天圣子江晨的未婚妻到了，却听闻她正与我们道院的晴雪仙子交往甚密。无数道目光瞬间聚焦在了南宫明月的身上，充满了好奇、惊艳以及一丝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期待。南宫明月对于周围的目光与议论恍若未闻，她那双清冷的美眸平静地扫过这片仙家圣地，最后落在了那座最为醒目的孤悬于云海之上的揽月峰。他的眼神深邃如星空，让人看不出喜怒。小姐，他身旁的一名侍女有些担忧地低声道：“道院里有些关于江圣子的传闻，您无妨。”南宫明月淡淡地打断了他的话：“先去住处吧。”他的语气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但那名侍女却知道，南宫明月越是平静，心中便越是在意。揽月峰，江晨自然也感知到了外界的动静，尤其是南宫明月那道熟悉而又清冷的气息。他缓缓露出一个笑脸。明月也到了，他正想着，一枚传讯玉简便破空而来，悬浮在了他的面前。江晨伸手接过，神念探入，玉简中浮现出一行龙飞凤舞，充满了自信与热忱的字迹。红天圣子江晨轻启：“江兄，一别数日，甚是想念。长风于3日后在天道峰举办论道小会，诚邀江兄大驾光临，与各域同道切磋交流，增进情谊。长风扫榻以待，静候佳音。”鸿门宴吗？江晨看着玉简上的内容，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萧天都等人也凑了过来，看到内容后神色皆是一礼。圣子，这袁长风恐没安好心。萧天都沉声道，他在此刻设宴，便邀各路天骄，明显是想在众人面前找回些场子。没错，温宴也难得正经起来，他这是想借各大道统天骄的事来压我们。这宴会绝对去不得。这孙子对圣子您怀恨在心，现在指定憋着坏呢。江晨闻言却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他将玉简随手抛开，缓缓起身，目光望向天元别院的方向。去，为何不去？他辛辛苦苦为我搭好了舞台，请来了这么多观众，我若是不去，岂不是太不给他面子了？江晨转身看向身后神色各异的众人，语气平淡：他想玩，我就陪他玩。
他想借我立威，我就踩着他的脸到更高的位置。他主动把脸伸过来让我打，这样的好事我岂有不去的道理。3日后，天道峰，此峰乃太初道院核心主峰之一，山势雄奇，直插云霄。峰顶之上更是有一块浑然天成的巨大平台，传闻乃是上古时期有大能在此讲道，天降甘霖，地涌金莲，使得此地道运天成，玄妙非凡。今日的天道峰更是前所未有的热闹。峰顶平台之上，琼楼玉宇早已搭建完毕，仙雾缭绕间，灵果佳酿陈列于一张张白玉案几之后，一众侍从站立两侧，静候贵客。这便是袁长风举办的论道小会。说是小会，可这排场，这阵仗，分明就是一场汇聚了东域乃至其他各域顶尖天骄的盛会。天际之上，华光不断。轰！一头通体燃烧着金色烈焰的黄金狮子脚踏虚空而来，背上端坐着一名身穿赤金战甲、气息狂放霸道的青年，他目光如炬，所过之处空气都为之扭曲。大眼圣地的圣子金烈阳，有人惊呼出声，认出了来者的身份。紧接着一声清亮的凤鸣响彻云霄，一辆由青鸾拉动的华美车驾破开云层，车驾旁一名身着宫装、气质高贵典雅的女子凭空而立，正是紫薇皇朝的公主赵灵玉。随后古刹无相寺的首席弟子静心脚踏一朵金色莲台，宝香庄严，佛光普照。上古龙族的鳌牙身形魁梧，龙威凛冽，一双树瞳扫视全场。太一圣地的圣女叶希禾白衣胜雪，气质超然，犹如一朵不染凡尘的雪莲，悄然落座。合欢宗圣女于妹儿则是脸部款款，媚态天成，一颦一笑都引得无数男修心神摇曳。他目光流转，在看到叶希禾时，脸上露出了一个若有若无的笑意。一时间，天道峰上群星璀璨，龙蛇并起。这些平日里任何一个出现都能引动一方风云的绝代天骄，此刻齐聚一堂。作为主人的袁长风，此刻一袭锦绣长袍，面带春风和煦的笑容，在场中不断穿梭，与各路天骄谈笑风生，尽显东道主的风度与气派，引来无数赞叹。他很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长风兄今日之盛会，可谓是群星璀璨，万古罕见啊！金烈阳大笑着走来，声音洪亮：“金兄谬赞，诸位道友肯赏脸光临，是长风的荣幸。”袁长风拱手回礼，笑容真诚。期间，他的目光时不时会扫向揽月峰的方向，他在等那个他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的人。就在此时，全场忽然一静，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望向了同一个方向。只见远处天际，一道白衣身影正不紧不慢地踱步而来。他没有驾驭任何法宝灵琴，就那么一步步踏在虚空之上，每一步落下，脚下都仿佛有无形的道韵涟漪荡漾开来。白衣胜雪，俊朗非凡，除了江辰，又还能是谁？他身后，萧天都、宋宁雪、青灵河、温燕四人蓦然跟随。来了，他果然来了。袁长风脸上的笑容有那么一瞬间的凝固，但很快就恢复如常，甚至变得更加热情真诚。江兄，你可算来了，长风在此，可是等候多时了。他主动迎了上去，姿态放得极低。此人是谁？好强的气场，明明没有动用任何威压，却让我感到一阵心悸。这就是那个敢当众折辱云海长老，逼得袁长风隐忍至今的洪天圣子。窃窃私语声在人群中响起，每个人的眼神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情绪，有忌惮，有好奇，有敌视，亦有不屑。周围的天骄们目光各异，金烈阳眼中战意升腾，鳌牙的树瞳中满是愤恨，叶希禾的目光清冷，而于妹儿则是美眸中有些复杂，随即干脆偏过头去，不去看江辰。江辰停下脚步，看着满脸热情的袁长风，笑了。如此盛情，我又岂能不来？他目光扫过全场，淡淡道：“今日这么大的场面，倒是好大的手笔，想必是花了不少心思吧？”这平淡的语气却让袁长风心中一滞，他总觉得江辰的话里藏着一股说不出的嘲弄。江兄说笑了，大家都是同道，今日齐聚一堂，正该交流互勉。长风花再多的心思都是值得的。袁长风强压下心中的不快，笑着迎手道：“江兄，请上座。”然而就在此时，一道清冷如月华的身影也自远处飘然而至。来人一袭素白长裙，容颜绝世，气质清冷，正是姬晴雪。她的出现瞬间又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无数爱慕的眼神齐齐投向了这位太初道院的第一神女。袁长风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他立刻撇下江辰迎了上去：“晴雪，你来了。”他的声音温柔的几乎要滴出水来：“我特意为你留了位置，就在我身边。”他指了指自己主位另一侧的空位，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谁都知道袁长风一直在追求姬晴雪，今日他在这般盛大的场合做出如此举动，几乎等同于是在向所有人宣示着什么。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姬晴雪清冷的目光只是从他身上一扫而过，甚至没有丝毫停留。他对着袁长风仅仅是淡漠地点了点头，不必了。随后姬晴雪就越过了他，懒得再多说哪怕一个字，随即在全场那有些难以置信的目光注视下，他径直走向了江晨。江圣子。姬晴雪停在江晨面前，那张万年冰封的脸上竟破天荒地露出了一丝极淡的几乎难以察意的笑容。他微微颔首，声音依旧清冷，却不再是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淡漠。今日怕是多有叨扰了。轰！这一幕让整个会场顿时鸦雀无声，气氛也变得微妙起来。特别是袁长风，他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他伸出的手还尴尬地停在半空中。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仪的女人无视了自己的盛情邀请，转而主动去跟自己的杀兄仇人打招呼。那一刻，他只觉得一股滚烫的血气直冲脑门。羞辱！江晨看着面前的姬晴雪，那嘴巴都快咧到天上去了。晴雪仙子客气了。他自然地伸出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指了指自己身旁的位置。仙子若不嫌弃，便坐于此处吧。全场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姬晴雪身上。然后他们便看到了让他们毕生难忘的一幕。只见那位向来清冷孤傲，对任何男子都不假辞色的晴雪仙子，竟是微微颔首，真的就在江晨身旁顺从地坐下了。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的脑海中都浮现了出了两个字：小丑。天道封顶，气氛一时间凝固到了极点，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看向那并肩坐的两人身上。白衣黑发，气质如谪仙的红天圣子，素裙月华，清冷若仙女的道院神女。两人坐在一起，竟是那般的和谐，那般的理所当然。这幅画面对在场的其他人，尤其是那些对姬晴雪心怀爱慕的年轻天骄而言，简直就是一记穿心利剑。而对于袁长风来说，这更是当头重重的一棒。他的脸一阵青一阵白，那双原本温润儒雅的眸子里，此刻几乎都要压抑不住那股杀意与嫉妒。他甚至能感受到四面八方投来的那些目光，充满了同情、怜悯以及幸灾乐祸。他袁长风，太初道院年轻一代公认的第一人，天元皇朝的三皇子，太初道院的核心弟子。他精心准备了这场盛会，便邀各路豪杰，本想借此机会一举奠定自己那无法取代的地位，顺便将江晨彻底踩在脚下。可现在宴会才刚刚开始，他自己却成了全场最大的笑话。袁长风的喉咙里发出一声意义不明的干笑，他缓缓收回将在半空中的手，藏入袖中。他深吸一口气，用尽了一辈子的自制力，才没有当场暴走。他不能乱，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乱。这一定是江晨的阴谋，是他用卑劣的手段蛊惑了姬晴雪。只要自己接下来在论道之上展现出碾压一切的绝世才情与实力，就一定能让晴雪师妹回心转意，让所有人看清楚谁才是真正的天命所归。想到这里，袁长风强行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重新走回主位坐下。就在这时，天际又有一道仙光降临，一艘通体由月光神域打造的仙舟缓缓停靠在峰顶。仙舟之上，一道绝美的身影缓步走出。女子一身淡蓝纱裙，身姿高挑，容貌倾城，气质清冷如月，正是南宫明月，南宫仙子。江晨的那个未婚妻也来了。哦哟，这下可有好戏看了。人群瞬间炸开了锅，所有人的目光都变得无比精彩。在江晨、姬晴雪和刚刚到来的南宫明月之间来回扫视。修罗场，真正的修罗场来了。南宫明月没有理会周围的目光，他那双清冷的凤眸第一时间就落在了江晨的身上，以及他身旁的姬晴雪身上。他的脚步不紧不慢，一步一步走向了江晨。姬晴雪也感受到了这道目光，她微微侧头，与南宫明月四目相对。两个同样风华绝代，同样气质清冷的女子，目光在空中交汇，无形的电光闪烁，让周围的空气都在一瞬间变得粘稠起来。温燕在一旁看的更是快把扇子给晃断了，忍不住凑到萧天都耳边，挤眉弄眼地说道：完了完了，圣子后院要起火了啊！刺激，太刺激了！修罗场啊，你说圣子会不会被圣子夫人给揍啊？萧天都冷冷瞪了他一眼，没有理他。南宫明月莲步轻移来到了江晨的面前，停下脚步。他没有看江晨，而是看着姬晴雪，清冷的声音响起：这位想必就是太初道院的晴雪仙子吧，久仰大名。姬晴雪缓缓站起身，神色平静，语气同样淡然：
南宫仙子，幸会。两个女人只是简单的打了个招呼，却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惊心动魄的压力。南宫明月对着姬晴雪微微颔首后，便极为自然地走到了江晨的另一边，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在江晨身旁坐下。他伸出纤纤玉手，轻轻握住了江晨，轻声细语地开口：“我来晚了些。”袁长风看着江晨，左手是令他心神动摇的姬晴雪，右手是他名正言顺的未婚妻。看到这一幕的袁长风，刚刚压下去的血气再一次涌了上来，他感觉自己的肺都要气炸了。江晨，你这个无耻之徒，杂碎！他费尽心机营造的论道氛围，被江晨的到来以及两个女人的争锋搅得一干二净。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江晨身上，他这个主角彻底沦为了背景板。江晨看着南宫明月，反手牵起南宫明月的手。怎么会？南宫明月娇躯微微一颤，但却没有挣脱，只是那清冷的脸颊上悄然飞上了一抹极淡的红晕，快得让人无法捕捉。紧接着他转头看向袁长风：“我看人都到得差不多了，你的这论道小会还不开始吗？”嗨嗨！袁长风重重地咳嗽了2声，强行将所有人的注意力拉了回来。是长风疏忽了，诸位道友远道而来，长风感激不尽。今日论道旨在交流印证，抛砖引玉，还望诸位不吝赐教。他站起身，声音陡然拔高，气势勃发，一股属于大成中期修士的磅礴威压轰然散开。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瞬间让他挽回了几分颜面，也让不少人暗自点头。不愧是袁长风，此等心性确实非凡。经过先前一系列小插曲，这场论道小会也终于正式开始。一位古世家的传人率先起身，阐述自己对于正道的理解，引经据典，口吐莲花。随后又有大教少主讲述血脉之力的运用法门，一个个天骄轮番上场，各抒己见，整个天道峰顶道音弥漫，法则交织，意象纷呈，场面一时间竟真的恢复了论道盛会的模样。袁长风端坐主位，不时点头，或是提出1-2个精妙的问题，尽显其深厚的底蕴与广博的学识，逐渐将众人的注意力从刚才的闹剧中拉了回来。然而江晨对此却毫无兴趣，他一手牵着南宫明月，一手端着酒杯，正侧着头在南宫明月的耳边低声说着什么。温热的气息拂过南宫明月敏感的耳垂，让他那清冷的脸颊上始终带着一抹淡淡的绯红。而另一边的姬晴雪虽然没有与江晨交流，但他也只是静静望着眼前的云海，眸光放空，神游天外，显然同样对这些人的高谈阔论不感兴趣。袁长风对此十分恼火，趁机话锋一转，对着江晨方向开口：“大道万千，殊途同归，长风之言不过一人之见。早就听闻江兄天资绝世，战力无双，想必定然有着不同的见解。借着今日此等机会，江兄何不也给大家讲一讲你所修之道？”来了，图穷匕现。全场的目光再一次唰的一下，全部集中到了江晨身上。袁长风这一手不可谓不毒，讲道讲好了，那是理所应当的；要是讲不好，或者说只要江晨但凡说的有那么一丁点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袁长风必然会想尽办法的让江晨出丑。然而面对这样的局面，江晨却连一个正眼都未曾给过袁长风一个。他依旧侧着头与南宫明月低声交谈。南宫明月那清冷的俏脸上，因为江晨的亲昵，始终染着一抹动人的红霞，看得周围一众难修，心都快碎了。被如此无视，袁长风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他胸膛剧烈起伏了一下，强压下心头的怒火，声音再度提高了几分：“江兄，莫非是看不起我等这些各域同道，不屑于与我们交流吗？”这一顶大帽子扣下来，分量不可谓不重，就连姬晴雪的脸色都微微变了。南宫明月也是秀眉一蹙，就要起身，江晨却只是轻轻捏了捏他的手，示意他稍安勿躁。终于在众人那几乎凝成实质的目光注视下，江晨才懒洋洋地转过头。他松开南宫明月的手，缓缓站起身。他笑了，讲道。江晨摇了摇头，语气平淡：“光是坐在这里动动嘴皮子，未免也太无趣了些。”他此言一出，让不少人都愣住了，随后满座哗然。无趣？这是什么意思？大道之变，玄理之争，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将其视为一场精神上的盛宴，他竟然觉得无趣？狂！太狂了！这等于就是在说，在场的众人此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小孩子过家家一般的无趣之事。那依江兄之见，该当如何？袁长风心中冷笑，脸上重新恢复了笑容。江晨环视全场，目光最终落在了太初道院深处云雾缭绕的群山之中。大道之争从来不是靠说的，而是靠打的。他的声音很轻，但一字一句都清楚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我听闻
太初道院有一处绝佳的福地，名为太初剑冢，乃是上古剑仙作化之地，其中剑意冲霄，道运天成，更是检验自身修为的绝佳试炼场。此言一出，袁长风有些愣了。不仅是他，在场的其他太初道院之人脸色都是齐齐一变，而其他人则是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太初剑冢，那地方确实是福地，但更是凶地，其中剑意纵横，危机四伏，稍有不慎便会生死道消。江辰提这个干什么？袁长风。江辰缓缓收回目光，重新锁定在袁长风身上，脸上的笑意开始变得耐人寻味了起来。你我之间的恩怨暂且不提，不如你我二人便以此为契机，去那剑冢之中论道一番，如何？你我二人一同进入剑冢，谁能在其中走得更远，谁能得到的机缘更多，谁便算是技高一筹。此番比试无关生死恩怨，只为切磋道法，印证所学。在江辰说完这番话后，在场的众人无不感到惊讶，丝毫不亚于一道天雷在他们的头顶炸响。什么？去剑冢论道？他疯了不成？那地方是能随便进去的吗？所有人都用一种看疯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江辰，他们想过无数种江辰应对的可能，或是高谈阔论，或是避而不谈，却唯独没有想到他会如此的直接。噗！也不知道是谁在这个时候不合时宜地笑出了声。无关恩怨？你宰了人家兄长，现在又说无关恩怨，这话骗鬼呢？就连在旁一向事不关己的姬晴雪，此刻也是为之动容，看向江辰的眼神中充满了疑惑，不清楚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要求。南宫明月此时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波动，他懂江辰，知道这就是江辰的作风。而袁长风看着江辰那张挂着淡淡笑意的脸，一时间竟有些分不清，这究竟是陷阱，还是江辰真的根本没有脑子。但是很快，一股难以抑制的狂喜就从袁长风的心底疯狂地滋生出来。那是什么地方？那是他早就计划好，要在万道茶会之后去寻求突破机缘的地方，那里面的太初剑意对他至关重要。而现在江辰这个他恨不得抽筋扒皮的生死大敌，竟然主动提议要和他一起去那个地方，而且还是在他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这是机会，这是千载难逢斩杀江辰的绝佳机会。在剑冢那等凶险之地，剑气纵横，法则混乱，死个人再正常不过了。只要做得干净利落，谁能说他什么？他甚至可以反过来说，是江辰自己不自量力，死于剑冢的天然凶险之中。即便是之后江胜天亲自来问罪，他也可以抽身而退。这简直是送到嘴边的天大机缘。一念至此，袁长风此刻内心的激动让他恨不得仰天大笑一声，但他不能，他要演，不能表现得太急切。江辰看着袁长风变幻不定的脸，又轻飘飘地补上了一句：当然，若是你觉得没有把握，不敢应战，那便当我没说。这一番话简直就是诛心之言，将袁长风架在了火上，来回的烤。答应就是同辈一战，不答应就是当着全场天骄的面承认他怕了江辰。他袁长风日后还有何颜面立足于各域？如何立足于太初道院？如何立足于年轻一辈？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变得玩味起来，他们都看出来了，这洪天圣子是真的狠，杀人还要诛心。袁长风心中那最后的一丝犹豫也被江辰这句话彻底斩断。他深吸一口气，脸上重新挤出了那温润如玉的笑容，甚至还带着一丝无奈与包容。他对着江辰缓缓拱了拱手，声音朗朗传遍全场：既然江兄有此雅兴，长风若是拒绝，倒显得小家子气了。也罢，他一副我本不想如此，但奈何你苦苦相逼的模样，慨然应允。长风自当奉陪到底。袁长风此话一出，掷地有声，所有人都被他这番大度之言所折服，不少人甚至暗自点头，觉得袁长风不愧为太初道院第一人，这气度实属难得。反观江辰倒是显得有些步步紧逼，咄咄逼人了。然而江辰脸上非但没有丝毫觉得不妥的表情，反而笑意更浓。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好，江辰轻轻颔首，目光扫过全场。既然如此，择日不如撞日，不如就现在吧。袁长风瞳孔微微一缩，现在？他本以为江辰会选择在万道茶会结束后再找个时间，没想到竟是如此的迫不及待。也好，早点解决掉这个心腹大患，他也能早日安心。好，袁长风冷喝一声，不再有丝毫犹豫，他化作一道惊天长虹，撕裂云层，率先朝着太初道院深处的某个方向疾驰而去。江辰见状，只是淡然一笑，他缓缓转过身，看向身旁的南宫明月。南宫明月此时也站起身，
一双青眸看着江辰，一切小心。他只说了短短4个字，但其中的关切溢于言表。江辰握了握他微凉的玉手，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而一旁的姬晴雪则是嘴唇微动，似乎想说什么，但终究还是没有开口。他看不懂江辰，在他看来，明明有太多种方式解决，他为何偏偏选择这种方式？随后，江辰也迈开脚步，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走，去看看，此等盛事，我怎能错过？这可比什么论道小会有趣多了。天道峰上，瞬间人去楼空，所有天骄，不论身份，不论来历，全都化作一道道神虹，紧紧跟在江辰身后，生怕错过了这一场难得的好戏。南宫明月与姬晴雪对视一眼，也立刻动身跟了上去。萧天都几人自然是紧随江辰身后。温雁一边飞，一边还不忘对着萧天都挤眉弄眼。老萧，你说圣子这是玩的哪一出？那剑种可是凶险的很啊。萧天都懒得理他。太初剑种，此地位于太初道院最深处的一片荒芜山脉之中，放眼望去，寸草不生，满目疮痍。大地上插满了各式各样残破的古剑，有的锈迹斑斑，有的断成数节，每一柄剑上都散发着森然凌厉的剑意。无穷无尽的剑意汇聚在一起，在山谷间盘旋呼啸。仅仅是站在外围，便能感受到那股扑面而来的锋锐之气，像是要将人的神魂都给割裂开来。当江辰等人抵达之时，袁长风早已等候在此。他负手而立，眼神灼热地望着剑冢入口，那股毫不掩饰的渴望和激动，与他先前那温润儒雅的形象判若两人。就在此时，虚空微微扭曲，一名身穿灰色麻衣、须发皆白的老者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众人面前。他看起来平平无奇，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凡俗老人，但身上那股渊深如海的气息，却让在场的所有天骄都感到一阵心悸。久敬圣人，拜见手冢长老。袁长风恭敬行礼，那麻衣老者只是淡淡的扫了众人一眼，目光浑浊。最终，他的目光落在了江辰与袁长风的身上。剑冢乃是本院禁地，手冢长老的声音沙哑响起。你二人要入内。回手冢长老，正是。袁长风回应道。手冢长老看着袁长风，缓缓点头。既如此，时限1个时辰，其中所得机缘各凭本事。随后手冢长老不再多言，只是大手一挥，嗡，笼罩在山谷入口处的无形屏障顿时荡开一圈涟漪，一道门户缓缓开启。江兄，请吧。袁长风对着江辰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随即他便再也按捺不住，一步踏入其中，身影瞬间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里。江辰不紧不慢，也抬步跟了进去。随着两人的进入，那道门户也缓缓关闭。外界瞬间沸腾了起来。你们说谁能赢？这还用问？当然是袁长风了。据说袁长风的太初剑道早已大成，那江辰如何能比？南宫明月与姬晴雪并肩立，两女都没有说话，只是美眸紧紧地盯着那条闭合的通道。与此同时，江辰与袁长风进入剑冢的消息也如同长了翅膀一般，飞速传遍了整个太初道院。一时间，无数道院弟子，甚至是一些长老都被惊动。一道道强横的气息从道院的四面八方升起，化作一道道流光，朝着太初剑冢的方向汇聚而来。剑冢之内与外界不同，这里是一片光怪陆离的奇异空间，天空中悬浮着无数散发着各色光芒的剑影，每一道剑影都代表着一位上古剑修所留下的传承或是感悟。刚一踏入此地，袁长风的身体便猛地一震，他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召唤。那股召唤来自于剑冢的最深处，仿佛是他血脉中命中注定的一部分。太初剑意本源。袁长风的呼吸瞬间变得无比急促，双眼都开始泛红。他苦苦追寻的机缘就在眼前，他没有丝毫犹豫，瞬间将自身速度催动到极致，化作一道流光，朝着那感应传来的方向疯狂冲去。他要抢在江辰之前得到那份无上机缘，只要得到它，他便能一举突破。到那时，斩杀江辰不过是反手之间。然而，就在袁长风如离弦之箭般冲出后，后一步踏入此地的江辰却停下了脚步。他没有理会袁长风，甚至没有去看那些悬浮在空中的足以让任何剑修都为之疯狂的传承剑影。他只是站在入口处，慢悠悠地打量着四周。他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一块锈迹斑斑的铁片，放在指尖轻轻摩擦，又或者对着一柄断成2截的石剑评头论足。这一幕若是被外界之人看到，定然会惊掉下巴。这副模样哪像是在什么机缘之地，倒像是老大爷在遛弯。而就在此时，江辰的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响了起来。叮！检测到天命之子袁长风正在接近其关键机缘，
太初剑意本源。叮，截胡任务发布，请宿主赶在天命之子之前夺取太初剑意本源。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让江晨嘴角的笑意愈发明显，他最喜欢听到的就是这种声音。系统，你可真是我的贴心小棉袄。江晨在心中轻笑一声，都不用他多说就知道他要干什么，还主动将任务送到了嘴边。叮，天命之子袁长风已接近机缘所在地，请宿主尽快行动。系统的声音催促起来。江晨看着袁长风消失的方向，摇了摇头。看袁长风那副火急火燎，像是去投胎的模样，显然是对这剑种深处了如指掌，准备已久。要么是他身上有什么信物，要么就是他的血脉或者功法与那所谓的太初剑意本源有着某种特殊的感应。若自己就这么傻乎乎的追上去，就算能追到，也必然会落后一步。他江晨既然作为一名反派，那就要有一点格调，怎么能和主角一样，为了机缘搞得灰头土脸？江晨在心中不紧不慢地与系统交流着。系统，有没有什么更便捷的法子？最好是那种我坐在这里不动，那所谓的机缘就能自己送上门来的道具。系统似乎是被江晨这理所当然的懒给整无语了，沉默了片刻。叮，检索到符合宿主需求的道具。万象道标，万象道标，一次性消耗品，使用后可锁定方圆千里内能量等级最高的无主天才地宝或传承，并对其产生绝对吸引力，使其主动前来认主。售价10万反派点数，10万反派点数，倒是不便宜啊。不过物有所值，兑换。江晨没有丝毫犹豫。宿主，那个 反派点数不够。不够？怎么不够了？上次不是奖励了20万反派点数吗？那个宿主之前兑换的勤道法则，扣完后就不够了。江晨嘴角一抽，狗系统，那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价格？江晨顿时就像是一口吃了个冰箱，哑口无言。算了，不够欠着，磨磨唧唧，搞快搞快。宿主，这不好吧？搞快搞快，不然你换个宿主。嗡，一枚通体由玄奥符文构成的金色印记悄然出现在他的掌心，散发着一股难以言喻的道韵。系统，爱你。江晨屈指一弹，那金色印记便悄无声息地融入了他的眉心。做完这一切，他便真的不再有任何动作，甚至他还在入口处盘膝坐下，闭上双眼，一副入定参悟的模样，像是真的对剑种深处的机缘再无半点兴趣。与此同时，剑种最深处，袁长风的身影在一片混乱的剑气风暴中急速穿行，他浑身剑意勃发，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护罩，将周围那些足以撕裂大成修士的恐怖剑气尽数隔绝在外。他的双眼赤红一片，死死盯着前方，那股来自血脉深处的召唤越来越强烈了。就是那里，穿过眼前这片最后的剑气乱流，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无上机缘。江晨，你给我等着，待我融合太初剑意本源，便是你的死期。袁长风心中在疯狂的咆哮，速度再次提升3分，整个人几乎化作了一道肉眼难以捕捉的流光。轰！他终于冲破了那片狂暴的剑气风暴，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广阔的地下空间出现在他的眼前。空间的中央是一座古老的祭坛，祭坛之上空无一物，但一股至精至纯，仿佛天地初开第一缕剑芒般的恐怖剑意，正从那祭坛之中源源不断地散发出来。找到了，就是这里，这属于他的机缘，只要得到它，他便能借此一举冲破瓶颈，将太初剑道修炼至圆满之境。到那时，他的实力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届时转头再去弄死江晨，不是和呼吸一样简单。姬晴雪也一定会明白，谁才是这方天地真正的天命。袁长风的呼吸瞬间变得无比粗重，脸上涌现出狂喜的神情。他没有丝毫迟疑，一个闪身便落在了祭坛之上，盘膝而坐。嗡！就在他坐下的瞬间，整座祭坛都发出了剧烈的嗡鸣，一股磅礴无比的剑意洪流顺着他的身体疯狂涌入他的四肢百骸。啊！无穷无尽的剑道感悟如同醍醐灌顶一般，让他整个人都沉浸在了一种玄之又玄的境界之中。袁长风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剑道感悟正在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疯狂暴涨，困扰他许久的瓶颈开始出现了松动的迹象，那股纯粹的太初剑意开始主动与他的神魂相融。快了，就要成功了！袁长风欣喜若狂，他几乎已经看到了自己突破之后脚踩江尘俯瞰年轻一代的画面。然而就在他沉浸在这无边喜悦之中，即将彻底炼化这股本源剑意之时，异变徒生，那股原本温顺无比疯狂涌入他体内的太初剑意本源竟是猛然一滞。随后
他们就像是受到了某种惊吓，又或是听到了某种无法抗拒的召唤，竟是开始疯狂的从他的体内倒卷而出。怎么回事？袁长风脸色大变，猛地睁开了双眼。他想要阻止，想要强行将这些剑意留下，可那股力量根本不是他能够抗衡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已经融入他神魂的剑意本源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硬生生地抽离了出去。噗！神魂被强行撕裂的剧痛让他当场喷出了一口逆血，紧接着他便看到了让他目眦欲裂的一幕。只见那座古老的祭坛之上，所有被抽离出去的剑意本源开始迅速汇聚凝结，最终化作了一道约莫3寸长，通体呈现乳白色，仿佛蕴含着大道至理的迷你小剑。那正是太初剑意本源的实体。袁长风的眼中瞬间被贪婪狂热所填满，他伸出手就要去抓那柄小剑，可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剑身的刹那，咻！那柄小剑微微一颤，竟是化作一道流光，瞬间划破虚空，朝着他来时的方向疾驰而去，速度之快让他根本来不及反应。不！袁长风发出一声凄惨无比的咆哮，他伸出的手僵在半空，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道流光消失的方向，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很快，袁长风就疯狂地催动身形，想要追上去，可那道流光的速度远超他的想象，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便消失在了他的视线尽头，只留下袁长风一个人呆呆地愣在原地。为什么会这样？煮熟的鸭子飞了。剑冢入口，江晨盘膝而坐，双目紧闭，神态安然。然而就在下一刻，咻！一道微不可察的破空声由远及近陡然响起，一道乳白色的剑影流光快得不可思议，裹挟着一股恐怖的锋芒，径直朝着江晨的方向而来。小剑之上道韵流转，一股仿佛能斩断万骨、开辟鸿蒙的磅礴剑意内敛其中，正是那太初剑意本源。那白色小剑在江晨面前轻轻悬浮，剑身微颤，发出一阵阵喜悦亲昵的嗡鸣。江晨缓缓睁开双眼，看着眼前这柄主动送上门来的无上机缘，脸上笑容那叫一个明媚。他伸出手，那柄白色小剑便无比顺从的轻轻落在了他的掌心之中。江晨轻轻一点，那柄小剑便化作一道纯粹的本源剑光，悄无声息地融入了他的眉心之中。轰！刹那间，一股浩瀚如烟海的剑道感悟在他的识海之中轰然炸开。而就在此时，一道狼狈不堪的身影从剑冢深处的剑气风暴中疯狂冲了出来，正是去而复返的袁长风。他披头散发，衣衫破碎，嘴角还挂着一丝血迹，哪里还有先前那半分温润儒雅的模样。他冲出乱流，一眼就看到了盘膝坐在入口处的江晨，然后他的目光瞬间凝固，死死地定格在了江晨眉心处，从中感受到了那柄他无论如何都不会认错的太初本源。轰隆！袁长风的大脑在这一刻瞬间变得一片空白。是他，就是他，那个本该属于他的无上机缘，那个他苦苦觊觎了数年，眼看就要到手的太初剑意本源。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会在江晨的身上？袁长风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起来，他的世界观开始隐隐崩塌。他无法理解，他无法相信眼前看到的这一幕。剧本不是这么写的啊？难道不应该是自己得到机缘，修为大进，然后出来将江晨这个生死大敌一脚踩死在所有人面前吗？为什么自己煮熟的鸭子不仅飞了，还转头就投进了江晨的怀抱？噗！一股极怒攻心之下的逆血再也压抑不住，从袁长风的口中狂喷而出。他的双眼瞬间变得一片血红，理智在这一刻被无边的嫉妒彻底吞噬。杀了他！趁他正在融合剑意，心神没有防备，杀了他！只要杀了他，这机缘就还是我的。无穷的杀意化作了袁长风此刻唯一的念头。江晨，给我死！一声嘶吼从袁长风的喉咙里爆发出来，他催动全身的灵力，整个人化作一道血色剑光，不顾一切地朝着江晨悍然杀去。然而就在他即将靠近江晨的瞬间，轰！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威压自江晨的体内轰然爆发，整座太初剑冢，无数插在大地之上的残破古剑在这一刻齐齐发出剧烈的嗡鸣。一尊通天彻地的巨大法相骤然出现在江晨的身后，那法相模糊不清，散发着一股镇压九天十地、斩灭日月星辰的无上剑威。法相的双眸淡漠地俯瞰着袁长风，仅仅是一道目光，他整个人便是如遭雷击，被一股巨力狠狠轰飞出去，撞在远处的石壁上，骨骼不知断了多少根，气息急速萎靡。他挣扎着抬起头，
满眼骇然地看着那尊贯穿天地的剑道法相，看着法相之下那个依旧闭目盘坐的白衣身影。咳。袁长风瘫坐在地上，口中鲜血狂涌。法相，这是剑道法相，他怎么可能凝聚出剑道法相？片刻之后，江辰身后的那尊剑道法相缓缓散去，冲天的剑意也如潮水一般尽数收敛回了江辰的体内。江辰的身上一股圆融无缺，犹如已经走到剑道尽头的气息缓缓弥漫开来。他的修为瓶颈应声而碎。八境大成后期，江辰缓缓睁开了双眼，他感受着体内那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以及对于剑道全新的理解，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他的目光落在了不远处那如同死狗一般瘫在地上的袁长风身上。江辰站起身，缓步走了过去。他居高临下的看着袁长风，脸上露出了一个和煦又真诚的笑容。袁长风，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弄得如此狼狈？江辰像是刚刚才反应过来，恍然大悟道：我也不知为何，刚刚在此地打坐，有一柄小剑自己就飞了过来，非要认我为主。唉，拦都拦不住。看来我与这太初剑种倒也算颇有几分缘分。杀人诛心，缘分。袁长风他处心积虑，蓄谋已久，到头来却只是为他人做了嫁衣，天大的讽刺。你果然，袁长风听到这话，只觉得喉头一甜，又是一大口鲜血喷出。他看着江辰的脸，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整个人气得浑身发抖，差点就此昏死过去。而江辰的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也在此刻适时响起。叮！恭喜宿主成功截胡天命之子袁长风关键机缘，太初剑意本源，任务完成。奖励发放，奖励反派点数10万点，扣除宿主欠款5万点，宿主当前反派点数余额5万点。叮！额外奖励剑道大成。听着系统的提示音，江辰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他看着袁长风那张因为极致的愤怒与羞辱扭曲的脸，慢悠悠地补上了几句：这可真不能怪我，我什么都没做。对了，袁长风，你我二人这番论道，应该算是你输了吧？袁长风抬起头，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江辰脸上的表情，在愤恨和不甘之间疯狂变换，最终所有的情绪都化作了一阵诡异的笑声。笑声越来越大，江辰，袁长风的笑声里充满了无穷无尽的恨意。好一个江辰！剑冢之外，天道峰顶的天骄们早已汇聚于此，无数太初道院的弟子与长老闻讯而来，将这片荒芜的山脉围得水泄不通。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那道紧闭的剑冢门户。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一个时辰的期限即将到来。你们说，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还能是什么情况？袁师兄何等天资，那江辰再强，在这里也绝不可能是袁师兄的对手。没错，这剑冢乃是我道院圣地，其中的太初剑意与袁师兄的功法同根同源，袁师兄在里面定然是如鱼得水。人群中议论纷纷，几乎所有太初道院的弟子都对袁长风充满了绝对的信心。就在此时，轰隆，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剑意猛然从剑冢之中冲天而起，贯穿云霄，整片苍穹风云变色，无穷无尽的剑气在天际交织，演化出万千异象。有上古剑仙开天辟地的伟岸身影，有剑斩日月星辰的恢宏画卷，一道道至精至纯的剑道法则如同天河道观垂落而下，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一阵战栗。不少剑修更是感觉自己的佩剑在不受控制的嗡鸣颤抖。这是本源剑意现世的异象。那名须发皆白的手冢长老浑浊的双眼之中陡然爆发出浓重的金光，语气激动的都在颤抖。成功了，长风他成功了，他得到了太初剑意本源的认可。此言一出，全场沸腾，所有太初道院的长老和弟子脸上都露出了狂喜与骄傲的神色。太初剑意本源，那可是他们道院传说中的至高传承之一，如今终于被他们这一代的天骄所得。好啊，我道院大兴，长风果然没让我们失望。我就说嘛，那江辰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和袁师兄争锋？现在怕是已经被剑冢里的剑气绞杀成飞灰了吧？一众天骄也是满脸的羡慕与震撼。温燕晃着扇子咂了咂嘴，乖乖，这动静可真不小啊！袁长风这小子莫不是真要一步登天了？萧天都眉头紧锁，没有说话，只是死死盯着剑冢入口。于妹儿和姬晴雪两女的俏脸上都笼罩着一层化不开的凝重，只有南宫明月神色平静。
他们的目光穿过那璀璨的异象，仿佛想要看透那道石门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嗡！就在众人以为大局已定之时，那道紧闭的石门缓缓开启，两道身影被一道柔和的光芒传送了出来。袁师兄出来了，恭喜袁师兄获得无上机缘！山呼海啸般的祝贺声瞬间响起。然而下一秒，所有的声音都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掐住了脖子，戛然而止。全场陷入了一片寂静，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一副见了鬼般的表情，瞳孔骤然收缩，充满了难以置信。只见那剑冢入口处，江晨一袭白衣，纤尘不染，神态自若地站在那里。更让人心惊的是，他们能清晰地感觉到江晨身上的气息比进去之前又强大了数倍不止。而在他的身旁，那个被所有人寄予厚望，被认为已经获得无上机缘的袁长风，此刻却是披头散发，衣袍破碎，嘴角挂着刺目的血迹。他脸色惨白如纸，双目赤红，浑身上下的气息都萎靡到了极致，哪里还有半分意气风发的模样？这是怎么回事？所有人的大脑都瞬间宕机，一片空白。剧本不是这么演的。为什么意气风发走出来的人是江晨？为什么身受重伤如同丧家之犬的人会是袁长风？长风！手冢长老第一个反应过来，一个闪身便出现在袁长风面前，苍老的声音带着一丝急切与不解：你这是怎么了？为何会受此重伤？你的神魂怎会受损如此严重？可是在融合本源剑意时出了什么差错？直到此刻，他依然认为那通天异象是袁长风引动的，只是袁长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袁长风的嘴唇哆嗦着，他缓缓抬起头，他没有回答长老的问题，那双空洞的眼睛越过长老的肩膀，死死地盯着不远处的江晨，眼神之中是足以焚尽9天的怨毒与绝望。他不说话，就那么看着。这诡异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感到一阵毛骨悚然。江晨，南宫明月清冷的身影第一个动了，他快步走到江晨身边，伸出玉手紧紧抓住了他的衣袖，清冷的凤眸中满是关切。你没事吧？江晨反手握住他微凉的小手，轻轻捏了捏，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无碍，他轻声说道。随后江晨的目光越过南宫明月，落在了袁长风的身上，他脸上的笑容愈发和煦。袁长风，何必如此？胜败乃兵家常事，输给我不丢人，还望你不要因此一蹶不振，坏了道心。一番话说得轻描淡写，却像是一道道天雷在众人心中炸响。输了，袁长风输了。那刚才那惊天动地的异象，难道所有人心中都升起了一个荒谬到极点的猜测？袁长风听到江晨这番诛心之言，身体猛地一颤，喉头一甜，又是一口鲜血涌了上来，却被他死死咽了回去。他双拳紧握，猛地越过手冢长老，死死咬着牙，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恭喜江兄！全场一片哗然。然而袁长风接下来的话才真正让这片天地彻底失声。他抬起那双血红的眼睛，盯着江晨，一字一顿地嘶吼道：能得我太初道院，太初剑意本源，此等无上机缘！轰！此言一出，整个世界仿佛都在这一刻被按下了暂停键，所有人的大脑都瞬间变得一片空白，他们呆呆地愣在原地，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现场太过于安静，袁长风的一番话回荡在众人的耳边：太初剑意本源被江晨得到了，这怎么可能？简直是荒谬，无法接受。那通天彻地的异象，那股精纯到极致的本源剑意，明明是属于他们太初道院，属于袁长风的机缘，怎么会落到了江晨这个外人的手里？短暂的安静之后，是滔天的哗然。不可能，这绝不可能！袁师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长风，你说什么？手冢长老浑身剧烈一颤，他猛地抓住袁长风的肩膀。长风，你把话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袁长风的身体在长老的手中瑟瑟发抖，他抬起那双空洞的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江晨。他笑了，只是笑得比哭还难看，声音凄厉。怎么回事？他缓缓抬起手，颤抖着指向江晨。我本来已经要成功了，祭坛之上，本源剑意已经开始与我融合，可是他忽然就不受控制了，他从我的身体里被抽了出去，他自己跑去找他了。袁长风断断续续的将剑冢内那让他毕生难忘的一幕说了出来，他说的每一个字都让在场太初道院众人的脸色难看一分。当他说完最后一个字时，全场彻底炸了。
胡说八道！机缘怎么可能会自己跑？定然是他，江辰，他定然是用了什么阴邪诡谲的邪魔外道手段，窃取了本该属于袁师兄的机缘。无耻之徒，交出我道院的本源剑意，杀了他，为袁师兄讨还公道！轰！一瞬间，数十道强横的气息轰然爆发，以那手冢长老为首，一众太初道院的长老和弟子双眼赤红，杀意沸腾，直接将江辰团团围住。他们本就看不惯江辰那副目中无人的嚣张作风，此刻新仇旧恨加在一起，已然动了杀心。嗡！一股彻骨的寒意猛然扩散开来，南宫明月俏脸冰寒，一步踏出，挡在了江辰身前，浑身气息轰然释放，玄阴圣体的威势让周围的温度都骤然下降。江辰身后的一处空间隐隐波动，正是江九。只要太初道院的人敢动手，江九第一时间就会出手灭杀他们。刷刷刷！萧天都、温燕等人也是毫不犹豫，瞬间出现在江辰的四周，与太初道院的人形成了对峙之势，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而作为这一切焦点的江辰，从始至终脸上都挂着那副风轻云淡的笑容，就好像眼前这些毫不掩饰的杀意根本不存在一般。他甚至还轻轻笑了声。江辰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姬晴雪，随后绕开南宫明月，缓步走了出去，目光扫过在场那一双双充满杀意的眼睛。好一个太初道院，技不如人也就罢了。江辰的声音顿了顿，目光最终落在了袁长风的身上。怎么，玩不起，输不起，现在是准备仗着人多动手抢了？你们是真把我江辰，把我洪天圣地当成什么可以任人欺辱之辈了？一句又一句的反问，像是一个个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每一个太初道院之人的脸上。尤其是玩不起、输不起这几个字，更是诛心到了极点。庶子，休得猖狂！一名道院长老气得浑身发抖，怒吼一声：“你用卑劣手段窃我道院传承，还敢在此大放厥词！今日你休想活着离开！就是，别跟他废话，大家一起上，把他拿下！”群情激愤，也确实没有再过多废话。虚空颤动，江九凝成一只大手，就要朝那些人落下。眼看局面就要彻底失控，都住手！一道清冷的娇喝响起，姬晴雪身形一闪，拦在了众人与江辰之间。他秀眉紧蹙，对着那几名长老寒声道：“各位长老，请冷静，此事尚有诸多疑点，岂能如此草率行事？”然而此刻已经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众人，哪里还听得进他的劝说？晴雪，你让开！此辽如我道院在先，窃我传承在后，今日必不能容他。没错，此事与晴雪师姐无关。姬晴雪的脸色一时间也变得有些难看，她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眼见事态开始不受控制，也就在此时，一股极为强势的恐怖威压自9天之上骤然降临。在场所有暴怒的太初道院之人，无论是弟子还是长老，身形都是猛然一僵，像是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死死按住，动弹不得。唯有江辰和他身边的几人被江九无形中释放的气息拖住，安然无恙。一道苍老的声音自虚空中响起：“够了！”仅仅2个字，全场那沸腾的杀意与怒火，就像是被一盆冰水当头浇下，瞬间熄灭。所有人都骇然地抬头望向天空，袁长风的身体突然一僵，脸上那怨毒愤恨的表情一瞬就被委屈所取代。师尊，那名手冢长老也是脸色一变，连忙对着虚空恭敬行礼：“是副院长。”袁长风的师尊，太初道院的副院长，一位真正的实境，何道大能。他刚要开口说些什么，那道威严的声音就再次响起：“还嫌不够丢人现眼吗？”轰！让他整个人如遭雷击，呆立当场。丢人？师尊说他丢人，可他才是受害者啊！那威严的声音没有给他任何辩解的机会。技不如人，便是技不如人。此事到此为止。长风，给老夫滚回去，好好反省思过。话音落下，那股镇压全场的恐怖威压也随之烟消云散，虚空恢复了平静。所有太初道院的弟子和长老都僵在原地，脸上的表情在愤怒、不甘、屈辱之间疯狂变换。他们死死盯着江辰，那眼神像是要将他生吞活剥。副院长发话，他们不敢不从，可这口气他们就是咽不下。而江辰，他只是站在原地，好笑地看着袁长风，脸上还露出一副真遗憾的表情，对着袁长风摇了摇头。随后他就在众人的目光中带着一众人潇洒离去。随着江辰的离去，众人也纷纷开始散去，袁长风也回到了他的居所。一回来，袁长风立马就布下了结界，隔绝了外界的一切。下一刻，
袁长风脸上那仅存的最后一丝镇定与从容轰然破碎，他再也压抑不住，发出一声声嘶吼，双目赤红，跟疯了一般。轰！他一拳轰出，狂暴的灵力瞬间将身前的一张桌案轰成了齑粉。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居所内价值连城的古董字画，珍惜无比的灵芝盆栽，在他疯狂的宣泄之下被一一摧毁。他苦心经营数年的儒雅形象，在这一刻荡然无存。他想不通，他无法理解，明明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他引江辰入瓮，意外又可以见种论道为名，行夺取机缘之时，他本该是那个意气风发的胜利者，他本该在融合本源剑意之后修为大进，当着所有人的面将江辰这个心腹大患彻底碾碎。可结果呢？他处心积虑，他谋划已久，到头来却只是为江辰做了嫁衣。他眼睁睁看着那属于他的无上机缘主动投入了生死大敌的怀抱，他甚至还被自己师尊当众呵斥，丢人现眼，奇耻大辱。这是他袁长风此生从未遭受过的奇耻大辱。江辰，袁长风瘫倒在狼藉的废墟之中，口中喃喃自语，那种深入骨髓的羞辱与挫败感让他激欲发狂。我与你不死不休。另一边，揽月峰，江辰一行人已经回到了住处。相比于袁长风那边，江辰这边的气氛倒是轻松的有些过分。温燕等人脸上那股佩服依旧没有散去，尽管他们不是第一天认识江辰，也不是第一次见识过江辰的行事作风，但这一次他们还是会在心底里暗暗感慨，自家圣子杀人还要诛心，把袁长风玩弄于股掌之间，抢了机缘还要逼得对方亲口承认，最后更是让对方的师门长辈都说他技不如人。这一套组合拳下来，那袁长风怕是道心都要裂开了。而就在此时，江辰的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冒了出来，叮，检测到天命之子袁长风因机缘被夺，道心受损，已出现轻微裂痕，其气运值大幅度下降。叮，恭喜宿主成功打击天命之子，任务完成度良好，奖励反派点数5万点，宿主当前反派点数余额10万点。江辰的嘴角笑意更浓了，又有10万点了，不错，这袁长风倒也算是个合格的经验宝宝。好了，都散了吧。江辰挥了挥手，打发走了萧天都等人。万道茶会即将开始，都回去好生准备。是，圣子。萧天都等人恭敬行礼，随后便各自退去。很快，偌大的庭院之中便只剩下了江辰与南宫明月二人，气氛一时间有些安静。江辰转过身，缓步走到南宫明月的面前，脸上带着笑意。刚才为何要挡在我身前？南宫明月微微偏过头，避开了他的目光，清冷的声线里产生了一些细微的波澜。我只是不想看到你出事。哦。江辰的笑意更浓，他伸出双手轻轻捧住南宫明月的小脸蛋，迫使他与自己对视。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的明月是在关心我？温热的指尖触碰到肌肤，让南宫明月的身体微微一僵，白皙的耳根迅速染上了一层动人的绯红。他微微垂下眼帘，想要挣脱，却被江辰牢牢捧着。你放开！他的声音带上了一丝羞恼。看着他这父亲冷外表下这样的娇羞模样，江辰不管看几次都只觉得心中一动。他缓缓低下头，凑到他的耳边，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耳畔。不放！他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轻声说道。南宫明月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他下意识的想要后退，脚下却是一个踉跄，整个人都失去了平衡，朝着江辰的怀中倒去。江辰顺势将他揽入怀中，而南宫明月在慌乱之中猛地一抬头，四目相对，然后2片温润的唇瓣就这么毫无预兆的触碰到了一起。时间在这一刻静止了，南宫明月的美眸瞬间睁大，瞳孔中写满了错愕与茫然，脑海中轰的一声，瞬间就变得一片空白。江辰也是微微一愣，他只是想逗逗他，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意外。不过这感觉倒是不赖。下一秒，南宫明月像是触电一般用力推开了江辰，整个人都向后弹开数步。他抬起手，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嘴唇，那张倾国倾城的俏脸已经红得快要滴出血来。我先回去了。他丢下这么一句话，便头也不回的，几乎是逃也似的冲出了揽月峰，一道流光消失在天际。江辰站在原地，看着他那狼狈逃离的背影，忍不住轻笑出声。他伸出手指轻轻抹撒了一下自己的嘴唇，仿佛上面还残留着那惊鸿一瞥的柔软与香甜清冷的小未婚妻这般小女儿的姿态，真是妙极。江辰收敛心神，在心中唤出了系统面板。既然袁长风这个天命之子已经彻底得罪死了，那自然是要利益最大化。很快，
袁长风的个人信息便浮现在他的眼前。天命之子，袁长风，道心状态，出现裂痕。近期关键机缘：一、轮回池太初道院禁地开启后可洗涤肉身，稳固提升道基。二、太初道碑太初道院重地万道茶会后显现，蕴含大道法则，可助人悟道。看着那两个金光闪闪的机缘名称，江辰的眼中闪起阵阵金芒。轮回池，太初道碑，这袁长风身上的羊毛还有的薅。随后江辰就开始盘算起来，该如何将这两份机缘一并收入囊中。时间很快过去一天一夜，叩叩叩，一阵敲门声响起。江辰眉头一皱，缓缓睁开双眼。进来。房门被推开，一道沉稳的身影走了进来，正是萧天都。他对着江辰一拱手，神情严肃：圣子，万道茶会要开始了。太初道院问道崖，此地乃是道院一处有名圣地，山崖之上，云雾缭绕，仙气氤氲。一座座由千年暖玉雕琢而成的石台，有序分布在各处，其上早已备好了各种灵果仙茶。此刻崖顶之上早已是人影绰绰，来自各域各大顶尖势力的天骄代表尽皆汇聚于此。龙族的鳌牙，魔教的墨渊，大眼圣地的金烈阳，紫薇皇朝的赵灵儿，每一位都是在年轻一代中足以搅动风云的绝顶人物。一个个在外界声名赫赫的年轻天骄，各自占据着一方石台，气息涌动，彼此对峙，暗流汹涌。哟，想不到叶仙子今日也有空来参加这等俗世茶会了。一道略带娇媚的调笑声响起，打破了这有些凝滞的气氛。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合欢宗圣女于妹儿一袭红裙，手中把玩着一缕秀发，对着不远处一名白衣胜雪的女子掩嘴轻笑：怎么今日不躲着修你的道，舍得出来见人了呀？叶希河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声音清了：你合欢宗的人都能来，我太一圣地为何来不得？你……于妹儿脸上的笑容一僵：怎么？我说错了？叶希河面无表情，还是说你于妹儿的耳朵只喜欢听那些男人的甜言蜜语？就在两人之间火药味渐浓之时，又一道身影落在了问道崖上。来人正是袁长风。随着他一出现，场中的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古怪，所有人的目光都下意识地落在了他的身上，眼神各异。众人很快发现，今日的袁长风与往日不同，他的气息不再萎靡，相比之前竟还要扎实不少。但他那原本温润如玉的脸还是苍白未退，不少人的眼中都变得有些玩味起来。关于前日剑冢发生的事情早已传遍了整个太初道院，自然也瞒不过这些消息灵通的各方天骄，更何况这些人当中那天就有不少人在场。所谓的太初道院第一人被人当众抢了机缘，还被自家师尊呵斥丢人，这脸可是丢大了。袁长风感受着四周投来的各色目光，藏在袖中的双手不由得死死攥紧，但他表面上却依旧维持着那副风度翩翩的模样，对着众人微微颔首，而后寻了一处石台径直坐下。就在他坐下的瞬间，问道崖的入口处数道身影飘然落下，为首的正是江辰。他一出现，整座问道崖那原本有些嘈杂的气氛瞬间为之一静，所有人的目光无论是幸灾乐祸，还是冷眼旁观，亦或是战意盎然，都在这一刻齐刷刷地汇聚到了他的身上。尤其是袁长风，在看到江辰的那一瞬间，原本强装冷静的表情立马就变得有些不受控制起来。江辰对于周围的那一道道目光丝毫不在意，他甚至还有闲心对着不远处的于妹儿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于妹儿俏脸一红，心头猛跳，连忙扭过头去，嘴里却是不知羞地轻啐了一口。江辰轻笑一声，不再理会，他径直走到了南宫明月的身旁。南宫明月今日依旧是一身淡蓝色的纱裙，清冷的气质让他在这一众天骄之中也显得格外瞩目。南宫明月的心猛地漏跳了一拍，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不久前在揽月峰庭院中发生的意外，那温润的触感似乎还残留在唇瓣之上。轰！他的俏脸瞬间就红了，连带着白皙的耳根都染上了一层动人的绯红。他不敢去看江辰，下意识的就偏过了头，清冷的凤眸中有些不知所措。他生怕自己那好不容易平复下去的心绪又会纷乱起来。江辰自然是把他这副模样尽收眼底。他在南宫明月身旁坐下，凑到他的耳边轻声开口：想我了没？南宫明月的身体瞬间僵住，大脑空白，心脏砰砰砰跳得飞快，他几乎是下意识的就想躲开，可江辰却仿佛提前预判了他的动作，一只手轻轻按在了他的香肩之上，随后将他搂了过来。别动，
江晨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么多人看着呢，我们可是未婚夫妻，亲近一些很正常。”南宫明月，他羞愤欲死，却又无可奈何，只能任由江晨搂抱着，僵硬地坐在那里，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道气息自云上骤然降临，在场的所有天骄，无论修为高低，心性如何，在这一刻都是身形一僵，皆是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只无形大手死死压住，连呼吸都变得无比困难。众人骇然抬头，只见那问道崖的上空虚空扭曲，一道模糊不清的苍老虚影缓缓凝聚。那虚影明明看不清面容，却给人一种俯瞰万古、执掌乾坤的无上之感。正是太初道院的院长姬清玄，一位货真价实的准帝。拜见院长。以袁长风为首的太初道院弟子连忙躬身行礼，神态恭敬到了极点。其他势力的天骄也是纷纷起身，对着那道虚影郑重行了一礼。这是对一位准帝大能最基本的尊敬。唯有江晨依旧站在原地，神色不变，只是淡淡的抬了抬眼皮。姬清玄的虚影似乎是看了他一眼，但又好像没有。那道苍老而又悠远的声音在每一个人的耳边响起：万道争鸣，各有机缘，道无对错，无高下，今日尔等皆可畅所欲言，印证己道。姬清玄的声音顿了顿，最后缓缓说道：便就此开始吧。话音落下，姬清玄的虚影便如同泡影一般缓缓消散，无影无踪。笼罩在众人心头的那股准帝威压也如同潮水般退去。随着姬清玄虚影的散去，问道崖的气氛再次升腾起来，不少人已经开始交谈起来，唯有袁长风死死地盯着江晨的方向。南宫明月羞红着脸，娇嗔着拍开了江晨作乱的手：你别乱摸我。对此江晨只是笑了笑，该干嘛还是干嘛，我怎么了吗？你。南宫明月无言，这大庭广众之下，他是又羞又恼。也就在这个时候，袁长风缓缓站起了身。江兄。见种一拜，长风心中尚有诸多不解，今日可否再向江兄请教一番？